独乐寺山门与观音阁呢，都是纯木结构建筑，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建筑是梁思成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首先发现的。在这之后呢，梁思成先生又到了山西、河北，做了一系列考察，发现了唐宋辽金的一系列建筑。在这之后呢，梁思成先生做了系统的研究，建构了中国建筑史。我们这门课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发展历史。紫禁城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在之后数百年的时间里，演绎了无数的王朝兴衰故事，宛如一部波澜壮阔的空间交响乐。站在祈年殿的前面，会让我们感觉离天的距离非常非常近，仿佛触手可及。天坛是明清2代帝王祭天的地方，在大片柏树的映衬下，具有庄严肃穆的气氛。同时，为了体现天圆地方的观念，多处单体建筑和围墙采用圆形的平面。Well, the question today is to give the similarity and the dissimilarity of 2 11th century Dogon brackets. 我这一部分课程实际关注的是建筑设计本身。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和西方大大不同，从体系开始就不一样。有一句中国古话说：“3分匠人，7分主人。”而对于3分匠人，我们的研究领域还对他关心的不够，而这恰恰是我这堂课要讲述的内容。胡同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它的意思是街巷的意思。这样由四合院落和街巷组成的居住模式呢，自2000年前的西汉时代就已经有了，而且至今仍然被北京人所沿用着。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一门新的课程——中国建筑史。我们这门课呢，由5位老师给大家承担。我今天讲第1讲，我主要有2个部分的内容。今天前半部分呢，我会讲一下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中国建筑的大致的历史分期，中国建筑的类型特征。后半段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建筑的一些思想，和西方做一些简单的比较。那么主要作为整个这门课的一个绪论。在开始呢，我先对中国建筑这个概念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建筑，主要是指的20世纪初以前的历史上的中国的建筑。它就像欧洲建筑、印度建筑、伊斯兰建筑一样，它是历史上曾经建造过的传统建筑。那么并不包括我们20世纪以来建造的那些西式的欧化的建筑，也不包括那些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比如我有3张图片，一张是一个中国传统建筑，它是我们这门课主要讲的内容。另外一张清华大礼堂，这是20世纪初1911年建的，但是它是美式的
欧式的建筑，不在我们这门课的内容。第3章我们看到了中山纪念堂，它虽然是中国风格的建筑，但是中国现代建筑，也不在我们这堂课的内容里。中国建筑属于东亚建筑体系，那么东亚建筑体系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传统建筑，但是呢，与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传统建筑相比，中国建筑呢更具有起源性和中心性的特征，而且它还具有造型、结构和地域风格上的多样性。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呢，他们的传统建筑是受到中国建筑影响的。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当时的明代的大致的这个东亚的范围。在明代的时候，相当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影响力所及还是很大的。我们看这几张图片，中国建筑它的基本的特征，它的屋顶、它的梁柱体系是很清晰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半岛的建筑，庆州的佛国寺，它的造型、它的结构跟中国建筑非常相近。第3章我们看到了日本法隆寺，它建造时代很久，历史也很长了，但是它仍然是属于东亚建筑体系的这样一个建筑物。最后我们看到了越南的顺化王宫，虽然它跟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距离很远，但是它的造型上、结构上非常接近，这就是所谓东亚建筑体系。那么我们中国属于东亚建筑体系之一，但是与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建筑相比呢，中国建筑更具有造型、结构、风格上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方面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从这里看到了岭南的民居，我们也看到了山西的民居、江南的民居，风格各不相同。比如江南民居粉墙黛瓦，非常的静雅。我们看到了我们熟悉的北京四合院。我们也看到少数民族建筑，比如说新疆吐鲁番的清真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构类型，我们看到了木结构，我们看到砖石结构，比如说大雁塔。那么同样是佛塔建筑，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风格展现。比如说我们看藏地的佛塔，那么造型完全不一样。我们还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傣族的佛塔，那么几乎跟中原佛塔完全异趣，这就说明中国建筑的多样性。好，那么我们再看看中国建筑的特征是什么。那么关于中国建筑呢，我们的前辈学者建构了这样一个学术体系，他们总结了很多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这里举出梁思成先生的一些观点，比如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特征提出了4个基本点。我们看看中国建筑的基本特点。首先是木构架，木材建造，梁柱体系，当然不同的表现形式。那我们看斗拱是中国建筑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几乎高等级建筑都有斗拱，而且斗拱有时候在建筑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同时呢，梁思成还提出了与西方建筑完全不同的4个方面的特征，这是对中国建筑的另外一个侧面的一个总结。当然，建筑是一门艺术，所以梁思成先生呢特别强调了中国建筑的艺术的7个方面。我们从这些图片看出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它是屋顶飘逸的，它是有重厚的台基的。台基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大特点。大家如果去到故宫，太和殿在3重台基上，那么台基在建筑中占的比重可以看得非常的巨大，非常的隆重。
那么通过台基烘托出一座建筑的宏伟。我们还可以看到前立面，中国建筑的前立面的玲珑透剔，阴影交叉，非常的美。同时，中国建筑是由层层院落组成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建筑保存了这样一种风格。如果大家去山西王家大院，是吧？有很多很多的院落。我们到了福建的一些古大厝，仍然保存那种传统的院落的格局。另外，中国建筑从整体上看色彩斑斓，特别是皇家建筑，它的白色的台基、红色的墙和柱、黄色的瓦、檐下的青绿彩画，是整个中国建筑像一个非常多彩的一个珍珠。当然，南方建筑粉墙黛瓦又是一种特点。在故宫里，我们看到很多建筑色彩很丰富，它有时候不一定用红柱子，可能用绿柱子，用黄瓦，加上一些栏杆，非常的精美。另外，中国建筑的布局我们刚才说了，有对称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资料，同时有非常灵活多变的这种园林景观。但是，正如梁思成说的，在石结构上，中国走了一条不是很成功的路，但是是中国特色，把石结构当作木结构来对待。所以我们看到这座塔，我们看着像一座玲珑透剔的木塔，其实是石材的。这样，中国的石结构的发展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制约。那么，关于中国建筑艺术呢，梁思成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说，观察西方传统建筑呢，我们就好像看一个西方的油画，可以从某一个确定的视角来完整的观察这座建筑，就像观察一幅油画一样。但是我们观察中国传统建筑就很不一样了。看中国建筑就像看一幅卷轴画，我们打开画面是慢慢的展开的，一点一点的才能完整的把这幅画所表达的空间感觉出来。这里有一幅图，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做的研究，实际上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像我们进入天安门，进入端门、午门，然后到太和门，这是一个一个逐渐的展开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从某一个角度完整的看到故宫，是吧？历史上的这样的图片很多。我们天安门前有钱布廊，天安门、端门、午门到太和门。太和门进来，我们看到了太和殿。太和殿，我们还可以继续上台阶进入大殿，观察这样一个宏伟的礼仪。那么，但是要想整体上了解故宫，除了重新完整的走一遍以外，只有一个鸟瞰的角度，这是不大可能的。平常人，除了梁思成先生以外呢，还有一位建筑史学的大家刘敦桢先生，他对中国建筑也提出了4个方面的特征。他是这样说的：一，承重与维护结构分工明确。这其实也是梁思成曾经说过的所谓墙倒屋不塌的一个特点。我们中国建筑是用柱子来支撑的，不是用墙。第二，对于各种气候条件的充分适应性，这是刘先生的一个独特的观点。确实，中国建筑它的基本的特征下，不论南方北方，不论高寒地区平原地区，都是适用的。我们这张图，这是敦煌壁画中的一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出，在唐代的时候，这座建筑展示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木构架，没有墙，而且人们正在这个木构架上进行操作。这就是典型的墙倒屋不塌，支撑结构和维护结构是各自独立的体系。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随处可见。那么中国建筑的斗拱造成了它的一个有可能消解水平力，所以这是它抗震功能的特点，是吧？它的结构和维护功能的明确的区分，以及它地区适应性。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例子，刚才我们看到了山西的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云南大理的白族民居，其实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结构上和基本的造型上，跟山西建筑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两者相差几千里，地区差别很大。还可以看到安徽民居、浙江民居都是一样的。那么把2位前辈学者的观点呢加以总结，我们大概为我们这门课
我们归纳了5个特点，是前面2个先生都已经覆盖了的。这包括南方民居的粉墙黛瓦，北方皇家建筑的这种华美庄重，还有岭南祠堂建筑的那种繁荣造诣。我们可以看出各种各样的色彩处理。我们看图片，这是台梁式结构，穿斗式结构。好，我们对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有一个了解。那么中国建筑的历史是怎么样呢？我们讲建筑历史，我们理解它的历史怎么去理解呢？我们还是要引出前辈学者的一些分析来引导这个课程。梁思成先生呢，把清代以前的中国建筑历史分为了6个阶段。1、上古与原始阶段，原始时期，大概在公元前200年以前。这个时期呢，按梁思成的观点来看呢，文献和实物都很缺乏。在殷商以前，实物可考的很少。那当然，近些年有一些考古的发掘。这是这个时期。第2个时期，它归为两汉时期，因为秦代太短，它都归到前一个时期了。两汉时期从公元前204年到公元2220年，东汉、西汉、东汉。那么鉴于文献的记载十分丰富，但是实物遗存比较少，有大量的木迹啊、石刻啊、皿器啊、木石啊。第3个阶段已经进入比较重要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候，一方面宫殿建筑大量建造，一方面佛寺也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的佛寺建造。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石窟寺，还有很多佛塔，都是这一时期的建筑。第4个阶段，隋唐时期，从公元581年到公元906年，这个时期的城市和宫殿，应该说达到了中国建筑的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现存有很多大型的建筑的，包括大的石桥，还有很多重要的遗迹，木构佛殿啦，大型的砖石塔啦，还有石窟寺、壁画。壁画上展示的非常宏伟的建筑群，可以了解那个时候的建筑。第5，五代和宋辽金时期，这个时期呢，历史比较驳杂，但是这一时期的建筑艺术开始出现转变，出现所谓繁丽、细致。特别从宋中叶以后，整个走向一个纤弱、文弱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曾经建立过大量的宫殿，也有非常繁华的城市，都因为战争的原因所淹没了。但是仍然留存了很多塔状以及木结构，实力遗存是比较丰富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营造法式》这样一本建筑学的专著。第6个时期，梁思成先生所举出的第6个时期，元明清时期，从公元1279到公元1911，这个时间比较漫长，相当于西方的欧洲中世纪的后期，一直到近代，一直到所谓的 modern time， 到20世纪初。那么这个时期，城市宫殿建筑，它的规模在世界近代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它的建筑式样，那么是遵循了古制，稍稍有些变化，当然也传入了一些外来的东西，特别是耶稣会的进来，使这个时候整个建筑界呢有一些错乱，不知所措，因为面对了很多外来的文化。当然，梁思成先生还提到了民国时期，我们这里就不谈了。刘敦桢先生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分期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期。从这个感觉上呢，他们2个的分期大致是相近的。按照这样一个分化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一下。我们这门课就按照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来分隔中国建筑的历史分期的。先是先秦和秦汉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体系的孕育期。当然，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建筑木构架体系开始萌芽。虽然资料缺乏，但是从遗址的发掘和其他遗存可以知道，这个时期大概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合院式的组织方式，
比如说有了台基、柱子、柱身、屋顶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三段划分，同时影响中国建筑几千年的一些基本的要素已经开始初步萌芽。这个时期呢，大约我们可以跟欧洲比较一下，它的先秦时期相当于公元前2070到公元前221年，也就是欧洲的所谓远古到古代，包括克里特、迈锡尼、古希腊时期。它的秦汉时期呢，大概相当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后的220年，相当于欧洲的古罗马时期。好，我们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克里特文化的克罗索斯王宫，那么这是相当于欧洲的古代远古时期。这个时期我们有了陕西岐山的周原遗址建筑遗址，我们可以看到青铜器有很多建筑式样，可以大致的了解当时的一些建筑造型，甚至出现了青铜器上出现了斗拱，出现了门窗，这些都是我们了解当时建筑的特点。然后我们看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的建筑，这个跟我们的春秋时期接近，是吧？公元1世纪左右的万神庙是相当于我们汉代的。那么汉代我们建筑遗存没有了，只有一些名器，大致了解一下它的情况，是吧？我们从这些名器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一些基本的特征呢，在汉代初步有了一些轮廓，比如屋顶啊、斗拱啊等等这样一些做法。当然遗存很少，几乎只有一些像石阙啊、木石啊这样的遗存。第二个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佛教。那么建筑形式趋于定型、成型。比如说琉璃瓦技术是在这个时候传入的，尺尾这样一种做法，建筑上的重要的造型特点这个时候出现的。比较明确的斗拱处理这个时候基本上形成了，屋顶的形式也大致定型，而且出现了大量的佛寺建筑群，受到印度和西域影响的石窟寺、佛塔都是在这时大量涌现，而雕刻艺术在这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还有很多高层的楼阁、佛阁的建造。历史上曾经建造过的最高的佛塔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个时候相当于什么呢？欧洲的早期基督教时期。我们可以看早期基督教建筑，是吧？老圣彼得教堂，这个是建筑史上大家熟悉的。那么这个时期在中国呢，我们从敦煌壁画、云冈石窟里头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它的建筑形式、它的造型，像云冈石窟里的佛塔，应该说真实的展现了当时的木构佛塔的造型。还有龙门石窟的屋顶，它是石刻的，但是它是木结构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通过它了解当时的木结构的情况。特别重要的像天龙山的16窟的斗拱，我们通过它可以知道当时的木结构斗拱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好，第三个阶段，隋唐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成熟期，城市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隋唐两京那是当时同时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有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单体建筑造型趋于成熟，有了大规模的佛寺道观，还有非常宏伟的皇家园囿和园林，出现了私家园林，也出现了公共园林。那么单体化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成熟了，有了非常成熟的木结构体系和斗拱体系，但是建筑的等级制度化更加清晰了。唐代有营缮令，明确各个等级它的建筑的建造的要求。建筑的色彩呢开始出现一些雏形。我们说唐以前的色彩不清楚，唐代呢已经开始有了色彩。隋唐时期从公元581到公元907年，将近300年，那么大概相当于欧洲从早期基督教到罗马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看罗马风建筑，这是非常著名的罗尔斯的修道院入口，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欧洲的建筑的典型。那么跟它同时代的隋唐建筑却达到了一个非常
鼎盛的时期。我们从西安大雁塔门楣石刻可以看出，当时的木结构已经非常的成熟。当然，我还举了几个历史上曾经记载的例子，比如说唐代的总章2年的明堂，比如说唐代洛阳武则天的明堂，这都是有详细记载的。我们可以知道唐代建筑特别的宏伟。第4个阶段，两宋、辽金和西夏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中国古代建筑从成熟走向繁缛、细腻和多样，这是一个转折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建筑，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大型的转变。那么两宋、辽金时期，也包括西夏，中国建筑在体系上已经成熟，建造了大量的宫殿，而且出现了极其多样的建筑造型，特别是形式奇伟的楼阁造型。宫殿体系远比早期要紧凑，空间要严谨，建筑物的造型要华丽繁缛，而且随着烧砖技术的发展，大量的开始使用砖石，砖石雕刻的式样也非常华丽，非常精美。同时，彩画在两宋的辽金时代开始大量使用，而装饰呢开始趋于繁缛，斗拱的体系趋于成熟精致，甚至开始走向柔美瑰丽。城市也出现转折，从唐到宋，城市是一个大的转折期。早期那种城市形态开始向晚近时期转变，城市出现了街道化、商业化的特点，园林趋于成熟。因为隋唐时期那些大院囿还带有围猎性质，空间非常的巨大，但是到了两宋辽金时期，尺度非常适宜，适合于游玩，甚至有些皇家园林可以开放让平民来进来。那么建筑在园林中的数量和作用也开始突出出来，为后来的中国建筑园林的特征的形成呢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营造法式》这样一本历史上重要的建筑著作，标志了中国建筑已经进入做总结的时候了。这可以说是世界史上最早公开印刷颁行的建筑学技术专著。维特鲁威的书早，但是它一直是手抄本。12世纪它只有手抄本，但是12世纪我们向全国颁行《营造法式》，应该是印刷颁行最早的一本书。那么这个时代呢，大概相当于欧洲的从罗马风到哥特时期，907到1279年嘛，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巴黎圣母院就属于这个时期的，是吧？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宋代的城市已经非常的繁华，我们宋代的楼阁其精美其造型之复杂也不亚于欧洲的哥特建筑，像我们宋画中看到的黄鹤楼的景象。还有当时的艺术水平很高，皇帝亲自参与艺术事业。这里我们看到一张图，宋徽宗亲自画的《瑞鹤图》，中间表达了一个宫殿，它既是一个建筑的当时的宏伟表达，也是当时一种艺术的整个的一个浓郁的这样一个表现。最后我们看中国的第5个时期，我们这门归类的元明清时期。这个时期建筑技术趋于成熟，建筑造型趋于工整，地方风格趋于多样，大概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元代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呢，一方面受到外来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技术上的创新，比如说出现所谓鹿顶的造型。那么造型有些变化，城市和宫殿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斗拱体系呢开始转变，从结构形式逐渐的向装饰化转变。明代它的时间呢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几乎完全重叠，但是明代也面临一次复兴。明代是在经过了元蒙的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希望恢复到唐宋时期，所以明代有一个制度重建的问题，它有很多建筑的复兴。而且明代出现过大规模的建城运动，因为战争摧毁的城池在明代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而且几乎全是用砖重建的。明代出现了更为详细的建筑等级制定，比如王府制度的规则、营缮制度的规则，明代都有重新的颁布。出现了非常配套的城市的祭祀体系、庙学体系，
等等祠庙体系，这都是我们了解明清建筑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时期呢，我们跟欧洲比呢，就要分成稍微2个阶段来看比较合适。元明时期，从公元1271到公元1644，相当于什么呢？欧洲的从哥特到文艺复兴时期。而清代是从1644年开始到1911年，实际上相当于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一直到古典主义到近代到现代建筑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元明时期虽然是中国建筑史上最后一个阶段，但是它覆盖的历史覆盖了欧洲从中世纪到现代。我们看哥特时期的建筑，这是建于公元1386年的米兰大教堂，相当于我们的明代。我们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16世纪也相当于我们明代。我们再看巴洛克、新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实际上已经进入清代了。那么这个时期呢，建筑形式已经一改宋金时期那种繁缛、柔美、华丽的特征，开始趋于简约、工整、端庄，结构体系趋于简化，技术上更为成熟，斗拱体系呢完全蜕变为装饰物了，是吧？这是本来中国建筑一个重要特征的转折。清代建筑在沿袭明代建筑制度的基础上，吸收了藏地等文化传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从外八庙、从北京，比如说雍和宫，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但是技术上更为成熟了，宫观制度趋于定型，设计趋于僵化，不那么自如了。另外，清代城市更出现一种晚近的气象，而清代园林却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当然，这跟清代帝王参与造园是有关系的。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园林到了清代的时候，已经是开始做总结的时候了。明清2代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水准。我们从这个图片可以看，这是元代的建筑。元代的壁画中可以看出元代建筑的一些基本特点，它特别崇尚白琉璃瓦，这个在晚期很少见到。和白瓦的特征，我们从这画上也可以看出来。明时候的城市轮廓，这时候还没有外城，明初的明代的这样一些民居建筑，还有明清时期的一些寺院建筑。清代建筑已经非常华丽了，这个我们大家很熟悉，北京很多，包括承德。清代的建筑非常端庄华丽工整。好，我们把历史分期给大家梳理清楚了，我们再来最后稍微提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关注的建筑的类型学问题。那么西方建筑史上呢，经常会对建筑的类型做很多的分析。我们知道有公共建筑，有神圣建筑，有私人建筑，有演出建筑，等等等等。那么中国建筑是怎么分类的呢？大家一想会觉得有没有类似的分类呢？有没有公共建筑、私人建筑、神圣建筑？我们先看中国古人怎么分的。这里我举出一个中国自己的典籍《古今图书集成》考工总部总论公典总序。那么在这里呢，古人把建筑分为了什么呢？我们来简单念一下，只念前段。一曰宫苑，它叫朝廷崇高，正名定分，宫苑是第一。次二曰官府，百司有司，大小相承，第二种是官府。次三曰仓库，供赋出入，出纳有恒，它是仓库，作为政府和皇家的后勤。四曰城郭，建邦设都，有域有尽，城池是一个建筑体系。五曰桥梁，穿路之通，以利行者。六曰河渠，四方万国达于京师。七曰郊庙，遍方正位，以建皇都。八曰僧寺，九曰道宫，十曰炉帐。所以中国人的分类就像中药铺，非常怪，它不是那种很逻辑的、很清晰的。
那么我们把它归纳一下：1是宫苑，2是陵寝，3是仓库，4是城郭，5是桥梁，6是河渠，河渠也纳入到它概念上的土木工程嘛，建筑。7是郊庙，8是僧寺，9是道宫，10是炉帐。但这样分类跟我们建筑学的概念有一点点拧，是吧？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现代建筑学的分化，还是按它的体系，大概应该这么去看。中国建筑应该这么分类：第1是城郭，城郭当然包括城门啦、城墙啦、敌楼啊、桥楼啊等等这些设施。第2，宫殿衙署，这是皇家建筑和官府建筑，都是带有权威性的，在一个城市居于中心地位的。第3，皇家陵寝，这是他没提到，但是必须要算一类的。第4，皇家祭祀建筑，比如说皇家的坛位、太庙、天坛、社稷坛，这都是这一类建筑啊。它既不是宫殿，也不是衙署。第5，儒家祭祀建筑，大量的儒家祭祀建筑，像地方的坛位，像各地的孔庙、学校，这都是一类建筑类型。还有民间祭祀建筑，既不是官方儒家的，也不是皇家的，有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二仙庙了、姑子庙了，类似这样的都是这一类的。第7，我们把它原来分的佛寺和道观归为一类宗教建筑，我们用现代语言改宗教建筑，佛寺、道观和都是属于宗教建筑。第8，民居建筑，普通百姓的住房。第9，仓廪建筑，这是我们还是要归的，因为中国人重视这一点。第10，它里头没提到书院建筑，一个特殊的建筑类型。11，会馆建筑，会馆是在明代以后才大规模建的，所以我们也要纳入进来。12，院囿和园林，这是他提到了，但是院囿和园林不一样，院囿带有皇家色彩，园林可以是普通人建造的。第13，勾栏瓦肆等商业建筑，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建筑类型。那么在这些类型中间，其实中国人是有主次之分的，是吧？大家想一想，中国建筑最重要的是什么？一般人会想宫殿，不是。古代人有这么一种说法：国之大事，为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事是祖先的祭祀、神灵的祭祀以及国家的保卫，为祀与戎。然后呢，按照这样一个观点，君子将营公使，宗庙为先，旧寇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息复为次，养器为后。建造开展土木工程的时候，首先应该是建祭祀性的建筑，其次是旧寇后勤性的，最后才是公使，它是这样一个分类。所以我们说从等级上来讲，从建造次序来讲，天坛、地坛、社稷坛、太庙这样一些皇家祭祀建筑应该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图片可以看看类型，这里有城郭，包括城门、城楼，包括马面、敌楼。我们可以看到宫殿，是吧？中国宫殿是一个建筑的主流，几乎每个朝代都大规模的营造。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衙署，尽管现在遗存的少，但在历史上每座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往往是这个城市的府衙、州衙。当然大量的祭祀建筑，像太庙、像社稷坛，还有皇家陵寝，是吧？各朝各代的陵寝。当然早期建筑陵寝前面的建筑已经没有了，它原来应该是有的，但是明清的陵寝建筑保存都非常完好。社稷坛，这也是皇家祭祀建筑。另外我们从地方看，地方的府文庙各地都还保存得很好，这应该是儒家祭祀建筑的一种类型。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祠庙，比如保存比较完好的像临川的西溪二仙庙，它是一个地方性的祠庙，它带有地方信仰色彩，但是又不是简单的宗教建筑。当然中国地道的宗教建筑还是有的，佛教我们看五台山大量的佛教建筑群，道教是吧？很多道教建筑群，包括武当山这样由皇家参与建造的。那么还有很多民居，中国的民居式样极其多样，但是它是一个大的类型，
它本身又分出很多细分，岭南民居啦、湘西民居啦，我们看福建土楼啦、徽州民居啦。仓廪建筑在中国很重要，当然遗存比较少。我们从这个名气中可以看出古代重视它的程度。另外，书院建筑，这是稍微宋以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建筑类型。还有会馆建筑，会馆建筑是明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在很多地方都显得非常的，因为会馆代表一个商业团体，代表一个地方的商业的力量，所以它往往建造的非常张扬，非常的华美，它有一个特殊的建筑类型。另外，园林，中国园林达到了世界上的几乎是最高水平。有一本书叫《园林》，中国是园林之母。那么确实，中国园林的艺术水准是很高的。当然，它在18世纪甚至对欧洲有些影响，但是它本身的艺术内涵是值得我们去玩味的。城市里大量的这种市楼啊、这个市寺啊、商店啊，都是一种类型吧。好，那么上半段呢，我把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中国建筑的大致的历史分期，以及中国建筑的类型特征呢，通过比较的方式呢，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作为我们这门课开始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绪论性的介绍。那么我还会用后半段来介绍一些中国建筑思想。我们先从思想上做一个梳理，这样我们进入中国建筑的后面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参照的题。我们前面讲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的历史分期，中国建筑的基本类型。下面我们讨论一些中国建筑的思想。一般来说呢，大家都认为西方建筑是有理论、是有思想的，而中国建筑呢，好像只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工匠们的一种世代传承的技艺，所以好像似乎没有什么思想。特别是中国知识层、中国儒生不大关心建筑活动，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也很少。因此呢，人们认为中国建筑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物，是工匠自发建构、自我传承的结果。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正像梁思成先生说，中国建筑是没有书本传承的。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呢，还不十分准确。仔细的考察一些中国古代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与西方建筑史一样，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建筑呢，有自己一套特立独行的思想和理论。如果不了解这些思想和理论呢，我们就没法理解世界这个历史上的中国建筑，也没有办法理解中国的城市建筑的造型特征、建筑的空间组织特征。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的思想做一个浮光掠影的一个介绍。我们先看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更大的建造环境。中国古代城市的建造波澜壮阔，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咸阳、西汉长安，公元6到8世纪的隋唐长安和洛阳，其中还有公元5世纪的北魏洛阳，公元10世纪的北宋汴梁，公元13世纪的元大都，14世纪的明南京，以及15世纪以后的明清北京城。这个几乎都是同一时代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之一。正因如此呢，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十分丰富的城市规划思想。我们看汉长安城，公元前200年，已经非常宏伟了。这是公元后3世纪初的曹魏邺城，规模也已经很大，而且很规整、很完整的规划。公元5世纪的北魏洛阳城，规模之大、规划之整齐、之完整、之体系化，在当时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再看元大都，13世纪
当时的欧洲还在中世纪，但是元大都已经是极其规模宏大的一个城市了。那么这样复杂的城市建造体系、完整的规划，它难道没有思想吗？我们可以说，中国城市是由方整的宫殿、住宅以及住宅组合而成的里坊。那么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从哪儿找的呢？从西汉时代的一个学者，他提出了一种营邑立城、治理阁宅的这样一个规划思想。也就是说，城市是方整的城墙，里面可以分割成方整的里坊，里坊里再继续分割成方整的街道，街道里头有比较方整的庭院、住宅。首先，中国人对住宅就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思考。比如说，孟子就说过：“5亩之宅，树墙下以桑”，是吧？5亩的宅子，里面还种有树木花草，这是一个理想的住宅。所以中国人实际上有方宅的概念。那么中国的城市实际上就是在这样一个基本单元下不同的向外扩张。宫殿也是一样，宫殿不过就是扩大了的住宅，只是皇家的住宅，它的规模更大而已。所以我们看历代的城市，它居于中心的是皇家的宫殿，是大住宅，外面包有皇城，是更大的一个方块，然后在外面再包有城市，又是一个大方块，是层层的这样一个分隔的状态。这里我们看到一张东汉时期的汉画像砖，我们可以看出这时期这个住宅大致也是这样一个院落式的，可以组成方亭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这里我给出一个唐代住宅的一个式样。唐代是按照人口分划住宅用地的，3口有1亩之地，5口有2亩之地，如此逐渐的扩展。那么住宅的规模跟人口的多少，普通人是相关的。这样大大小小的住宅形成了一个里坊的一个基本单元，在外面再围以里坊，在里坊之外再围以城市，这就是所谓营邑立城、治理阁宅的思想。我们还可以从以里图上看到士大夫的住宅也是大概这样的格局，有门数，有方形的院落，有方形的长方形的居住建筑。敦煌壁画上呢，可以看出很多住宅的式样，尽管它也有一些曲折，但是大致的形式上是方块的、方形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早期发掘出来的一些住宅模型，是吧？它也是方形的，有廊、有院墙、有主屋、有屋房。同时文献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比如我们很著名的东晋的学者陶渊明，他自己对自己的住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方宅10余亩，草屋8、9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显然方宅有树有房。唐代洛阳城里的有诗人白居易的住宅，他是这样描述的：所谓10亩之宅，5亩之园，有水1池，有竹1000竿。这也是个方形的住宅，只是里面有山水，有自然植物啊。现在有些人描绘了它的可能的形象。我们可以知道，古代的住宅大致是围成一些方形的院落，里面可以有自然的树木、山水。这说明中国城市是由方整的住宅组合成里坊，里坊之间有一些宽窄不一的街道和巷道。那么方形住宅构成了城市的基本细胞，而这些细胞又扩展成为一个城市的基本单元，就是里坊。若干个里坊的组合就形成了城市。我们从这张碑刻图，一张有关唐代长安城的里坊的碑刻图，那么它当然看出一些残片了，就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方块组合成一个城市的局部。即使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建筑这样一个痕迹，像闽南的古大错，它都是一个一个的方块的住宅的这样一系列庭院组合成一个大的建筑群，是吧？这其实是古代建筑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雏形，一个局部的一个缩影。北方民居也有这样的特点，完整的住宅。那么这样一种思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这样一种靠里坊分割城市、分割里坊、分割住宅，实际上至少在公元前1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知道
这个西汉时候的儒生叫晁错，他曾经有一段话，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臣闻古之须远方以识广虚也，象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治理革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柱史，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治器无焉，民治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心意也。”整个描述一个城市建造的过程，房屋住宅可以有一堂二内，有院子，同时呢，城市是治理革宅，革宅用得非常好，把住宅分割成一些小的地块。这是文景之治两位。晁错生活的时代是在文景时代，汉景帝时代，这是晁错的一个画像。那么按照他的思想，就是说要建立一座新的城邑，就是要先象地，观察土地的阴阳是否和合，草木是否丰饶，是不是适合于居住，然后把城墙建立起来，在城墙以内呢，把土地分割成若干个里坊，再在里坊之内呢分割出若干个住宅，大大小小不同等级的，然后呢修造通往田间的道路，让各家各户呢边界标志都很清晰。只有这样，人们有了居住的地方，人们才会安居乐业，才不会轻易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古代的象地图，太保象宅图，考虑怎么选址。这是一个叫这个夏王之日图，考虑怎么去确定一个建筑的基址的位置和水平。所以分成了这么几个阶段：营邑、居住区的建造、历城、城墙和城门楼的铸造、治理、分化里坊、建立坊墙、革宅，在里坊内可以切割住宅的用地，形成一家一户的住宅的范围，大家开始营造。其实古代就是这么去规划一座城市的。这里我给出一座城市的轮廓线，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形式。那么这样一个城市规划理念形成以后，是不是就是一个模子就这样延续下来了呢？其实不是的，因为中国古代城市也是有两种相反相成的思想，一种我叫规整方正，另外一种呢叫因地制宜、委夷曲折。这个我们也可以从文献中找到一些依据，实例上更多了。第一种思想主要见之于《周礼考工记》，《周礼东关考工记》，他是这样说的：匠人营国，方9里，旁3门，国中9经9纬，经突9轨，左阻右舍，面槽后室，室槽1夫。这里的1夫是一个单位，1夫是100亩。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一个9里的方城，里面分成了若干个里坊，整个城市的中心是宫殿，宫殿的前面有100亩的地是用来曹晋皇帝的空间，宫殿的后面有100亩地是用来进行市场交易的，宫殿的左边是太庙，宫殿的右边是社稷坛，古人的一种理想的城市格局。这样的这种理想呢，在历史上有很多人表达过，比如三才图上，比如明代人写的《周礼考工记》王成的这样一个表图上都有。那么大家对这个都是持一种延续的认可的态度。历史上按照这种城市模式来建造的例子也很多。我们看这个曹魏邺城其实就是很规整的里坊，虽然宫殿不是在中心，但是它的思想是一致的。那么这种方城的格局一直到明清还很多。这是山东的聊城，尽管是在水环绕，但是它非常方正，十字街，这样的城市很多，是吧？临清古城也是这样的，很多这样的城市。我们在河北去看禹县的一些目前还保存比较好的城市，我们都看得出来它的里巷、它的住宅的关系，它是分成一个一块，其实进了每一个门都是一个方方的院子。这是一种思想，方正
方正。那么中国人在思维上往往是取相反相成的态度。另外一种城市思想，其实在战国时代也就孕育了。这个思想主要见于管子。那么管子在他的《乘马》第5篇里头说到，他这样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物尽汉而水用足，下无尽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国不必重规矩，道路不必重准绳。还说得非常白，干嘛非要规规矩矩，干嘛非要一条线直线呢？是吧？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规划思想。我们从城市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这里有一张图，是一位学者的研究。那么明代淮安城、阜城县城有方的，也有非常自然的，就是一个府都是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我们看南方的水乡那些城市，多数都是自然曲折、多样多变，因为南方这个水系发达。这个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实例，比如说这个《世说新语》提到了南唐建钢城建设的一个例子，那么就是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宣武仪镇南州，至街区平直，人谓王东庭曰：丞相出营建康，无所因城，而置之于曲，方此为列。东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处，不如中国。若使阡陌调畅，则一览而尽，故鱼为曲，若不可测。北方中原地区土地很宽敞、很平坦，可以制作的比较，城市可以方正，街道可以平直。但是江南地区水系复杂，地形很狭小，江左地处。那么如果再这么通畅，一眼望到边，他说这不好，应该是鱼为曲，若不可测，一眼望不到。当然这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一种规划理念。我们确实从南方城市感觉出他们确实是因地制宜、自由多变的这样一个城市形态。这个例子太多了。那么这是泉州的城市平面图，它也是非常自如的，因为它根据地形，它的城池轮廓完全是一个自由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阆中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古城，它的城市轮廓，它中间也有几条线是直的，但是整个城市轮廓非常自然。还有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杭州城，应该是古临安城延续下来的，也是一个形式比较复杂的、自如的一个城市。好，我们谈完了城市。那么构成城市的单元是建筑，而我们这门课叫中国建筑史，那我们更应该关心一些中国建筑的思想。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在世界建筑史上呢，大家经常引的就是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维的建筑思想。维特鲁维在2000年前就提出了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3原则。好像我们中国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思想，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一种世代传承的一种结果。这是达芬奇画的维特鲁维人。我们知道维特鲁维的影响是一直延伸到现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注意一下古代的文献，我们发现这个结论还有点早。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有和维特鲁维建筑3原则十分相似的建筑原则，而且出现的比维特鲁维的建筑实书更早的时代。在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本书叫《尚书》里头，那么记录了上古时的帝王大禹的一段话。他的话是这样说的：禹曰：禹，帝念哉！德为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为修，正德利用后生为和。大禹大家熟悉，
是一个古代圣王，同时一个公而忘私的人，三过家门而不入，去治理洪水。那么他这段话的意思是怎么说呢？他说，上帝教导我们，有道德的人应该行善政，有道德的这个人君吧，应该行善政，而善政的核心呢，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与百姓生活有关的水、火、金、木、土、谷等事宜，一定要认真的去经营。那么包括工事营造、这个农业种植等等与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在内的一些善政呢，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正德、利用、后生三个原则。实际上土木已经包括在这三个原则里了。而这三个原则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和。和恰恰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所以说，这个土木这样一个以房屋建造的这样一个工作呢，在大禹的心目中也属于应该有正德、利用、后生的原则所指导的。那么也就是说，首先要从统治者自己的品德做起，要正德。比如说，统治者不能把社会财富都用于自己的工事营造和生活，要做万民的表率。我们现在看故宫那个正殿还有表率万邦嘛，万邦不只是万民了，甚至是万国。帝王做表率，这是一个概念。第二，那么经营这一切，包括居住的宫室、房屋，它基本的原则是好用、利用嘛。这一点跟西方建筑思想就通了。它要便利日常的生活利用。第三，无论是宫室的土木之工，还是农业的水利工程等等，这些目的呢，要有利于百姓的生活繁衍后生。所以正德、利用、后生。而做到这三项原则，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和。政策要中和，不要有任何过激过高的政策性强求。古人的智慧是很高的。我们可以做一点比较。我们看西方其实我们仔细研究，它的最高的三原则最高的水准是美观，它追求的是建筑客体的外观美。中国建筑的最高的准则是正德，它追求什么呢？建造者主体的道德美。两个都是美，但是不一样。西方强调实用，建筑要好用，它的功能甚至它的经济性也都包括在里头了。中国人讲究利用，一样强调我们盖的工室、盖的房屋应该便利大家使用，这是相通的。第三点，西方强调的是坚固，因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有一条，它的主流的建筑是为彼岸的神建造的，它的神庙、它的教堂都是最重要的建筑。而我们中国建筑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后生，因为我们有一种变生思想，就是建筑是为当世的人用的，所以它是为此岸的人建造的，它不过分强调建筑的永久性。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片看出，欧洲建筑呢，它花很多年的力量，其实是为神在建造殿堂，而我们的建筑无论是宫殿还是住宅，其实都是为此岸的人。那么正因为这样，有了正德的理念，所以儒家是崇尚这个德的，所以孔子就把正德理念加以阐发。他是这样说的，他特别的赞同大禹的思想。那么他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子曰：禹无物见然矣，非饮食而至孝乎鬼神，恶衣食服而至美乎服冕，卑躬使而敬立乎沟序，禹无物见然矣。这是孔子，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塑造者，是吧？中国人他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叫宁肯把自己的吃的简单一点，要把比较多的力量财力放在祭祀祖先和自然神，对神灵还是不要怠慢。这当然反映了一个那个时代的思想。
对祖宗、对前辈一定要尊重，非饮食而知孝乎鬼神。所以中国人重孝道，包括对已经逝去的前辈的一种祭祀，也是带有孝道的含义。另外，祭祀天地鬼神，那么帝王每年的大事之一都是祭祀。国之大事，为祀与戎，是吧？祭祀是最大的事件，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服饰，服装可以简陋一点，但是代表身份的这种服冕、这种纹样不能太草率，因为按照孔子的思想，社会是有等级，有等级才有秩序，有秩序社会才能安定，所以等级要分明，所以服饰必须要区别开它的纹样，所以儒家讲究官帽嘛。那么这些当然带有它一定的封建的局限性。我们再看更重要一条，卑躬使而致力于沟序，就是我们宫室建筑可以简单一点，但是我们更大的财力和物力应该放在跟国计民生、跟农业生产有关的水利工程上去。这张图可以看出来，这是古代治皇的一个景象。中国人历来重视水利工程，从秦代一直到清代，历代皇帝都关心水利，那么跟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那么所谓卑躬是什么呢？最高的典范就所谓上古圣王，所谓毛刺不减，土阶三等，非常的简陋，是吧？但是有礼仪，双阶制度，有礼仪，非常严谨的礼仪划分。孔子的大致意思就是说，我赞成大禹的思想，日常的饮食可以简单一点，但是对于祖先和鬼神的祭祀呢，不能够怠慢；衣服可以简朴一点，但是代表人的身份的服饰纹样呢，不能马虎。自己日常起居的公使可以卑微一点，把人力和财力呢，更多的投到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水利工程上去。那么这个三个方面呢，非饮食、恶衣服、卑躬使，说到底都是要求统治者的，而且是要求统治者要正德。这就是说，它吻合了正德的思想。正是在正德的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利用后生，就是把这些有限的财力用在百姓、用在老百姓的生活和生源这个繁衍。这样呢，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对于建筑的一个自我独特的一个评价标准。它不是看建筑多么 monument 多么宏伟多么高大，它把建筑和某种个人的道德伦理建立了联系。房屋建造的是否高大美丽其实不是重要的，而房屋主人的道德标准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们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韩氏外传》里提到的，引的是《慎子外篇》。他说，翟王使使至于楚，楚王夸使者以章华之台，高广美丽无匹也。楚王曰，翟国亦有此台乎？对曰，翟王毛刺不减，彩船不刻，犹以为坐之者劳，居之者易。楚王大作。意思是说，翟国的使者到了楚国，楚国向他夸张，向他这展示自己的非常华丽高大的章华之台，说你们翟国有这样的台吗？然后翟王的使者说，我们翟王住的非常简陋的草屋、土阶的房屋，仍然觉得建造房屋的人很辛苦，居住在里的人太舒服了。这时候楚王感觉非常的羞愧，这就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对于建筑的思想。这样一个思想呢，其实就是卑躬使的思想，它影响了中国2000年。中国历代的皇帝都自诩卑躬使。实际上卑躬使呢，尽管有某种虚伪的成分，对于帝王来说，因为他有时候还是很奢侈的，但是他也毕竟成为了统治者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一旦你大兴土木，就有儒生拿这个来批评他，所以中国建筑它总有一定的对它的一个限度。我们看明代建筑家李诫营造法式中就沿用了这个思想，所谓卑躬匪实，淳风思富。所以淳朴质、淳朴的这个风是中国建筑的一个要点。那么这样一个基础下，我们知道中国建筑有正德利用后生的思想，但这是
中国建筑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实际上，直接影响中国建筑还有很多很复杂的思想。我们在这里再举一点，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阴阳的思想，是吧？阴阳跟风水有关系。现在很多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都想了解中国的风水。风水离不开阴阳。当然，自汉代以来，中国的风水掺杂了很多伪学的理念，非常的驳杂。中间有很多巫术的成分，实际上特别到明清变得乌烟瘴气，基本上是糟粕。我们这里不去探讨，但是涉及到中国建筑思想的阴阳观念，实际上有很多正面的、积极的、富于理解性的东西，我们这里还是要讨论一下的。什么叫阴阳？是吧？中国把万事万物分成阴和阳两个范畴，然后呢又分成八卦，按8个方位。所谓先天八卦，所谓后天八卦，是吧？这都是中国的一些基本的思想框架，这个大家从中国文化的背景上可以了解到。那么风水当然是按这个来的，它有这个24山八卦的分化，有这个建筑位置的确定，有一系列的这种法术的做法，这个我们不讨论。那么我们讨论它什么呢？阴阳跟建筑有什么关系？阴和阳是在中国人看来是事物的两极，过分侧重于任何一极，对于人的生活和健康都不利。中国的中医就讲阴阳的和合。那么中国的先哲老子有一段话，他这样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任何事物都是由阴和阳组合，它是2，那么你居中是3，万物负阴抱阳，充气为和。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处在一个阴阳交融的状态下，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如果过分的阳气或者过分的阴气，这个人是无法在其中生存的。那么类似这样的思想呢，也延伸到建筑中间来了。比如说，《周易》中专门谈到了一句话：是故合户谓之坤，匹户谓之谦，一合一匹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户是什么？门。把门关上呢，里面阴气太重；把门打开呢，阳气太重。但是阴阳的这种一开一合呢，形成了一个阴阳的交通交流，这样出现了变化和流通，人就适合居住了。我们看古代的很多汉代的绘画可以看出来，关门开门这样一个关系，人和人在这种一个居住空间里的感觉。因为门，中国人特别重视门，这个所谓蜀者门扉，开合之所由也。门恰恰在观念上是一个内和外的区别，也是阴和阳的区别。所以中国人自古无论是城门，是这个府门、宅门、外门、内门、宫门，各种各样的门，是吧？我们对门可以理解它有一定的象征性，这是内和外的一个阴阳的和合，是吧？我们如果没有外部的空间进来，那么里面阴气就会太重。无论是庭院是住宅都是这样的，它不能完全局限在一个小空间里头。那么还有上下的关系，上下的关系我们看《旧唐书》，《旧唐书》在谈到明唐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且助为阴数，天时阳元，助以阴气上升，天以阳和下降，故阴阳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成。一个室内有柱子，柱子里头是地上的阴气顺着柱子往上走，天上的屋顶呢代表了阳气往下走。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阴阳和合，阴阳交泰，天地相成，是一个最适宜的空间。所以中国建筑有时候实际上是个天地和方圆这样一个思想的一个浓缩。我们看屋顶，非常的像一个张盖的一个穹隆，一个屋穹，下面是柱子，像树林一样，斗拱像树枝一样，是吧？
所以中国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上和下、天和地的一个阴阳和合的空间。中国的外部的空间也是这样的，跟自然怎么样的渗透，阴阳和合。所以我们特别喜欢那种在山岭间、在水边上的那些建筑物，那时候阴阳和合最适中，最适合人的这种停留、停者停也，停在那里感到一种阴阳的一种和合。那么这里头呢，实际上柱子承载的是阴气，它是从地上延伸上来的，而屋顶承载的是阳气，它上面直接阳光照射，再通过屋顶辐射下来。那么阴气顺着柱子向上走，阳气从上而下，在室内形成交泰和合。这样的这种描述呢，在史上有很多，是吧？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唐代人编的《艺文类聚》引了汉代的《盐铁论》，他这样说：盐铁论曰，贵人之家，资匠琢具为小，以圆为方，上承云气，下承山林，是吧？意思是说，富贵人家盖房屋的时候，让工匠呢用大木结成小木，把原木裁成方木，然后打造起一座堂舍。堂舍的屋顶呢就同空中的云气一样，是吧？像天空。堂舍的柱子就像山林一样，这样云气的阳和下降，山林的阴气上升，屋内形成一种阴阳和洽的居住环境。这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建筑上常常表达出来。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是五代时候的一座佛教殿堂，福州华林寺。我们看上面所有的装饰构件，我们叫驼峰，全是用云纹，而且它线条非常的优美。当然我这是画的了。那么反映什么呢？它想象的屋顶就是空中的云气，是吧？我们经常看这个建筑室内彩画，上面都是画满了云纹，云纹都是代表天空的云气。那么这是一种柱子是林，这样整个这样一种象征是阴阳和洽。甚至我们有些建筑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比如上圆下方，上圆代表天，下方代表地，或者外圆内方，圆代表天，方代表地。甚至我们看到一些建筑的细部比例上，我们注意到，特别在唐宋时期，很多建筑的柱子的高度和屋檐上面最高的一个叫辽檐方，就是檐方的高度呢，刚好是一个圆和方的关系，就是那个方的高度相当于这个柱子为边长的方的外切圆的直径。这中国人讲究方圆，他在确定这个高度的时候就用圆的概念把它延伸上去了，而上面恰恰代表了屋顶，圆方，方是地，圆是天，这实际上也内含了阴阳和合的概念。中国建筑很多地方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比例的分解，当然不是所有的，有些比较重要的建筑我们仔细分解，它都有方圆内涵的关系在里头，这是一个重要思想，阴阳和洽，阴阳和合。这个思想我们不要把它跟风水扯在一起，当然风水离不开阴阳。再看另外一个观点，也跟阴阳有关系，但是它表述为具体的建筑观念，叫视形和大壮。那么视形，所谓视形就是建筑的房屋的建造要大小适度，空间适中，只有视形呢才能达到阴阳的和洽。那么关于这一点，古人有很多议论。很早在秦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吕氏春秋》，公元前200多年以前，他这么说的：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绝，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什么意思呢？房间太大了，阴气太重；建筑物太高了，阳气太重。阴气太重，人们就很抑郁；阳气太重，人们就很萎靡。这是阴阳不适。所以呢，我们聪明的祖先呢，不住在大的房间里，也不住在很高大的建筑物里。那么类似的观点历来都有阐释，比如汉代董仲舒就说过：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圣人弗为，适中而已矣。
要适中，中道适中都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而它可以用到建筑上，适行。非常有趣的就是隋炀帝，隋炀帝是历史上大兴土木、非常奢侈的一个皇帝，但是他也提到了适行的思想。他这么说，他说：“夫公使之治，本以变声，上动下雨，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施行？高大的台阶和巨大的殿有什么就谈不上施行了，应该是变声，方便生活就可以了。当然，隋炀帝这种话有点虚伪，因为他盖的宫殿确实很大。这是董仲舒，这是隋炀帝啊。那么所谓夫公使之治，本以变声，其实又隐含了另外一个思想，变声思想。这跟我们三原则的后生是有关联的。建筑是为当世的人建造的，这样一个观点呢，在战国时期的墨子也有过描述。他这样说：是故圣王作为公使，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这其实恰好跟西方的建筑观呢形成一个对比。西方的建筑观三原则，美观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这里说建筑是为了便于生活的，不是为了看着好看的，是吧？两种思想，而它的关键是阴阳。我们的变声要阴阳和合，要适行。类似这样的思想在古代典籍可以随处找到。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战国时代的鲁国，这里提到一段话，《淮南子》里记载的：鲁哀公为始而大，公宣子谏曰：事大，众与人处则华，少与人处则卑。愿公之事，公乃令罢邑，除板而去之。为什么除板而去之？古代建筑是夯土的板筑墙，他的观点很明确，他想盖一个特别大的房子，结果当时一个大臣就给他提意见了，说你盖那么大有什么用啊？人要太多了很嘈杂，你很烦；人要太少了，你又觉得很孤单、很冷落。我建议你适当一点吧。结果这个鲁哀公还是比较听得进不同意见的，就马上停了工了，把这个半截工程给终止了。那么中国的建筑大部分尺度都比较适中，是吧？我们看我们的各地的民居、正房、厢房，它的尺度都很适中，适合人的居住。这个没有特别高大的建筑物。中国的单体建筑最大规模，现在我们知道的也就2000多平米，它是礼仪性的空间。古代像类似这样的建筑也就4-5千平米，是一座大型殿堂，很少有那种像欧洲那种大城堡、大教堂那个完全包容在一个很大空间里的一个阴森森的空间，没有这样的空间，都是光线充沛、空气流通的这样一个小适中的空间。包括帝王的宫殿，帝王的宫殿只有礼仪性的空间比较大，居住性的空间都很小，是吧？我们看这个避暑山庄里的主殿淡泊敬城，完全是一个普通人的住宅的空间。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的人因为有老子的这种思想在里头，中国人思想往往是主张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它不会有只有一个方面，它会2个方面兼顾的。所以中国相对于适行思想还有一种思想叫大壮思想。那么这一思想最早建立于哪儿呢？周易祭祀下，他原话是这样说的：上古穴居而野畜，后世圣人亦之以公事，上动下雨，以待风雨，盖取助大壮。什么意思呢？就是后人按照大壮的思想来建造了宫殿。当然大壮是一个周易的一卦，大壮的卦象是什么呢？上面为震为雷，下面为乾为天。大致的卦象是天上打雷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代表统治者的建筑、重要的建筑物宫室应该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让人感觉敬仰畏惧。那么这就是大壮卦的其中一个含义。当然它更重要的含义是礼制的意思。大壮主张非礼弗履，就是说你不能超越你的等级规范，你在哪个等级就盖什么等级的建筑，这个是延伸的概念。
那么在史书上都有很多描述。我们关于大壮卦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汉代西汉初营未央宫的时候，有过一段当时的萧何萧丞相和汉高祖的对话，这样说的：萧丞相营坐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盛，怒，谓萧何曰：天下熊熊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至公使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随就公事。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家也。高祖乃悦。意思是说，丞相萧何营造的宫殿太宏大了，引起了高祖很大的不满。他说天下还在打仗，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宏伟的宫殿呢？萧何说，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呢，营造宫殿可以为将来天子登基做好准备，是吧？而天子是以四海为家的，如果不把宫殿建造的高大宏丽，怎么能够显示出帝王的威严呢？怎么能够一统治天下呢？所以这样一说呢，高祖理解了，也就变得高兴了。这是根据这个考古发掘恢复的未央宫的遗址，它的空间很大，未央宫占地有1万多亩，这中间的一个局部。我们从汉代的画像石上可以看出，汉代宫殿确实是很宏大的。我们就是明清北京故宫，它也是宫殿的一个现存的样本，也可以看出它的宏大。所以代表一个皇家的身份的这样一个大的宫殿，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壮，要有一种统摄天下的这种威严感。那么即使明清宫殿规模已经很小了，这种气势还在。特别注意到从平面上看，它真正代表这种皇家礼仪，比如说登基大典、故宿大典这样一些礼仪空间的时候，它前3殿前槽部分占了几乎宫殿的2/3，而它真正起居的空间只占它1/3。那么起居空间里头，它真正日常的皇帝日常办公起居的养心殿，跟一个普通的四合院没有多大差别，是吧？它的这个起居空间后面的后3宫也占了很大比重，而它也平常不在里头用，它只是大婚时候礼仪进行大的典礼的时候用。所以它的日常生活要求的是世行，它在对外表达皇家威仪的时候要表达的是大壮，这就是大壮和世行的一个对立统一。我们在太和殿前面确实感觉到了这种帝王的至高无上、崇高的这种建筑、宏伟的这种建筑的一个感受。但是我们在他的起居空间养心殿里看到了，他跟平常人一样，他需要很舒适、很便利的生活环境，他不需要那么高大的空间，那对他也生活也并不便利。所以我们从这些小的空间环境可以理解，世行是表达的阴阳和合，而大壮表达的是帝王威仪，是吧？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普通百姓也好，古代的这些建筑，那么包括帝王，包括那些贵族，包括那些富商，他们在真正的起居空间其实是规模和尺度上是比较接近的，只是可能装饰有些不同，奢侈一些，或者庭院比较大小有些区别。那个有钱人家贵族帝王庭院非常的大，普通百姓可能就是1进2进院子，但是在普通居住空间上还是采取的世行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图片。那么大量的住宅，中国的住宅在我们在这个乾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出这些住宅，那么大致都有自己的庭院，有自己的正房，有自己的厢房，大致的格局还有，而且正房的规模可能有一些大小不等，但是它也是适合居住的，它也不会比那个帝王的那个养心殿或者那个后面的12宫的某座小殿小多少，小的也没有太多，因为它必须保持一个日常的生活，是吧？这就是
典型的中国建筑的一个基本元素，就是一个小型的院落，有一座正房，有一些厢房，有一个适合的空间。那么在一个自己的住宅里头，还有自己一方天地，是吧？自己可以养鱼，可以养树，可以养鸡狗等等，这样一个完全自然生态的小空间，但是属于自己的，自己一片小天地，这就所谓世行。它同时有等级差别，贵族的、高身份的，或者一个住宅里头，长辈在正房，晚辈在厢房，它也代表大壮的思想，因为它必须非礼佛礼，就是你不符合礼制规范的，你不能晚辈住到上房去，这也合乎一个大壮和世行的二元对统一。那么四合院可以有一些新的进深，但是基本的每个庭院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一方面呢要求宫殿宏大壮丽，这是大壮的意思，这就如同阿依附而至美或服冕一样，就是说其实宫殿普通他住的房间未必大，但是他表示他身份的地方，那个服冕、那个冠帽、那些纹样必须要很宏丽，代表他的身份。同时呢，为了表示帝王的德政，宫殿不可以过分宏伟，宫殿要有适行的规模和尺度，才能够创造阴阳和洽的空间，合乎儒家正德卑躬史的理念。所以正德、变声、适行这三个之间应该是相通的，它既是代表了德，又代表了为你现实人的生存，又代表了阴阳和洽的一个适行的尺度。那么这样才符合中国人的建筑观。所以中国人没有很高很大的建筑，我们可以这样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是我们关于中国建筑思想的一点很浅显的讨论，那么为我们今后深入的学习中国建筑史做一个背景性的了解。我今天开始讲中国建筑史的第二讲，就是实际上是从远古一直讲到汉代，这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好几千年的跨度。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东西。那么甚至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我们也还有很多未知的谜，也还有很多不能清楚的表述的地方。那么对于建筑而言更是如此。我们今天要想很准确的来描述上古时期的建筑形态，还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一讲可能就会提到夏商周这些非常著名的早期的王朝。那么他们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有很多的研究，但是仍然很难对他们做出确切的描述。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在我们建筑史的特别是早期部分，还有许许多多的空白点。对于我们每一个对于中国建筑史感兴趣的人，我想都存在着很多可能去发现、去探索、去研究、去重新描绘这些时代建筑的发展。那么好，我们开始先来讲一讲我们早期的文明。大家知道，如果我们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人类早期文明，比如说在西亚开始发展，那么他们有了最早的城市，然后逐渐的发展，形成一个影响周边地区的一个大的文明那么在此之后，可能埃及的文明在发展，欧洲的文明在崛起那么中国的文明呢，其实发展的也很早那么大概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最早的城市那么这个是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的。那么当然，我们的文明从那个时候然后再到我们讲的所谓公元前21世纪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夏的时代我们中国的文明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
然后开始转入我们说的阶级社会时期。那么如果我们再来看看世界建筑的发展的话，那么在西亚最早出现城市，大约已经到了公元前的将近1万年的时候，那么最早出现了城市。那么到了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在欧洲、北非等地开始出现了很多类似于巨石阵是吧这样的一些古代巨大的遗迹是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时期在世界的版图上都是人类文明逐渐发展演化啊，然后走向辉煌的一个时期。那么中国的文明啊，也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坐标当中在走着自己的道路。那么我们中国的文明，如果我们来看的话，从旧石器时期开始，那么就是从公元前1万年啊往后推，那么到了后来我们说的新石器时期，大约公元前5000年是吧？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开始我们有了仰韶文化是吧？有了后来的红山文化，那么有了大汶口文化，有了河姆渡文化等等。那么总体上来看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化分成2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南方发展的，以这个河姆渡文化是吧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地区文明的发展。一个呢是以我们陕西是吧这个地方为中心的仰韶文化的发展，那么再有当然就是我们东北是吧沈阳是吧这样的一个地方，包括内蒙它发展的所谓红山文化。那么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些不同的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建筑形式。那么这些建筑是根据它的环境，根据它所能够有的材料啊，根据它的生活方式来产生的啊。比如说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有说下者为巢啊，上者为营窟啊，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低洼的地方，人们营造像鸟巢一样的东西，像鸟窝一样的东西，把建筑架在木杆上，架在树上，是吧？人生活在当中，啊。那么在高的地方，在比如说我们的黄土高原，是吧？那么可能人就挖一个洞，是吧？住在洞里面。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巢居和穴居，啊，这样2种建筑的形式。那么在有些文献当中提到是吧，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是吧？这个人少，动物多是吧？这个动物不断的要来到人的住的地方来寻找食物是吧？所以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是吧？然后于是呢就有了圣人啊，这个圣人呢就发明了一种居住方式，就是让这个房子搭在树上。啊，这样人民呢就可以不被这些野兽骚扰，是吧？于是大家很高兴，就选举他来当领导，是吧？来当王，是吧？那么这个人呢就被称之为有巢氏，是吧？这是我们文献当中记载的。那么换句话说，从这些文献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古代有那样的一个时期。当然，这仅仅是在文献当中出现的。那么有没有实物的见证？啊，有。那么在1973年的时候，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我们发现了一处遗址。那么这处遗址挖掘出来以后，它是在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啊，然后发现了大量的木杆的遗迹。发现了大量的人类活动的痕迹啊。那么从这样的一个遗址，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我们可以了解到，它显然是一个村落啊。这里头有很多人生活的痕迹在里面。那么这个村落的房子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那样，它是在地上有一个基础啊，然后盖房子，它是在地上竖了很多的木杆。然后把它的村子的房子全部建在木杆上，啊，也就是架起来的建筑，啊，架空的建筑。那么这种建筑形式明显的是适合这个地区的
这个气候环境也好，地理环境也好，人们的生活方式，明显是这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遗址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知道，你把那个房子是吧，要放在一个柱子上面是吧？那么当然，你上头有结构，需要跟这个柱子之间要联系是吧？要有梁，要把那个地板架在上头，然后上头还要有墙，墙上呢还要盖屋顶，是吧？那么那些木构件是怎么连接的呢？那么或许我们直观的来看，像早期的很多的类似的这些遗址，那么它的木杆件的连接是靠绑扎啊，就是人们拿绳子把它捆起来，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最直观的一个方法。但是在河姆渡，大家注意，但是在河姆渡，我们发现了榫卯的痕迹，当然稍晚是吧？这个时间区段比较晚。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在距今6000年的时候，在河姆渡生活的这些人已经会把木头加工的非常精致，用榫卯的方式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啊。那么当然，从绑扎到榫卯，肯定是要有一个时间过程的啊，肯定是要有一个时间过程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图上的那个木结构榫卯的这个形式是吧，非常丰富。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榫卯已经很成熟了。那么在距离河姆渡不远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属于河姆渡文化的另外的一处遗址，叫田螺山啊。这处遗址也非常有意思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放的那个图片当中，有一个很清楚的柱网关系啊。有一个图上有一个很清楚的柱网关系，那么这个柱网的间距大概是3米左右啊。那么也就是说，到了田螺山的时候啊，人们已经有很清楚的一个结构的观念了啊，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构观念，它已经有柱网开始形成啊。那么在最这边的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好像黑的一个木板放在地上，那是什么？是一个席子的痕迹啊，上面有非常漂亮的席纹啊，一直保存到今天，也是差不多这个就是距今5000年到6000年的时候了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席纹保存下来。中间的那张图更有意思，它是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树的痕迹啊，一个树根的遗迹，它明显是人种的，它不是长在那个生土上，它是长在一个人工填的土上。那么这个树是什么？经过这个我们现在的判定以后，它是茶树啊，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时候的生活，是吧？你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时候生活，人可以坐在席子上，然后非常漂亮的房子，有着3米宽左右的这个间距的柱网。我觉得简直像一个度假胜地一样啊，在这儿品茶。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那个茶树是喝的茶，还是长的一个景观的树、遮阴的树，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棵树显然是茶树啊，是古老的茶树。那我们现在真的很难解释，或者我们还不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从这些遗迹来看，他们已经有着非常繁荣的文明啊，他们的生活恐怕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所谓原始人的生活。那么因此啊，我们从田螺山的这个建筑的遗迹也好，从河姆渡的建筑遗迹也好，我们推想当时房子的形式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所谓干栏式建筑，架在木柱上，然后上头有很大的屋顶，是吧？然后下面有一个连续的空间啊。那么像这样的住宅啊，或者这样的房子，其实今天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你仍然可以看到啊，仍然可以看到。那么我想，这个时代的建筑应该跟我们现在保存下来这些在东南亚地区啊。建筑还是应该是很接近、很类似的。
那么这些建筑的演化发展啊，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版图当中是吧，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大的文化文明的范围当中，仍然有很多遗迹，比如说像云南、贵州的一些地区，他们的一些像侗族的村寨是吧，像一些傣族的村寨等等，他们还保留了这样的一种建筑的形式，还保留了这样的一种结构是吧？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很重要的文明的代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仰韶文化，就是以陕西这个地区为中心的所谓仰韶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大概也是距今6000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方是吧，或者南方和这个我们黄河流域的这个发展应该是共时的是吧？同时，一边是吧是河姆渡文化的发展是吧，一边至少在仰韶文化地区，它同样文明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在仰韶文化的这个地区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遗址啊，叫做就是西安的那个半坡遗址啊，在这儿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完整的村落啊。那么从这个村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很独特的建筑体系演变发展的过程啊。那么这种体系就是我们说的穴居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人可能在离开了这个丛林以后是吧？从山上出来是吧？到了平原上来渔猎什么？那么他需要找一个栖身的地方。那么这个栖身的地方应该在哪儿呢？那么当他走到平原上以后，他也同样可能会习惯性的去寻找这样的一个住处。当他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在黄土高原上，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因为它土质相对松软是吧？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挖个坑是吧？挖个洞啊，人住在里面。那么作为一个住房是吧？挖一个洞是不行的，那么可能要在上头盖一个顶。顶用什么盖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砍一些树枝是吧？来树枝编一个伞一样的东西，把它盖在我的洞穴上面。那么在半坡我们其实看到了这种东西啊。那么像这样的洞穴，如果我在里面要生活啊，那么它是潮湿的，不适合居住，我甚至要煮一点东西吃，怎么办？我可能要有一个火塘啊。如果你只吃树枝的话，它会很不安全啊，很容易着火烧。那么人们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在这个树枝边的屋顶上涂泥啊，抹上一层泥灰啊，然后它既能防火啊，耐火了是吧，又能够保暖啊，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屋盖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屋顶，也就是下头一个洞，上头一个固定的泥糊出来的屋顶。那么慢慢人们可能发现，哎呀，在没有一个现代工具，没有一个这个比较金属工具的时候，挖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那么可能他发现编那个屋顶会更容易一点，那么于是坑越挖越浅，屋顶越来越大啊。那么直到有一天不再挖坑了啊，完全在地面上用树枝啊编起一个屋子来啊，那么甚至开始出现墙和屋顶的分离啊，就上头有一个人字形的顶，那么下头是墙，下面就是平地啊，那么甚至平地是经过处理了，因为大家知道地面是潮的啊，那么处理有各种方法，比如说放火烧是吧，把地烧一遍。烧完了以后，地面的土质会发生变化，啊，那么烧得像砖块一样。我们在考古学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红烧土，它是红颜色的，烧过的那个土啊，那个表面是经过处理的。还有一些是用石灰，啊，用白灰，就是你会出现，哎，这个房子出现白灰面，啊，那它一定是用石灰来处理了地面，做了防潮。就是越来越讲究，越来越讲究。那么这个时候的房子，它的墙啊，就变成一个用树枝编的，然后外头涂泥啊。那么这种墙的形式，我们把它叫做木骨泥墙啊，就是木头的骨架
是吧？外头涂泥啊，木骨泥墙。那么这种形式其实在我们中国建筑史后期的这个发展当中，可以说长期在使用啊。另外，在半坡还出现了一个所谓大房子。那么这个大房子是一个方形的，后面分成了3间啊，前头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的知道这个房子在当时是干嘛用的啊，但是恐怕它是一个部落的中心啊，恐怕它是一个部落的中心。那么从平面上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大房子的前面会有一个广场，是吧？它可能也是部落活动的中心。所以从这个形式上来看，你会发现一个聚落啊，一个完整的聚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格局啊。实际上它是一个城市的雏形。它是一个城市的雏形，而半坡村它同样也是在一个高坡上，然后两边是崖，是吧？周围还有水，它也是在这样一个防御性很好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台地上是半坡村，然后出去可能有窑址、有墓葬区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是河南的一处遗址啊。那么这处遗址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城址，那么平凉台城址。啊，我们发现了它有城墙，啊，发现了有城墙，城墙做了解剖，是吧？是夯土的，非常有意思，是吧？那么除了城墙以外，我们发现它有2个城门，南门和北门，啊，南门的地方两侧有2间房子，是同时期的，那么显然应该是它的这个城的门卫室，啊。那么我们在这个门卫室看到了什么？地面红烧土，啊，用火烧过的、处理过的。然后它的墙是用土坯做的，啊，墙是用土坯做的，也就是说做了泥，啊，然后把它做成一定的形状，晒干了来砌墙，啊，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那么在我们发现的这个平凉台的城址啊，我们看到了这种现象。那么平凉台这个遗址，距我们今天也已经有4300年的时间了。那么另外我们还发现，在它的这个墙上，在它的这个土坯砖的墙上还有草泥灰啊。也就是说，当时他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已经非常讲究了，用土坯砖砌了墙，然后上头还抹灰，然后地面用火烧过，啊，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形态啊，一种非常成熟的建筑形态。它的地面以下还埋有排水管，是吧？大概距地面30公分左右有一道排水管。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在除了考虑它的防御功能啊，除了它的这个城墙啊等等这些以外，它还考虑了整个城市防水设施。啊，这是距我们今天已经4300年了啊，这样的一个城址。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啊，如果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代建筑的发展啊，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开始从聚落向城市在转化啊，就开始出现城市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它的建筑空间也开始变得丰富。比如说在半坡村，我们看到有一些住宅啊，它有一个入口，由于它是地穴式的，它的入口是向下挖的啊，它并不是挖到了那个居住平面以后，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坑出现在你的面前，他在边上用木棍会支起了一个墙，是吧？然后他把他的床，他把他的这个土炕，是吧？我们说的所谓炕，藏在了那个墙的后头。也就是说，他有一种私密性的观念开始出现。那么它的建筑空间开始分成了它有很私密的睡觉的空间，有它活动的空间，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分化，是吧？那么在建筑的技术上，我们看到从绑扎啊，已经发展到了榫卯，是吧？从木骨泥墙，是吧？已经开始出现了后来的
在平凉台城开始出现了夯土，然后在平凉台城还开始出现了土坯砖，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后来我们说的建筑的基本的技术，那么在这个时期它已经基本上开始成型了。无论是在我们说的河姆渡文化也好，还是我们后来讲的仰韶的半坡村啊，它的遗迹也好，那么它展现了我们两种不同类型的建筑，在我们中国的两个区域同时发展的状况。那我们也来讲第二个时期，就是夏商周时期，也就是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啊，这样的一个1000年的时间。那么同时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我们来看世界的话，类似差不多这个时期啊，从时间上接近，比如说像这个两河流域的山岳台啊，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是吧？那么再到克里特的文明啊，希腊的这种文明，那么都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区段当中发展啊。那么我们中国呢，就开始进入我们传说当中的夏代和商代。夏啊，是我们历史上讲第一个王朝。夏和人类文明当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神话联系在一起，就是大洪水啊，就是大洪水。那么夏代的皇帝是吧，来建立这个夏朝的禹，恰恰是因为他治水有功啊，那么他才获得了领袖的地位，那么成为夏朝的创立者。啊，那么当然，真正创立夏朝的实际上是他的儿子了，啊，那么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不再采取这个禅让的方式来传递这个权利，而是采取了继承的方式。那么这样，我们说有了夏朝，啊，那么全世界都有大洪水的传说，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就是发生在夏的初期。那么商朝也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是吧？夏代没有历史的记载，是吧？啊，但是在我们今天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夏代的遗址，是吧？可以证明这个朝代的存在。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啊，那么在甲骨文被破解以后，商朝的历史变得清晰了，啊，但是商朝，我觉得有点像荷马史诗时代啊，它是一个所谓神话和英雄的传说。也许大家还记得这个《封神演义》啊，那么讲的就是中国的神的故事啊，讲的中国的英雄的故事，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商和周交替的时期，啊，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遗迹啊，就是这个二里头。那么二里头啊，是夏代的，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它这个城址啊，它的时间跟夏代的这个时间是应该重合的。那它是不是一个夏的城市，我们还不好说。但是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青铜器，比如说鼎啊，比如说青铜的爵啊。非常漂亮的青铜器，啊，非常漂亮的青铜器。而鼎是吧？大家知道它是古代的一种炊事用具啊。那么当然更重要的，它是作为一种礼器啊。后来是作为一种礼器。那么传说当中，大禹治水啊，这个大洪水被他治理了，治理了以后。他来确定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范畴，他想自己的国家有多大呢？是吧？他把它分成9州，啊，然后他铸了9个鼎来代表这9州，于是传说当中是吧，这种鼎就具有了一种国家的象征。那么另外呢，就是城市啊，我们讲的所谓城市的问题，
有一些文献记载是吧？比如说讲这个禹的父亲鲧啊，他就开始筑城是吧？他的筑城呢，筑的这个城墙有多高呢？3仞之城，非常高的城墙，防御性很强的城墙是吧？那么按照《礼记》的说法啊，《礼记》当中的记载讲：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获利为己，是吧？然后城郭沟池以为固，啊，就是他开始有了私有观念，是吧？有了城市的观念，有了国家的观念，啊，他就开始要筑起这些防御的城墙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保护自己的人民。那么下代是吧？如果我们这么讲的话，那我们发现呢，早期的城址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另外，在山东章丘，有一个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考古遗址，叫陈子崖，是吧？那么这个遗址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450米乘390米的这样见方的一个城墙，是吧？那么是夯土的，是夯土的。那么这个城，应当从时间上来看，应当属于夏这个时期。啊，那么刚才我们讲的二里头，啊，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啊，不仅仅在于它出土了很多青铜器啊，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儿发现了2组建筑的遗迹。那么其中一组啊，它的就是我们图片当中看到的啊，就是它是一个廊院啊，围合起了一个廊院，中间有一栋大房子啊，然后前面有一个门啊，然后形成了一个类似的轴线，这个轴线是错开的啊，但是它大概已经有了一种轴线的这个概念是吧？就是大概是对着的。可能没有那么严整，但大概是对着这个门跟那个主要建筑之间啊，大概是对着的。那么从现在的建筑的痕迹来看啊，就是它整个是在一个夯土的平台上啊，那已经非常讲究了啊，就整个地面都是处理过的，都是被夯筑过的，然后建筑庭院都在上面啊，建在上面。那么这2组宫殿的基本的形制是一致的。只是2个院落的形态啊，可能略有差别。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图片当中的这个建筑的形象，它的时间大概是距今3600到3500年左右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候。这是一个模型啊做的一个复原的想象啊，想象。那么到了距今330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商代啊，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遗迹啊，这个大概是1926年左右发现的一处非常重要的遗迹，就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啊。那么这组遗迹啊，今天我们已经把它列入到了世界遗产的名录当中啊，说明它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实际上是我们反映我们对于商代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比如说在这儿发现了大量的甲骨啊，发现了大量的甲骨，那么上头刻有文字是吧？这些文字呢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是吧？有的是占卜的这个卜辞是吧？有的可能是一些事件的记载啊。那么在这儿出了这个非常我们青铜器当中的一件真正的重器啊，就是我们说的以前叫做司母戊鼎，现在叫做后母戊鼎啊，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青铜器啊，一个巨大的青铜器，一个巨大的铜鼎啊。另外呢，在这儿我们发现了宫殿，发现了宗庙。啊，当然，我们现在说它是宫殿，说它是宗庙，但是非常大的建筑的遗迹啊，非常大的建筑遗迹。然后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啊，商代王族的墓葬啊。为什么讲它是王族的墓葬？因为等级极高，在墓葬当中我们发现了这样巨大的鼎
是吧？然后发现了大量的人殉，啊，就是杀人是吧？陪葬在里面，啊，大量的这样的情况啊出现。那么这显然不是当时一般的人能够做得到的，显然是当时王族的目的。商啊，是我们已知的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是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一个奴隶制国家。那么其实文献当中也有很多记载，啊，比如说商纣王是吧，他有义召夷人，啊，亦有离德啊，就是说这个商末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奴隶，但这些奴隶都跟他离心离德，啊，都不想在他的统治下生活。啊，那么同样，我们在殷墟发现的这个墓葬当中，大量的这个殉葬的这些人，恐怕他的身份和地位啊，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一个性质啊。那么当然，关于建筑啊，关于这个时期的建筑，也有很多记载，比如说讲殷纣王，建了一个很大的高台建筑，叫做露台。啊，然后在这个地方收藏了很多珍禽异兽，是吧？然后还要挖一个大池子，里头灌上酒，是吧？变成一个酒池，然后在树上挂上肉，是吧？叫做肉林，然后在里头娱乐，是吧？那么这样的一些所谓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类似园林景观的东西，在当时是以这样的一种形态出现的。当然，这是文献当中的记载，啊，这是文献当中的记载。那么关于他们的建筑形态，也有人有描述，是吧？也有一些文献当中有描述，比如说讲殷人重屋，是吧？什么呢？就是这个商朝的人盖房子，他那个是2层屋顶的，啊，是2层屋顶，不是一个简单的1层屋顶，他要盖2层屋顶，重屋，是吧？然后讲他的这个屋顶是什么样子，叫4阿重屋，啊，就是4坡的，啊，就是4坡顶，那个房顶还是4坡顶，啊。然后讲他说这个商纣王啊，说他的宫殿很讲究，怎么讲究呢？叫宫墙文化啊，就是在那个墙壁上有很多的这个壁画啊，有很漂亮的色彩。然后讲他的这个建筑的构建是雕刻过的，是吧？然后讲他锦绣背堂，就是建筑当中铺了大量的织物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商代的建筑的情形了，是吧？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提到说这个殷纣做琼石啊，也就是用非常漂亮的石材建造的房屋，然后立玉门啊，就是它的门是玉石做的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就是对当时建筑的描述啊，当然是后人的技术。啊，当然是后人的技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从那些青铜器来看，从那些青铜器上的雕饰装饰来看，恐怕当时的建筑也是水平非常高，是吧？然后装饰效果很注重这种装饰效果，而这种装饰效果应该和青铜器上的那种纹样，是接近的啊，或者类似的。那么这是另外一处这个我们发现的商代的遗址啊，河南偃师商城啊。那么这个商城呢，规模可能比殷墟略小啊。殷墟实际上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有待发现的东西啊，比如说像殷墟边上的环北商城，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我们也有很多研究，也许随着环北商城的发掘，我们对商代建筑的这个发展，是吧？对商代建筑的认识会进一步深化。那么从这个河南偃师商城的这个遗址来看，它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有一个宫城，啊，宫城外头有一个内城，内城外头有一个外城。啊，就是3层城墙开始在这个遗址当中出现，那么这个是我们以前还没有见到的，是吧？那么这是在偃师商城的遗址当中开始出现这样的所谓3重城墙。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传统，是吧？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我们后来的明清北京也仍然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有故宫，是吧？
紫禁城，紫禁城外头还有皇城，皇城外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内城啊，然后内城外头还有我们前门外头的一直到永定门的这个外城啊，就是它一层一层城墙套在一起。那么这个传统在商代我们已经开始见到啊，在遗迹当中开始见到。那么另外两边的这个图像呢是根据这个考古学的研究做的复原啊，做的它的建筑的复原。那么在这些地区呢，在这些商代的遗址当中出土了很多的文物啊，那么无论是陶器还是青铜器，其实都很有它的特点啊，在造型上都有它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那么它的建筑啊，虽然我们见不到那个时期的建筑，但是我想就是用这些遗物啊，你可以来推测它建筑的发展的程度。这是在河北啊出土的一个商代中期聚落的一个遗址的平面。那么这个平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房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像现代的村落啊，已经很像现代的村落，跟那个半坡村的时候那种布局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那么如果我们来总结啊夏商时期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的发展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他当时已经能够把地做得很平啊，就是他来超平，我们讲他用什么？用水啊，挖一个渠，然后灌上水啊，然后来找平这个地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定向的技术，已经开始有这样超平的技术，然后利用日影来确定建筑的方位啊，已经有了这样定向的技术啊。那么在基础上，在建筑基础的处理上，比如说在二里头宫殿，我们就发现它的建筑基础处理，实际上它是把那个表面的这层土挖掉啊，一直露出原生的生土，然后在生土上面夯住啊，再把土填回来，然后夯把它夯实，然后再在上面建房子啊，就是它在基础处理上已经有很多很独到的地方啊。建筑的下面，它的夯层要比庭院要深啊，而且下头还垫有3层的鹅卵石来加固基础啊，就是它的基础已经处理得很好啊，处理得很好。那么墙壁，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墙壁仍然还是木骨泥墙，还有这个板筑的这种所谓夯土的墙是吧？仍然还是这种墙为主是吧？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发现商代在处理这个筑础的时候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啊，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发现的一些像在商代的筑础上面啊，下头是垫了石头，然后在石头上面它可能要铺一块铜板啊，叫铜制，然后再在这个铜板上放柱子啊。那么它的作用很清楚，就是第一，柱子是受力的东西是吧？底下放一块石头，扩大它的受力面啊，不至于或者尽可能避免不均匀沉降啊。那么在上头垫一块铜板，实际上可以隔离潮气是吧？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在偃师二里头夏代宫殿当中也出现了，就是它在那个柱础下头垫了好几层石头啊，在那个柱子下面垫了好几层石头，然后在上头放那个木头的柱子。我们有些先生讲啊，中国的建筑有一种抗震的功能啊，有一种抗震的功能。其实这种筑础的处理，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建筑当中，有些很重要的建筑。我们觉得可能地震对它的威胁很大，那么我们在下面加一个橡胶垫啊，其实同样是隔离，就是要把那个基础的震动跟它的房子来隔离开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些遗迹当中，在夏代、在商代的遗迹当中，实际上也看到了类似的处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中国传统的这种木结构形式的建筑，在历次的地震当中，可能现代的房子
很容易破坏了或者倒塌了。那么我们那些传统木结构的建筑，你可能它的瓦也飞了，然后建筑也开始错位了，但是那房子就是不倒啊。那么跟它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处理的地基处理的方式、基础处理的方式，包括木结构本身的一些特性，是有关的。那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所谓早期的排水设施啊，我们出土了很多这个夏商时代的这个陶管下水管啊。那么这个陶水管呢，其实做得很成熟啊，就是它一头粗一头细是吧？然后可以连接在一起，然后在很多的城址当中，我们都发现地下埋有这样的一些排水设施啊，那么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是吧，对于这种城市排水的关注是吧，也反映这种技术的成熟。这是一个现代的博物馆当中做的一个夯筑墙体的一个夯模的一个模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拿个木棍啊夹着它，然后这个木棍之间加上木板啊，然后里头填上土，然后来夯筑啊，来做成夯土墙。那么这种做法在夏商时代，我们看到大量的遗迹当中是存在的啊，大量的遗迹当中是存在的。那么这是我们在建筑史的研究当中，根据一些遗迹复原出来的一个夯筑的形态啊。比如说有些是用木板，那么有些时候它没有木板，它只是用那个树干啊，用树枝把它两边夹起来，然后中间用稻草绳绑在一起啊，然后把土填进去夯完了以后，把那个草绳隔断，然后把那个木棍再往上移，是吧？再形成它的两边的模子，然后再夯，是吧？那么这样的夯筑的方式，在很多遗迹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得到的。那么在《诗经·大雅》当中有一段诗，实际上讲了夯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讲了夯土的过程。他说：“哎呀，先拉一个墙是吧？拉直了它，然后呢，两边加上板儿是吧？然后来建房子啊，建房子呢，它要这个平整土地，然后把土塞到这个填到你的那个夯的那个夹板当中来，然后夯打啊，非常生动地描述了整个的过程。那么我们下面再来讲讲周代的建筑。好，那我们讲今天课的第三部分就是周代的建筑。周代呢，实际上包括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周代如果跟商夏来比的话，它的人口实际上有很大的增长。那么而且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像水利工程啊，然后导致了农业的进步啊，手工业非常发达啊，然后商业繁荣，文化艺术也是非常的蓬勃发展啊，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思想艺术啊这些方面，那么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啊。城市规划，周代的城市呢，有一个说法是吧？那么后来很多文献不断的在引啊，就是筑城以卫军啊，就是修一个城，干嘛要修一个城？为什么要修一个城？就是你要保卫君主。所以对周代来说，一个城就是一个小的分封的国家是吧？或者一个领地啊，就是一国一城。然后可能他下头还有一些再小一个等级的，比如说他封给他的这个大夫啊，给了他一块封地，那么有一个封地才有一个城啊，那么这是按照周代的制度啊，所以周代呢也是一个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一个时期啊，当然这是跟他的这个封建的方式有关系啊，这个封建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体制有关系。那么当然后来城市的发展到了春秋的时代，
啊，这些城市慢慢就突破了这些规矩啊。比如说，我们发现有些比如说像鲁啊，它可能只应该是一个方5里的城市，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考古对它的遗址的确定了以后，那么它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方7里的城市。啊，方7里的城市。那么类似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鲁国是很克制的，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可能就完全不顾这种规则啊。那么这是周代的一种城市的所谓《周礼考工记》规定的城市规划的方式，就是按照等级啊，你是什么等级的领主，你就建多大等级的城市。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当然，城市当中的这个各个功能也有它的位置，比如说前朝后市，啊，那么靠前应该是它的办公啊、行政的区域，然后市场应该往北，啊，那么北面和这个两侧应该是它的这个居民区，啊。这样是一个居住的功能，然后南侧可能主要的是这个城市的一些行政的功能啊，大致应该是这样分布的。那每个区域多大，实际上在周礼当中都有自己一定的规定啊。那么这种思想到了春秋战国的时期，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是一个大思想大解放，是吧？那么周天子的地位衰落了，诸侯开始蓬勃的发展，势力越来越大，那么他们不再受原来那些规矩的束缚，那么在城市规划方面实际上也在开始变化，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管子的一套规划的思想，他讲城市就不再讲你是天子的这个城市，还是什么诸侯的城市，还是什么的城市，他讲你是有1万户人家的城市，还是有1000户人家的城市？那么1万户人家的城市应该怎么样？1000户人家的城市应该怎么样？实际上它是按照城市的规模大中小来分。那么曾经有人画过一张图，周代的所谓典型的王城的图啊，就是我们这个经纬纵横，是吧？9经9纬，然后这城市每边是吧，东南西北每边各3个门，然后中间是这个宫城，是吧？这样的一种形制，这好像是一种模式。其实在后来城市的演变发展过程当中，那么这样的一种形式依然存在，但是仍然有其他很多的因素在影响着它整个城市的发展和变化的这个功能也好，形态也好，是吧？都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鲁国的这个遗迹的情况，是吧？那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方7里的城市啊，大概是这个一个近似于巨型的形式。那么它的宫城呢就在城市的中央，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上，然后从宫城呢出来有一条大道，是吧？直对着所谓城的南门，然后向东还有一条路通向城市的东门，然后它的祭祀宗庙和社稷是在城的郊外，是吧？就是在城的南郊，大概距离这个城门3里到4里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是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制，实际上在周代的城市规划的这个体系当中，应当是一种非常标准的规划的格式。那么另外一个很大的城啊，在后来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齐国的临淄啊。那么这个城市非常的繁荣。那么文献当中记载说，这个城市不是一个万户的城市，它有7万户人啊，它有7万户人。那么按照过去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这种所谓男丁就要参军的这种军制的话，它实际上光是临淄城本身，那么就能有21万大军
就能形成一支21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军队。文献记载说这个临淄非常的富裕然后说这个人民这个有很多闲暇的时间，然后说他这个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走鸡斗狗，遛伯踏驹者都是这种，就是说有很多娱乐活动然后说临淄之徒就是摩肩擦踵，我们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临淄城实际上分成了两大块一块呢就是所谓小城宫城的这一块，那在它的西南角，然后后面是一个大城那么宫城应当是君主居住的，那么大城是这个民众居住的地方。那么在大城当中呢，我们发现紧靠着宫城的位置是一个市场那么后面呢散布了很多的这个作坊居住址那么也就是说当时的这种商业其实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为城市的这些领主们君主们来服务的。那么在这个时期春秋战国的时候还有一个各个春秋战国各个国家都很关注的工程就是长城其实当时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长城的修筑还不是像我们后来说的是为了防卫这个北方民族的入侵，它实际上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城是各个国家边界上的城比如说齐长城，它主要的防御对象是楚国和吴国；楚长城，那它主要的防御对象是秦国、魏国和韩国，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的长城实际上已经能连成一条线，为后来秦代的那个长城的建造已经创造了一个基础。那我们现在像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城还保留了很多的遗迹比如说山东的齐长城陕西的魏长城等等都还存在而且保存的状况呢有些区段还仍然不错。那么这张图呢是山东临清境内的齐长城而且当时建造长城也是完全因地取材有些是夯土的有些呢是用当地的石头堆叠的有些是用片石砌筑的就各种情况都有，特别是齐长城情况就很丰富。那么对于周代的建筑到底什么样子我们今天没有真实的建筑留下来我们只能够从一些铜器上，从一些当时的这些文物的上面的雕饰上来猜测就当时的这个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张图呢，一个呢是一个漆器的画的一个宫室的图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铜器上的那么有些学者呢就根据这些图做了一些复原的想象。1983年的时候，在河北呢出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物，是一块铜板，上头用银线和金线错出来的一个地图一个平面图。这个平面图呢是中山王的王和王后的陵墓群的平面。在春秋战国时期当然可能在商代包括在西周，那么都曾经存在过就是高台建筑。我们从刚才看到的那个赵玉图出土的那个中山王的那个建筑的平面图，我们可以猜测当时的建筑是什么样。那么这样类似的建筑，其实从商到周到春秋战国都是一种流行的建筑形式，我们把它称为高台建筑。那么高台的出现是有它的一定的道理的，比如说有些文献记载说石高足以辟湿润就是你要在一个高台上，你的室内才会干燥要不然你室内是湿的人住在里头不舒服所以你住的地方呢选择比较高爽的地方。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呢，有很多非常著名的高台，比如说魏韩楚齐都有很多非常著名的高台建筑那么甚至因为
盖这些高台建筑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比如说，有一个文献记载说，这个齐景公啊，他上他的那个高台建筑去啊，那高台建筑建得非常宏伟，非常漂亮，齐国嘛，很有钱的一个国家，但是太高了啊，太高了。然后说这个齐景公他就爬到半截就爬不动了，上不去了。然后就很生气是吧？愤然作色。他说：“到底谁想出这么个主意，建这样的高台啊？病人之甚也啊！实在是让人受不了。”那么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恐怕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各国都存在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有很多高台的遗迹。有很多高台的遗迹，比如说燕下都，就在河北啊。大家如果在易县了啊，今天的易县，那么还有很多高的土台。实际上，这些土台就是当年燕国的这些宫殿的遗迹。那么，当然，类似的情况，实际上你会发现，高台建筑恐怕，它有一种这个所谓对于山岳崇拜的这样的一种根源在里头。所以在世界各个文明当中，类似的这样的所谓高台建筑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周代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筑的平面啊，就是周原遗址当中，在陕西的岐山扶风县北部，我们发现的这个凤雏的这个不知道它是宫殿还是什么啊，就是一组建筑的遗迹。这组建筑的遗迹呢，就和二里头宫殿已经很不一样了。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两进的合院啊，两进的合院，中间是主要的堂是吧？两侧有围合的这个厢房是吧？然后它的轴线是对称的啊，就中间有一条清楚的中轴线，然后对着中轴线门口还有一个影壁。还有一个影壁。那么中国后来我们这种合院式建筑的许许多多的特征，在这儿都已经反映出来啊，在这儿都已经很清楚的反映出来。另外，在周原遗址呢，还出土了很多的瓦件啊，这个瓦件的尺度也很大。当然，那个青铜器就更不用说了啊，在这儿还出土了很多青铜器。那么通过这些瓦件啊，这个建筑的平面，其实我们对于周代的建筑就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这是它的复原啊，它的那个建筑的复原。不同的学者是吧，研究出来的复原结果可能略有差别，但总体上是一致的。那么它的屋顶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屋顶的做法啊，就是它有一个支撑的大的屋架啊，然后屋架上面呢，它绑了尾塑啊，一条条绑在上头，然后再在尾塑上抹泥啊。类似的做法，其实我想跟我们原来原始的那个木骨泥墙的做法有某些类似之处啊，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比如说在陕西，我们还出现了一些金属的构件啊，比如说金刚啊。什么是金刚呢？我这张图上有啊。那么它实际上是对于建筑的某些交接的地方进行加固的一个构件。如果我们讲它功能的话，应该是这样。那么它上面呢，我们发现的金刚是青铜的，是铜的，然后它上面有着非常漂亮的这个雕饰啊，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纹样是吧？雕饰，然后在有些金刚的内壁，大家注意，在它的内壁还发现有织物的痕迹。那么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它的建筑恐怕是在这些木结构上还裹了丝织品或者其他的织物，然后再套上金刚啊。那么你可以想象当时建筑华丽的程度啊。那我们对金刚的这个所在的位置哈，它的那个装饰效果也有一个复原的想象啊。那么在燕下都，我们还出土了非常漂亮的青铜这个铜的铺首啊，就是门上的那个大门环啊，那一块的这个装饰啊。那么它的雕饰非常的繁复啊，那么反映了当时建筑装饰的一个基本的
趣味是吧，或者取向。那么，如果我们来讲这个周代建筑的特征是吧？根据所有的这些材料是吧，我们来看看周代建筑特征。那么我们下面讲这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秦汉时期的中国建筑。那么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那么这个时期是相当于罗马帝国的那个时代啊。那么也就是说，在世界的欧洲是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罗马帝国啊，影响了整个这个区域的发展。而在东方是吧？在东方就是秦汉帝国啊，那么它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啊，也影响了整个周边地区的发展啊。那么在秦汉时期啊，我们还是先讲城市，那么讲到秦汉的城市，可能有一个城市就必须要讲，就是秦的咸阳。秦的咸阳，它的规划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周代或者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啊，它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想法，比如说法天象地啊，就是它模仿的对象已经不再是所谓原来的等级制度也好啊，或者说是管子的那种啊因地制宜啊，考虑环境啊，它已经不是这样，它要放到一个更宏观的、更大的、更宏大的一种场景当中去规划和想象它的城市，就是天和地。就是天和地。那么汉代的城市啊，在秦代的这个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发展。我们讲所谓汉家自有制度啊，它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啊。那么他们可以说集春秋以来城市发展的很多经验啊，吸取了，然后又表现了原来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统一大帝国的宏大志向。那么在城市当中都体现出来。那么当然，宫殿仍然是这个时期城市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啊。那么还有市场是吧？我们讲了刚才这个汉帝国是吧？和周边地区，特别是和这个中亚、西亚地区的这种频繁的贸易往来，导致它的这个商业活动极其的繁荣。那么市场在城市当中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咸阳啊，我们刚才要提到是吧？咸阳的位置，战略位置很重要啊。有文献讲是吧？说它叫据山河之固，东向以治诸侯。它向东可以变成一个对这个诸侯，对原来这个战国时期的这些什么七雄五霸的这种诸侯国之间的一个战略的要地是吧？那么它后头又有非常占据了关中平原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资源环境是吧？那么特别是通过蜀道，那么和后面的我们讲的四川啊成都平原联系在一起啊。那么讲这个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啊，这是司马迁讲的啊。因为这样的一种条件，秦占据了这个城市，然后它变得强大，然后最后把这个国家统一了啊。当时无论是秦朝的官员啊，还是秦始皇本人，实际上对于他自己的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统一伟业，都有一个极高的一个评价啊。那么他不知道啊，用什么样的形式，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表现这种伟业，是吧？名字上要用这样的方式，是吧？用皇帝的方式，然后建筑上怎么办啊？城市上怎么办？因为我们发现，在文献当中，在考古学的发现当中，这个秦朝的宫殿极其分散，找不到规律啊。那么在咸阳周边地区，到处都有它的宫殿的遗址发现啊，到处都有它的遗址发现，而且相互之间可能拉的距离很大
啊，拉的距离很大。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那它有没有一个规划的思想啊？那我们反过来是吧？按照文献我们来查，然后来反推是吧？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这有趣的现象呢，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法天象地。那么秦朝的宫殿，如果我们把它和咸阳啊冬至日的星空来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啊。那么在咸阳这个地方，冬至日那一天是吧，晚上当你遥望星空是吧，然后你把星座图画下来的话啊，你会发现秦朝的宫殿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布局的啊，根据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布局的啊。那么它很多重要的宫殿都和当时那个时间的星座的位置是相关的啊。那么当然这样的情况在对于金字塔的研究当中等等这些上也曾经提到过是吧？也曾经提到过。那么我们想，这恐怕也是古代世界人们认识这个，无论是自然界，无论是他们的内心啊，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啊。那么在秦朝的宫殿的这个处理当中，我们发现轴线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规划的因素啊。而这个轴线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简单的几十米甚至上百米上千米规模的轴线，而是多少公里的轴线。那么我们发现，比如说从秦咸阳宫的遗址，那么一直连到我们的东海之滨，是吧？那到锦屏山，它都有一种轴线的关系在里面啊。那么这种宏大的气象，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当中，其实也是极其罕见啊，也是极其罕见。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西汉，就是汉的长安啊。那么汉的长安呢，是公元前200年开始新建的啊。最早它是新建未央宫啊，其实它也是开始利用了原来秦朝的一些旧的宫室啊，开始建造。那么到公元前189年左右是吧，整个长安的那个城墙才完成啊，城墙这个整个城市基本上有了一个形象是吧？那么长安呢，其实只是用了原来秦咸阳的这个大区域的一个小部分啊，一块是吧？那么咸阳呢，它的范围很大，长安呢基本上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工程区是吧？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当中充满了宫殿。啊，各个区域当中大部分被宫殿占据，而其他的这个供其他功能的部分很少，所以汉长安城基本上更像一个宫城啊。那么长安其实跟咸阳很接近，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周边呢有这个比如说华山啊、终南山啊、太白山啊等等，是吧？然后北山山脉啊，都构成了一个很好的防御的体系，是吧？然后周边呢有函谷关是吧、武关、散关是吧、萧关等等，就是它是一个军事防御的重镇。那么对于汉代来说呢，选择在这个地方建城啊，是有它的道理的。那么汉长安根据考古的调查是吧，它的实测尺寸呢，大概是35.8平方公里啊，这个规模还是很大。其中呢，宫殿区和官署区占到城市的2/3的位置啊，2/3的量都是宫殿和衙署啊。那么长安啊，在规划上，它继承了咸阳大区的这种概念，所谓经济大区的这种概念，它没有外扩啊，没有外城啊，它的城墙结合地形是不规则的。那么宫殿呢占了大部分的城市用地，宫室呢分散在城市的各个区域当中啊。而且呢，汉长安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它随着这个汉代的发展，它在周边发展了很多卫星城啊，它叫做陵邑啊，就是有一个皇帝的陵啊葬在那儿了，然后他就迁了很多人到那个陵那儿去。啊，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卫星城啊。那么在长安呢，像这样的一个体系是吧，城市规划的体系，
无论在早期的城市发展当中，还是在后期的城市发展当中，都是不多见的啊，都是不多见的。那么关于建筑啊，在城市当中呢，汉代有固定的市场啊。那我们刚才讲到汉代的这个商业发展很繁荣是吧？特别是跟这个中亚是吧？西亚啊，跟这个西面的这种交流非常多，大量的外头的这个物资开始进入到这个长安当中交易，那么所以长安的市场非常多啊。那么我们从一些画像砖当中看到有当时市场的形象，中间建一个市楼，然后两边是商铺啊，就是四周是商铺，那么这种所谓市的格局，那么一直在中国后来的城市当中被沿用。那么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类型就是秦汉时期的宫室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秦朝的一些宫室的情况。秦灭了这个当时的其他的所谓六国之后，那么他就把六国的宫殿啊照样在咸阳建一组啊。那么文献当中也记载是吧？叫秦每破诸侯，协访其宫室，做咸阳北坂上，啊，就在咸阳的北山上把这个宫殿复制一组，坐在这儿，啊，那么另外他建了自己很大的一组宫殿，叫阿房宫，是吧？这阿房宫文献记载是吧？《三辅黄图》上记载，恢弘300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啊，隔道通骊山80余里，啊，不得了，规模。那么我们今天阿房宫能够发现的东西是它所谓前殿，也就是它最主要的这个大殿的遗址。那么今天这个遗址有多大呢？啊，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高出地面10米，整个夯土的大台啊。那么我们也这个不知道啊，就是你到底在上头建一组什么样的房子啊？建在这样的一个高台上。这叫前殿，前殿上是一座建筑，当然一座建筑好像尺度上不大可能是吧？还是一组建筑，那一组建筑应该怎么排布呢？在这个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台上，该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么说它啊，这么大的宫殿，然后在这个宫殿前面把这个从这个。啊，因为灭了六国是吧？为了怕这个六国的人在反抗，把他们所有的兵器都收了，然后融化了以后，铸成了12个金人，啊，金属的这个人像，啊，立于宫门之前，啊，这样的一个格局的东西，啊。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阿房宫前殿的这个遗址的情况，啊，根据考古发掘。有些先生提出证据是吧？认为阿房宫实际上当时没有来得及建成，啊，阿房宫并不真的存在，啊，只是一个正在建筑过程当中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在秦始皇兵马俑、在秦始皇陵、在很多秦代的遗址当中，发现了就是所谓楚汉时期这个项羽打进了这个咸阳以后，放火烧城。把那都烧了是吧？有很多这个火烧的痕迹，但是在阿房宫没有发现任何火烧的痕迹，所以阿房宫到底是什么，可能永远是个谜，是吧？它还停留在这个秦始皇也好，或者秦代的这些大臣们的脑海当中啊，还没有变成一个现实的东西。但是它的遗址今天仍然是非常惊人的啊，仍然是非常惊人。就仅仅是这个夯土台，它的尺度就极其巨大。汉的这个宫室的建筑也很有意思，是吧？汉代很特别，是吧？因为秦的时间很短，啊，秦的时间很短，所以汉代呢还有很多在想它跟早期的这些，比如说周之间的这种体制之间能不能建立起一种联系，是吧？那么在汉是吧？刘邦刚刚建立汉的时候，
他就开始建造宫殿，啊。那么这个宫殿呢，当时不是刘邦自己建的，刘邦还在打仗啊。然后他的大臣萧何啊，就开始给他建宫殿啊。刘邦回来以后看了以后很不高兴啊，看见以后很不高兴，他觉得哎呀，为什么秦是吧刚刚亡是吧，你们就又盖这样豪华的建筑是吧，这样的宫殿，这不都是秦朝灭亡的导火索或者秦朝灭亡的原因吗？啊，为什么你们要建这样的东西？那么当时萧何回答说：“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啊，非壮丽，王以重威啊，就是你不盖一个这样的宫室，你怎么能够体现你帝王的尊严呢？是吧？而且你现在盖了，你的后代人就不用再盖了，不用再花钱了啊。那么给他出了向他这么来解释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刘邦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么后来这个他的大臣们来按照这个所谓晋皇帝的礼节来崇拜他的时候，然后他自己说了一句，他说我今天才知道皇帝之贵，是吧？那么换句话说，当时的宫殿恐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国家统治象征来建造的，啊，所以西汉初建未央宫、长乐宫和北宫，啊，这样一组宫殿就建造起来。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区域当中曾经出土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比如说那个非常著名的长信宫灯啊，我的这个照片当中有，大家可以看见。非常讲究的一个宫廷当中使用的器具，啊，铜鎏金的啊这样的东西，而且它的灯光可以调节，然后油烟可以自己吸纳到那个灯柱的这个腔内啊，也没有油烟出来，啊，非常讲究的一个设计。啊，那么这是未央宫前殿的遗址啊，今天仍然能够看见，它是在城的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在城的西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在城外是吧，他还建了建章宫是吧？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建章宫里头有阙是吧？还有什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离宫，那么皇帝可以在里头行猎啊，在里面打猎。那么阙的形式呢，我们在很多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当中都有反映啊。虽然我们真实的建筑在建章宫是看不到了啊。那么另外西汉的这个礼制建筑、明堂这样的建筑呢，在城的南郊是吧？我们今天呢根据一些资料也可以做出一些复原。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类型是住宅，啊，住宅，住宅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住宅的形象都是出自于画像砖、画像石，还有一些名器啊，一些名器。但是即便是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代住宅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张这个画像砖上面的住宅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院落是吧？然后它因为是东汉的是吧，所以边上还有一个望楼，作为一个这个住宅的一个很重要的防御的一个系统啊。然后前面有厨房是吧？然后有家里头养了很多家禽是吧？然后甚至有鹤是吧，在这个庭院当中起舞的这种情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汉代的所谓庄园生活的场景。那么这是一个复原的想象啊。那么在名器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建筑的形象是吧？那么这个就是所谓陪葬啊，这些东西就是陪葬品，然后放到墓里头，认为这个人死了以后还能享受同样的这些生活是吧？跟这个活着的时候一样的生活。那么这些名器呢，比较相对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建筑形象。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彩绘，无论是它屋顶的形式，还是我们说的斗拱啊，那么这些在这些建筑上都已经开始非常清楚地得到了反映。
那么这是陶楼很高是吧？所以我们后面讲佛教的时候还会提到，就是汉代有很多这种所谓楼阁的建筑啊。那么汉代人相信认为所谓神仙喜楼居，神仙都喜欢住在高的地方。那么后来佛传入了以后，佛教传入了以后，那么他们就也为佛作为神仙的一个类型是吧？汉代人理解他可能也是神仙的一个类型，就给他建了所谓塔是吧？那么这样的一种楼阁式的建筑是吧？那么在汉代我们出土的汉名器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楼阁的形态啊，这是一个望楼，瞭望用的。那么这是一个水榭啊，这是一个水榭建在一个水池当中是吧？来这个一个游览一个观景的建筑啊。那么还有这个院落是吧？就是一个住宅一个院落。那么还有像这些作坊是吧？那么在名器当中都得到了反映，甚至像这个猪圈是吧？这样的东西。那么这是一个仓库啊，一个陶的仓库，采用这个井干式啊，采用这种所谓干栏建筑的方式架空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形态，当然这个很功能化啊，非常功能化。还有陶的水井。啊，做陶的水井，那么反映当时的这种很成熟的技术，就是他用一个滑轮，把那个水桶可以放下去打水。那么这种方式可以说流行了2000年啊。那么一直到20世纪啊，这样的井在很多的中国农村地区仍然都在使用。那么前几年在河南内黄啊三阳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就是三阳村的这个汉代村落遗址，这个地方呢，发现的地方是一片沙地，就是原来这个河改道了以后冲击出来的一个沙地。那么他们是在挖一个水渠的时候，想修一个水渠，然后挖下去以后，突然发现有遗迹啊。那么做了清理以后，发现是一个汉代的，应该是村落的遗迹，墓葬。啊，是这个秦汉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类型。那么最著名的，比如说始皇陵，是吧？秦始皇陵，那么不用说。那么秦始皇陵，今天我们剩下一个山坡，是吧？剩下一个巨大的山坡。那么原来是什么样子？是吧？原来是什么样子？杨鸿勋先生做过一个复原，认为它本身也是一个高台建筑，是一个9层高台，啊，非常大的一组建筑。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想象复原啊，一个想象复原图。当然，秦始皇的这个始皇陵，他是把他的一个国家啊，按照一种他理解的方式，把它埋到了地下。所以我们会发现，环绕着始皇陵啊，边上我们有军阵啊，有这个我们非常著名的兵马俑。是吧？然后里头还有所谓石铠甲的，就专门放这个盔甲的地方。然后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作坊的这个俑的场景。那么汉代的陵墓也都规模很大，是吧？跟这个秦始皇陵也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汉代的陪葬的东西，跟秦始皇陵比起来啊，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汉阳陵。啊，汉阳陵汉景帝的那个墓了，汉阳陵，那么它的陪葬的一部分的陪葬坑已经进行了发掘，那么它里头的俑的尺寸啊，当然比兵马俑要小很多很多，但是它完全是按照当时这个汉代帝王的宫廷生活啊，各个部门是吧，有厨房，有其他的一些部门，甚至有专门为他养的牲畜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埋葬来做的啊。那么在汉代墓葬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谓这个我们讲的用木头来建整个的墓室啊。那么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大宝台汉墓，然后里头出现了一种形制是吧？这个在古代文献当中有记载，叫黄肠题凑。就是他把那个柏木啊做成一定尺寸的这个木方，然后把它堆叠在里头，构成一个巨大的墓室。
那么这几张图是关于这个北京大宝台汉墓的这个墓室。那么当然在春秋时期，比如说在楚国的一些墓葬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啊。那么恐怕这个汉代还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样的一种墓葬形式啊。那么汉代的墓葬形式是极其丰富的啊。那么特别是汉代的砖石墓葬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那么它的砖的加工啊，那么根据这个墓葬的需要啊，包括做的那个砖之间的交接的那种榫卯，那么都有它很独到的地方啊。那么应该是这个时期啊，实际上砖结构在墓葬建筑当中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啊。那么当然，地上的建筑恐怕主要还是木结构的啊，地上的建筑主要还是木结构。那我们可以看几个这个汉代墓葬的情况，这是石头的啊。打虎亭汉墓里头有极其丰富的壁画啊，反映了当时汉代的宴饮生活等等。那么恐怕是墓主人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四川的这个麻号的崖墓是吧？那么这是东汉的。那么在这个崖墓上呢，有很清楚的斗拱的痕迹啊，有很清楚的斗拱的痕迹，反映当时包括就是反映当时建筑的做法，包括它的那个椽子啊、瓦啊，都非常真实的刻画出来。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在麻号崖墓当中还出现了佛像啊，所以我们可以确认的说，在东汉时期，佛教已经传播到了像乐山啊这样的地方。汉代的建筑非常丰富，是吧？还留下了一些其他类型的，比如说阙。那么石阙，现在保留下来数量比较多。那么这组石阙呢，是一个庙阙，就是这个太史山啊，我们讲这个登封嵩山啊，太史山、少史山。那么这是太史山的这两个进山的这个庙阙啊，它也是一个入门的标志啊，就是入口的标志。这种形式实际上一直影响到后来中国的宫殿建筑，包括像到后来北京的午门是吧？这个故宫的午门，那么都实际上受到早期的这种阙的影响。这是一个墓阙啊，这是在那个雅安的高仪阙啊，在四川雅安的高仪阙也是现在我们保存非常完整的这个石阙。那么从上头这些雕刻可以反映了当时木结构建筑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它用石头来仿木的结构。那么根据这个石阙，我们反过来推算啊，当时的木结构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当时的木结构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层层叠叠。那么这种形式实际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木结构影响的范围内，包括在韩国、在日本，其实还能够看到这种木结构的痕迹啊，这样的一个木结构的痕迹。这是汉代的一个桥的考古发掘现场啊，发现了非常大的木柱啊，非常密集的木柱。然后我们还发现了这个桥墩石啊，引水面采用这个尖的形式来分水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桥梁的形制，在汉代应该已经相当完备了啊。那么而且它的木结构，从这个桥梁上反映的木结构来说，它可以做很大很大的建筑，用材都非常的粗大啊。那么好，如果我们对这个时期的城市和建筑的发展做一个总结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基本的情况啊。一个是城市的发展啊，它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都城规划思想啊。无论是这个秦的啊咸阳的法天象地，还是后来汉代的啊这种它在有限度的情况下，实际上你看到它那个形状啊，一个自然形态的形状，但是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它对于所谓帝都的理解啊，就是他要建一个他认为这个紫微星是吧，是实际上是北斗啊，这个位置应该是这个天地居住的地方，那么人的城市应该跟它对应啊，所以在这儿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我们后来讲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啊。过去我们讲啊，这个
老子曾经说这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啊。那么作为帝王啊，他要体现他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他认为君权是神授的，他的居所，他的城池应该跟天地是对应的啊。那么这些想法都在汉代的城市当中，实际上在秦代的城市也好，在汉代城市当中都得到了反映。那么他们形成了非常独特的一种规划思想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我们讲的中国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老庄的，还是这个，还是孔子的，是吧？那么这些思想，那么都影响了当时人们对于城市也好，对于建筑也好的理解啊。那么在这个时期，我们发现，那么斗拱它的成熟决定了中国建筑的一个基本形态啊。那么而且实际上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审美的趣味啊，开始完善。那么它也决定了中国建筑在形态上与其他文化建筑在形态上的分道扬镳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埃及的啊，还是这个北非其他地区的沙漠地区的，或者什么欧洲的啊，它的建筑发展，那么它有自己的多样性。但是从汉代啊，经过这样的发展，中国建筑的形态就开始逐渐的完善啊。那么当然，中国建筑上这个很多重要的细部，包括它的瓦式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在这个时期都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啊，然后变成了我们后期啊建筑发展当中一些最重要的形态的要素。那么这个时候在汉代都已经具备了。今天呢，想讲一讲这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建筑。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期啊。上次我们讲到应当说秦汉的时候，中国的建筑基本有了一个雏形啊，基本上我们后来的一些特征它已经开始具备了。那么到了这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实际上三国也还是在东汉的时候啊。应当说这个时代赋予了中国建筑一种很特别的精神啊。那么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的很多方面，我想是一个非常浪漫或者充满了想象力，然后思想在一个不断变化飞跃，这个是一个飞翔的时代啊。我不知道这么比喻是不是很合适。就是如果我们比较日本的某一个时代，比如说平安时代啊，好像跟这个时期就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啊。它是一个各种各样神怪、各种各样信仰传说，然后充斥到中国社会当中的这么一个时期。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中国建筑是有深刻影响的，是赋予了中国建筑很多很独特的精神特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期大家知道，三国是一个战乱的时期啊，是这个魏蜀吴三国打来打去。那么两晋，特别是西晋的时候呢，应当是有一个稳定的时期，但是很快这个稳定时期又被打破了，所以又是进入到一个战乱的时期。然后南北朝，那它是一个各种各样的战争、各种各样的争夺，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不断的发生。但是与此同时，又是一个缺少一种好像很系统、很强烈的思想来控制这个社会的一个时期。
那么它是充满了一种自由精神的时代。那么这些都会对建筑产生一个深刻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讲到玄学，这个时期是一个玄学盛行的时期，那么可能和当时的这些士大夫阶层，在这个当时的所谓政坛上，总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他可能更多的会去关注一些思想上的东西。于是这个时代，它的所谓清谈之风盛行，是这个比较流行的是老庄的一些思想，那么这些思想，反过来又影响了这个封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这种对于自然的看法，对于自然的理解，又影响到他们去追求所谓的返璞归真，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那么应当说玄学也好，老庄也好，包括后来的道教的发展也好，对于中国园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这个时期又是中国园林处在一个发展转折的过程当中，它赋予了中国园林很多新的东西，或者把中国园林当中某些在秦汉时代已经开始出现的东西，把它定型化、固定下来，变成园林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那么另外这个时代佛教的发展又深刻的影响到我们一些新的建筑形制的出现，比如说宗教类的所谓石窟寺也好，是吧，寺庙也好，那么都跟这个时期的这些思想发展有关。如果我们简单的来看，是吧，我们把它的历史的一些大事迹把这列出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那么这种动荡也影响了在这儿我们出现频繁的迁都，比如说有很多重要的都城，我们后头会提到，像邺城，是吧？曹魏的邺城，是吧？像后来北魏的平城，然后后来又到洛阳，是吧？那当然还有南朝的建康。那么这些城市的建设，也都是在过去所谓从周，是吧？确定的这种礼制的城市形制，然后到秦汉，是吧？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后，那么大家都在重新总结提炼，到底建一个都城应当如何规划城市。那么这个时期这样大量的都城建造，恰恰也推动了这种都城规划思想的一个发展。那么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时期的城市。那么当然讲到这个时期的城市，我们首先要提到曹魏的邺城。邺城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那么在很多的可能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啊，或者我们的影视作品啊，这些当中都会提到这个城市，是吧？只要跟那个我们讲的三国时代有关，那可能都会提到这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当中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对后世影响很大的设施，比如说所谓铜雀三台啊。那么当然有很多传说，是吧？后来有一些人写了一些诗啊，那么但是铜雀三台对于邺城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实际上是邺城的一个军事营垒。那么当时的城市实际上在秦的时候，我们讲到它法天象地，是吧？它希望它的宫廷，它的那些宫殿跟天上的这些星星们是有关系的，反映了一个所谓地上的天堂或者人间的一个先进这样的一种思想。那么汉代的城市当中，特别是汉长安，我们可以说宫殿占到了它的绝大的部分的城市用地。那么这些城市都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演化过程当中，其实它的功能是不完整的，或者说它的规划思想也还处在一个萌芽，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还很难说它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或者相对固定、有很清晰概念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想。但是在邺城就不一样。那么这个刘邦是吧，在兴建他的这个长安的宫殿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就是他对宫殿或者对于城市的理解让非壮丽无以重威。后来当然更晚了是吧？到了宋代，有一次这个
大概是赵匡胤啊，当他的这个都城兴建完了以后啊，皇宫兴建完了以后，然后他让手下的人说：“你们把那个大门都给我打开。”打开以后一看，从他那个坐在宝座上往前一看，一条轴线，一层层的宫门延伸出去。哎呀，他说：“这个我现在坐在皇位上了，是吧？天下人看我啊，就像我看这条轴线一样，我的每一个决定啊，每一个举动，大家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我稍有不公正的地方，大家都会看得清清楚楚。”那么这是他们对于城市、对于这个他们宫室营建或者对于我们轴线的一种基本的认识。那么在这个时期，在曹魏的邺城的时候，那么也开始把城市这样的规划。比如说，他把城市把宫殿放在城市的后半部分、北半部分，然后前面是由这个街巷分隔出来的一个一个的街区。这些街区呢，可能是各种不同的这个职业的人啊，相对聚居的地方。然后城的后半截啊，它是有一条东西干道，把城分成南北两部分。那么北半部分的西北部分，就是这个宫殿、园林，是吧？当然还有铜雀三台。那么东边就是那些所谓器吏，就是这个贵族们。或者当时的这些大家族、豪族这些权势阶层，他们的住宅区。然后在这条大街的南边啊，就是城市的，比如说市场啊，然后居民区啊，当然中间部分是官署。那么它形成了一个规制，就是宫殿啊，宫殿的前面是官署，然后一条大道一直通到南城门，那么形成了一种所谓轴线关系。那么这是在邺城形成的，而且邺城的这种分区，城市分区对于后来的城市规划来说是很重要。那么它的那种所谓里坊制度，一直影响到我们后来讲到的，比如说讲到的唐长安，是吧？以后我们还会再提到。曹魏以后，后赵啊、东魏啊，那么这些都对这个邺城进行了建设啊。那么所以邺城后来又成为一个好几个时期的都城啊，那么它在中国的城市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它的这种重要性，刚才反映在我们说的这种城市格局、这种方格网的系统，分成了南北区，然后皇宫的位置，然后特别是它的防御设施，我们讲到的铜雀三台，好像。很多时候是把它跟这个园林、跟这个曹操的游乐，是吧？当然，曹操在这上头，他约了很多这个他喜欢的诗人啊，到这铜雀三台上去赋诗啊，去写赋，是吧？那么这些，对于中国文学史是有深刻影响的。但同时，这三台绝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过去说的，好像建一个高台啊，来眺望远处的风景，绝不仅仅是这种作用。那么这三台实际上是一个军事设施，比如说这个上面有一个三台当中有一个叫兵警台，那么他们在里头储存了大量的冰块，是吧？储存了煤炭啊，那么这些东西都储存在这个台子上，实际上它是一个库房。实际上这个地方有点像我们讲到的西方城市当中的所谓卫城，它是如果这个城市发生战争的时候，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甚至是最后最关键的战斗的堡垒。那么只要这个地方不被攻陷，这个城市就依然还是掌握在原来的这个占领者手中或者原来的使用者手中。那么像这三台，实际上上头储存了我们说最基本的一些生活的用品，水、燃料，是吧？当然还有兵器，是吧？打仗的时候还有兵器。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了后来当这个曹操当他们把这个都城从邺城迁出来，迁到洛阳去的时候，他们仍然在洛阳建了同样的设施，
仍然在就是建立一个所谓京庸城。那么一样也是这个洛阳城当时的一个卫城，一个堡垒。这张图片是一个我们现在的金虎台啊，这铜雀三台当中金虎台的一个遗址情况。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留下的就是一些夯土台子了。在2012年，在邺城的东部发掘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了这个一些佛的造像的残片，这些造像极其精美，那么反映了那个时代佛教已经开始应当说对邺城这样的城市产生着影响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影视作品当中还有很多关于这个什么铜雀三台啊，是吧？这样的一些形象，那么这是我们现在人的理解。这个城市的环节，我有一个遗憾，就是那个北魏的平城，就是大同的这个城市，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做的比较有说服力、比较细致的一个研究出来啊。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因为平城实际上承前启后啊，它继承了可能曹魏邺城的一些东西。然后它又导致了所谓北魏洛阳的那样一个大转折，但我们恰恰就缺这一环，没有，对它研究很少。那我想，可能，如果我们有一天是吧，有考古的证据，能把这一环补上的话，是吧，我们就有一个很连续的中国的建筑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脉络，或者它的一个规划发展的一个脉络就可以呈现出来。但是我们到现在了解这块的太少，我总觉得从邺城过来，应该再经历了一些变化，怎么样就转到了洛阳那种形态？虽然我们可以说啊，那个邺城很多的东西在洛阳里头是有延续的啊，但是还是缺啊，还是缺。那个我们想，包括像在邺城出现的这个。豫园是吧？这一片豫园，然后边上这个铜雀三台啊，形成了这么一个格局的关系，然后转到洛阳就变成了金庸城，然后甩在城的西北角上那一片城堡啊，这样的一个布局的方式，就到底那个时候人怎么来考虑它的防卫系统的问题啊？一个城市防卫系统，这个欧洲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案例，无论是雅典卫城也好，还是那个罗马的那个开辟多山也好，是吧？罗马人最后打，就是死守那开辟多山那小山头，死守是吧？然后最后这个把敌人打败了。虽然大部分地方已经陷落，然后他最后还把敌人打败。那么这样的一种布局的方式，在中国城市规划当中，我们不说那个。什么九经九纬啊，营国制度啊，就是在那么一个战争时期，他肯定首先要考虑的是防御功能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这里头是怎么描述的？是怎么考虑的？我们现在了解的也还是有缺憾，也还是不充分。曹魏邺城的主要特征：宫城在北，市里在南。自城南面正门有主街直抵宫门。夹街建官署，构成全城中轴线，突出宫殿、官署，其余分列左右，体现出明显的秩序。但限于原布局，宫城偏在西北，并不居中。与西汉长安主宫在南，以后陆续增建多宫，与官署、居里杂处和东汉洛阳南北宫冲塞全城，隔断东西交通的布局全然不同。开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新模式，引河水进城内，在干道两侧形成纵横的街渠系统，又在部分大道傍建有布廊进行绿化。我其实讲这课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因为怎么样来描述这个时代啊？怎么样来描述这个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时代？因为我想建筑的发展它永远不是孤立的，就像我们讲到。比如说，我们讲到商周的建筑的时候
啊，商周讲毛次土街啊，讲四阿重屋啊等等，就是你好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建筑，甚至我们有一些这个复原表现出来的建筑都很粗陋啊，都很粗陋。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跟当时的那个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有点对不上。比如说我们看到青铜器啊，商周出了那么精美的东西，那么漂亮的青铜器，那么高的工艺，那么精致的描绘的形态，而且它那个形态的描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高级的形态，它不是完全写实的。就像我们看那个汉代的雕刻一样，也许你觉得汉代的雕刻可能不那么怎么说栩栩如生，但是它有一种精神在里头，它有一种抽象的力量在里头，它一种很强的那个精神力量在感染着你。不是一个好像很真实就怎么样，是吧？马的每一个毛发呀，每一个血管啊，都表现得很准确。它不是那样，当然希腊的东西可能也是那样啊，但是它不是那样，它很抽象。可是它那个抽象里头有一种对美的欣赏啊，有一种美感在里面。那么魏晋南北朝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想象，我理解。我认为我们当中一定还有很多缺环啊，比如说商周的建筑，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要高级的多啊，要讲究的多。那么南北朝的建筑又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跟它的精神特质是有关系啊，就是秦汉搭起了一个框架啊，在南北朝时期发展到这个时候了，那么一个时代，我们讲宗马华讲的那段话讲得很好。那么我们到底给了建筑一个什么精神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时代我想是赋予建筑一个精神的东西，包括它的审美趣味啊，包括它对问题的一些看法，基本的看法，就自然观的东西、世界观的东西，都赋予给这个建筑，让建筑变得更丰富、更具有精神性。我们讲的园林也好，宗教建筑也好，甚至是城市规划，都表现出这样的精神。那么好，我们下面来谈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洛阳的情况。在公元220年的时候，曹魏就定都洛阳啊，这个邺城呢就降为陪都。那么当时定都洛阳他们也在考虑，因为汉代汉代的时候已经洛阳城已经在了，但是后来因为破坏啊，因为战火啊，那么这个城市被废弃。那么现在重新定都洛阳，需要对这个城市进行一个规划。那么在这种规划的调整过程当中，应当说邺城的规划经验对于他们重新调整洛阳的规划是有重大帮助的。比如说，他们再次把原来的这个汉代洛阳的那个两宫制度是吧，就是它分成南北两组，然后中间有一个天桥或者有一个复道把它们连接在一起。那么现在好，在重新规划洛阳的时候，他们就把工程集中了啊，把原来的南宫部分给它取消。那么另外在城里头，布局就是按照我们说的左祖右社的格局，设了这个社稷，设了这个祖庙，然后在城市当中设了一些市场，集中的市场啊。那么这些呢，成为一个后来我们讲封建时期城市的一个主要的这种形态。这是一个洛阳的平面那么洛阳在它的工程的规划当中，也同样注意了所谓朝会区和衙属区之间的关系啊，形成了一个城市的核心部分。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匈奴衰落了，那么另外一个很强大的民族崛起来就是鲜卑。到了公元398年的时候，
这个鲜卑的部族就开始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然后他们就把都城定到了平城，就是今天的大同，然后改了国号，叫魏，然后称帝啊，就跟这个后来的晋朝没有关系了，就分裂出来。那么到了公元439年的时候，鲜卑的这个北魏就统一了中国北半部，那么这样就构成了我们后来说的所谓南北对峙的一种局面啊，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南北朝。公元330年，在建造建康的这个新的宫殿的时候，这个位置选的也很有意思，就是在玄武湖、石头城啊这样的一个环绕的区域当中建造了新的建康城。然后它的大道一直穿出城外，然后前头有一个河过去，然后它在上头建了一组浮桥，叫朱雀行啊，然后定了一条国门大道，然后进来以后是宫殿。那么宫殿的这种形式和格局，实际上还是按照很像这个汉魏时期的这个洛阳的这种宫殿的情况。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国门大道的两边啊，在这个御街的左右规划了官署啊，在这个南端临近秦淮河的地方，分别建了太庙和这个太社啊，就社稷和这个太庙规划在这个两边。那么实际上就是按照过去的传统，像这些重要的祭祀应该是到郊区去啊，就要出了城。那么它的规划也基本上这样的一种形式。这是建康的那个一个城市的图像，大家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城市呢，实际上是在今天南京的中部。最早呢是孙权建立的啊，当时叫建业。晋的时候，这个把它的名字做了调整啊。西晋末年呢，就改成了叫做建康。那么在孙吴之后，东晋啊，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在这儿定都啊，所以南京呢，后来又把它称作一个六朝的古都啊。实际上，它大量的时间就是大量的那个所谓朝代是南朝的时候的这个这些朝代。那么它的规划的基本的方式，实际上和邺城是接近的啊，和邺城非常接近。它也是宫殿在中间，然后前头是有一些衙署，然后一条大轴线是吧过来，然后周围是有这个居民区，然后有集中的市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格局方式。那么这种格局方式恐怕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就是从这个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时期，那么一直被当时的这些主要的城市在规划过程当中所遵守。那么后来北魏在493年的时候迁都到洛阳，重新规划调整了洛阳。那么当然北魏当时已经非常强大啊，北魏当时非常强大。那么不仅仅是它的国力很强啊，而且北魏的佛教啊在当时发展的很快，所以他在重新规划这个洛阳的时候，也有大量的寺庙在里头建设。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对城市还是有很大影响。规划这个洛阳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就派了他的大臣，比如说什么蒋绍游啊、李道固啊，那么这些人就出使南朝啊，然后参观了建康是吧？他作为北朝的使者啊，可能看到很多东西，然后他都记下来、画下来，然后带回到他洛阳的城市规划里头，把这样的一种东西吸收融合在新的洛阳的城市规划里面。那么在北魏的这样的一个很仔细、很用心的一个规划建设过程当中，呈现出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啊。比如说，它在规划结构上，它强调了以我们以前提到过的这种所谓营国制度啊为依据，那么把宫城放在城市的中心，那么按照这种所谓择中的这种传统啊，就是最重要的应该放在中间啊，把宫城置于城的中部，把城又放在郭的中部啊，这个城郭就是它是这种好几层的城墙啊，相互环绕，形成这样的一种格局。
那么另外呢，它发展了强调中轴线为主，是吧？内城就是用主轴线去延伸啊，然后把它的那个祭祀一直推到了很远的地方，就是城南很远的地方，所以这种郊区的地方啊，把它的祭祀。那么这样呢，就用实际上这个祭祀区和它的宫殿和它的主轴线就拉起了一个城市大的结构，然后城市在东西两侧沿着这样的一个结构发展，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内城啊，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活动的中心，外城变成了一个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城里面啊，主要的就是宫殿、宗庙、社稷啊，然后还有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永宁寺，后头我们还会提到啊，在内城里头。还有一些权贵的住宅是吧？就是跟皇帝很近的这些人都住在这个里面。那么在外面啊，主要是以市啊为中心，那么各种各样不同职业的人，根据他们的职业就居住在那个市场的周围啊，变成这样的一种布局的方式，就是居民根据职业分区。后来有很多文献记载，比如说有些里坊里头。是酿酒的啊，集中在这个里坊里头，都是造酒的。那个里坊里头可能是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啊，都住在一起，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它里坊的规模呢，按照我们看到的材料是吧，大概是就是四边形了是吧？每边长300步左右啊，这样的一种格局的这样一个大小的尺度。那么城防啊，在它的所谓城啊，我们讲城和国，在城的西北角啊，它规划了一个金庸城，然后上头建了城堡。那么这个格局、这个布局的方式，其实和邺城是一样啊，是按照邺城的传统来做的。然后在城郭内外有大量的寺庙，比如说我们有一本书啊，有一本古代的这个很重要的书啊，叫《洛阳前兰记》，里头就记载了当时北朝的时候洛阳城里的这些寺庙的情况。那么应当说，北魏洛阳，它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北魏洛阳奠定了中期封建社会的城市规划制度：一、城以宫为中心，郭以城为中心；二、继承前期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制度城郭分工的传统；三、整个城市规划采取以宫为中心的主体规划结构形式，突出了中心区的主导地位；四、宫城仍为前朝后寝，宫北为御苑、华林园；五、居住区以职业阶级划分，仍采用里坊的形式；六、采用传统的分级和方格网道路系统。北魏洛阳城市规划的意义：一、秦咸阳、汉长安后的一个转折点；二、东汉以来营国制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那么下面呢，我们想讲一讲这个佛教的发展，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它对后来我们中国建筑的发展有很深刻的影响。我们今天保留下来的大量的早期建筑，实际上都是宗教类型的建筑。那么在汉的时候，如果我们讲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东汉的时候。那么佛教是西来的原来我们讲是西来的，是从这个印度然后传到了可能西亚地区，或者西亚中亚的地区，然后逐渐的再传进来。那么这可能和那个张骞当年打通西域这个是有关系的有关联的。原来这个尽管交通路线是存在但是它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小的这个国家把这个路可能并不那么顺畅，
那么只是到了张骞的那个时候，他把这些路网，因为他出使啊，一路出使访问过去，建立起了一个所谓汉帝国和西亚、中亚啊这些国家很密切的一个关系。那么这是一张当时的这个沿图啊，就我们讲丝绸之路沿途的重要的国家的一个图。那么当然，丝绸之路带来了文化交流啊，佛教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人曾经做过一些研究者做过一些统计啊，早期的。那么他说当时这个罗马每年要花很多的钱，从阿拉伯半岛啊，从印度、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东西啊，其中丝绸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象。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的传播啊、发展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进行着。那么我们在这些地区啊，沿着丝绸之路这条线，我们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纺织品啊，像在尼亚啊，出了一个这个护胳膊的啊这样一块织物啊，这上头呢，这应该是当时上层贵族的东西。那上头有些字是吧？写的是5星出东方利中国啊，这很重要啊，这很重要，说明当时的文化的这样，或者说一个所谓中国的概念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吧？怎样形成的？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在北周的时候还出了这样的一个钱范，就是铸钱的那个模子，然后上头呢。有4个字非常有意思，叫永通万国啊，就是我这个钱到处都能流通。所谓万国，那么肯定跟周边的这些国家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反映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和传播啊。那么当然，我们比如说在这个5世纪、7世纪的这个波斯啊，它的铜镜跟我们的很多铜镜是很接近的。那么不知道啊，这样的一个影响是怎么样啊？是怎么样在当时是怎么样具体出现？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僧人啊，叫法显，他大概在公元399年到412年之间，到印度去取经啊，在唐僧之前了啊，在唐玄奘之前，那么他也是沿着丝绸之路进去啊，也是沿着丝绸之路那么转一圈进去，然后最后。又绕回来啊，又坐船绕回来。那么这样的一条线，实际上我们可以反映，就是当时我们跟印度次大陆是吧？然后跟这个西亚、中亚这些国家很密切的文化的交流。好，那么我回来讲到佛教啊。那么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或者在那样印度次大陆上的发展。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它是基于一种哲学思考产生出来。它的妙啊，所以早期它也是一个圣物崇拜啊，就是释迦牟尼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他参透了人生的道理，然后把这种道理传播给了他的学生们。他去世以后，那么学生们仍然怀念他，仍然崇拜他，然后把他的这些遗物。收集起来，供奉起来，来崇拜。所以早期的佛教不是一个形象崇拜，而是一个圣物的崇拜。那么在印度是这样啊，然后于是他建了一个塔啊，这个塔实际上是个墓啊，图吧，建了一个墓，然后这个人怀念这个释迦牟尼的时候，或者想念他的这些学说的时候，就能围着这个塔转啊。这个哎呀，我们想回想他当年的音容笑貌，然后回想他的这些教诲，那么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啊。那么慢慢的形成了一种所谓绕塔啊，进行仪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应该顺时针这样的一个绕。那么到了中国以后啊，形成了中国的寺庙啊，然后跟中国的传说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对于中国人比较好理解，佛是什么啊？佛是神啊，是一位神。
说起来他好像这个可以拯救人是吧？那这显然不是一个人是吧？这应该是一个神，按照我们说，他就变成一个神。然后这个神，你看住在哪儿呢？神住在哪儿呢？我们说神住在印度，好像太远了，这不好保佑我们。然后我们说，按照汉代的传统，叫仙人喜楼居，这个神都应该住在高的地方。那好，我们给他建一个楼，请他住在上头，然后这样离我们很近，可以关怀我们，可以保佑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那好，然后慢慢的就有了所谓中国式的塔，啊，然后就把佛供在上面。然后后来觉得，这个塔放一个舍利，不管这个舍利是一个什么样的舍利，是吧？是一个佛的遗物，还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吧？放在里头，这对老百姓来说认识还有困难啊。这佛到底什么样？还要有一个形象，然后慢慢的就又有佛像出来啊，又有佛像出来，那么就变成供奉佛像，就变成一个形象崇拜。那么这些都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啊。那么恐怕白马寺初始的时候还不是这样，是吧？白马寺初始的时候还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到后来，比如说我们在什么连云港的这个孔王山啊，那些很早的那些石刻上，它已经开始出现佛像的样子，就它出现的很早，出现的很早。上次我们讲到那个，讲到汉代的时候，是吧？我们讲那个东汉的麻号崖墓，那崖墓上就已经有佛的形象，非常标准的佛的形象。啊，盘腿坐在那儿，然后背后有这个有这个佛光啊照在后头，这种形象已经很标。就是这种形象的变化，这种崇拜，恐怕在进入中国地区以后，那么它就已经开始逐步的形成了。那么佛教在北魏啊得到了信奉啊，得到了推广啊，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啊，那么在北魏的这个城市里面，就出现了大量的佛寺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像这个平城啊，我们讲大同最重要的什么？云冈石窟啊，云冈石窟就是一个佛教造像，就是一个佛教的那么一个石窟。那么当然，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来建造这样的石窟，然后到了后来，包括到了洛阳啊，洛阳里头建了大量的庙啊，成千上万的庙，那么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大量人口、财富、土地流入寺庙啊。开始的时候无所谓啊，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大量的人口、土地资源流入到寺庙以后，皇帝就不干了啊。那么可能就影响了，比如说大量的人口进去了，他不能征兵打仗的时候没有兵源是吧？然后大量的土地流进寺庙了以后，他的税收受到影响，那么皇帝就要开始限制这个佛教的发展。那么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比如说北魏的所谓法难是吧？就是北魏的这些帝王是吧，要压制佛教，然后他发现大量的土地到了佛教那儿了，怎么办呢？于是他要求没收那些土地，要求这个进入寺庙的这些所谓僧侣还俗是吧？还俗了以后，冲到我的军队里头来，编入我的军队，跟我打仗去。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甚至当他后来发现了寺庙里藏有武器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他要灭法啊，就是把这些寺庙都烧掉，然后把这些僧人都杀掉，等等，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事件。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呢，有3次这个所谓大的这样的，用佛教的话讲是法难啊。北魏有一次，然后这个后来大的是吧？唐代还有一次。那么唐代那次也是破坏的非常厉害，当时大量的佛教的寺庙都被拆除。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这个我们保留下的唐代建筑，屈指可数的唐代建筑当中，
居然有一座小建筑啊，就是这个南禅寺啊，五台山的南禅寺是唐代那个会昌灭法之前留下的东西，这后头我们再讲。那么我们如果读文献的话，在《后汉书》里头曾经提到，是吧？汉灵帝的时候，丹阳有一个人，他建了一个很大的庙，然后还建了一个，他叫什么？就是应该是塔，是吧？建了一个很大的塔，然后塔上呢有塔刹，啊，有塔刹，叫上垒金盘，啊，一层层那个金盘坐在顶上。那么这种形象就变成了后来佛教塔区分于这个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啊，很重要的标志。那么这个时期的寺庙啊，当然我们没有留下这个时期的完整的寺庙的形态啊，没有留下，我们都是考古发现出来的遗址啊。那么从这个时期的遗址来看，很多的寺庙是中间围绕着一个塔啊，然后一圈建筑，一圈建筑。这个我们曾经看到一个很有意思、非常标准的实例，就是在大同啊，云冈石窟的上头，它有一个北魏时期的寺庙遗址，就是这样的一种格局啊。那么这种格局应该是当时寺庙比较反映早期传进来的那种所谓印度影响的形式的寺庙。那么后来慢慢就这个塔比较抽象那个形态，然后就开始慢慢中间就变成大殿啊，大殿里供奉佛像，然后就演化成我们今天常见的那个寺庙的形式。好，那么这是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时期的一个情况。佛教及佛教建筑的中国化，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经历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在寺庙形式和佛的形象上日益汉化，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步骤之一。崇拜从抽象到具体，早期佛教徒以对藏有舍利佛骨的塔膜拜、观相诵经、冥思禅修为主要活动方式，不易吸引广大民众。为了把佛经中所说佛的神通伟力、济世救人事迹和佛国之安乐表现为大众可见形象，佛像和壁画的作用就日益显得重要而有效。建筑从佛塔到佛殿，佛寺最初以塔为中心，佛像设在塔中，但佛塔内部狭小，以中国传统观念衡量不够威严庄重，像的大小和数量也受限制，遂逐渐产生另建佛殿以安置佛像的需要。佛殿在寺中逐渐取得和佛塔并重的地位，重要佛寺的大殿宛如宫殿，设在佛殿中的佛像也逐渐由印度人的形象服装改变为汉族或中国少数民族人的形象和服装，加上周围陈设的坐具帷帐，就俨然是在宫殿中帝王的威严了。这样，一些由国家建的大型佛寺就逐渐宫殿化了。舍宅为寺，寺宅同构的现实基础。佛寺中国化也和信徒为积功德大量舍宅为寺有关。这种由住宅改建的寺，受原有住宅布局的限制，大多不能很规范，有的地窄小，无地建塔，只能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有些有宅园的住宅舍为寺后，寺中也出现了园林。很多舍出之宅在都城或大城市中，这就为佛教在都城及大城市中日渐广布创造了条件。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看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建筑的遗迹，这个还是有一些特别石窟是吧，保存下来的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南北朝的佛教建筑当中，从文献上记载最重要的一个实例啊是永宁寺
啊，是永宁寺。刚才我们也提到，那么它是当时中国，它大概建的年代是公元516年啊，这时候建的。那么它是当时中国境内的第一大塔啊，可惜这座塔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因为着火啊，北魏末年因为着火烧了。那么他讲啊，他自己讲这座塔有9层高啊，然后下面是一个方14丈的一个大平台，一个大台基，然后这个塔高呢差不多有50丈、49丈这么高的一个9层木塔啊。那么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建筑，一个很大的建筑，极其宏伟的建筑。那么现在呢，我们对这个塔的遗址进行了发掘啊，那么大概能够看到这个遗址的情况啊。当然，具体那个塔什么样子，就只能是由这些这个从事建筑考古的人来做复原。那么我这儿挑了一些那个复原图给大家看，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啊。根据即便是同一遗址啊，因为它那个形象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每个人对它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它复原出来的塔是有差别的啊，是有它差别的。那么这张啊，就是这个比较接近于我们看到的北魏的这个，比如说像云冈石窟当中塔的形象啊。那么这张彩色的图呢，是这个杨鸿勋先生复原的啊，是杨鸿勋先生复原的。那么这个他是按照我想他恐怕是参考了那个北魏我们现在留下的石窟当中的所谓塔经柱的形式来做的，那么可能比较接近于我们对于北魏的塔的理解。另外下一张幻灯片，请大家看的是一个，因为我们做了这个永宁寺塔以后，是吧？就到底这一类型的塔应该什么样子？我们找了一个稍微晚一点的，可能时间上稍微晚一点，大概是公元6世纪到7世纪的，建在吐鲁番的一个现在塔的遗迹啊，这塔叫台藏塔啊，这样的一个遗迹，那么大概也是这种9间的一个大塔啊，方的9间大塔，但是这个塔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全部都是土坯的啊，都是土坯的啊，这样的形式的一个塔，大家可以参考。那么应当说，这个时候作为重要的佛教的一个建筑的内容就是塔。那么塔呢，分成了，应当说在这个时候大概有，如果讲高层塔，那么大概有2种基本的形式。一种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以永宁寺为代表的楼阁式塔，就是它实际上是那个中国单层建筑的一个叠加啊，我们把很多单层建筑叠加在一起，变成一个高的建筑，变成一座塔。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我们讲的密檐塔。密檐塔的形式不太一样，它更像是那个从原来这个标志佛教的这个塔刹演化出的一种形式。它每一层的层高比较小，很小啊，然后那个檐子很密，层上去，像那个就是那个坐荣是吧？上垒金盘啊，有点这种样子啊，就是塔刹那个样子做出来。那么它的代表作品啊，我们今天保留下来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就是非常有名的啊，在这个离少林寺不远登封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松岳寺塔啊，北魏的松岳寺塔。当然，学者当中研究对于它的年代有不同的认识啊。不过从现在我们从建筑史的角度来说，仍然把它时代啊定为这个北魏啊，大概是公元523年建的，523年建的。那么这是这座塔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塔刹，然后看到它的细部，从那些细部的纹样，包括门上的纹样、柱子的纹样，其实你还是可以感受到所谓从印度次大陆啊这样的一个区域传过来的影响啊，它的影响。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塔，这是在五台山的佛光寺啊。佛光寺呢有一个祖师塔啊，那么它没有准确的纪年，但是从形态上来看啊，应该还是属于早期的。这个梁先生呢把它判断为应该是北齐的作品啊，北齐的作品。这是这个塔和它的一些细部啊。我们今天保留下来这个时代，最为丰富的一个类型就是石窟寺啊。除了塔，我们讲到这个北齐的，讲到这个松岳寺塔是吧？包括作为遗址的永宁寺塔啊，大概差不多啊。那么，但是最丰富的啊，类型最丰富的实际上是石窟寺。那么石窟寺，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石窟寺的分布，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佛教传播的大致的过程。它也是沿着丝绸之路啊，河西走廊这么进来，包括我们在新疆啊有大量的石窟，然后到甘肃有石窟是吧？然后延伸过来，到了甘肃，后来进到到了陕西是吧？然后到了河南是吧？延伸过去，同时在陕西它就有另外一条路就开始进到四川地区啊，包括四川后来的安岳石窟也好，大足也好，那么等等啊，就是那一条线啊，四川也是一个石窟集中的区域，然后这边啊一直影响到了可以说影响到了我们的东端啊，整个这个石窟都是这么发展的。那么保留下来还是相当大数量的这个时代的石窟。那么从石窟来看啊，从石窟的形制来看，也分成这么几个时期。比如说北魏啊，比如说北魏的初期，那么它的石窟啊，我们看到的石窟大量的就是实际上凿龛啊，凿一个佛像，然后来拜啊，这是一种形式。那么后来呢，慢慢它就接近于，就是中间有一个塔形柱啊，然后围绕着一圈是吧？这么礼拜，就是这个所谓绕塔礼拜的形式，就在石窟当中有所反映。然后它还有所谓修禅的禅窟，就是在里头和尚在里头静坐是吧？然后这个修行的地方，然后还有进行礼拜的地方，然后这些东西就开始结合在一起，就开始丰富。然后到了再后来，那么我们看到的石窟的形式就更多的模仿了所谓建筑大殿的空间啊，就变成这么一种形态。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早期的石窟。那么在河西石窟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特别有意思，就是中间有一个通道，然后有一个大厅，然后两边有禅窟进去啊，这种修行的方式啊，在敦煌梦高窟就有这样的形式。那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梦高窟的情况。那么这张照片呢，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中间一个大通道是吧，或者一个大厅，然后两边开的小窟，小窟呢实际上是坐禅的修行的地方啊，是僧人坐禅修行的地方。那么慢慢的有些窟呢就开始模仿建筑的形态，比如说屋顶啊，做出藻井，做出很丰富的藻井，然后上头布满了壁画啊，然后好像一个建筑室内的感觉啊，这种东西就出来了啊。那么当然，它沿着那个窟壁啊，沿着这个中心的窟壁，它还是凿很多小窟，就是这个大窟可能是一个礼拜活动的空间，然后它又在边上又分出很多小窟，小窟又是一个修禅的空间啊，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格局。那么这个和印度的一些或者早期的洞窟还是有某些类似的地方。有些很接近的地方，那么再到后来就开始转化成所谓中心塔柱，是吧？就中间是一个塔的样子，就开始出现这样的形式。那么我们在敦煌的石窟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形制，其中有很多呢是对当时建筑形态的一个模仿，那包括屋顶的做法。包括在墙上装出木斗拱来啊，那么我们从那个墙上的彩绘也可以大概看到，就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的装饰是怎么做的。
那么在敦煌壁画当中呢，我们还看到兴造寺院的这个图形。我们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样来盖这些庙的啊，通过这样的图形可以看到。然后还有修建这个塔的啊，就是这个塔的形象，然后各种各样不同塔的形象。那么在敦煌壁画里头有极其丰富的建筑图像。曾经有些学者专门对敦煌壁画里的建筑形象进行过研究和分析。那么这个时期很重要的还有一个石窟，就是天水的麦积山石窟。这个石窟很特别，有人说它的整个格局就像一个坛城的格局啊，中间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山体，然后周围环绕着一大片环境啊，这么一个形制。那么在麦积山石窟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建筑的形象，特别是外延的形象。因为在这个敦煌石窟呀，敦煌石窟的外表面，石窟的外表面破坏的比较严重，因为它是在一个沙漠地区，那个沙对它的侵蚀很大，然后这个外表面大部分都已经没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经过60年代初的一个加固了的一个表面啊，就是表面已经处理了，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加固技术处理了。那原来早先剩下的东西已经很少很少，除了一些比较早期的这个宋代的窟檐什么还剩下，大部分那个外头的部分已经破坏的比较厉害。但是在麦积山石窟啊，包括河北的这个响堂山石窟，我们仍然可以在建筑就是在那个山体上看到他们在山崖上雕凿出来的建筑的形象。那么从麦积山石窟这张图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那大殿形象1、2、3、4、5、6、7间啊，然后它的屋顶就很像佛光寺的那个屋顶啊，很像佛光寺的屋顶。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得到，而且它的格局也是这样，它前头有一个前廊，好像是一个礼拜的空间，然后后头进去就是龛啊，里头供着佛像。那么应当说麦积山石窟已经很建筑化了，是吧？很像那个建筑的这个一个空间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家看一下。那么从一些细部来看，你会发现就是它有很多的细部的雕饰，还是反映了一个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的特征，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么当然讲南北朝时期的石窟，我们就不能不讲到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是南北朝时期非常有代表性的石窟，因为它的岩石的质量也相对比较好，所以它保存的那些早期的造像也还不错。那么像敦煌，我们今天保存下来主要是唐代的东西会比较多，早期的就保存下来可能很少。那么云冈石窟早期的这个窟的开凿方式，我们叫做一种大像窟啊，就是中间都是一个大的石造像啊，然后可能有弟子啊，有菩萨啊，有力士啊环绕着它，就是这么一个像。然后它所有开凿这个窟就是为了表现这个像。那么它的早期的大窟基本上这样，就是16窟到20窟，基本上这样一种形式啊，这5个窟。那么其中包括那个最大的那尊佛像，我们这个图片上有，大家可以看。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啊，稍晚一些的时候，那么比如说它第9窟、第10窟，那么它的那个虽然还是这个大像窟，但是从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门廊、它的柱子，那么就有更多的建筑的表现。那么在后面的一些作品当中，在稍更晚一些的作品当中，它满墙满壁都开始保留下来那些浮雕，保留得很清楚。那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到塔的形象、殿的形象、城门的形象，在云冈石窟当中都可以看得到。
包括塔心柱的情况。所以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就是从这些石窟当中我们看当时的建筑的情况。那么另外就是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呢实际上是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以后来新建的。那么早期的这个我们讲北魏时期的洞窟也仍然保存的比较好。虽然它的最主要的那一组是武则天时期，就是唐代的东西了，但是它仍然保留了很多早期的这个北魏时期的石窟。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石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河北邯郸是吧？这个南北响堂山石窟。那么它是北齐时期开凿的，大概是公元6世纪的时候的东西。那么在这座石窟当中，当然这座石窟破坏的比较厉害啊，很多的造像被破坏，但是它的建筑的表现仍然很充分，特别是对于塔这种形制的表现非常充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图像。那么另外比如说像山西太原是吧，那么还有天龙山石窟，那么它基本是东魏北齐是吧这个时期开始开凿的。也还保留了一些早期的洞窟。那么特别是从这些早期洞窟当中，它完全是按照建筑形象雕出来的立面，比如说这个柱子，比如说斗拱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照片啊，大家可以看。那么对于那个时代的斗拱也好，柱子的形态也好，其实我们很多是从石窟当中得到的。那么这是关于石窟的情况啊，就是石窟作为一种建筑遗存的情况。那么下面我们再想谈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石窟当中的建筑形象来看这个时期我们可能存在的这种木结构建筑的形态。那么石窟里头有太多建筑形象的表现啊，比如说屋顶的做法，我们看到大量的所谓phủ殿屋顶啊，这种四坡的这种屋顶的形态。然后屋顶上头有各种瓦饰，有各种瓦件，有那种像宝珠似的，而且不止一个啊，然后放在上头，然后而且那个屋顶上还有一些，比如说鸟的形象啊。那么斗拱就在这个时期的石窟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准确啊，非常的清楚。比如说人字形的斗拱，然后一斗三升的这种形态，表现得非常清楚。那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的柱子上的那些雕饰是在一个变化过程当中，它既融合了可能有一些源于欧洲的、源于希腊的，这样的一些装饰，比如说涡卷儿是吧？比如说一些反映那样的一个西方世界的那种纹样是吧？那种植物的纹样。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柱子上，石窟当中反映的寺庙建筑的这个柱子上，那么都得到了很充分的表现，很多了，大家可以看那个图片都有，我们不展开啊这儿。然后屋顶天花也非常繁复，然后上头雕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花卉纹样啊。那么我想，对于佛教寺庙来说，石窟来说，它表现的实际上是一个佛教的极乐世界，啊，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我想，同样的纹样、同样的装饰，肯定在当时的建筑当中是有的，要不然它凭空来想象的话，来做的话，恐怕不是这个样子。而这种形态跟我们后来发现的所谓藻井的形式啊，什么这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那么这张图像是一个涡卷啊，说的就是所谓西方的这种源自于希腊的这种艾奥尼柱式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在我们的石窟当中表现得很清楚啊，表现得很清楚。那么这种形态恐怕是欧洲的那个影响啊，然后到了印度，然后在印度变化发展了以后，然后再传是吧？经过这个佛教线路，再传到大同，再传到这个地区，然后在它的石刻当中得到反映。
那么塔心柱的情况实际上表现了一个塔的形状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塔的形象表现得非常清楚那么甚至在当时那个塔上呢，不止一个塔刹，一个屋顶上好几个塔刹，3个塔刹，2个塔刹，然后这样的情况都有出现。然后表现当时的城门，还是城门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殿堂的情况然后佛在他的那个位置上，然后斗拱柱式，然后非常繁复的屋顶，然后上头站着这个展翅欲飞的鸟。那么这个鸟可能是一个装饰的东西，可能是一个瓦件的东西。然后它的天花藻井，那么我们在这个云冈石窟的柱子当中，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形态的东西，然后你可以说这种形态，是不是跟希腊的那个 L 尼柱式有关系啊？甚至跟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些柱子的形态有关系啊？它可能都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用画图的方式把它整理一下我们会看到从石窟的这些建筑形态反映了当时建筑的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它是木结构完全是一个框架体系呢，还是石墙在里头起了一部分承重的作用。那么通过这些石窟当中的表现，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有几种不同的建筑类型。我们来看看这个图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可以有土木混合型的，是吧？有全木结构的，或者以主要的那个承重部分是墙体的，是吧？这样不同的一些形式都可以看得到。那么但是总体上来说，你会发现从这些形态上来看，我们的木结构的建筑体系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比较定型化了。那么经过了所谓那个汉代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到了南北朝的时候，经过两晋是吧？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那么它的形态已经比较固定了。那么从建筑形态上，从那个图像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屋顶形式在这个时候都开始基本形成。那么这是佛教建筑当中就是石窟反映的当时的建筑的一个基本形态。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想在这节课谈的呢，就是这时候园林的发展，这个时期园林的发展。当然我们可以稍微上溯一点到汉代的园林是什么？汉代的园林是什么？其实秦代的园林一样它的园林大部分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是一大片地，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树，然后这个树林里头放养了很多野兽。那么可能皇帝建了这样一个园林，然后他的大臣们就我哪儿找一点这个好的树奇花异卉我就献给皇帝，皇帝就把它种在这园林里头。然后这大臣们哪儿弄到点什么奇奇怪怪的野兽然后送给皇帝，皇帝把它放养在那，变成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皇帝在里头游乐然后在里头行为打猎变成这么一个场所。那么甚至有些还提到就是老百姓进去砍柴也有，因为范围太大。那么这个是汉代皇家园林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我们在汉画像砖当中也看到这样的形态，就是它很刻意的表现所谓树，表现植物，然后表现人的活动，就是在这个树底下有一个亭子有一个房子人在里头的活动，就是他对于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关照关注。那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形象的东西反映出来。那么所以当时的皇家园林恐怕是和这种游猎的功能分不开的。有人曾经描述宗白华曾经有一段话：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说《汉书》当中，有一些关于汉代的这个时尚的描述，也非常有意思。说汉末风俗啊是什么呢？他说京都妇女做愁眉提妆啊，哭啼的那个提妆，坠马髻，折腰部，取齿笑。然后什么是这个什么是愁眉，什么是提妆，什么是坠马髻，什么是折腰部，什么是取齿笑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所谓愁眉者啊，就是把这眉毛画得很细很弯曲，然后说这个提妆者就是薄薄的施一层粉，然后在眼睛底下往下划了一下，好像泪水要流下来一样啊，好像哭了一样。然后坠马髻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发髻啊，不是在正中间，是偏在一边，好像脑袋是匹马，然后这个人要掉下来那种感觉，是吧？然后折腰部也很奇怪，他说那走路的时候，那个脚不能正在这个身体的下面啊，就是你可能像弯着腰啊，那么一个走路的方式，是吧？然后取齿笑呢，就是说好像你笑的时候要像牙疼，然后不能笑得很畅快。尤其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风俗，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风俗，那么这反映一个社会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吧？然后说这个还是《后汉书》里讲到，说这个城里头啊，人喜欢这个很大的发髻，说四方高1尺，这个发髻做到高1尺，我觉得像动画片里那些人物，是吧？然后城中好广眉。眉毛要很粗，四方，而且占半个脸，太恐怖了，这画的。然后类似还有这个大袖子，是吧？大袖子呢要用1匹布啊来做这个衣服啊，就等等啊，等等。那么反正那个时期，后来人批评是吧，说风俗狂漫，是吧？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扶腰，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就奇形怪状，是吧？不健康，不健康。但是不健康，对于我们的园林来说，恰恰可能它赋予了很多，就是原来不想的，或者原来想不到的很多精神的东西，传到我们的，变成我们所谓一种审美的趣味，变成一个时代的对于美的理解，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讲精神的觉醒或者审美意识走向自觉的一个过程。那有很多的这样的事儿啊，比如说在这个六朝的时候很多所谓隐士，很多贤者都有很多的故事，都讲到就是他们很多不被世俗认为习惯的或者看好的东西，那么在他们身上都得到表现。那么甚至当时比如说服食丹药啊，他们有一种叫五福散，吃了以后人会发热啊，会发热，然后他们就跑到郊区去散丹，是吧？要把这热发出去，然后脱了衣服，是吧？那时候裸体也是很不招人待见的，是吧？就很放浪啊，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可能是一方面的事情，然后培养了一个他们对于自然的审美趣味啊，一种审美能力。那么在当时很多的诗里头啊，都体现出这样的一种特征。左思招隐诗，帐侧招隐士，荒途横古今。研学无结构，秋中有鸣禽。白云停阴冈，丹趴耀阳林。石泉数琼瑶，仙林或浮沉。飞碧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笑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兼侯良，幽兰见重金。踌躇足力烦，疗愈头无簪。那么好，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园林，是吧？讲的这么一个审美的趣味引导了这个园林。那么当时有很多很著名的园林，特别是皇家园林，比如说上林苑是吧？甘泉苑等等是吧？这些东西。那我们讲到皇帝在里头行为打猎啊，在里头饮酒作乐呀，是吧？所有这些我们有一些很多材料来表现。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顾恺之东晋的了是吧？有一幅叫这个女史箴图卷啊，其中描绘了一个场景，就是这个汉朝的皇帝在上林苑当中饮酒作乐，然后突然边上树丛里头跳出一只熊来，皇帝一惊啊，然后卫士还没反应过来，这时候他的一位妃子挺身而出，挡到皇帝的面前保护皇帝。那么于是当然这是一个很英勇的事迹是吧？于是为永世流传，顾恺之还把它画下来，把它画下来。那么说明什么？就是这些园林啊，并不像我们后来看到的苏州园林这样的小桥流水的东西，它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样子。那么好，这是汉代的皇家园林。另外呢，在汉代的园林当中，就开始出现一些主题啊，比如说一池三山。那么像比如说《水经注》里啊，讲到建章宫汉武帝造，周20余里，千门万户，北有太液池，池中呢起蓬莱、方丈、瀛洲三岛。一池三山，一个大池子里头，然后布置3个仙岛。那么这个跟他的当时道教的传说也好，信仰也好，神仙之说也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种形态对于后来的皇家园林的影响是深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建章宫的是吧？那么这样的有很多人做的复原，然后在北魏的华林园里头也一样有类似的构图。那么甚至比如说在南朝的这些宫苑当中，那么它在后头那个跟玄武湖连在一起的那个地方一样，在那一个湖面上也是要布置这个三山。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所谓水然后叠山是吧？当然这个叠山不一定是假山，也可能是土山啊，叠山，然后树木、植物、建筑就已经变成我们中国园林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些因素了。那么与此同时还有私家园林啊，但是私家园林可能跟皇家园林某些类似的地方，比如他讲到这个有一个文献上提到当时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袁广汉，他也是造了一个园，说这个园呢东西4里，南北5里，然后在里头还要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鸨、奇珍、奇兽、珍禽，尾鸡其间，极其复杂啊。然后也是要引水进来叠山，然后还养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么这是私家园林，当然这是非常非常有钱的这个人的园林。秦汉园林特点：面积极大，以未加工的自然风光为主。园林中包括了部分宫室建筑，院的主要功用是供帝王涉猎行乐，故养百兽于其中，以致有汉武帝院中遇熊而妃子挺身而出之势，开始形成一池三山的定制。私家园林有堆叠假山之举。两晋南北朝时期园林发展的审美基础，玄学受汉代流行黄老之说的影响，讲究思辨清谈之风始盛，上庄子之说，追求返璞归真，追求自然，甚者肆意而行，流于放浪。艺术，顾恺之讲究绘画的传神写意，王羲之的书法形式美对园林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顾恺之有一些画是吧，像这个《洛神赋》啊，表现的当时的那种山野的情况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很著名的故事，比如说《兰亭》，是吧？讲这个曲水流觞，这帮文人们是吧？这些贤士们闲来没事儿是吧？那么在这条河边上，大家坐下来，然后饮酒赋诗，那还要赌个输赢吧啊，然后放一个酒杯在那河上飘，飘到哪儿是吧？飘到谁那儿谁做一首诗啊，然后把酒喝了啊，这样的一个形态就变成一个好像很风雅的东西。所以曲水流觞直到后来变成那个清代皇家园林里的亭子里头刻一个水渠啊，就在一个小亭子里头刻一个，那么它也是它变成一个象征，就是啊，我这儿很风雅是吧？我这儿作诗，我这儿欣赏自然是吧？虽然它已经变成一个很不自然、很人工的东西，它还是要同样的讲。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讲的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时期发展起来。那么像陶渊明是吧，有很多的诗，然后他归隐，然后讲怎么样啊，在自然当中的这种去感受自然。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那么它的园林当然也会按照这样的一种审美趣味来做，慢慢的就是所谓我们讲后来实际上影响到我们以后上千年的文人园林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园林的成就，一，在以自然美为核心的时代美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园林由再现自然演进为表现自然，由单纯模仿自然山水演进为适当概括、提炼、抽象化、典型化。二，园林的狩猎、求仙、通神的功能基本消失或仅保留象征意义，游赏活动成为主导。游赏内容主要是追求视觉景观的美的享受。三，私家园林作为独立类型而出现，并出现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是以贵族官僚为代表的崇尚华丽、争奇斗富的倾向；另一种是以文人名士为代表的表现隐逸、追求山林泉石之怡兴畅情的倾向，成为后世文人园林的先声。四，皇家园林的建设纳入都城规划之中，御苑成为都城中心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冠园林开拓了造园活动的新领域。此后，中国古典园林形成了私家、皇家、四冠三大类型并行发展的局面。五，建筑作为一个造园要素，与其他自然要素取得了协调关系。园林规划转变为细致自觉的设计经营，造园活动升华到艺术创作的境界。好，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个时期建筑的发展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们可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总结：一、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成熟，以工程为中心，用中轴线组织城市结构，分区布局，择中立国。二、建筑形制。二、建筑形制趋于丰富。三、结构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一、木结构，基本形式的定型化，三角形屋架的发展，裁缝概念的发展。二、砖石结构，砖比例的定型化，拱券技术的成熟，高层砖结构技术的发展。四、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的发展，比例尺在设计中的应用，屋顶形式的多样化，脚手架，
施工工具的进步。5. 建筑艺术与装饰，石雕、木门、砖雕、柱础、木雕、彩画、金属饰物、藻井、屋顶装饰，流利的广泛应用。应当说，这个时期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我们讲，从秦汉有形啊，到现在有神啊，那么为隋唐时期建筑的大发展创造了基础和条件。这节课啊，所以这节课我们推荐阅读的这个文献，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是推荐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是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啊，这个推荐大家去读。再有就是《中国古代园林史》，周维全先生那本书啊，那本书是园林史方面很经典的一本著作啊，建议大家去读。好，我们今天上午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转到隋唐时期的建筑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隋唐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建筑史，因为它决定了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形态或者这些特征啊，那么都是在隋唐这个时期已经发展成熟。隋唐之后是吧，再有一些变化和完善。隋唐不仅仅是对建筑史来说很重要，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都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习俗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这样的一个时期。这是一幅这个隋唐时期的中国的地图，可以看到它和周边的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隋是一个很短暂的朝代，它是从公元581到618这样的一个时期，只有短短的38年。但是隋跟秦很像，虽然它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能量极大，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深刻。那么隋朝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以来长达大概将近300年，28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战乱和分裂。隋文帝统一了中国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第一件事儿，休养生息，他自己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比如说，他的衣服都比较短，衣服旧了破了是吧？他还是补一补。他的这种带头示范的作用，给民众有一种休养生息、恢复的机会。因为经历了将近300年的战乱，那么他的这种努力是有效。他在官制上也进行了改革，比如说9品18班，把原来的那种什么3公制度啊什么，实际上他在这个时期他都做了改革。那么它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的法律体系，那么这些呢就成为以后中国社会长期沿用的一些法律的基本的框架。它实际上还开始了一些就是从年轻的学子当中来选择优秀人才进入他的朝廷，也就是说开始我们说的后来的科举制度从他这儿开始。那么另外呢，隋是一个很重视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朝代，他认为农业是根本，所以休养生息也好，或者一些政策都是扶植农业，或者对工商业者是采取一个比较压制的态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就是从事这些手工艺啊、商人啊，就是永远不能被选进朝廷来做官。那么隋代在工艺技术上面有很大的发展，比如说造船。那么隋能造很大的军舰，当时说这个军舰上能容800名战士，那么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战舰。另外他们还能做一些
这种可以移动的组合的这些建筑，比如说它有一个叫观峰形殿，说上面可以容卫士数百人，然后它可以分成几块啊，几个单元，然后推着跑，然后到拼到一块啊，变成一个完整的建筑，可以这样。那么还曾经造六合城，就是它的城也是组装的。到一个要打仗的地方，扎下阵脚以后，然后它可以很快的时间把这个城拼合起来。这都是隋的工艺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雕版印刷是这个时期开始的。那么也就是说，像很多的著作或者佛经或者什么这些文件，可以通过雕版印刷的方式广泛的流传。那么这个也是隋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了。还有隋有一些大的营建活动，比如说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的两个重要的都城，一个是大兴城，一个是洛阳城，就是后来的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城市，那么都是隋代重新规划恢复的大的都城。那么它还开河渠，开运河，这样呢，南方的物产可以通过运河就运到隋的都城，特别是洛阳。比如说洛阳有一个很重要的仓，我们后来考古发现韩家仓，发现的时候里头还有大量已经碳化了的粮食在仓里头。开凿运河，还有修筑驰道，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修路、修高速路啊，修这些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那么也是当时隋朝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么再有就是筑长城，那么隋朝修筑长城也是它的一个大的建设项目。所以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38年的时间，但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那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修运河，那么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所谓京杭大运河。那么当年隋炀帝就是从运河下去是吧，到扬州，然后最后在扬州突然发现，由于他的这种大兴土木，人又很残暴，然后这个天下就反了。他发现他已经统治政权不稳定了，然后就在扬州想不走了，结果被他的卫士杀死在扬州，最后王朝覆灭。隋代从公元581年到公元618年，共38年。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隋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官制的改革、法律的定制、重农轻商的政策。隋代的工艺技术高度发达，并开展了许多大型的营建活动，包括开河渠、开驰道、筑长城、建新都、营宫室。那么唐朝呢，共经历了289年，就是公元618到907。那么特别是其中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129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唐朝的极盛时期。这样的一个极盛时期，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于世界史来说有深刻影响的一个大帝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比如说他们采取的一些制度，像这个均田制，那么他对土地所有权进行调整，让农民能够获得一定的土地。然后皇帝表示自己非常重视农业，比如说唐玄宗的时候，他自己在自己的宫廷里头弄出一块地来，他自己种麦子，来表示他对于农业的重视。那么水利建设他们一直没有停啊。我们今天讲西湖，西湖有苏堤有白堤，那么这白堤呢就是白居易那个时候修的啊，就是唐朝的时候修的。由于它的这种疏浚河道，然后整理河湖水系，导致了这个地区啊农业生产的发展。白堤原称白沙堤，唐代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诗云：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说的就是这条堤。
后人为纪念白居易，称为白堤。那么我们讲了，这个时代打破了魏晋以来的这种门阀制度，就是原来都是大家族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权。那么这个时期呢，开始所谓科举制度，开始考试，然后任用庶族。普通的一般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年轻人孩子们也可以来考试，是吧？当然那时候可能考试的人有的年纪很大，没关系，反正就是这些家庭出身并不是豪门的人，他可以参加考试，然后可以通过考试来获得功名，来加入到政府机构当中去。另外还有就是宗教的发展。那么大家知道老子叫李耳，这个唐朝也姓李，上来以后他就觉得，哎，那是我们的元祖，他就要跟这个一个名人发生关系，然后就说，老子是我们的元祖。那么所以道教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当时这个甚至要求啊，说让这个每人家必须有一本这个老子的这本书啊，必须要有，这是每家都必备的。而且那个科举考试还要考老子，这就影响很深远了，是吧？影响很深刻。那么再有就是佛教，隋唐时期也是我们历史上佛教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前面提到过，是吧？有一次叫会昌灭法，会昌灭法之前，他们对这个佛寺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当时统计的结果大概是大的寺院有4600处，小的有4万处，僧尼呢一共有26.500万人，这个数量是非常大，非常巨大。那么所以当时他们就下决心要把这些庙都毁了，把这些僧尼都赶回家去啊，让他们还俗。那么这个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资源，更不要说他没收的这个寺院的土地等等。那么这次会昌期间，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那个时期以前的佛教建筑保留的数量就会很少很少。那么其他宗教在这个时期，在隋唐这个时期也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比如说景教啊、摩尼教啊、回教啊等等。那么在艺术方面，这是一个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著名的书法家，今天提起来好像都仍然是我们这个学习书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吧。比如说像褚遂良啊、颜真卿啊、怀素啊、张旭啊等等等等这些人。然后张旭讲说他写字是吧，是从看人挑担，哎，他得到一种什么感觉啊？这字的结构怎么样？然后看到这个公孙大娘舞剑，然后他就说这个字应该神形俱备是吧？怎么样表现那个神气？就是那个时期的这个书法艺术也在一个蓬勃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当然绘画，比如说绘画，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期我们把绘画分成2派，一派是北宗的这个所谓青绿山水工笔，还有一个是南宗的这个写意文人画，都开始发展起来。那么这个对当时的整个的艺术发展是有巨大影响。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些民间的画匠，比如说吴道子，吴代当风，然后他跟他对应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大家如果对石窟寺有兴趣，你研究那个佛教造像的时候啊，特别是石窟寺造像的时候，那么南北朝的时候，比如说他的那些佛像的衣纹是紧贴身体的啊，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那就是过去说那个时代有一个画家叫曹仲达，然后他画的佛像都是那样啊，叫曹衣出水。那么原来是紧贴在身上的这种样子，那么现在到了吴道子的时候就已经飘逸起来。那么我们从现在我们发现的或者我们找到的一些唐代的文物啊，这个时代的文物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风貌。比如说任俑非常丰满、非常健康、繁荣盛世的富态，在这些哪怕是一个仕女的像都得到了反映。那么这个时期的这个工艺作品的水平很高，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隋唐时期对外的这种交流，大量的什么西亚的、欧洲的一些工艺品、艺术品啊，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时代的这种贸易也好、交流也好，开始传入到中原地区啊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艺术品，这都是在西安发现的。
那么即便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些东西都极为精美，这个时代佛教的发展出了一批高僧，是吧？这批高僧呢开宗立派，建立了很多新的这个佛教当中的流派。那么这些流派对于佛教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么包括这些流派后来经过这个佛教的传播，是吧？后来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到了日本，甚至很多宗派在那儿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把佛教从中国传到了其他的地区。那我们另外呢，从这个时期的佛教的造像也会发现，它和南北朝时期的造像就很不一样。南北朝时期的造像，你会发现它多少还有异域啊，就是这个外国人的这种痕迹啊。比如说，我们看云冈的那些造像，它表情很抽象，然后鼻子直直的，像那个希腊的早期的雕像，当然跟印度的雕像发生一些融合之后的那种形态。但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就非常本地化啊，就开始生动起来，就开始那个面上的表情开始丰富起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雕像的这个，包括它的身体的形态，那么都是这个时代很富有特征的样子。那么这些特征实际上反映了这个时候的那种文化的蓬勃发展，包括那种充满了力量和张力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东西，开始在唐代的艺术表现当中频繁的表现出来。我们还有留下了一些彩塑，丰富的彩，当然敦煌保留了很多很多的彩塑。那么即使我们在出土的一些墓葬里头还有一些彩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通过这些色彩，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用色上用颜色上都喜欢用非常鲜艳的颜色。那么它的装束也是这样，就是一个很特定的时代风格，包括它的马都很肥硕。在他们的那些壁画当中也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比如说像马球这样一些运动在唐代非常流行。那么唐朝是一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地区文化的一个核心。那么四方的使臣都会来到长安这个地方，来跟这个唐朝的皇帝来发生一些联系。那么在我们很多的这些壁画当中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壁画也有唐代的当时的这个军队啊、卫队啊等等这些形象。这些材料其实我们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了解唐代的一个社会风貌。唐代从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共经历了289年。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129年，是唐代的极盛时期。唐代采取了均田制，使农民获得一定的土地。唐代水利工程相当发达，是促进当时农业生产高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完善了科举制度，以考试取士，任用庶族。在唐朝，包括道教、佛教、景教、回教、摩尼教、仙教在内的许多宗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代是一个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书法、绘画等艺术方面都涌现出了许多大家。那么当我们把建筑放回到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放回到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当中来认识它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更容易的认识到他们建筑的这些特征。那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隋唐的两京，也就是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城市。公元581年的时候，隋朝建国。那么在582年，当时就开始在这个长安城，就是我们指汉长安的东南，开始营造一个新的都城，就是隋朝的大新城。公元604年，又在这个原来汉魏洛阳城的基础上建东都洛阳。所以隋朝在这个短短的30几年的时间当中，它规划建设了两个在中国后来影响极其巨大的两个重要的都市。
公元618年，唐朝建国以后，把大兴城改为长安，然后把东京呢改为洛阳，我们以后说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就是我们在课上要提的这两个重要的城市。那么这两座城市当然创建在隋代，可是隋代很短了，是吧？它真正的完善繁荣是在唐代，所以在历史上呢，又经常把它们称为唐长安和唐洛阳。以长安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圈和这个以洛阳为中心的一个都市圈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实它们并不远。那么这两个都市构成了对于中国最核心地区的大的一个治理，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在对于城市的认识上，他们也认为需要一个新型的城市，他们希望重新规划一个城市，规划一个更能够满足他们对于重新统一这样的一个大帝国的一个都城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在隋朝建立的时候，当时的汉长安已经被废弃了很长的时间，凋敝不堪，水质也不好，然后土壤条件也趋于恶化。那么这样呢，隋文帝想要规划一个新城。他曾经在北周的时候，这个杨坚被封为大兴公，所以呢，他规划的都城就用他的封号，取了个名字叫大兴城，然后宫城呢称大兴宫，主殿呢就称大兴殿。那么当然这个名字很好，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隋朝后来的这种就是从中国整个历史来说，一个中兴时期的这种面貌。那么隋大兴城它的总面积达到了84.1平方公里。北京老城原来是62，比明清北京大了将近40%。那么所以这个大兴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都城，那么也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前建造的最大的城市。当然由于这个城市巨大，所以它没有完全完成就已经改朝换代了。那么甚至到了唐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长安城或者大兴城它的南部很多地区还是很少有人居住，就像那个元朝规划了一个大都，但是它的北部长期就没有什么人在里头住。那么最后明朝的时候，干脆就把城墙往南推，就把那个北边半截就甩出城。其实长安那么大一个城市，它也真正的人口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规模。这张图反映了当时这些城市之间的关系。那么你可以看到周朝的那个镐京很小，然后到了咸阳的时候，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格局，它是一个满山遍野到处是宫室的一个区域。然后汉的时候，长安是比较规整的，当然这个城市呢主要是宫城。那么到了长安和大兴的时候，这一下就变了一个模样，变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很严整的都市。这里头除了宫殿以外，还有大量的所谓里坊，这个居住、商业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这个城市，一个功能完善的城市。我也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它跟汉长安的关系和那个它的园林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来比较一下那些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都城的情况。比如说汉朝的洛阳，然后元大都，到明清的北京，宋代的这个东京、汴梁，然后还有杭州，这些城市我们都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那么隋大兴、唐长安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城市。那么从选址上来说，它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城市它是在这个汉长安的南边，因为这个地区是一个有很多高地中间一条一条的这种山这么穿过来的。那么他选择他的宫室的部分就选在所谓一个比较高的地方，就是龙首原。那么开始先建了一组宫殿，大明宫是后来加建，然后在宫城的前面两边是有两个大的市场，东市和西市这样的一种格局。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它的城市分区的话，那么宫殿基本上集中在城市的北半部，包括了后来加建的大明宫，御园也在城市的北半部。然后南半边基本上是大的城市的居住区
和商业，东边和西边各有一个大的市场。然后在城市的南端利用水系，还有一个我们后来说的曲江啊，曲江的东岸是有这个皇家的行宫在那儿，西边基本上就是公众一个活动的区域。就是这个城市当中，实际上还有类似城市公园的这种性质的东西存在。那我们从城市分区上，如果和周的王城和曹魏的邺城来比，你会发现它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曹魏的邺城，它的那个格局就是宫和园林偏在城市的一边，然后前头呢有一个衙署区，它有轴线关系，但是轴线的关系并不强烈。那么这种变化到了唐长安的时候就不一样，就这个城市很规整，完全是很严谨的方格网的道路系统，然后中间直通南门是条大的轴线，是条玉路，最宽的路，正对着皇宫。然后皇宫高的地方是后来修建的大明宫，那么它既有站在一个高爽的地方来俯瞰控制整个城市，实际上它也有它很强的防御的功能在里面。那么如果看看大的地形，实际上长安是位于一个大峡谷里头，然后它是靠在这个山地边上，然后局部的地形有起伏，所以它又把它的那个北边的这组宫室搁在一个高起来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形环境。那么这样的地形环境对于这个区域整个的军事来说是一个控制点，包括周围再往里面走就连到那个四川，就进入到所谓蜀道，进入到那个秦岭的这个群山当中去，它是这样的一个正好出来控制住关中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我们对长安的这个情况做一个复原的话，我们会发现里头极其丰富的内容，各种各样的活动在里头在进行，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有着丰富城市生活的城市。那么隋初的大兴城，它是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是8652米，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的宽度呢是2820米，那深度呢是3000多米了。然后内城呢又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呢是皇城啊，主要是衙署啊，应该说国家的这个政府机构啊都在这里头。然后北部呢是宫城，那么包括中间的皇宫，然后包括东宫、太子宫和西面的这个服务部分，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布局的形式。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包括皇城和宫城这部分。那么外城呢是由9条南北向的大街和12条东西向的大街，把这个城市划分成了110个格，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110个坊。当然这个坊的数量随着时代的变化略有变化，但是差不太多，最早是110个，后来减少了一点点。那么另外呢，除了这110个坊以外，还有2个大的市场啊，东市和西市。那么市场呢跟坊一样是吧，它外头是有那个夯土的围墙，然后里头是商业活动，然后中间呢是一个井字形的街，就是一个井字形的街把这个市场分隔开，然后中间呢有管理这个交易的市楼，是这样的一种格局。记得我们在汉代的画像砖当中已经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格局的形式。它的御道按照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它还有行道树，行道树外头呢还有这个水渠是吧？还有水渠。实际上这是一个应当说很完善的一种城市的景观，就有绿化，有排水设施，然后中间是道路，然后在边上是居住的部分，是城市的这些衙署啊等等这些部分，构成了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当然是吧，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的描述啊，讲这个长安的形象，但是我想啊，它有一个基本形象，可能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在大街上看啊，有绿树是吧？边上可能还有水，很漂亮。但是再过去看，其实你看到的大部分可能都是夯土的墙，而不是那个我们今天说的什么商业街啊，什么这些店铺啊，这不是吧？它可能是一个一个的墙围起的这个圈儿。后来
他们在做研究唐长安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复原，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唐长安他们复原出来的形态，实际上就是一条大道，两边是墙，两边是夯土墙，跟我们恐怕理解的这种现代城市或者看到的所谓中世纪那种欧洲城市完全是不同的一个面貌。我们讲唐长安晚上是要实行宵禁的，没有什么夜生活，是吧？夜生活只能在那个里坊里头，是吧？只能在自己家里进行。那个城市没有夜生活，城市到晚上是宵禁的，啊，要关闭坊门，禁止出入。那么街上呢有军队在巡逻，盘查行人，实际上是一个军事管制的方式。在这个城市当中，就是所有大部分的人家，你的户门必须对里坊内部开，而不能开到大街上。那么什么人可以开到大街上呢？那些大贵族、高官，就是晚上可能要突然蒙皇帝召见，皇帝有什么紧急的事务，可能要见这些亲近大臣。那么这些所谓亲近大臣，他有可能就是他的住宅在那个里坊的外墙上开个门啊，不用他说皇帝找我了，是吧？先要找那个管门的军士，是吧？说我要出去了，给我开门。然后军士再问他干嘛去，耽误事儿嘛，他直接要开一个门开到大街上。那么只有很少的这些人才有这个权利在这个坊墙上开门啊，大部分的人只能在对着坊里头开门。这后头还有一些人的这个诗词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市场是集中的市场，当然对于这么大的一个都市来说，80几平方公里的一个都市来说，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城市一般人的商业需要。所以实际上在里坊里头恐怕还有一些很有限的商业活动，就一般的生活需要比较方便的东西可能在那儿可以解决，但是大的市场是这两个集中的市场。这个关于西市，这个有很多的记载。那么后来在西安的这个城市建设当中，这唐朝的西市这块地方后来变成了一个小的飞机场。那后来这个飞机场废弃了以后呢，曾经做了一些发掘，发现了很多的唐代的遗迹。有一个记载很有意思，反映了当时唐代的我想一种经济生活，讲这个西市的开发，说这个西市呢里头原来有大概10几顷的洼地。这洼地呢，你想过去那些城市的什么排水设施也不太好啊，然后这脏水啊又在市场里头，脏水啊什么可能就排到那个洼地里头，就很烂，一个烂泥潭，一个脏水坑。然后于是呢就来了一位商人，说这个商人呢出钱3万，出了3万钱，说我把这块没人要的这块洼地买下来，买了。然后他怎么办呢？他在中间立了一根杆，上头挂了一个帆，立在那个脏水坑的中间。然后围绕这个池子呢，又弄了几个店铺。这店铺干嘛呢？做点什么小吃，卖点什么煎饼啊、团子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让小孩拿那个石头来扔那个标杆，扔他那个标志，如果你打中了，他就奖励他一个吃的东西。然后说这些小孩知道这消息以后，就蜂拥而至，是吧？就往里头扔石头。那么扔了2月，这个居然把那个洼地给填平了。然后填平了以后呢，他就在上头盖了20几间商店，传说当中是日获利数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商业开发的模式，实际上从文献记载当中，在西市这种地方，在唐长安当中已经有这样现象。那么在这儿呢出土了一些文物，现在呢在这个西市上呢还建了一个小博物馆，展现他们当时考古发掘的一个地点，正好一个十字道路交叉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桥啊什么这些遗迹都还在，然后还有一些他考古发掘当中发现的文物在这儿展示，现在可以看得见。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由很多的里坊，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道路分割，然后很规整的道路，就真的是笔直的道路分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么形成了中国应当说封建社会盛期
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特征。那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壁画啊、文献当中啊，也可以看到对这个时期城市的一种描绘，有很多的图像反映了这种情况，包括商业交易啊等等。长安当中还有一些公共活动空间。我们原来讲，好像中国城市当中那种公共的广场是很少的，但是它也有一些节日，比如说这个元宵节，按照中国的传统，就是城市里头要有灯会，那它还是需要一些空间。那么这样的空间在唐长安当中是有的，比如说在唐长安的兴庆宫的西南角，大概在736年的时候，唐玄宗修建了这组建筑，他就让出了一块地，它叫毁东市东北角，然后在这个道正坊的西北角这个地方扩大了一块城市空间，灯会啊各种这样活动就在这个区域举行，而且这个活动市民是可以参与的，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的市民广场，这样的一种情况在长安当中是有的。那么长安的道路极其宽阔，然后它的主干道，比如说中轴线上的这个道路，它宽度现在看起来恐怕要有150米左右，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干道也在100米以上，那么坊之间的道路也在40米到60米，就是它的那个尺度就极其巨大，所以在这些道路上，它不是一个很适合人步行这样的一个尺度，它可能更适合骑马或者用车啊这样的一种尺度。那么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这样的一个尺度，在中国城市史上恐怕也是很少见。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对它那个城门复原的情况也是这样，非常的雄伟壮观。最近在西安还做了一个城门的恢复，当然那个恢复呢不完全是按照是唐代那个尺度，它稍微放大了一点，它因为它是照着原来城门的遗址，那么可以大致看到这个唐代城门的面貌，也有很多人做了研究。那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些街道，比如说长安街和唐代长安的街道之间的关系，那么甚至它比我们长安街还要宽。隋大兴唐长安它具有一些开创性的特征，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规整最对称的里坊制的或者说坊式制的城市。那么在中国都城史上首次出现大型的公共广场或者公共游赏风景区并向市民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以前市民不是主要的问题，那么市民的什么游览问题更不是主要的问题啊，更不是城市要考虑的问题。那么这在唐长安当中都考虑了。那么在宫城的南面建皇城，然后把所有的中央官署都集中在皇城之中，然后居民在这个皇城之外这个区域居住。那么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格局也是唐长安首创的。那么它使官署和民居不相混杂，有利于严密的防卫和增加城市核心区的这种所谓庄严壮丽的这种气氛。那么这个都是唐长安很有开创性的东西。那么当然，如果说它从前面继承到的，我们讲，比如说它把政治核心区布置在城市中轴线的北部，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无论是曹魏邺城也好，是吧，还是洛阳，都是这样的大致一种格局，它继承了这样的一个格局。另外，这种所谓方格网的道路系统，可能是和周礼有关系的啊，在《周礼考工记》当中已经提到。那么北魏洛阳后来也是这样的一个街道格局的方式了，也是这样的一个街道。所以唐长安应该是从他们那儿继承到了很多的东西。市场和宫殿的关系应该是前朝后世，但是在长安当中，它实际上市场在这个宫殿区的整体是南面啊，就是它靠南了，是吧？是前世后朝。那么这个处理的方式应该和北魏洛阳是基本一致的啊。北魏洛阳也是那个宫在城市的北端，皇城在城市的北端，然后前面有市场，甚至南面也有市场，所谓四通市。
那么城门的开法，最开始设计的时候，那么城门的开法也是按照那个《周礼考工记》的啊旁三门的这种方式开的。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大家会发现，一直到了明清北京，都还沿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规划特点有：一，择中立宫，把宫城设置在城市的中轴线上；二，设置皇城，把中央官署设置于皇城之中；三，以中轴线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轴；四，设置三重城郭；五，设置方格网道路系统；六，理方制城市布局；七，功能分区极为明确；八，水系布局合理，龙首渠服务于皇宫，清明渠、曹渠前部服务于城市，尾端服务于宫殿区，永安渠服务于城市，曲江东岸为芙蓉园，是皇帝的御苑，西岸为公共娱乐区。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隋唐洛阳的情况。公元604年，隋炀帝继位，那么他在汉魏洛阳城的西部，然后来营建了一个新的，它叫做东京，隋的东京城，面积大概是45.3平方公里，比长安要小啊，比大京城要小。隋炀帝营建了东都，那么当时这个为他营建东都的啊，其实那个长安城啊、大兴城也是这个人设计的，就是宇文恺。这个是隋朝非常重要的建设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官员。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是出于他的手笔。那么这是隋炀帝。隋唐的洛阳和汉魏洛阳和周的成周时期的这个洛阳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区域是中国文明真的是发端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儿有太多的古代的遗址啊。比如说我们讲到什么二里头啊，什么这些都在这附近，这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发生点。那我们讲了这个洛阳尺度上比长安要小，那是不是等于这个城市就比长安要差呢？不是，它实际上把那个长安那种有点过大的尺度把它调整的更为合适。然后同时这个城市呢，它从大的环境上有考虑，比如说从它的宫殿对这条主轴线，那么前面是两个山叫伊阙，构成了一个大门。因为它是一个都城，我们会想到什么龙啊、龙脉啊等等，所以他就把这个伊阙这个地方叫成龙门。那么后来的龙门石窟就是在这个区域。那么从这个两山之间，正好这个轴线和它的宫城是对位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在它规划设计的时候，是考虑到了整个周围大的山形环境，那么选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来规划的这个城市。而在洛阳的这个城市布局当中，你会发现它的宫城为了跟这样的一个环境发生关系，它是偏到了它的西北角上，而不是在那个城市我们说的正中间，而且中间呢还是这个洛水正好从城市中间穿过。那么这个恐怕隋炀帝的时候是有点想象秦咸阳学，就是中间有一个河，好像那个银河一样的从这儿穿过，然后他的那些宫殿就像什么紫微星啊什么这样，就按照这个向天法地的思想来布置他的这些宫殿，实际上恐怕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里。那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洛阳的平面呢，也基本上是一个很严谨的这种里方的城市，这个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隋唐洛阳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包括一些大型的礼制建筑，像什么后来武则天的明堂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隋唐洛阳的一个圆形建筑的遗址，非常圆，然后很大，然后中间有一个石头，我们现在还不太容易把它恢复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形态的东西，我们也不太好恢复。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些很重要反映城市功能的东西，比如说韩家仓啊，就是在这儿发现。另外，洛阳周围有很多的仓，因为它和那个
我们讲的运河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南方的物产通过运河一直运到洛阳，然后在这儿储存起来，然后供这个帝国来使用，来支撑这个帝国的这样的经济也好、军事也好、政治生活。那么另外呢，在洛阳我们还发现了白居易的故居的遗址。那么如果我们把洛阳和长安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说这个城市也是外郭一个大城，皇城、宫城这样三重城构成的。那么宫城在城北，然后宫城的前面是皇城，这个格局跟长安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皇城里头集中布置中央官署，都集中在里头。然后宫城和皇城共用一条中轴线，向南一直延伸到外郭的正门。我们讲它这条轴线一直可以延伸出去，跟这个伊阙这两个山的山口能够对上。然后大的大城这个郭，它里面主要是居住区和商业区就是这种封闭的坊和市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当然它在布局上也有很多跟长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长安里头的水系都是那种所谓渠我们讲，但是在洛阳是洛水，直接穿城而过。它从某些程度上可以说吸收了南朝建康城的一些特点，当然它也造成了一个防御上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这个城市防御上会有一些困难。另外它的宫城、皇城都偏在西北角，主要大街定鼎街也是在城市的西侧，然后主轴线一直延伸出去。恐怕这么偏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对位，要跟这个山的大的环境对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了。隋唐洛阳的规划特点有：一、宫城和皇城偏于城之西北隅，但位于高地，利于防守；二、里方较长安城缩小，方外街道变窄，只有41米，使之城内各部分关系较为紧凑；三、设立的3个市更接近河渠，以利漕运，繁荣商业；四、城内建有大量园林；五、隋炀帝仿齐咸阳城的规划布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格局。那么隋唐的都城，特别是长安，对于周边，特别是比如说对于日本、平城京什么都有深刻的影响。那么后来像这些平城京的规划，实际上也是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奈良京都他们的规划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长安和洛阳的影响。曾经有一些研究，就是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讲了一个大的城市，那么如果我们回到一个小的单元，这个里坊制度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研究来讨论到底那些里坊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不断的随着考古发现，有时候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白居易讲，然后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庙，而这些庙都在原来按照记载都在它的一个里坊里头。那么它到底跟里坊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有些重要的寺庙，有些王宫的这个大的宅子，它可能在里坊当中一占了半个里坊，甚至占了一方之地。也可能里头是很多的居民来分，里头有很密集的街道在这个里坊里头。那么这种情况呢，都可能是存在的。唐代的住宅是有等级的，比如说文献规定，《新唐书·车服志》记载，王公之居不失重拱藻井，3品堂5间9架，门3间5架；5品堂5间7架，门3间2架；6品7品堂3间5架，庶人4架，而门皆1间2架。常参观诗悬于对凤、瓦寿、通福、汝梁。就是王公之居不失重拱藻井，你不能用很复杂的斗拱，不能用藻井。然后3品的官员3品堂
5间9架，就这么大，你不可以超过它。门3间5架，五品堂5间7架，门3间2架，六品7品堂3间5架，庶人4架，而门皆1间2架。大小我都规定好了，大小我都规定好了。你一般的人只能盖这样的房子，然后你王公，那么他的堂也只能5开间，也只能5开间，不能更大了。这是规定，你如果超过这个规定，就很危险，可能就要被惩处，是吧？那么严重的，也许被皇帝认为你有野心，是吧？就是这有很明确的规定。那么这是建筑的大小。另外，建筑的装饰，比如他还规定说，只有长参观才能屋顶上有悬鱼，啊，就是那个屋顶山墙的地方有一个鱼状的那个装饰挂在那儿，才能用对缝，才能用瓦兽，才可以用那个弧线的这个梁。有很具体的规定。那什么是长参观？就是每天上朝见皇上的这些官才可以用这样的装饰。那么剩下的人，你如果只是一个外面的大员，你并不是每天要上朝见皇上的，你可能都不能用这些东西。我们上次在讲早期的时候也提到，啊，就是天子怎么样，然后什么人怎么样，它一层层的规定，甚至用颜色也是这样。那么这个传统在唐朝的时候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到了明清的时候仍然还是存在。唐是一个很开放的时代，而且它跟外面的交流很多，那么外面的一些生活的方式、一些家具，也在隋唐时期开始大量的传到这个唐王朝里面来，是吧？传到他这些官僚的家庭、这些富裕家庭当中来，这些时尚的东西也来。但是那个时期，虽然已经有了凳子，有了这样的一些所谓外头的这种洋式的家具，这些胡床，是吧？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当时恐怕席地而坐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传统。那么这种形式实际上影响了建筑的形态，影响了建筑形态。就席地而坐意味着你进屋要脱掉鞋，是吧？你有这么一个，就是它要有一个这个高差，是吧？然后你脱了鞋，然后进屋了，这样的一种形态。那么这种形态，其实在今天，在无论是朝鲜半岛也好，在日本也好，你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建筑，啊，这样的一个风俗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啊，都还有所反映。那我们想，唐朝的时候，也应该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个隋唐宫殿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呢，没有能够留下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呢，主要是考古遗迹啊，根据考古发掘的东西，我们来反推，是吧？或者参照一些，比如说敦煌壁画啊，比如说一些文献的资料，来复原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东西。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唐朝大明宫里头的主殿就是含元殿。那么这座建筑尺度很大，而且是大明宫最主要的大朝的部分，是它的正殿。那么它在大明宫的中轴线上，它是利用我们讲的这个龙首原了，它利用龙首山来做奠基。那么现在残存的遗址高出地面仍然有10米多一点。那么它的殿宽是11间，那么前面呢有长达75米的一个大的龙尾道，在它的前面。然后在这个主殿的前端两侧有2个阁，实际上是一个凹字形的布局，就是大殿在后头，然后前头伸出2翼，2翼的端头是2个阁。那么这种布局的形式，其实在我们那个故宫的午门，就是午门上头那部分，基本上这样一个格局，中间是一个大殿，然后伸出来两边2个阁，这样的形态。那么这恐怕是原来汉的这种所谓阙啊什么这种的一个遗迹了。
那我们从图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平面的格局，也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建筑学的学者、建筑史学家们做的含元殿的复原。其实它毕竟是个复原，毕竟是个研究的成果或者过程。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人可能对文献有不同的解释，那么他们做出来的复原也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总体上这种大致的格局是没错。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含元殿的立面是吧？含元殿的细部是吧？这都是一些学者们做的复原的研究了。然后这是我们现在保存在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就是后来做的一个复原的模型。那么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含元殿的遗址的情况，因为它原来是一个夯土台，然后我们现在是把它做了保护，把它包起来。那么上头那张照片呢是台基用砖保护了以后的情况，然后下头这张图呢是从它那个含元殿来看它那个主入口的情况。然后地面的铺砖是花的，是这个砖头烧出那个花纹来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室内大厅的这个遗存的情况。那么有人用了一些家具对它的尺度做了一个复原，那么大致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殿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刚才我们讲到日本的平安京，实际上也是按照长安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方式来规划建造的。在平城京里头，他们恢复了大吉殿，也就是说大致相当于含元殿这样的，可能有很多细部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拿它做一个参考来看一看。然后包括它的室内的情况，它也是中间有一个宝座是吧？宝座是因为那个殿的尺度太大，所以它需要通过一些这个家具是吧，来逐渐的把那个尺度跟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做一个调整。那么这个呢，在大吉殿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做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刚才在我们对那个含元殿的复原当中呢，也有一个类似的这种处理啊。当然，具体真的怎么样，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了，就不展开了。大明宫当中很重要的另外一组宫殿，它是在太液池边上，它在一个高坡上，从这儿可以俯瞰太液池，景色非常好。按照唐代的文献记载，这儿是皇帝宴饮群臣的地方，就是举行大规模的宴会，然后在里头有各种表演，包括什么杂技、马术啊等等这些表演，在这个区域进行，实际上是皇宫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娱乐的建筑。唐代有一个诗人啊，叫张继，他曾经写了2首诗啊，来记述当时的情况啊。诗是这么说的：朝光瑞气满宫楼，彩道鱼龙四周筹。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相继逐飞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成未放休。共喜拜恩亲夜出，今无不敢问行游。说这个，哎呀，这个地方，这个好像锐气千条是吧？这非常皇宫里嘛，然后周围都是旗帜，非常漂亮，非常热闹，插了很多旗帜。然后这个殿下面是这个厨房，可以想象这个那时候的这种招待群臣的宴会，它叫冷食是吧？恐怕都是一些不能热的加工，那么多人是顾不过来，然后都是冷餐会啊这样的性质给端上来。然后殿前啊，相继逐飞球，打马球是吧？前头还有马球表演，大家很高兴是吧？喝酒吃饭看表演，然后这些官员都累了醉了，那么皇帝还没尽兴，还不让走。然后这些表演的节目都演完了是吧？还不让大家走。最后皇帝说了，大家散了吧。然后这大家都很高兴是吧？各个官员们这个拜谢了皇恩走出来。然后最后一句很有意思啊，叫做今午不敢问行游，就是那些卫士们，城市当中巡逻戒严的卫士们，一看这帮官员从皇宫里出来，就没有人来巡查说你们都干嘛，这个宵禁了啊，晚上不让出来了，你们还在
城里头晃悠，是吧？金吾不敢问行营，说从侧面又反映了当时长安宵禁的这种情况，所谓军事化管理的这种情况，城市这种管理方式表现出来。第二首诗也很有意思，我们不去展开来念，它最后一句叫“宫宴细月年年别，已得3回对欲看”，就是什么呢？哎呀，就是这表演每年都不一样，每年都在变化。说我很幸运，我已经看了3回了，觉得那种官员受宠若惊的那种形态跃然纸上。麟德殿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建筑，主要的部分分成3块，有前殿、中殿和后殿。那么之间呢有一个廊子连起来，规模都很大啊，尺度都很大啊，而且在考古发掘当中发现，它的后殿有2个10来平米的这么一个耳室，两边的小房间，一边是厕所，一边是浴室。那么这说明了当时皇帝的皇宫，唐朝的皇宫已经非常讲究，这种卫生设施啊什么，它都已经考虑了。因为当时的建筑，皇宫的建筑没有留下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些图像当中的东西，比如说敦煌壁画，我们还是讲敦煌壁画，画了很多那个佛寺，但这些佛寺显然是按照当时宫廷的这种格局来画的，建筑连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那么麟德殿恐怕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有些学者做了恢复，那我们可以看到麟德殿在我们那些研究建筑史的学者的心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那么另外在唐朝的这个皇宫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叫明堂。那么这个建筑呢，据说是周公那个时代开始有的，但是我们没有见到过实物。那么唯一的实物，真正的实物是武则天在她的洛阳的宫殿里建了一组明堂。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它实际上按照这个传统，这个建筑是举行重大活动、帝王宣扬政教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所以武则天是把它建在洛阳宫殿的最中央的位置。那么我们对这个建筑也有一些研究，也有人做了一些复原。那么包括武则天明堂的形式，包括那么后来调整了以后变化的样子。那么这是关于唐朝一些重要的宫殿建筑的情况。隋唐的园林很丰富，皇家园林从文献记载上我们至少能够看到很多，比如说这个隋的大兴宫就是原来隋文帝一开始建的这个宫殿，然后后来在唐代叫太极宫，然后太极宫在唐高宗的时候觉得太极宫这地方比较低洼，比较潮湿，住着不舒服，那么他又规划了一个新的宫殿，就是后来的这个大明宫又建了一组大明宫。那么洛阳也有这些宫殿，我们就不再举了。当然隋唐时期还有很多离宫，比如说隋的江都宫、仁寿宫、汾阳宫，唐的翠微宫、九成宫、三阳宫、合璧宫等等等等，你可以数出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宫室。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描述，再加上一些图像，比如说宋代有一个人曾经做过一个长安城图，然后这个图呢是碑刻，现在残了，有人对他做了复原，我们大致能够看到宋代人怎么样理解和复原这个唐的城市的。那么其中就包括它的园林部分。那么当然唐朝的皇家园林也仍然是尺度很大，奇花异卉，然后里头开大水池，一池三神，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形态。有一个文献记载：5月，筑西苑，周200里，其内为海，周10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100余尺，台观宫殿，罗落山上，象背如神。北有龙鳞渠，
营淤筑海内，园渠作16院，门皆临渠，每院以4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原河南志画了一个图，非常奇怪的园林的格式。当然，真正的园林不会是这样，不过这是他们根据文献记载复原的一个园林的形式。那么大明宫也是这样，是吧？大明宫中间有太液池，是吧？太液池当中也有岛也是这种一池三山的味道。那我们刚才讲麟德殿就是在俯瞰太液池的一个高地上，它可以看到它在上头有各种表演宴饮，是吧？然后往下一俯瞰，然后太液池这个非常漂亮、非常大的水面，是吧？上头岛上是吧？这样的宫殿，好像人间的一个仙境一样的场景。那么另外兴庆宫是吧？刚才我们讲到玄宗那时候建兴庆宫，然后还让出一块地儿，变成公共的什么看元宵花灯的场所。那么兴庆宫里它也有一个龙池龙池边上也有对的山，上头也有一些景观建筑。那么这样的一种形式也是有的。曲江是一个公共园林，这个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就是一个公共游览区在城市当中被规划出来。那么当然它还有很多行宫是吧？比如说骊山的华清池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不展开了。日本在这个平城京曾经做过一个园林的恢复，我用了一张图，我想这种风格可能跟唐代当时的小的园林的情况还是比较接近。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园林，就是山西的将守居园池。这个地方呢，最早是隋代规划的一个园林，后来大致还保存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这儿看到的一张图，上头那张图是人们做的复原研究，下头那张图是现状的情况，但是现状显然是经过了后来很多的改动的，但是它的底子是隋代的这个园林隋代的一个官署园林。那么现在保存下一些建筑，当然跟隋代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当然那个位置也许还是隋代原来这些建筑的位置，但现在存在的建筑已经不一样。这是皇家园林。另外一个必须要提到的就是王维的这个辋川这是他的一别墅他的一个休闲居住的场所。那么他曾经约了很多朋友在这儿写诗作画，评价王维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然后他是把这个画里头要画出诗的意境，那么诗里头要有一种形象感。那么他在他这个园林设计当中，在他住的这个辋川的这个地方这里头有20景，然后他和他的朋友就是在这儿每一个景那儿写诗，让他画画这样留下来。就是按照他们的诗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每一个景点，每一个这个他们认为是一个好的去处，他都有给了他一个特定的意境比如说他有一个山坡叫华子岗，他们用的诗是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岗，惆怅情何极。诗人开始有点什么离愁别恨他把它赋予到这个景观当中去。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景点，他写缠鸾映空曲，青翠样涟漪，暗入高山路，樵人不可知。一种深山，一种茂密的这个树林他把这样的感觉写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景他这么写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等等，就是他每一个景点他都不断的写诗，不断的写诗，把它意境提炼出来。当然对于王维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他好玩，他作为一个文人，会画画，会写诗，然后他又有这么大一片地，然后他又把它规划出了很多景观，然后他很好玩，很有意思，然后陪着他朋友，带着他的朋友一边走一路聊，然后在这儿野餐写诗画画是吧？很兴奋。那对他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从他这儿开创这种给景观题词是吧，赋予他一种所谓诗意画境，那么就变成后来所谓文人园林当中常用的手法
到现在，你无论是看我们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也好，或者苏州园林也好，它重要的这个景观上有个亭子，亭子上挂一个楹联，然后楹联上一定是写的诗，然后这个诗一定要点这个景，然后要把那个意境，甚至它一个牌匾，然后一定要把这个景的它所谓的那种诗情画意要给你点一点，然后让你在这儿能够好像感受到一种虽然并不大这个地方，但是能够让你的想象不断的发生出去，不断的延续出去，然后获得一个咫尺山河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当中给你一个无限的联想啊，这是王维在他的这个辋川当中干的事儿。那么他开的头，以后这个就变成中国园林设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辋川图。那么在敦煌壁画当中也有关于园林的反映，它反映这个建筑、山水，然后树木环境掩映在一起啊，这样的一个园林的主题，在敦煌壁画当中也有所反映。好，我们唐代的上半部分就到此为止。好，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我们第5块的内容，就是隋唐时期的建筑遗存和建筑技艺。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讲讲隋唐保留下来的重要的建筑。当然，隋唐保留下来的东西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主要的东西都会涉及到。然后另外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讲到，这个时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重要，对于中国建筑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那么它到底体现在哪些技术和艺术的方面，会对后来我们有所影响。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第一个问题，我们讲一讲隋唐时期的宗教建筑问题。唐朝它的宗教实际上以佛道为主，道它是因为老子也姓李啊，他跟这个李唐王朝发生了一种关系，他就把老子奉为他们的祖先，然后当然要尊崇道教。所以在开始的时候，道教是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佛教是在它的下面。到了高宗以后啊，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以后，那么佛教就开始转盛。当时玄宗下令说，天下州府各建一寺一观，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佛教和道教有同等的地位，而且都要以开元为名，要求这个佛道两教在他诞辰的时候都要给他庆祝他的生日。那么当然唐末，我们讲到唐末会昌的时候，这个佛教发展太厉害了，那么就有了这个会昌的灭法，拆了大量的寺庙，把僧尼都还俗。那么这对于佛教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所以在会昌之前，木结构的建筑，我们现在留下的只有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是会昌灭法以前的建筑，其他的那些我们保留下来木结构建筑都是那以后的。再有就是唐代，由于它跟西域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所以西域的这些什么显教、拜火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这些都有传入，规模都不是发展的很大，跟佛教和道教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那么现在呢，只发现了少量有关的遗物，宗教的这些寺庙遗迹呢就没有发现有留存的，所以我们主要的、最重要的留存下来的，其实还是佛教的，因为道教的东西后来这个变化太大，
很多也没有留下来，是吧？那主要的留下来的还是佛教。唐朝把这个寺院呢也分成了4个等级，比如说有一类最高级的是皇家自己建设的东西，自己出钱建的那些规模都极其巨大，然后按照它的那种宫室的样子来建。那我们现在留下来，比如说最著名的龙门石窟的奉先寺，传说当中是武则天捐出他的这个脂粉钱来建的这个大佛。当时他那个石窟的规模会比现在更完整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奉先寺这一组造像。那么这是一类，这是等级最高的，就是皇帝出钱建的东西，他来建设东西。还有一类就是国家下令让各州建的寺院，比如说武则天和唐玄宗下令是吧，各州县都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这也是一个高级别的，这是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来建造的。那么这2类寺庙有可能建造的就跟那个宫殿建筑很像，比如说隋朝敕建的大兴善寺，它就占了进善坊全坊之地，占了一个里坊。它的正殿和当时的太庙是同样的规格，建得很大。然后隋朝的这个禅定寺，那么建了一座330尺高的木塔，是当时城内最高的木结构建筑。那么还有公元648年，也是敕建的大慈恩寺，当时占了半坊之地，房屋呢有1897间，那么这个规模也很大，分了10几个院子。那么公元658年，那么有一个西明寺，当时占了1/4个里坊，它的房屋呢有4000多间，分了10个院子。那么等等，就是这一类都是规模很大的，就是皇家呀或者这个国家呀什么出钱来建的。那么第3类呢是这些什么诸王啊、公主啊、贵族啊、富商啊，他们出钱来建造的这样一些类型的东西。那么这些呢就可能规格就会比较低一点，比如说它的建筑的面宽不能超过7间，就可能跟贵族的府邸啊什么差不多，就是这等级就降下来了。那么第4级啊，就是地方上啊或者这些乡里头啊自己建的东西，那么他们呢这个形制就更低一点，比如说他们不能用府殿的屋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定就出来了，那么规模就比较小。所以唐代的这个寺庙呢大致可以分成这样的一个4级。唐代的寺院分为4个等级，第1等级是皇家自建寺院，第2等级是国家下令各州府建的寺院，第3等级是诸王、公主、贵族、贵官、富商出资建造的寺院，第4等级是地方乡里建造的佛堂。那我们有一张图，是当时长安城里头主要寺庙的情况，分了几个等级。比如说有些是我们知道有确切位置的，有些是大概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长安城里的庙是很多的。这是非常著名的唐的青龙寺，这座寺庙实际上它跟外界的联系也非常广泛，是吧？包括跟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联系都非常广泛，是吧？这是青龙寺。那么它也是占了差不多半坊之地这样的一个规格。唐代的建筑的格局跟我们今天看见的寺庙的格局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么这一类的格局的方式，当然我们现在在中国现存的这些寺庙当中，唐代完整格局的东西一个没有啊，我们都是留下的零散的那个建筑，比如说大殿，佛光寺东大殿，这是唐代的，但是那个寺院的格局都是后来变过的。我们知道这边文殊殿是金代的，然后剩下的建筑是清代的啊，那些都变了，格局都变了。
那么唐代的寺院的这种格局，我们现在留下的很少，基本没有了。但是在朝鲜半岛也好，在日本也好，还有一些我们可以来参照。另外呢，还有一些文献，来反映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戒坛图经》，那么它就有一组这个寺庙的一个标准的格局的形式。那么这个时期，如果我们看唐代寺院的格局，应当基本上是廊院，就是一圈廊子，然后围绕着一个主殿，都是这么一个院一个院这样的一个布局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应该在唐宋时期是主要的一个平面格局。那么跟后来到了比如说明清时候那种四合院的形式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几个标准的这个寺院的这个格局的形式的图给大家看，然后你会发现它也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大廊院，然后中间是主殿什么这一套东西，然后边上有很多小院，各有各的功能。然后实际上这个寺庙的那个格局，你会发现跟唐长安很近，是吧？里头也是有一些街道，是吧？分隔出来不同的院子，然后不同的院子有不同的功能，然后中间是一组主要的。那么这个形式，这样的一种布局的形式，其实你在藏传佛教的寺院当中还可以看得很完整。有一组主要的举行仪式的建筑，然后它还分成各个学院，喇嘛的住宅、僧侣的住宅，然后一圈一圈的，这个好像一个小城一样，远远一看就是一个小镇。我们做过一个寺院的这个工作，叫做拉卜楞寺，它在那个一个小城里面，它就占了半个城那么大，然后它简直就像一个小镇。相比之下，那个镇好像都完全是为它服务的，就没有它那么重要，变成这样的一种形式。实际上，这种形态在唐代的寺庙当中，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复原，对唐代景福年间的那个重修的闽中寺的一个复原。两边两个塔院，中间都是大殿。这到唐代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个我们知道，早期的寺院可能中心是塔。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我们看到很多寺院的遗址，像云冈石窟上头那个北魏时期的寺院，一圈是僧房，中间有一个塔的遗迹，这样的一个格局非常清楚。那么就是以塔为中心。那么到了后来就是以殿为中心，以殿阁为中心。比如说像到了后来辽代的这个蓟县独乐寺，那就是阁为中心，然后它其他的是围绕着它，变成这样的一种格局。那么到了唐以后，大殿佛像变得更重要。龙门石窟的奉先寺，这是我们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唐代的石窟。当然我们唐代石窟留下还不少，那个敦煌我们留下了很多唐代的石窟，然后唐代的石刻特别是在四川地区那很多。但是龙门石窟是一个皇家的，是武则天建的这样的一个石窟，它的等级非常高，而且它的造像的水平也是反映了唐朝的那样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艺术风格。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石刻，是吧？就是乐山大佛，这是唐代的一位老僧人花了自己一辈子来做这样的一个像，他都没有做完，然后后来的人才帮他完成的。山有多高，佛有多高，一个巨大的佛像，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佛的坐像。八米阳的那个佛是站像，它是一个坐像，坐在那儿的一个佛像。那我们想这些作品或者说这些石刻，那么它反映了一个唐朝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佛教的虔诚，发大誓愿把一个山要雕成一个佛像，靠自己一己之力要把它做出来，这是他的一个功德，这是他的一个虔诚。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大佛乐山大佛通高是71米，太巨大了，然后头高就是14.7米，这样的一个雕像是吧，太大。那么当然还有敦煌石窟是吧，保存下来大量的盛唐唐代的那个窟龛里头的那个壁画丰富的不得了，然后塑像、彩塑。那么唐代也是一个开凿石窟的时代，开了大量的石窟，有大量的石刻保留下来。
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讲北魏，我们前面提到北魏，那么它在开凿云冈石窟初期的时候，它是大像，就中间做一个巨大的佛像，然后两边是菩萨或者力士或者是弟子。那么后来就转化为塔心柱，就是在洞窟的中间留一根柱子，留一根石柱，它都是凿的嘛，留一根石柱，然后这根石柱做成塔的样子，就好像这个寺庙中心一座塔，然后周围是你修行的地方，然后有一个通道是你朝拜的地方，变成这么一种形制。那么到了隋，是吧？再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那个塔心柱变化，就变成了一个佛台，是吧？上头供奉佛像，可能不再是塔心柱了，然后变成绕着这个佛台转，这么一种格局。然后再晚一点，到盛唐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前后两室，前头是一个礼拜空间，然后后头进去，这个房间里头，然后全是佛像，在佛台上有佛像，有卧佛等等，是吧？就这种形制变成两个。那么再晚一点，那么可能就变成了有一个大空间，然后头上是一个佛台，上头供奉佛像。那么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石窟在那个雕刻的过程当中，在那个开凿的过程当中，它逐渐的脱离了所谓印度的那种石窟的模式，而转变成一个汉地寺庙的或者甚至大殿的空间的模式。特别是我们保存下来隋唐的这些石窟，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隋唐佛寺布局特点。隋唐时期的重要佛寺多沿用当时宫殿的布局，以矩形院落为单位，院落南北开门，周围有回廊，主殿建在中心院落的中央，左右有廊与院落东西廊相连，形成日字形平面。佛殿前后建塔及讲堂，则为佛寺区别于宫殿的布局特色。在中心院落的东西廊外复建若干小院，南北串联，有多至4、5院的，诸小院或附在廊外，在廊上开门进入，或在东西廊外辟南北向，向之外侧建院。我们下面再讲一讲隋唐时期木结构的佛教殿堂建筑的遗存。那么这个时期，如果我们讲木结构的遗存的时候，我们可以数到五台山的南禅寺、五台山的佛光寺、芮城的五龙庙、平顺的天台庵，还有一个那实际上只能算半个，就是正定的那个开元寺钟楼。隋唐时期的佛塔，砖石结构的保存下来比较多一点，比如说隋代的四门塔，然后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大家很关注的是吧？这玄奘木塔，河南登封的法王寺塔，安阳的修定寺塔，登封的净藏禅师塔等等，还有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后头会慢慢提到。那么隋唐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建筑的一个最盛期。那么它的建筑、它的格局，包括它的建造水平，那么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保存下来的实物不太多，残存的呢也大多数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栋两栋，它不成其一个完整的格局。那么所以它不能反映它那个大致这个整体的这个平面是怎么布局的啊，这些状况。但是呢，我们如果参照一些图像资料，比如说还是敦煌壁画，那么还可以能够大致的恢复这个时期那个建筑格局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所以敦煌壁画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也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材料，而且也是我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材料。我们以前提到过，曾经有一位这个学者专门从敦煌的建筑形象当中
来研究唐代的建筑形态问题。那我们可以从敦煌来看到这个唐代的建筑格局。我们发现这个，比如说这种中间是大殿，然后有廊子围合成的院落，然后在院落中间可能有一个法坛啊，然后周围有水。按照佛经，它是有特定的意义的。这个八功德水啊，什么这些注到这儿啊，然后它形成一种独特的寺庙格局。当然，这样的格局我们在现存的寺庙当中还没有真的发现。反过来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格局到底是当时人们理想当中的一个格局，还是现实存在的一个格局。但是曾经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相当于这个时代的寺庙的话，你会发现在日本的寺庙当中，它很完整的把这样的一种格局方式放到它的寺庙里头去。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是当时日本的僧人到这儿来游学了以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格局，把它复制到了日本的寺庙当中，还是他把这个形象绘画当中的这个寺庙格局的形式当做一种标准的模式建在了他的那个真实的寺庙当中，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在大足的北山的第245窟唐末的这个石刻当中也反映出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存的木结构建筑最早的是公元782年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当然这个殿的规模不大，3间的一个小殿。发现它的时候，这个建筑也已经被改造过了，形象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象。那么这个形象是70年代的时候，根据当时的研究结果，对南禅寺大殿做了一个复原，恢复了它我们认为的唐代时候的面貌。所以这是一个复原的设计，但是它的主要的结构，特别是室内的这个主要的木结构是唐代的，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结构，从南禅寺的这个结构，我们会发现唐代像这类寺庙，虽然它很简单，是吧，很小，但是它的结构逻辑特别清楚，然后整个处理非常简洁。这个结构比清代的那个处理要简洁得多，而且从结构的稳定性来说，从我们今天分析这个结构的稳定性，它很稳定。它使用了三角形屋架，就是我们说的插手托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关系，那也是它能够保存至今的一个原因了。这是南禅寺的佛像，那这个佛像呢也是唐代的。南禅寺是一个规格比较低的庙，它基本属于这个村里的这个庙的等级。那么它的构架呢，基本上是一个厅堂的构架，但是重要的是，它是唐末那个会昌灭法以前建的建筑，在会昌灭法当中幸存下来，保存下来，保存至今。那么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座唐代建筑，也是我们现存我们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一座木结构建筑，真实的留下来的木结构建筑。那么另外一个是会昌灭法之后的，就是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是公元857年。那么它会昌灭法的时候，佛光寺被毁了，它原来在大殿的地方可能是一座阁，被拆毁了。那么后来会昌灭法以后，佛教重新再兴了，然后有施主出了钱来建了这座大殿。历史非常清楚，因为在它的那个石状上有很清楚的石刻，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另外，在它的庙里头，当时兴建寺庙的这个僧人的造像，还有这个施主的造像宁公玉，都在现在它的这个寺庙的佛台上有保存。佛光寺是一座历史很久的寺庙，它的寺大概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也就是公元5世纪后半叶。那么在会昌灭法的时候，就是845年的时候，这座建筑被毁。
那么那之前的东西就留下一个祖师塔，就是那个我们以前讲南北朝的时候提到过那白色的祖师塔，只留下那么一个建筑。那么在唐大中11年的时候，也就857年，重建了这个东大殿，面宽7间，进深4间，这个规模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啊，这样的一个规模，是一个4坡顶，它的那个屋顶的形式跟我们看到的石窟当中是很接近的。那么实际上佛光寺现在那个屋顶形式还是比较完整的、准确的保留了原来唐代的形态。那么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的话，它的结构很有意思，它分成内外2圈柱子，然后是一个斗拱层，然后上头是屋顶。那么这个结构在我们后来很多的建筑当中都是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比如说我们保存下来辽代的应县木塔也是这样一个结构方式，就是它都是柱，一层层的柱，然后柱子之间是一个斗拱层，然后甚至是一个结构暗层，然后一层层摞起来。啊，佛光寺当然只有一层，就是下头是柱子，然后中间有一个斗拱层，然后上头是一个很重的屋顶。那么它这样有一个好处，我们这个木结构是吧？好像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很刚性的结构，它是可以移动变化。你知道这个佛光寺的这种建筑，它底下是一个柱础，然后柱子就放在那个柱础上，所以它那个柱子是不深根在地下的。所以一旦有一个外力是吧，有一个地震力作用的时候，那个地面跟那个柱子之间是可以移动的啊，是可以平移的，是可以能够在这样一个平移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能量被吸收的。然后另外它上头它是一个木结构，实际上是一个4边形的结构，然后上头加一个斗拱，加一个斗拱层，很大的斗拱层，然后上面再是屋顶，屋顶是有一个重量压住它。那么它这几个结构层都是可以错动，都是可以变化。那在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呢，它外力可以得到极大的消解。所以我们讲，像这种传统结构的木结构建筑，对于一个地震多发地区来说，它是非常适宜的一种结构形式。而且事实也证明了，就是我们这些房子经常有一个说法叫墙倒屋不塌，就是墙晃倒了没关系，当然那房子不倒，它那主结构不倒。那么这跟从佛光寺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从佛光寺反映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构体系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个体系还是有它一定的科学的道理，特别是对于当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啊，它有很好的这个抗震的能力。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斗拱层实际上赋予了建筑一个独特的形象，而且它也是有功能作用的。我们来看，这是佛光寺的一个全景，远眺的一个全景，这是佛光寺大殿，从远处来看佛光寺大殿。那么唐代的时候，包括到后来宋代，我们的建筑的墙体我们一直讲大部分是土坯砖，然后外表就是涂泥，然后粉刷涂上颜色。那么还有一些墙里头是所谓木骨泥墙，就里头加了木撑啊，那么它的强度会更高一些。但是不管加木撑还是不加木撑，还是土坯墙，那么它都是土墙。这个土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淋雨，淋了雨以后那个墙就坏了啊，墙就会脱落，就要维修。所以在过去它只能把屋顶做得大一些，然后尽量让那个雨水不要浇到那个墙上。所以唐宋时期的出檐都很大，建筑的出檐也很大，都很大。那么这样就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的一个特点，一个很清楚的造型上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明清的时候就变了，为什么呢？明以后这个砖大量的使用，那墙不怕雨了啊，它的屋顶就可以不用那么大，不用挑那么大檐了，而且它里头的梁的作用更大了啊，有时候直接用梁挑出来承托那个屋顶，那个斗拱的功能就变小，然后斗拱就逐渐的转化为了一种装饰构件，反映建筑等级的构件，而不再像唐宋时期具有这么强烈的结构要把屋顶挑出去的作用。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佛光寺的这个建筑，它出檐非常大，是吧？然后巨大的斗拱
伸在外面，而那个斗拱层层叠叠的这种做法，就构成了中国建筑一个非常鲜明的外观的特征，包括是结构的特征。佛光寺的室内，我们可以看到斗拱那一层是吧，拖着梁架，就构成很高的一个结构层。那么甚至它的柱高跟上的斗拱那个高度是差不多的，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比例关系。佛光寺是一个唐代的艺术宝库，如果我们说是个宝库的话，它是一个唐代的艺术宝库。唐代的建筑没动过，至少我们知道的这个时间当中没有大的动过，没有大的修缮过，它基本是保存了唐代的原貌。当然屋顶肯定动过，但是屋顶我们也分析了，它和麦积山那个石头刻的那个屋顶很像。那么也就是说，它基本还是保留了那个早期的风格，也许就换过瓦呀，什么修过，那肯定的，那么长时间完全不修是不可能的。它这样的一种形式，包括它室内空间，包括它那个结构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空间，我想它应该是可以作为唐代建筑的一个范本来看待。那么除了唐代建筑，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唐代的塑像、彩塑，那么这些彩塑后代重新彩装过，但是底子是唐代的没问题，从风格上来说是唐代的没有问题，唐代的塑像，然后还有唐代的彩绘，特别是发现了一块在那佛坛背后的有一段彩绘，它因为那个佛坛后来做了封堵，用砖把它砌住了，所以那段彩绘就没有什么光线照它，没有人进去看它碰它，所以当我们后来发现它的时候，就像新的一样，非常漂亮的一段彩绘。还有就是在它的梁上、门上那些古代人的题记，这些题记也很有意思，虽然都可能是那种到此一游啊那类的东西，但是它真的是唐人的墨迹，这很难得。因为纸本的东西我们保存下来已经不多了，唐朝人的东西保存下来很少。碑刻是吧？那是上过石的，那是又刻过一遍的，它不是那个写完了很真的就是那个东西。但是写在门上的、题在梁上，这些没有问题。所以佛光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唐代艺术的宝库，书法、绘画、雕刻、建筑，在这个佛光寺当中都得到反映。当然，它还有石刻啊，比如说唐代那2个经幢，记录了佛光寺的历史，反映了佛光寺建设的过程，然后同时又是唐代的石刻。还有一个就是山西平顺的天台庵，那么这个呢，经过研究判断，基本上呢也应该还是唐代的这个时期的东西。它从风格上啊，整个的这些结构做法上啊，应该是早期的东西，应该是唐代的东西。当然，这个也是一个3间的小殿，而且它的做法什么的要比南禅寺可能还要简单一些，但是时代应该是早期的。那我们包括它内部的结构，大家可以看得见。结构跟那个南禅寺的结构基本是一致的，就是插手托脚是吧？这样一套构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3角形的屋架。然后它的那个屋顶的比例关系是吧，也是一个按照唐代的那样的一个比例关系来做的。那么再有一个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就是芮城的五龙庙。那么这个庙呢，应该是基本是一个道教的庙，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呢，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天台庵什么差不多，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形式，也是一个3间的殿，然后它的立面也经过一些改动啊，屋顶也有一些改动，但是从结构来看，应该还是早期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讲那半个开元寺钟楼，它可能是唐末5代啊这个时期的东西，而且这座建筑明显的是用另外一座建筑的料改的，它那个梁上有明显的那个改动的痕迹。不过这座建筑
在发现的时候，它的顶部上半截已经是一个很典型的清代建筑的样子。但是进去一看，这梁架可不是清代的。然后这梁架的那些做法、那些比例关系什么那些斗拱，应该是属于唐五代、唐晚期的这个东西啊，应该属于这个东西。那么后来呢，在修缮的时候，把它的屋顶做了一个调整复原，是吧？按照这个唐代的这个样子做了一个恢复，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那么从它的那个柱础啊这些东西，你还可以看到那种唐代的宝装莲花的那种样式，是吧？还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跟佛光寺的那个柱础还是比较接近的。另外，在五台山的金阁寺还保存下来一对唐朝的仰覆莲柱础，就是下面是覆莲，上面是仰莲啊，这样的一个造型的东西，保存下来一对。那么因为传说金阁寺也是唐代初建，当然现在剩下的是晚期的，不过这两个柱础被认为是唐代的柱础。那么另外一个要讲的事儿，就是隋唐时期的砖石建筑的遗存。那么这部分东西就相对木结构来说稍微多一点。那么它也可以，比如说塔。如果我们说塔的话，我们基本上现在有三类塔。一类呢是楼阁式塔，比如说像西安的大雁塔、旋状木塔，这都属于楼阁式塔。那么还有一类是这种像松岳寺塔那样的所谓密檐塔。那比如说西安的小雁塔、登封的法王寺塔，基本上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再有就是第三类单层的塔。那么这类塔主要是一些僧人的木塔，当然也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塔，可能保存舍利啊什么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讲过去有一个说法叫阿育王塔，阿育王塔基本上这样一种类型的东西，但是大部分都是木塔，都是一些高僧的木塔。从文献记载看，那么在隋唐时期曾经有一些很大的木结构的塔，比如说我们以前提到公元611年隋朝建的这个禅定寺塔，7层高，那么他说是330尺，好像很大了。今天应县木塔也没那么高，应县木塔现在60几米，300多尺，差不多就将近100米的样子。那么还有就是叫做净法寺木塔，这也是隋代的。那么高度呢，大概是150尺，40几米高，这个好像还比较正常。那么等等，有很多的木塔，但可惜都没有能够保存至今。那我们现在留下的木结构的塔，只有这个山西应县佛光寺释迦塔这么一座啊，这是辽代的，那么距今也差不多将近1000年的时间了。这张图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楼阁式塔、密檐塔和单层的塔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就是这样分成这样3类。除了塔以外，唐代还有很多石刻，就是所谓经幢，上面刻经文或者刻什么事儿，然后可能是8面的，上头有华盖呀，有煞呀，然后下头有一个底座啊，中间是状身刻字儿啊，或者纹样。那么这种东西呢也还有不少。那么它很多是刻经文的，实际上它有一种镇压，把一些邪恶的事情能够排开这样的一种功能。那么这是在佛光寺的，这是公元857年的一个状。那么上头有很清楚的这个纪年，那么跟那个佛光寺的时间是能够，东大殿的时间是能够对得上的，是它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佐证。这是在上海松江一个陀罗尼经幢，也是唐代的，很漂亮，是吧？上头有很多雕饰，
非常丰富的雕饰。那么从这些雕饰上呢，也有一些建筑的形态能够描绘出来，比如说栏杆啊，那种造型的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些佛作，比如说像昆门啊什么等等的这些雕刻。当然还有一些像这类东西常用的，比如狮子啊什么这些雕刻，这个形象都在这个松江这个塔刹上能够反映出来。那么它的时间是公元859年的。那么这是我们现存的2个经幢啊，都是开元年间的，开元天宝年间的经幢，也是类似的这样的做法。如果我们分类，我们讲一种是楼阁式塔，楼阁式塔的来源很清楚，就是从原来早期的中国楼阁转化出来的啊，它在楼阁顶上加了一个塔刹，做了一个佛教的这种标志，它就变成一个佛塔。那么这类塔一般是可以登临的，可以爬上去。那么像早期的这些塔，它里头很简单，就是大部分是一个空堂，就砌一个像烟囱一样砌一个，然后里头铺那个木楼板，架木楼梯可以爬上去。那么到了后来就比较复杂，就是它是一个实心的，就是里头有空间是吧？但是它那个楼梯呢就是砖砌的，就从里头钻来钻去，钻来钻去，这么曲折上去的那么一个楼梯的形状。但是早期的比较简单，包括宗岳寺塔，都是一个像你进去一看哦，烟囱一样。然后如果原来好的时候是有木楼板，楼梯可以爬上去。那么大雁塔实际上就是对于西安啊，当年的长安来说很重要。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原来说它是供奉了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佛像舍利和经典，经文供奉在大雁塔上面。那么甚至什么考了状元啊什么的，这个还要在上头提名，变成一种活动啊，变成好像这个都要去做的一件事儿。这个在城最高的一个地方要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么所以大雁塔很重要。当然我们现在保存下来的大雁塔芯儿是唐代的没问题，但是外面是明代包过的修过的，所以它现在从外面更像一座明代的塔，但是芯儿是唐代的没有问题。这是楼阁式塔。那么另外一座非常重要的楼阁式塔就是玄奘的那个木塔，这个呢是公元669年的，7世纪的东西。那么玄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我们有一个玄奘的那个取经的那个路线图，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沿着丝绸之路啊，然后都过来，然后进到这印度次大陆，然后沿着这个圣地他都跑了一圈，然后最后再取到喀什啊什么这样回来。那么他带回来大量佛教的经典，然后他自己翻译，所以他对于这个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的木塔应当说也是我们保存下来楼阁式塔内容比较丰富的一座，它细部的这些斗拱的做法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细部的做法都表现得很清楚。那么它也是我们今天可能跟玄奘的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历史的见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西安的小雁塔，这个更晚一点，是公元707年的啊，这是一个密檐式的塔。那么它跟楼阁式不一样，但是这类的建筑其实它更能反映这种佛教的一种标志性。它整个造型其实更像一个佛教的那种塔刹的造型，更像这样的一个造型，它的节奏感更强，节奏感更强。那么这类的塔保存下来还是不少的。那么小雁塔同样也是就是中心有一个头啊，有一个室内的空间可以上去。那么再有一个类似的塔是陕西的这个香积寺善导塔，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它的时间呢是公元681年的，稍微早一点点。那么它是一个方形的塔，唐朝的塔大部分是方形的，特别是这种高层的塔，我们现在留下的大部分是方形。大雁塔是方形的，小雁塔是方形的，玄奘木塔是方形的。那么包括我们看的这个香积寺善导塔也是方形的，方形平面比较多。那么到了宋以后就是八边形的，
这样的塔比较多一点，比较多。那么这也是他们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平面形式不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唐代的密檐塔，就是河南登封的法王寺塔。那么这也是一座唐代的密檐塔了。还有大理崇圣寺的千寻塔，当时是南诏国的佛寺的建筑。那么后来稍晚的时候，在它的两侧又建了2个，就相当于我们宋代上又建了2个小塔。那么这是实际上云南地区是吧？就是当时南诏国区域当中的一个佛教重要的寺院，它反映了当时的佛教文化的这种向西南地区的传播。那么实际上云南地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佛教发展的区域，包括它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那种密切的关系啊，这个地方佛教也是教派交织很复杂的一个地区。那么像这个大理的这个千寻塔，反映了这个地区佛教发展的一个当时的盛况。那么这是多层高层的塔，砖石结构的塔。当然从这个砖石结构的建造技术来说，那么它仍然是有很高的这个发展的水平的。中国的建筑体系当中，木结构是一个主要的体系啊，是一个基本的体系。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并不是说在中国砖石结构就没有发展。那么无论是从墓葬啊这种拱券啊这种大的形成这种空间啊，还是像这些高层的塔，那么在中国同时也是在发展。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保存下来一些这个单层的塔，比如说山东历城的神通寺四门塔，这是一个隋代的塔，它的建造时间是公元611年，这是我们现在大概认为是比较早的一座塔啊，一座佛教塔。那么它造型非常简单，4边形的，然后所有都很方正，然后那个顶部是一个塔刹的样子，是吧？包括在石窟当中常见的一个基座啊，一个座上的一个塔刹很简单，但是整个塔的比例非常漂亮，非常漂亮。那么它的建造也是，它从技术上来说，更多的反映了石结构自己的那种关系，很清楚的一个石结构的逻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塔，就是河南安阳的修定寺塔。那么这个塔的建造的时间大概是公元758年，这个塔非常漂亮，就是它的表面都是那个布满了纹饰的这个砖雕，这个在我们现存的塔当中可能是一个孤立。其他的比如说千佛那是有的，就是一个个小佛龛啊，千佛这种塔是有的。比如说后来宋代的那个河北的普利寺塔，这种千佛是有的。但是像它那一大块砖方形的，然后斜砌，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雕饰的，这样的塔还很少见，是吧？我是没有见过第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的纹样，有佛啊、菩萨，然后有神兽啊，各种各样的造型在上头，很丰满。然后整个塔的塔身上全是这样的东西，布满了这样的雕刻。那么它反映了一种唐代的艺术风格吧。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是河南登封的净藏禅师塔，它是746年的作品，它是一个8角形的啊，是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古老，甚至是最古老的一个8角形平面，它是高僧的一座木塔。那么从这座塔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壁柱也好，然后它的窗的细部也好，那么很多地方非常真实的反映了，包括它的斗拱啊，反映了唐代的那个建筑的木结构建筑的形态，就是它在外形上非常刻意的模仿了木结构的造型。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塔刹的部分，上头是一个宝珠啊，然后下头那个帘瓣托着它，然后帘瓣上都是雕刻。山东灵岩寺的惠崇禅师塔，这座塔稍微小一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石结构的那么一个木塔的形式。那么这个呢，大概也是公元8世纪的东西，700多年的东西，
是一个僧人的木塔。那么另外有一个很漂亮的塔，就是这个比较晚，公元822年运城的范州禅师塔，一座圆形的塔，但是造型很漂亮。这是长庆2年的建筑，保存非常完整。再有是平顺海会院的明慧禅师塔，也是一个僧人的木塔，它的时间呢也是差不多9世纪了，就是9世纪末期了，就是877年的。这座塔是一个方形的一座石塔，但是造型很秀气，那么是这类石塔当中现存我们从造型上来说可以说是最漂亮的一座。不过遗憾的是，这塔原来它那个门边上是有立式的，后来这个立式失窃是吧，被偷走了，这个受了点损失，现在没找到。当然这个塔的造型还是依然还是很漂亮。离我们最近北京云居寺也有一些唐代的石塔被保留下来，它中间有一个主塔，然后两边4个角上4座小塔是唐代的。那么云居寺最早是隋大业年间建的，那么这个塔呢，应该还是唐代风格的东西。从我们现存的情况、雕刻啊什么这些来判断，还是唐代风格的东西。那么关于隋唐时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谈谈隋唐时期建筑风格和设计方法，是吧？就这个时期的这个建筑技术和艺术的发展。那么如果我们先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考虑，来看唐朝建筑的话，隋唐建筑，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讲中国的建筑，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做的是曲线，它强调的是曲线。那么这些曲线，我们在汉代的时候，从汉代的一些遗存也好，形象也好，我们还看不太到这种曲线，它基本是折线、直线，包括在西方的建筑当中也大致是这样，就是直线为主。其实在那个南北朝的石刻当中，在南北朝的石窟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曲线开始出现，但是在唐代的建筑当中，在唐代的绘画当中，在唐代的石刻当中，这种曲线变得更为饱满，变得更为充满了力量，它是有一种弹性的，你看到它是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里面的。然后包括它的柱子，不再是傻傻的一样直的柱子，而是缩柱，而是有收分的，然后柱子上头是有卷煞的，然后斗拱也是，它那个转的地方不是一个方方的硬的东西转上去，它一定是有一个刻的规律的。那么这种曲线，我们在这个时期的建筑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从这个时期的那些建筑形象的这个保留下来的石刻也好、绘画也好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从我们的实例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么这些特征在这个时期形成，什么这种很漂亮的屋顶的曲线啊，柱子的曲线啊，柱子的这些我们叫缩柱了，是吧？就是上下都要收一点啊。它是你看它不是一个直的东西，它是一个有弹性的、一个有力量的东西。然后它内部的结构上，月梁啊什么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从我们实物上来看，还是有规律的，就是它有一套设计的规律在里面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佛光寺的屋顶，你可以看到它的曲线是非常柔缓、非常漂亮，但是同时它又是很有力量。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斗拱的造型，是吧？就是斗拱那种卷煞啊，它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有它自己做法的。那我们还有很多绘画当中可以看到那些建筑的形象，那么包括它的台子成台的那种收分，是吧？那在这个时期都呈现出它的一定的规律性来，那么都变成一种设计的手法或者一种技术的发展。那我们在墓葬当中可以看到唐代建筑的色彩的特征，画了很多建筑的形象。那么柱子用什么颜色，是吧？然后它的斗拱用什么颜色，然后它的装饰用什么颜色？我们现在因为现存的建筑当中可能反复的被多次的彩绘，你已经看不出那个原始的状况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在墓葬，在这样的一些石窟当中还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给大家的图片呢是那个永泰公主墓里头的一些建筑的细部的形象。这是另外一个陕西的一个墓葬当中壁画的情况，是吧？它反映了那个建筑的状态，反映那个斗拱啊，包括人字拱的形象。这是宜德太子墓里头这个天花的情况，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到，就是中间是一种比较规则型的，然后那个两端呢，好像那个自然花草一样，就是把不同，它不完全是一种城市化的东西，那么它还有那种很自然的变化在里面。我想在当时的建筑上，应该跟墓葬里头反映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啊，要不然那墓葬里头也不会凭空想出这样的造型出来。在佛光寺这样的一些我们保留下来的唐代建筑当中，你可以看到月梁啊，就是这个梁它要做一个弯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把它叫做月梁。那么这种状态，一方面是有一个曲线变得更加漂亮，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它跟那个建筑的受力是有关系的，它正好是符合那个受力的规律的啊，它表现出了一种类似那种好像预应力的感觉，就先给你一个造型上就给你一个这种承受弯矩的一个样子，是吧？它跟你那弯矩分布是正好反过来，是吧？正好顶住的，就是它有一种实际上从这样的一个造型给你一种力学的结构逻辑，你会感觉到，哎，这个建筑它的那个所有的设计实际上考虑到了这些问题，是一个很合理造型。就除了艺术的这种美感本身，它还给你一种清晰的结构逻辑。那么从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的这个屋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屋顶和进深之间的一个比例关系，和它的高度之间的一个比例关系。那么这些都成为唐代建筑也好，包括后来宋代建筑的一个基本的规律。那么经过总结以后，包括它的那个斗拱啊，那个卷煞，这些曲线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也可以找到一套的规律啊，也可以找到一套的规律。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唐代建筑技术的一个进步。那我们还有大量的材料能够反映出唐代木结构建筑的建造过程，比如说敦煌壁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它就反映了唐代人们建造一个木结构的殿堂时候的过程。那我们可以看到柱子怎么竖起来，然后屋架什么时候搭上，跟它什么关系啊，包括这种三角形屋架非常清楚的这种表述，那么在这个壁画当中都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以佛光寺为例，我们来分析那个建筑结构，那么它是一个双筒结构，是吧？中间有一圈柱子，然后外头有一圈柱子。当然它空间上这样会取得一个更大的空间，但是同时从结构系统上来说，外头那圈柱子对中间这个核心层它又起到了一个扶助的作用。而且中国所有的就是这个时代的柱子，它是向心的，就这个柱子不是笔直的竖在那儿，而是一个就是它有我们叫侧角，是吧？就让它向里倾斜。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就是我们所有柱子可能都会在这个天空当中某一点交汇啊，如果它无限延长的话，它都会在天空某一点交汇。那么实际上它有一个很稳定的结构，就是外圈柱子要撑托住里头的这个结构核心。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在单层建筑上或许还不是那么突出。刚才我们分析过佛光寺上头有一个很大的结构层，是吧？斗拱形成一个结构层，然后这个跟下头的木柱之间的关系，那么它形成一个有柔性的一个框架结构。那么对于高层来说，对于高层建筑来说，特别是比如说，那么以后我们还会提到的这个像应县的佛光寺石家塔，就是我们说的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构体系是极其有效的。它实际上一个双套筒系统，然后外头这个系统来扶住你中心那个系统，然后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体系。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体系在后来现代结构当中也是被广泛应用。那么这种体系在我们隋唐时期的建筑的平面当中，在它的这个结构的这种构成当中，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很常用的形态。
那么包括它的屋顶的斗拱的情况，我们这个还是对佛光寺对它这样的一个分析了，让大家也可以看得到。那么像佛光寺这样相对比较复杂的建筑，那么它上头那个斗拱的结构层就变得复杂。那么对于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建筑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人字形木架，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构体系。那么这样构成了我们所谓中国木结构体系的一个丰富性。敦煌莫高窟445窟是吧？这是盛唐时期的一个窟，那么它表现了一个拆除一个像楼似的2层阁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情况。那么从这个拆房子情况，你也一样，你可以看到就是唐代的那种建筑的构架体系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张图上也得到很清楚的反映。那么在我们的设计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个大致的魔术规律，就是那个柱子，在唐代的柱子跟相对于上头的斗拱来说都不太高，这两者之间好像存在着一种结构的关系，一种比例的关系。那么我们在南禅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或者在佛光寺这样一个结构上，都反映出了这样的一种比例关系。然后包括一角的做法，这是中国建筑当中很复杂的一个处理，就这转角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在南禅寺也好，佛光寺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处理已经非常成熟了。它的那个木船实际上一个伞状的这么一个放射状的，那么这样对于结构的强度来说，对于这个屋角的这个相对的稳定性来说是有很大好处的啊，这跟那个直船不一样。那么从斗拱的做法上来看，佛光寺也好，南禅寺也好，这个斗拱的结构作用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有人把它比喻是一个杠杆结构，就是它用后头的重量压住它，然后它来承托那个它挑出的屋檐的那个重量，用这样的一种平衡的方式来解决，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式。那么当然在实践当中，特别是这些早期的建筑，往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这个屋面的这部分。就是如果屋面的重量不够的话，那可能它就承托那个屋面就会垂，就形不成那样一个平衡关系。但是从佛光寺来看，它是很平衡的，是吧？这么长时间它一直保存的比较好。那么在关于斗拱的描述当中，当然我们看到了比如说看到了佛光寺的，看到了南禅寺的，还看见保留下来那几座建筑的。但是同时我们从很多有关的建筑形象上，比如说大雁塔门楣上那个建筑的形象，比如说敦煌壁画当中的形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斗拱是怎么做的。而且总体上来说，在当时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了，结构作用非常清楚，具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实用的功能。建造一个高层的砖塔，几十米的砖塔，也还是一件有一定技术难度的事情。但是在唐朝有很多这样的砖塔，无论是法王寺塔，还是我们看到的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那么它的这种砖结构的技术，在这个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成熟的水平。那么在砖石塔的建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四门塔，尽管它有仿木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它还是紧紧地扣住了所谓砖石承重的那样的一些基本的特点，然后在上头那些砖石的构件，包括那个屋顶的做法，就里面那个通道屋顶的做法，都反映了这种砖石，就是当时人们对于砖石的特点的熟悉的程度。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高层的砖塔。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实例，是我们的一座桥，就是河北赵县的安济桥，就是我们通常说那大石桥鲁班造，实际上是李春造的。那么这个是桥梁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实例。北方的河是季节性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可能水比较少，到了夏天的时候可能发大水的水很大。那么这样的一个桥，在这样的河上建造一座桥，那么应该怎么样来让它更坚固呢？那么李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工匠，然后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我不要做桥墩儿，然后做一个大拱券把它跨过去。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发大水的时候，那个水涨上来以后，它会对整个桥身有一个很大的推力。那么你如果不想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桥可能发大水就给推倒了。那么他怎么解决呢？他在那个桥身上再开4个小洞，然后让那个水能够从小洞上分流出去，来避免对整个桥身产生强大的推力。好，他又解决了一个问题，我们叫场间劝。那么这样这座桥能够从隋外建了以后一直保存下来。而且他做的时候，他还考虑了维修的问题，因为这个石桥总是要有维修，怎么办呢？他是发了这个平行的券，就我发了28道吧，平行的券，这么发券发过去，然后任何一个券出了问题，你都可以单独对它进行维修。当然，它带来另外一个弱点，就是这座桥的整体性不够好。所以当那个40、50年代的时候，那么它有几个券已经坏了，已经倒塌了，然后桥剩下大半段在那。当然后来做了一个维修，把它整个维修出来。然后另外这个赵州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那个石栏板的造型非常漂亮，跟我们后来看到的那石栏板的造型都不一样。它上头雕了很多的龙，然后这些龙在那个石板里头好像出神入化，在里头穿来穿去，非常的生动。当然我们今天赵州桥保存下的这些石栏板基本上是50年代复刻的，那么原件保存在那个赵州桥的博物馆里面，那么那些是非常珍贵的遗物。那么现在在桥上是复刻的，但是很忠实的遵照了那个原来的风格做的。另外呢，就是还要谈到一个问题，是隋唐时期的建筑装饰。唐代的这个建筑的色彩，现存的建筑我们从佛光寺还能看到一点点，但是后期改动的也还比较多了。那么在莫高窟的北宋的窟檐上，还多少比较完整的保存了北宋时期的风格，是吧？我们暂且把它拿来看一看，我们认为跟唐代可能有某些接近的地方。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的色彩基本上是壁画当中的，特别是敦煌壁画当中，反映的内容比较充分。还有就是唐朝的地面大量使用花砖，雕花的砖，这个出土的东西非常多，非常丰富，那个砖的纹样极其的复杂，而且那个整个构图什么，显然都是经过很仔细的设计。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建筑的形态，比如说懿德太子墓，它反映了一个阙，那么阙的转角上，那些雕刻的非常精致的，应该是石材砖心儿，然后周围一圈石材雕刻的非常精致，然后上头是一个木结构的东西。那么从结构逻辑上来说很清晰，从装饰体系上来说也很清晰。那么在壁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大量的花砖的痕迹，唐代大量使用花砖，这反而在明清时期好像基本上没有了，很少见到，当然在唐朝大量的使用。那么在出土的这个石构件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比如说那个赤手，是这个排水的那个台阶上排水那些东西。那么还有在墓葬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所谓这个石椁上头雕刻的那个纹样，反映的那种窗户的造型，然后建筑上的雕刻。那么在西安的这个陕西省博物馆里呢，还保存了一个很巨大的石椁，那么它上头的彩绘都很清楚，当然雕饰也保存的还很好了啊。那么从这些彩绘，我们可以反推，就是当时唐代人的建筑上，他喜欢什么样的色彩体系，他的那些装饰应该在什么样的重点部位上。那么这是这个懿德太子墓上的那些雕饰做的拓片，那么类似的很多啊，比如说那五代时期的成都的王建墓，那里头的那个雕刻极其的漂亮。那我很难想象，如果这样的一种纹饰在当时的建筑上的那个如果表现出来的话，真的，因为它是在棺椁上，
啊。那么这些东西，它既然画成一个建筑的形象在建筑的柱子上，那么它显然在那个时期的建筑的柱子上会是这么做的。在敦煌的洞窟当中，我们看到那整片的天花的做法，是吧？有很生动的，比如说飞天，也有很程式化的东西。就是当时的这种表现，这种色彩的表现也好，这种纹样的表现也好，我想正是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也许不像那个后来清代那么程式化，但是它充满了变化。那么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宜德太子墓的天花和那个佛光寺东大殿的频案，就是屋顶的做法。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后来在西安的唐代宫殿遗址当中出了很多所谓雉尾，那屋角上的那个东西，那个造型也远远超出我们以前对这样类型的瓦件的认识。真的，你看到唐代宫殿的那个真实的做法的话，无论是在那个曲线的形态，还是在它细部那种简繁得当的那种处理啊，都反映了当时人们那种艺术的品味。然后瓦当啊、花砖啊，是吧？这些东西我们出了很多了，是吧？石刻，包括一些瓦件，纹样很丰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时期的纹样是一个中外交流的非常频繁的一个时期。那么大量外头的那种很丰富的纹样都传过来，然后传过来，在唐代它被吸收、被重新处理，然后重新再升华，变成了一个有唐代特色的那种西番莲啊、什么卷草啊、什么等等这样的一些纹样。那我们在很多的石刻当中都能看到。那么在敦煌壁画当中，它有些边带，有些饰带，条状的饰带，它是一些连续的花纹，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不同的处理的方式。这是它的花砖，我选了几块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大家可以来看，它反映了不同的风格。那么琉璃在这个时期是广泛应用的，当然这唐三彩实际上也是琉璃的一个类型。那么这个时期唐三彩发展的那么快，是吧？那么多东西保存下来，它的琉璃我们从建筑材料上也是一样，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出土的琉璃的东西。如果我们做一下总结，那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它在建筑技术和艺术方面的进步，大概可以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已经完全形成，包括结构体系。明堂，我刚才讲到武则天明堂，有人对它的结构做了一个分析，它应该是一个树结构的一个树状结构的来支撑起那个很高大的建筑。那么从第二点，建筑布局轴线规划的方法已告成熟，城市反映包括建筑布局，包括我们看到那个界堂图经和敦煌壁画当中反映的建筑形态。那么这种轴线的布局的格局的方式，在这个时期已经完全成熟。然后木结构技术已经定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吧？梁柱体系，是吧？这都已经完善了，包括它的斗拱做法都已经完善了。砖瓦石金属材料的制造技术，包括它的使用，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比如说琉璃瓦，然后各种复杂的瓦件，然后他曾经还建造了一个金属的这个大柱子，叫天枢。在7世纪的时候，就是694到695年，当时就征收了民间的铜铁，征收了这个铁器，然后一起铸造了一个巨大的天枢，高37米的一个金属柱子，立在端门之外，它的直径是3.5米，这么大的一个金属柱子立在那，然后上头有承露盘，然后有这个神仙，是吧？表现的神人在上面有那么一个造型。那么这样铸造这样巨大的一个物件，一个柱子，在当时来说反映了当时铸造的技术，反映了当时金属工艺。城市规划体系上来说，那么以考工记为主导的这个城市规划体系也已经定型。唐长安影响到了很多城市的建设从中国自己来说，那么一直到了元大都，到了明清北京城，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体系来做的。木工的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曾经有一个故事
说这个苏州有个崇元寺，它有一个阁，突然有一天一个角这个陷了，然后这个庙里的僧人一算，说要把这个修好啊，请人来修，得用1000贯钱啊，可能1000贯钱还不够。正好那个庙里头有一个游方的僧人，说哎呀，挂单住在庙里，说那个用不着找人，说你找一个请个人是吧，就来帮帮我。那个人管干嘛呢？就是做那个木楔子，他来劈木楔子，然后我就给你修好了。然后后来这个寺的这主持能省1000贯钱也不错呢，就是那好，那就听你的。然后每天他是一个游方的僧人啊，就是临时挂单住在这儿。然后每天他吃完了饭，反正也得给他饭吃吧。然后吃完了饭，他就揣了这个几十个木楔子，然后就在这建筑上爬来爬去，把木楔子卸在这儿，卸在那儿。然后说这个大概不到1个月，他居然把那个这个塌陷的这部分给扶正了，扶起来。那么说明一个游方的僧人，他已经有这样的修木结构建筑的技术，可见在那个时期，整个木结构的建造技术也好，修缮技术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它的施工设计，就是以前我们说，好像中国的建筑是没设计的，没有设计，中国建筑就是工匠盖就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这个隋唐的时候，比如说当时这个宇文恺我们讲他规划了唐长安，规划了这个洛阳城。那么他在建造建筑的时候，他首先是做模型，用模型来做设计，然后他的模型是1%比例尺的模型。那么隋文帝宠佛，他下令全国13个州同时要建造仁寿舍利塔，同时建造。这东西怎么造呢？然后他命令他的这个负责工程的这个部门，先造一个样子，叫造样，然后送往各州建造。那实际上他做了一套施工图也好，做了一套模型也好，然后发下去，发到各地，各地按样子造，然后就同为5层木塔，就所有建出来都是5层的木塔，前后一共建了110处，一个图纸做了110处房子。怎么没有设计？隋代已经有设计了。那么施工图，比如说这柳宗元他写过一个《子人传》，那里头他讲叫画工于堵，就在这个墙上先画出来，画一个你要盖的房子的样子。然后呢，它也是缩小笔尺的也是缩小笔尺的。然后按照这个东西来建造，说毫厘不差，就是按照那个施工图来盖房子，这个木匠先在那画一个，然后盖出来毫厘不差，不用修改。这是柳宗元的这个《子人传》里头提到。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无论是设计施工，实际上都已经很成熟，让我们讲到都是很成熟了。那么再有就是建筑装饰，比如说窗户棂子，从那个直棱窗再像一些有复杂的纹样的这个形式在转变。然后柱础开始有非常复杂的雕饰，然后栏杆彩画那么这些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然后天花的造型，然后我们从那个石窟当中，从现存的石例当中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种。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一些著名的工官工匠开始出现在记录当中，出现在史记当中。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宇文恺，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建造赵州桥的李春。宇文恺造过很多很多的东西他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家，他设计了很多很多东西。那么可以说在这样的几个方面，隋唐时期的建筑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那么为以后宋元明清我们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的这个建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条件。
好，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中国建筑史的第6大讲，五代两宋辽金时期的建筑，特别是我们今天主要集中在城市宫殿和园林，五代两宋辽金时期的城市宫殿和园林，这个时间大概覆盖了是10世纪到13世纪，大概300年。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中国建筑如果从秦汉开始走了1000多年，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我们先对这个时期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我们知道这之前是隋唐时期，中国历史上非常鼎盛的一个时期。但是随着这个唐王朝在公元907年的轰然倒塌呢，那么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战乱和纷争的时代。那么中原地区这时候由于频繁的战乱呢，像走马灯一样的在更换着政权。在50多年的时间里，前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王朝，主要在中原一带。那么在南方地区呢，还出现了前蜀、后蜀、吴、闽、楚、北汉、南唐、吴越、南汉、南平10个割据政权。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称这段时期叫所谓五代十国时期，是一个相当战乱纷争的时代。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整个国家的情况，一片割据的乱象。那么从960年，这个由北宋王朝他开始立国以后呢，就开始了着手统一事业。那么先后统一了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等的割据政权，中原地区得到统一了。当然这个北宋皇帝还是有一些雄心，他希望统一中国嘛，所以他开始跟北方的辽政权进行较量。但是经过几次回合，双方各有胜各有负，最终达到一种持平的状态，形成了辽宋南北对峙的格局。这个历史很有意思，所谓澶渊之盟百年和好，是吧？因为经过反复的争斗以后呢，双方力量不相上下。这张图可以看出当时辽宋对峙的格局。其实在这个时候稍微晚一点，又出现另外一个政权叫西夏。辽是由契丹人的政权，西夏是党项人，就是羌人的政权。那么实际上是3足鼎立的状态。那么在100多年之后，大概在12世纪中叶12世纪初期吧，北方的大概在黑龙江这一带的一个女真人开始兴起，就是所谓金人。那么金的政权呢兴起以后，很快就灭了辽。1125年辽灭亡，2年以后北宋又灭亡。那么宋政权向南迁，这时候其实出现了金和南宋，那么同时还有西夏，实际上是3足鼎立的状态。那么党项人呢，时间是跨度稍微大一点，他是从1038年建立西夏，然后一直到这个被蒙古人灭亡。后来这个1227年，西夏被蒙古铁骑扫灭了。到1234年，蒙古人又把金灭了。又经过了40多年，到1271年，元帝国建立。1279年，南宋灭亡。那么中国重新进入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时代。随着唐王朝这座大厦于907年的轰然倒塌，中国进入了一个战乱与纷争的时代，史称五代十国时期。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开始着手统一中国，历经辽、宋、西夏3方对峙格局，西夏、金、南宋3足鼎立状态。1227年，西夏被蒙古铁骑扫灭。1234年，蒙古人灭金。1271年，元帝国建立。1279年，南宋灭亡。
标志着中国重新进入统一大帝国时代。这是简单的一个历史回顾。当然，对这个历史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看起来这一段时间非常的纷繁战乱，但是这个时期的这个文化达到了相当鼎盛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两宋。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期，因为它有了其前的隋唐两代的一个积淀，而且宋代本身政策也比较好。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作为封建王朝里最为开明和最为有文化的一个朝代。有宋一代300年，基本上没有对这个知识分子进行过大规模的迫害。那么文人比较敢说话，著述也比较多，所以我们现代有一个学者叫陈寅恪曾经说过，说中国文化肇极于赵宋，就是中国在宋代文化达到了顶峰。同样建筑也是一样。那么宋代同时跟它对峙的辽金两个时代，宋辽金，他们的建筑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说达到了一个相当鼎盛、相当完善、相当成熟的这样一个阶段，而且留存非常丰富。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建筑史，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建筑史最关键、最丰富的一段。那么下面我们进入建筑，我们谈一谈五代两宋辽金时期的城市和宫殿。我们先对这个概貌做一个了解。先从城市说起。我们知道城市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建筑群。那么在10世纪之前呢，我们是隋唐时代嘛，唐代，它的城市特征我们很熟悉了，前面已经讲到了，它是一个里方制。所谓里方制呢，它把城市分成若干个里方，有坊墙，有坊门，坊门定时的开闭，这样就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把整个城市给控制起来了，没有任意的交易场所，这个交易是有固定的两市，大家只能在固定的时间进行交易。那么平常到晚上有宵禁制度，这个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城市模式。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呢，其实在晚唐就开始出现一些变化，是吧？唐代虽然城市很大，但是它的交易活动虽然四方来客，这种各国的商人很多，但是它限定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中间。这种里方制从北魏到唐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它内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我们说原来在没有容许这个按照老的规定呢，不容许向街道开门。这个当时的明文规定是这样的，叫禁游食，役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度之，就是连向街上开门都不容许，怎么可能在进行街市上的贸易呢？所以它只能限定在白天，只能限定在固定的市场里进行交易，商业交易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出当时的空间感觉，一道一道墙，墙里面是一座一座的有院子的、有院墙的住宅。但是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因为经济本身有一种活力。那么到中晚唐时期，大概到8、9世纪，这个里坊中的商业活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在里坊中的一些小曲，就是小的巷道里头呢，出现了所谓临路店。我们从这个词可以感觉出来，在这之前是不容许临路开店的。那么现在开始在坊内的小街上有临路店，说明开始打破这个墙的界限。然后又出现了夜市，夜市就是说晚上开始进行交易，当然只能在坊里头，这实际上是突破了宵禁制度。那么到了晚唐的时候，在从人坊呢，夜市已经很活跃了，按照记载叫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因为商业它有它自己的活力，人们晚上掌灯喝酒交易娱乐，是吧？到了晚唐文宗年间呢，
甚至连皇上都感到恐慌了，说京夜市一令间断，已经提出这个意见了，要求禁断这个夜市，但是禁是禁不住的，说明在唐代的礼方里头已经孕育了晚晋城市、宋辽城市的一些雏形。那么到了宋代，城市完全变了，尽管它有礼方，但是礼方只有名的概念，没有实质的概念，它只是个分区。所有的建筑物都可以临街布置，而且可以有高的建筑物。在过去，在唐代城市里，礼方里是不容许盖高的房子，不能超过坊墙，不能自己的房子不能高的能够看到别人院子，这是不容许的。但是到了宋代，特别是沿街的这种建筑物，可以叫3楼相高，5楼相向，是吧？你只要有钱你就盖吧，而且临街结笔连延，非常的紧凑的建筑物，开满了商店市肆。所以说呢，从唐经过5代到宋，是中国城市由中古向近古的一个转变时期，城市形态发生了一个突变。那么正因为这样呢，在5代2宋辽金这样一个时期，出现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们可以大致归纳有这么几个城市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个是东京汴梁，北宋的城市，北宋的都城；一个是北宋的平江，平江就是今天的苏州的前身；还有南宋临安，今天的杭州的前身。还有一座城市，但是它在这一时代经过2次更迭，一个叫辽南京，一个叫金中都。这2座城市呢，都是我们北京城的前身。那么这个时期有一个特点，就是分成所谓多京制度。辽代有所谓5京制度，北宋有4京制度。这个是其实从唐就开始了。唐有也是不是一个它有东都西都，后来又出现了北京，唐的北京和唐的这个中京这一类的。那么北宋也是4京制度，北宋有这个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洛阳府，还有北京大名府，它有4京。当然主要的首都，主要的政权，皇帝日常生活是在东京汴梁。辽更有5京，这是这一时期的城市的感觉。这样我们概括的对辽、宋、金这个时代的城市和宫殿一个概貌给大家做一个描述。我们来看看具体的看看这些城市，因为我们今天重点这一讲要讲讲城市和宫殿。我们看下面我们了解一下北宋的汴梁城、平江城和南宋的临安城这3座城市。北宋汴梁，北宋汴梁呢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也就是今日的开封城的前身。它的位置呢在今天的河南省的中部，处在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的交接地带。这个地方海拔比较低，又是一个黄泛区，它的平均海拔才有70米，而且它临近黄河，所以经常有可能会被这种威胁。但是它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它的水系很发达，它跟南方的这种运输很便捷。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帝都东移。因为我们过去的政治中心是在现在的西安，在陕西一带，但是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所谓旧时东都的现象。什么叫旧时东都呢？就是整个皇家集团、贵族集团，他们这个运输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要住在东都洛阳。因为洛阳毕竟靠东一些，各种食品这个物资运输都比较容易到达，而汴梁更偏东，交通更发达，所以这是最终这个到宋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从西安
经过了洛阳，到达了开封这样一个过程，完全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所造成的，当然也有政治的因素。那么汴梁这个城市过去在唐代只是一个州城，叫汴州。它在建成的情况最早是在唐代建中2年呢，有一个刺史叫李勉，在原来旧汴州的基础上开始加以扩展，建了汴州的罗城。罗城就是外城的意思。然后在罗城之内又建了子城，这个是当时唐代的一般地方城市的基本形式，就是有子城和罗城。所谓子城又叫衙城，就是在城中有个小城，这个城市是由城市的统治者、刺史、牧守们他们住的地方，衙门相当于衙门，他的衙门和他的住宅，外面这个城是居民住的。当时的罗城呢是汴州的外城，它的规模是周围20里155步，大致相当于明清的汴州的，就是开封的规模。所以这个中国城市就这样，它一旦变为都城，它的规模变大，然后一旦它重新这个回归到这个地方小城市，它的规模又缩小。这个汴梁的，因为它交通很发达嘛，所以在五代的时候，这个有4个朝代就是把首都立在了汴梁，因为它交通比较发达。那么到了后周时期，五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后周显德2年，周世宗呢就开始对汴州进行扩展，所以汴州城作为在北宋之前就开始加以扩展了，这是955年。扩展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时候作为都城的汴京呢，人口已经越来越多，旧有的城市狭窄，房屋拥挤，城池的规模也比较小，容不下这么多人。而且这个存世，因为中央政府在这里呢，存世管理的百司公署没有地方建造，而且房屋过于密集以后呢，经常有火灾，所以不得不扩展。那么当时扩展的方式呢，就是在原来的汴州城外再加一个罗城。我们注意一下，这次城市的建造就跟隋唐的两京城不一样了。大家回忆一下，隋唐建长安城，也就是大兴城，隋代大兴城，唐代的隋代的洛阳城，都是依次建成的，1年之内把城墙、坊墙全部铸造起来，里面再慢慢让大家去分割住宅的用地，去盖房子。这一次不是一样，不是这样的，它是先有一个规划，然后在泥建城墙的位置上呢，插上一些标识。那么插上标识，现在大家都忙，你们就去忙。到农闲的时候呢，集中力量把这个城墙先造起来。在标识之内呢，后关中匹划，就是等候国家专门的规划人员来做规划，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宫谢院、物料，继任百姓营造。先把国家公用性的建筑，军营啊，还有一些城市空间、街巷啊、仓储性的地方啊，还有办公的地方，全部给划好，这些地方留给政府来建，其余地方任百姓营造，就是你们老百姓自己可以来建造。先由官方做出规划，这当然是一个有完整规划的城市，但是它不是依次形成的。那么到了周显德3年，956年，新城的城墙基本形成。这时候的城墙已经达到多少了呢？周回48里，233步，翻了1倍。尺度翻了1倍，实际上相当于原来城市的起码4倍，是吧？应该是个大都市的规模了。我们从这张图看出它城址的变迁。那么原来是一张小的周回20里的城市，到了这时候变成了周回将近50里。而且它对城市的街道呢进行了恰当的布置。按照规划呢，京城内的街道是有宽有窄，
宽的有50步，一步是5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丈量习惯。50步，凡宽50步的呢，容许两边的住户呢，用5步的距离呢，可以种树、挖井、修盖凉棚，就好像我们的主要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一样，种上树。那么过去供水系统主要靠井，可以挖井，也可以修凉棚供行人休息。30步或者是25步的呢，那么可以留出3步来，这说明城市有规划，城市有规划。我们按照现在的尺度来想象一下，50步大概是80米的左右，那么30步大概是50米，25步大概40米。这两边呢，在50步的时候，两边留出8米的间距，你可以做一些挖井啊、种树的这个。在50米和40米的时候，留出5米的间距。这样不仅有交通的系统，也有绿化，也有水源，也有休息，路人的休息。因为那时候的交通主要是车马和步行。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当时的尺度，因为建筑物不是很高，所以相对来说80米、50米还是比较宽的。那么当时城市还沿袭了隋唐时代那种坊的概念，所以它是有坊名的，某某坊、某某坊。但是没有坊墙，也没有坊门。那么百姓的房屋可以临街建造，只要你在规划的范围之内，甚至容许建楼阁，这个是不同的。过去在唐代是绝不容许的，起楼阁临视他人院落，这是绝对禁止的。现在是可以起楼阁。这个东京梦华录，我们知道这个关于汴梁有一个很重要的书，就是《东京梦华录》，是在汴梁被金灭了以后，人们回忆的写的一本书。他就提到了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状，就是沿着汴河呢可以盖楼房、种树木。这说明这个当时城市空间是非常的这个在规划上、在管理上是很活跃的，不是很死板。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做法呢，其实调动了很多人的积极性，包括一些官吏。其中有个叫周景的官吏呢，他就在汴河上建起了一个12间的楼。他当然作为一种，因为汴河是一个通道嘛，相当于作为一个仓储、一个交易的场所。那么随他开始，很多人就开始在汴河两边盖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因为这个宋代的商业文化很发达，我们都想象不到的。这个我们想，这个政府有很多机构，像什么佃宅务啊，这个豪宅司了，豪宅司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市政这个建设部门，它管理道路和水运。佃宅务它就实际上管理房屋，它甚至有些空地由政府出钱盖了房子拿来出租。宋代还出现这种事儿，说有一个府学这个经济状态不太好，政府说那这样，你周围的地你可以拿来盖一些房子出租嘛。这个府学就募集了一些钱，盖了房子出租，然后来补贴它的用处。这想想，这是在12世纪，说明商业思想已经很发达了。那么正因为这样，老百姓见到这种商店、底店的这种积极性也很大。汴河两岸建造了很多这种市肆、底店，用来去住宿啊、商业交易啊。我们从《清明上河图》里可以看到这种景象，完全是临街临河的建筑物，很活跃。这张图呢是对这个《清明上河图》的一个还原。那么清河上河图这种市井生活，我们应该说在明清时候都能看得到，但是它起源于10世纪以后的宋，起码有1000年了。从城市的格局上讲呢，汴梁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都城。我们知道，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有一位学者呢总结了中国城市都城的一个3套方程制度。什么叫3套方程呢？城市的最中心核心部分是统治者的宫殿，我们叫大内。那么在它之外有一圈城墙，我们叫皇城。
这个地方既是统治者的游玩的园林院囿，同时也是各种办公机构、中央办公机构。那么再往外就是居民了，里坊、市寺以及地方政权，那么形成一个外城，所以它是叫三套方城。汴梁城就是典型的三套方城。汴梁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平原地带，无险可守，所以这个城墙必须年年加固。它的城池上的城墙的这个设计啊、敌楼啊、瓮城啊，这个是大概历史上最复杂的。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这个汴梁城的这种考古发掘的现场。我们看这些夯窝都看得出来，说明这些城墙做得很坚固。当时主要是夯土城墙，外面包砌砖。那么到了宋代中叶呢，这个城墙经过反复的扩展完善以后，它的外围长度又加以延长了，达到了50里165步，比原来更长。城墙本身的尺寸是什么样呢？城墙的，因为我们知道城墙是有个收分的，底面宽一些，上面窄一些，它的底宽是5.9丈，相当于18.5米。城墙的高度是4丈，相当于12.5米，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4层楼的高度。在这个城墙上还有7尺的雉叠，雉叠我们知道是城墙外部的抵御这个对方的这个箭呀、炮啊这样一个城墙一个错叠的，它的高度是7尺，是2米。此外呢，在城墙上还有很多设施，城墙上有楼炉、有战棚、有马面。马面就是突出城墙的那一部分，这样便于这个城墙的死角这部分不可能有敌人贴近。敌楼就是在城墙上盖楼，战棚、楼炉都是这样的。那么城门处又加有瓮城，瓮城就是城外加城，像瓮一样，像一个水缸一样，一旦敌人进来，可以把它给四面城门一关，就可以把敌人消灭在这里。我们这张图可以看出北宋东京城的一个大致的城墙布置。这样一个城市的轮廓我们看出来了，3套方城。当然它不是很方正，第一个原因是古代这个丈量的设施没有现在这么去便捷。另外就是宋代城市本身是个，它不是像隋唐、长安和洛阳一样这样依次的规划成，它有个租建的过程，所以它一旦有了居民，它就把线斜向拉直，所以它的城感觉有点扭曲。这张图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用地情况，红颜色的是皇家用地，有宫殿，有院囿；绿颜色的是军队，因为作为都城，它同时也是个军事重镇，保卫皇家的安全。同时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商业用地，所以这个城市应该是非常具有晚近的色彩，特别是它有非常密集的商业网和商业街区，这个在唐代是不可想象的。唐代城里只有2市有交易活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而这个沿着城市的主要干道布满了商店，连延街栋，3楼相高，5楼相向，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宋代张周端绘的这个《羌明山河图》呢，大致上可以说描绘了长安这个汴梁城的一角，已经看出它的繁华和热闹了。那么《清河上河图》我们看，在这张图上只是表现了很小的一段，而且城内城外，就是说明它的繁华已经延伸到城外了。那么大的密度，而且多数是木结构建筑物，防火就是个大问题，是吧？所以当时城市已经有了很系统的防火设施。首先它有望火楼，若干个望火楼，看哪里有冒烟了，哪里有不正常的火了。每坊巷300步许呢，有军巡铺屋一所。那么这几百米的范围，它就有一个相当于派出所一样的，但是它是起2个作用，一个是治安，一个是防火。在这里头有什么呢？有救火家事，家事就是古人的话，就是那些工具，救火家事，例如大小桶、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锁、铁帽儿之类，都是一些救火用，拔的火啊。每遇有余火去处，
则有军马奔报，军相主马步军殿前三街，开封府各领军机扑灭，不劳百姓。我们看这个城市系统管理很有效，一旦发生火灾，军需铺各方面的这个公职人员、军人呢，开始去拿起家事救火，不需要百姓参与，说明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有效的城市管理系统了。这是汴梁。唐朝至宋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完成了从西安到洛阳到开封的东迁过程。因为汴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所以汴梁外城不断加固维修。唐建中2年，汴州刺史李勉在旧城的基础上重筑汴州罗城及外城，周围20里155步。后周显德3年，扩展的新汴州城建成，城周围48里233步。至宋代中叶时，经过反复维修扩展，汴梁城外城周围长度为50里165步，商业繁荣，并形成十分有效的城市管理系统。临安是南宋的首都，今天的杭州。那么这个城市当然起源很早了，在西汉的时候，它是钱塘县的县属所在，所以有人叫钱塘嘛。隋代的时候开始营建杭州城，当时的城池就已经到了36里90步。为什么？因为南方地区这个一个是人口密度大，一个土地比较狭促，所以会在一个地方只要有城市会聚集比较多的人，商业经济比较发达。那么临安城也就是杭州城比较快的发展时间是五代。五代时期曾经一度做一个地方政权吴越国的首都。吴越王钱缪呢对杭州城的旧城加以扩建，像其他一样，他在子城外又加了内城罗城。因为它周围有山有湖嘛，所以它罗城周围的长度在吴越王时已经达到了70里，规模很大。当然因为地形的关系呢，它地形比较复杂，有山有水，水系很发达，又有西湖，所以它形成一个南攻北城的格局。为什么南攻？因为南边有凤凰山，这跟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工程的格局不太一样，特别是隋以来，北魏和隋以来城市宫殿多数在北，只有在西汉的时候宫殿在城的南部，是吧？大量是城市。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坐北朝南嘛，北面为尊嘛，它变了，因为地形的原因，南攻北城。南宋是沿用了这一格局。那么南宋行宫呢，位于城市南部的这个凤凰山一带。城市的里部呢有北部呢有里坊有街市，城市的形式跟汴梁一样，非常的繁华，非常的商业化。这是它的大致的面貌。我们看它这个临安城紧邻钱塘江，离这个杭州湾很近，周围水系很发达，城池是一个比较南北长东西狭的一个不规则的状态。它的西边是西湖。到了绍兴28年1158年，临安城内建立起了各种宫观、坛庙、府库、学校、官署，而且营造了一些御园，就是皇家园林。那么这时候因为统治者在这基本上安定下来，他就开始扩建他自己的宫殿嘛，所以皇城规模已经达到了周回9里，大致和北宋汴梁的皇城规模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看到的皇城图。皇城之内有大内，相当于宫城，它临山紧依着凤凰山而建。那么现在对它有些发掘，对它的遗址开始进行保护了。对它的城池的位置呢，也有一些复原研究。我们可以大致想象出当时的情况。它的建筑物的规模和数量可能比北宋还是要少一点，但是它一样内容不少。它有御苑，有这个必要的一些这个礼仪和
起居的设施。和汴梁一样，临安也是一个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而且它手工业尤其发达。大家如果了解史料就可以知道，在北宋的时候，杭州就是一个手工业极其发达的城市，是吧？因为在五代的时候，北方战乱很多，但是在杭州，在南方，在江浙一带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很多这个工艺水平、技术保存都比较好。在北宋初年，很多工匠都是从杭州去的。而北宋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工艺品，像佛像的铸造、铸铜，都是出自杭州。杭州铸造好了，运到了这个汴梁，所以它的手工业很发达。那么现在中央政府到了这里，所以更刺激了它的手工业和商业。隋代营建的杭州城，城周围36里90步。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对旧城进行扩建，罗城周回的长度达到了70里。南宋建炎3年，升杭州为临安府，至绍兴8年，正式确定为行都。南宋临安城是一个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尤其发达。苏州城在北宋的时候就叫平江，它当然也是一座古城了。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它是典型的一个府城地方城市，所谓2套方城。一般的都城是3套方城，外面有外城，外城以内有皇城，皇城以内是宫城。那么作为皇帝，中央政权嘛。但是地方城市，它为了自己的安全，它有个子城，也叫衙城。衙就是我们写是写牙齿的牙，实际上是衙门的衙的意思。里面住的是地方政府的最高首长、长官和他的住宅。那么有时候他的一些办公设施在里头。外面是罗城，是外城，罗城和子城之间就是里坊，所以叫2套方城制度。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些副郭的县，这是中国特色，就是它这个城里头可以分成若干个县，每个县有自己的衙门，这个衙门副郭它可能就不会在子城里，它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办公机构。当时的县，一个叫常州县，一个叫吴县，这是一个办公机构。另外还有一些公共设施，比如说府学，是吧？中国重视教育，有府学，有贡院，专门举行考试的地方，还有一些旅社叫亭馆。平江城里有12处亭馆，同时已经有一些私家园林。这个南方园林起源很早了，所以这个在平江城里已经有一些，比如我们熟悉的沧浪亭，它宋代就有了，那么当时叫含园，而且有很多佛寺。当时从图上看出来的，平江城里的佛寺就有42处，其中佛塔有13处，道观还有6处，所以宗教建筑还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出它跟河道的关系。苏州城过去经常说是前面是店面，后面是这个水系，它这个后面是运输系统，然后到了这个运到它家里，加工完了到前面的前街去卖，所以它是这个前店后水的这样一个关系，水系非常发达。我们再看看北方，在这个时期呢，在北方也有2座城市，当然不是同时存在的，先后有2座城市非常重要，在中国建筑史上。一座是辽南京，一座是金中都。我们先来看辽南京。辽代实行5京制度，它有上京灵皇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中京大定府、南京西京府。西京府就是北京城的前身，大同府就是现在的大同，辽阳府就是现在的辽阳，大定府在辽宁省，灵皇府还要靠北一些，是它的起源地。辽南京西京府就是燕京，它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在这之前呢，在唐代的时候叫幽州，幽燕之地嘛，幽燕之地，燕就是燕山嘛，幽就是幽州嘛，幽燕之地。在936年是这个辽代开始兴起，
辽代的建国是936年，它比北宋要早，北宋是960年。936年呢，他把幽州城定为了南京，到1012年正式定名为西京府，是一个府。那么这座城市在唐代说是个边城，是一个州城。1008年，宋代的一个人叫陆震，他记载了幽州的情况，说幽州府原25里，城中凡26坊，坊有门楼，说明当时的幽州还带有唐代色彩，是吧？这个有26个坊，每个坊有门楼，那说明有坊墙，没有坊墙怎么有门楼了？然后规模不是很大，但这时候已经是辽代的都城了，有南京了，但是不是主要地方。到了宋代的这个有位许康宗奉使行成禄，他代表北宋政府去辽出使辽国，他记载说辽南京周围27里，楼壁高40尺，楼计910座，地建3重，城门8开。这个规模跟前面记的差不多，才20多里，26、7里，每面大概是2座门，一共是8座门，然后楼壁高4丈，也不低了，是吧？10几米，地建3重，有3重这个城壕，它带有防卫性。到了辽史记载，那么辽代自己的记载，它可能又加以扩展，它叫地方36里，从3丈，横广1丈5尺，敌楼战鲁据8门。什么意思呢？36里建这个周回，高大概3丈，比宋人记载低了一点，横广1丈5尺，可能扩建的时候加厚了，但是高度降下来了。横广1丈5尺，就是上面城的宽度有1丈5，那么上面可以跑兵的。这是一张辽南京的复原图，我们看相对比较方正的一座城，四面各开2门，一共是8座门。它的宫城偏南，而且宫城向南突出。那么所以辽南京城里有子城，又称内城或者皇城，它位于罗城的西南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宫城。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这个城市的形象，一个南北略长的这样一个方形，它的子城呢在这个城市的西南角，然后它里面就没有再套城，实际上2套城，它一个皇城一个子城里面把宫殿和园囿放在一起了。因此人们可以这么来分析，就是说辽南京呢大致保留了唐代幽州的26坊的格局，因为辽人是游牧民族，进来以后呢，他在建设上没有做大的改动，就沿用。但是城内有很多寺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宋人洪浩的记载，叫《松墨记文》，他这么说的，他说胡俗奉佛幽谨，帝后建相舍皆凡拜，公卿议事则僧座上座。这是说的前面就是说这个辽统治者对佛教非常的重视，那么官吏呢见了和尚是要下跪的下拜的，这个和尚要坐上座，这个可能跟中原地区不太一样。然后说燕京兰若相望，大者30有6，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4禅，曰太平、招提、朱林、瑞相。我们知道辽南京城内4塔林立，现在统计数量也很多，我们对辽代文献去稍微梳理一下就很多，是吧？像现存的法源寺，辽代就有，它当然更早唐代就有了，唐代是闽中寺，天宁寺辽代的，还有辽代的建筑物。当然城外也有，像现在的这个戒台寺，辽代叫慧聚寺，是个典型的律院。这是辽以前的这个我们看城市里的一些寺院的分布的情况，辽代有建了一些寺院，大致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知道辽是一个非常重视佛教的这样一个朝代。后人曾经说辽以佛王，辽以士王，这个今以儒拜，这种说法，今以儒拜对不对？但是辽以佛王，至少说明
辽代非常重视佛教，现在的佛教遗存也特别多，它恰恰给我们保留了一批佛教建筑。那么这张图就是天宁寺塔，辽代的塔，非常精美的一座辽代塔，应该是北京城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了。那么还有云居寺北塔也是辽代的，只是它在北京的郊区。辽南京西金府，又称燕京，离今日北京城的前身，大约周围25里，更为接近真实的规模。辽南京城内寺塔林立，里坊相望，是一个相当繁华的都会。现存法源寺、天宁寺都是辽南京城内的佛寺。这是金中都的大致图形，非常整齐的一座城市。它的工程呢，因为它沿用了辽代的工程嘛，辽代工程在西南角上，所以它虽然扩展了以后，它工程仍然稍微偏西，中部偏西。宫城之外有皇城，这样形成了大内、皇城、外城3套方城，跟这个汴梁城是一样的。每面设3道门，12座门。这个我们想一下，跟北京城不一样。后来的北京城11座门，北面只有2座门，它是每面3座门，跟这个长安城是一样，唐长安每面3座门。那么城门跟城门呢，它只在几个主要街道上可以贯通，因为中间有皇城和宫城，有些地方就撞到皇城和宫城了。有几条街道是完全可以贯通的，城门对城门。这是它的平面，我们看是一个非常规整的城市，3道方城，而且宫殿的居中，宫殿前面突出一部分应该是它的衙署以及千步廊的所在。另外，这个城市的水系很发达。我们想一座城市的建成，首先要考虑它的山形水势，交通是不是便捷，水源是不是充沛，是吧？北京城也就是燕京，它之所以成为首都，它除了地势上的原因，它是恰恰是一个连接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和外蒙古地区的一个3个交叉点的一个交汇点，是吧？我们想东出山海关到东北，西出门头沟往山西往外蒙、内蒙、外蒙，南边一个大平原，是吧？这个本来就是个选都的好地方，在风水上也是极好的。这个南朝的时候啊，这个5代南唐的时候就有人说冀乃天地间好一个大风水，这背有燕山，左有泰山为龙，青龙，右有华山为白虎，前有岸有衡为松，远有曹为衡。他把整个5岳纳入到他的这个大的这个风水格局里头来，所以古人很看重这个地方。这个元代人到这儿也是说，哎呀，这个地方如坐一个座椅，后面有靠，前面一望无际，是吧？所以它在地理位置上适合于建都，同时水系发达。我们看水系，中都城的水系它有莲华池水系，古代叫西马沟水系，现在这个西客站这附近叫莲花池，这是一套水系，从永定河过来的。金代叫西湖，还有钓鱼台水系，就是现在的玉渊潭那片叫钓鱼台，又是一个水系，现在水源还是很发达的。高梁河水系，这个西直门这一带，是吧？辽跟这个宋打仗，在高梁河打了一大仗嘛，那是一个水系。这叫3大水系。另外，宫城内还有一个鱼藻池，所以它水很发达。我们从这张图看出金代的一个水池的雕刻，说明金代的水系很发达，它会有各种水边的设施。当然，我们说辽宋金这个时代城市很发达，有很多城市。那么金代也不只是一座中都了，金代还经营过汴梁。那么这个辽代还有西京，还有上京，还有中京，那都是很多这种也有很多建设，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展开。我们再稍微知道一下，就是说在辽宋时期呢，还有一些南方城市也还曾经很发达，比如说泉州城的前身，明州就是今天宁波的前身，还有靖江今天桂林的前身，在宋代也都是商业和手工业非常发达的地方城市。它外头也有城门，它是不规则的城，那么它的城门呢也有一些防卫的设施，都是很接近的。金于天德5年迁都燕京，
改名中都，并对燕京城进行扩建。今中都城的外城及宫城主要模仿北宋汴梁城建造，宫城位于城内中部稍微偏西的位置，与北宋汴梁一样，有大内、皇城与外城组成的3套方城制度。中都城每面设3道城门，共12座城门。中都城内水系丰沛，此外还在外城4周设立坛围。我们先来看看北宋汴梁的宫殿。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建筑史上的主流的建筑物往往是宫殿，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几千年都是封建社会。那么帝王的宫殿构成了中国建筑史的主要的部分，此外就是寺院，规模和等级都比较高。那么首先在5代后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这里营建宫殿，那么城里已经有了一些主要殿堂，像重元、玄德、金祥、万岁等宫殿。后晋的时候呢，汴梁宫殿就改成大宁宫。到后周时候也没有太多改变，因为这个时候战乱比较平忍，所以建造量不是很大。到了北宋立国，社会比较太平了，那么太祖赵匡胤开始对宫殿工程呢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当然它也限于这个城市的条件，因为周围已经有很多居民了，所以他最初想扩建的时候，这个还是受到一些阻力的，所以它的扩建的范围并不是很大。宋代的宫殿的规模不是很大，是因为它是在旧有的州衙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而不像唐代宫殿依次建造成。当然它建造的时候也是有蓝本的，我们知道历代的宫殿都是沿袭了前代宫殿的规制，宋代宫殿是参考了隋唐洛阳宫殿的模式来建造的，也就是说将主要的宫殿呢沿着中轴线布置，形成一条轴线。这是洛阳宫，洛阳宫规模比较大，但是它在唐代宫殿里已经是小宫殿了，大概2000多亩的用地。这是东京汴梁宫，宫殿里头包括了外朝、内朝、后勤、后院都有。汴梁宫殿呢周回有5里，南面有3门，正门叫宣德门，就是那座很著名的由这个宋徽宗画那个宋画，那就是宣德门。南面有3门，正门叫宣德门，左右有掖门，然后宫城的2侧还有东华门、西华门，北面一门叫拱城门。城的4角有角楼，宫城内还有外朝、内朝，也叫内廷、后院，这是皇帝的活动空间。宫城的中间有一条横街，那么街2侧对的是东西华门，然后把宫城分成前后2部分，所谓前操后起。北部呢再分成东西2区，对着拱城门的主街呢，这是一条界，那么东边是学士院，那里面是一些办公设施、内司。那这张图是当代人画的一个中轴线，从宣德门、大正殿、大正门这条轴线，可以看出它大致的中心的感觉。前朝部分呢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宫殿组群，主要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大清殿。大清殿前面正对的是宣德门，宣德门的形象很像我们现在的紫禁城的午门，是一个五凤楼的格局。所谓五凤楼就是形成凹字形，那么2侧有阙楼，显得非常的隆重和威严。这个形式从隋代的洛阳城的应天门开始，一直沿用到明清的北京故宫、北京紫禁城，是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这是宣德门的地面复原和它的剖面。当然我们看那时候的城墙不像晚近的城墙，它不是拱券门，它是个梯字形，上部结构是靠立柱支撑的。这是北宋宋徽宗画的《瑞鹤图》里的宣德门的形象。那么我们从辽宁博物馆的一个馆藏的铁钟上可以看出当时宫城的门楼图案，
这个图案呢，很可能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北宋这种门的形制，就是这个五凤楼的形制。宣德门之内就是大庆门，相当于现在的太和门。那么门内是一个广场，跟太和殿广场一样，这两边是有60间的长廊环绕的一个非常大的庭院，两侧有东西太和门。这个地方的院子里的正殿叫大庆殿，那么它是举行登基大典、固肃大典的地方。固肃就是向上天报告1年的这个皇帝的这个功过。那么大庆殿有一座左右的斜殿，殿斜屋，这种形式是宋代特有的。这个跟我们太和殿不一样，太和殿是一座11开间的大殿，它是9开间的大殿两边加斜屋，然后后面有一个穿堂，穿堂后面有个后殿，形成一个工字殿的形式。这是宋代的兴起的，唐代没有，但是一直沿用到元代。到明清以后，宫殿不用了，但是王府还用。我们清华的工字厅就这种格局。那么这种工字殿形式呢，后来被元大都所参考，是吧？我们看出它的平面，它的主殿是个工字殿，说明它的平面开始变得复杂了。周围呢是环廊，相当于屋房，很像太和殿广场。这是大殿的复原的情况，可以看出。那么有了斜屋以后，它大殿更为雄伟，是吧？好像两边2个卫士在扶着一个主殿。大庆殿的西边是文德殿，有文德门和东西两廊以及钟鼓楼，左右嘉福门组成。那么文德殿呢，主殿也是一座工字殿，文字殿的后面就是后宫的正殿，叫垂拱殿。在文德殿和垂拱殿之间有个横街，横街两侧对的东华门、西华门。垂拱殿本身是后宫的正殿，同时也是一座工字殿。那么在这之后呢，还有福宁殿、坤宁殿，都是工字形格局，所以工字形的这种殿堂在宋代很常见。那么文德殿的文德门外有一个庭院，叫做端礼门，这个地方带有办公室的一个庭院，有政事堂，包括中书省、枢密院。枢密院是宋代的特殊机构，就像我们清代的军机处是一样的，处理军政事务的。还有国史院，端礼门以内是相当于中央官署办公区。从这张图我们看，这是叫太清楼观书图。那么这座楼阁是一座宋代的宫殿里的楼阁，可以使我们了解宋代宫殿的这种建筑物的华美。我们现存已经见不到这样的建筑物，它是2层，每层都是重檐，这种建筑很少见，说明宋代建筑之繁复。下面这座建筑是宋代曾经见过的宫园林里的一个西春阁。这座楼很有意思，这个有详细的描述，所以根据这个描述呢，我们可以把它复原出来。因为金人很喜欢它，没有毁它，然后蒙古人很喜欢它，把它迁到了蒙古的上都，作为它的正殿大安阁，所以它曾经是宋代的西春阁，元代的大安阁。它是一个5开间加2边斜殿，形成9开间，但是它有这个4层，顶层还是重檐，相当于把我们现在的太和殿叠了4层，木结构很宏伟。北宋立国对汴梁宫城进行扩建，经过扩展重建的汴梁宫殿，将主要殿堂建筑布置在一条中轴线上，东京宫城周围约5里。宫城内分为外朝、内廷、后院与学士院。我们再来看南宋，南宋的临安宫殿。南宋呢，最初他本来不想在这里长待，他叫行宫，后来慢慢这看来无奈回不去了，就开始扩建。那么主要是以凤凰山东路的杭州州治作为基础，那么加以扩展，所以整座宫城呢位于临安城的东南。临安城的南门就是它宫城的正门，这样它就整个颠倒过来了。它的衙署呢在宫城的北面，是吧？官署啊、太庙都在北面，宫殿在南面。这是临安城的大致的情况，是一个不规则的城市。那么这是它的皇城的大致范围，它这个一面完全依着凤凰山，有一半是在山里，然后外面用墙来环绕起来，在平坦地方布置了几座宫殿的格局。这是历史上的《咸淳临安志》里的皇城图。那么宫城的规模呢，略略比这个汴梁大一点，因为它毕竟
它临山以后就没有居民了，可以扩展了。周回有9里，称为大内。大内这是宋代以来对于宫殿的一个称呼。那么大内以内呢，分为外朝、内朝、东宫、学士院、后院这么几个部分。这个跟一般的宫殿格局差不多，前朝后寝。那么外朝是皇帝办公举行大典的地方，内朝是日常起居的地方，以及皇后嫔妃们居住的地方。东宫是太子的生活区，学士院呢带有办公区的色彩，中央办公署。后院是皇帝们、后妃们游玩的地方，这样几个地方。宫城有4座城门，南是立正门，北是和宁门，东是东华门，西是西华门。那么东面还有一个东便门，西华门其实也是一座偏门，叫府后门。这是大致的情况，当然现在正在发掘，资料并不是很全。大内之内有外曹，就在立正门之内。外曹呢，大概分为大庆殿，这是沿用了北宋的名称，垂拱殿也是，后殿、端承殿这样几座殿堂。此外还有内朝，内朝分别有福宁殿、勤政殿、嘉明殿、从政殿、坤宁殿。内朝应该是皇帝的生活区以及后妃们活动的区域。但是因为它是临安是行都，所以宫殿的建造并不那么规范，并不那么正式。比如说它有些殿是随着它的应用而更名，比如说大庆殿在举行大典的时候叫大庆殿，是吧？皇帝群臣朝贺、登基大典、皇帝的诞辰或者构思大礼都要举行大的行，这叫大庆殿，牌子一摘大挂上了。百官议事的时候它改成文德殿，因为北宋的文德殿是办公的地方，百官议事文德殿。赐宴群臣的时候改为紫承殿，同上一座殿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因为它是行都，它的宫殿的等级并没有完全按照最高等级去建造，因为它带有临时的这种住所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按照古人的记载是这样说的：其实垂拱、崇正2殿全更7号而已。2殿虽曰大殿，其修广仅如大郡之舍厅。殿后拥舍期间，即为沿河，其至幽卑，必皆一级，小如常人所居而已。什么意思呢？皇帝日常起居的垂拱殿和从政殿，它其实只是挂了个名号，它都不是大殿，因为它就像一个州府的舍厅，皇帝的宫殿像州府的舍厅，因为它只有5间呢。我们想一般的起码是9开间，它用5间。殿后用了住的那个拥舍，有了房舍是7间，叫沿河。那它7间是开间更小，制度更卑微，必皆一级，就只有1步台阶就上去了，小如常人所居而已，像普通人的住所。说明它这个临安宫殿的制度是不是很高的？这是垂拱殿的情况，是吧？我们看只有5开间，当然也还是很华美的。慈福宫的情况，宫殿的这个密集程度要大了，这个廊啊、配殿啊都很紧凑，没有像唐代宫殿那么疏朗、那么空旷。我们还可以从很多宋画中看到这些宫殿的情况，像赵伯驹的这个汉宫图，说的是汉宫，它的蓝本应该是南宋宫殿。李松的汉宫奇巧图都画了一些宫殿的形象，南宋李松的分香祝圣图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宫殿的形象，因为他画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没有蓝本。南宋院画水殿招梁图，这个水殿恐怕只有南方才可能有，所以它也代表南宋的一个宫殿的形象。李松画的召回环佩图，造型非常繁丽的这么一个宫殿，这是我们看北宋和南宋的宫殿大致的情况。绍兴2年1132年，南宋将行都从绍兴迁至临安，以凤凰山东路的杭州州治为基础，加以扩建。南宋临安宫殿周回9里，称为大内。大内分外朝、内朝、东宫、学士院、后院等部分。
们再看北边，金中都宫殿。辽南京的宫殿基本上没有痕迹了，因为它被金中都覆盖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一些金中都的宫殿。那么金代呢，它也是有一个过程。1124年，也就是在这个辽被灭的之前，他在他的发祥地上京，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的附近有个叫阿城，这就是他的上京所在地，建立了最早的宫殿。但是总体上来看，我们看《大金国志》怎么说呢？无异于中原州县谢宇，制度极草创。就是这个大金国上京宫殿，相当于中原的一个州或者县的一个办公场所。这是这张图，它大致位置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在东北这个黑龙江，它的宫殿的平面呢，看出来大概是有前面有门，后面有若干个殿，有5、6进的这样呀，中间后面还有个宫字殿，有5、6进的一个平面。那么金代主要经营的都城是金中都。当然，它也占了汴梁，它也沿用了汴梁，所以汴梁有些宫殿它就接着用了。当然后来被蒙古人给扫灭了，所以汴梁也毁了。那么中都呢？中都的平面是方形，它在原来辽南京的基础上加以扩展。然后它的皇城呢位于都城中部偏西，皇城4面都有门，南边是宣阳门，北边拱辰门，东是宣华门，西是裕华门。宫城又在皇城以内稍稍偏东的地方，而且宫城是按照这个汴梁的制度来做的，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它象征性的把宫城定为9里30步，这个是大概最初在金中都开始用这么一个象征式的数字，这个一直沿用到后来，一直到我们知道明清的北京天坛就是9里30步。还有明清很多地方的县城也是9里30步，这个好像带有一个象征，9嘛是一个阳数之尊，30是个阴数最完满的，1个月30，它是一个带有很完满的意思。他把这宫城的尺寸用9里30步来划定。宫城内呢，按照记载有凡殿9重殿阁，殿30有6，楼阁备之，很有意思。我们一看这个宫殿里往往是殿堂为主，它里楼阁比殿堂还要多。殿30有6，楼阁备之，也就是说楼阁应该有70多座，是吧？那么它的宫城南面有3座门，中间是应天门，这是模仿了隋唐的洛阳城应天门，两侧是左右掖门。宫城两侧呢还有东华门和西华门，宫城北面还有一个门，大致的形象。这是中都城的大致情况，皇城、内城3套方城，这是它的皇城情况。皇城呢，基本是方形，前面突出一块，这突出这块是千步廊以及衙署办公的地方。宫的正中是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中轴线上布置殿堂，所谓殿有9重嘛。中轴线向南呢，直抵外城的正门丰仪门，靠近现在丰台附近。皇城的正门的宣阳门与宫城正门应天门之间有个千步廊。我们知道明清北京城在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有千步廊，这个格局是从宋代开始的，金代沿用了，明清也沿用了，元代也沿用了，一直沿用。所以中国宫殿的制度是逐渐完善的。千步廊的前端呢有文楼5楼，千步廊的西有6部，尚书省，还有社稷坛。社稷坛左右设嘛，社稷坛一般在宫殿的西边，还有会同馆，会同馆带有接待色彩，外交礼仪。会同馆东侧是太庙，左祖右社，是吧？还有拜天台。应天门前面有横街，应天门相当于我们天安门的位置，前面横街和千步廊形成个 T 字形的广场，这个格局也是从金代就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它也是模仿自北宋汴梁。我们看金代中都的图，宫城以内分成左中右3区，它比汴梁宫殿显得更为规整，是吧？左是东宫，东宫的后面有内省，内省相当于管理宫城内部事务的。右边是鱼藻池和西宫，西宫大概是
太后嫔妃们居住的地方，中间是曹寝区，以东西华门的内的一个横街为界，这也是模仿了汴梁宫殿。分为前朝后寝，前为外朝，外朝的主殿叫大安阁。这个元代也沿用这个词儿，元代这个上都的宫殿主殿叫大安阁，这我们说是从汴梁搬去的一座楼阁，大安阁。那么大安阁呢，这个大安阁未必是个阁，它可能是个殿，它叫了大安阁。它是一座开间为11间的殿堂，坐落在3层台基上。我们看出变化了，这个开间为11间，这是最高等级了。在隋代的时候，主殿是13间，是吧？那么殿前有左右对峙的2楼，一边是洪福楼，一边是广右楼，很像我们现在太和殿前面的弘毅阁、体仁阁一样，2个楼。然后有60间东西廊屋组成了大庭院。大庭院大安殿前面一个门叫大安门，相当于我们现在太和门的位置。这是金中都宫殿的这个平面的想象图，复原想象。因为它有文献，有一点遗址发掘，但不很充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文献推测出来。它跟我们后来的明清紫禁城呢，在格局上有点相似，有一点相似。它的后寝正宫是一个9开间的仁政殿，也是个公子殿，因为它沿用了宋代的一些做法。那这个院子里有30间廊子，然后廊间还设有钟鼓楼，就钟鼓楼设在宫殿里，这个做法隋唐时代很普遍，看来宋代和金代都有。到明清宫殿里就不设钟鼓楼了，因为钟鼓楼变成城市的主要设施了，你跟宫殿在设就有点乱了，是吧？声音会干扰，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么在它后面呢，是这个帝后的寝宫，叫昭明宫。昭明宫里有2个殿堂，一个是皇帝的正殿是昭明殿，一个是皇后的正殿叫隆辉殿，是吧？这是前朝后寝的关系。那么除了这个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以外，我们还可以有一点东西来了解金代宫殿，就是有一座寺院的金代壁画中所描绘的宫殿。这个寺院在哪里呢？山西省繁峙县的盐山寺。在盐山寺南殿的西壁上呢，有一幅金代的壁画。这个壁画画的完全是一座宏伟的宫殿形象。壁画中有前殿，有主殿，有后殿，有香阁。宫殿前还有凹字形的宫门，很像是五凤楼那种格局的做法。主殿还有台基勾栏，完全按宫殿等级来描绘的。我们可以看出这幅画非常的像是仙山琼阁的感觉。当然它在这个寺庙里也是为了表达仙山琼阁、宫殿错落、接栋连延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形象大致的把它的主要部分的平立抛可以描绘出来，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是吧？非常精美的，非常华丽的，也非常繁缛，就造型很热闹，很丰富，轮廓线很丰富的这样一个宫殿。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宋金时期的建筑已经跟唐代不一样了。唐代的宫殿大回廊、大殿堂，非常简单质朴，但是金代宋金时代非常的这个丰富，轮廓线丰富，造型多样。1124年，金人在其发祥地上京城今黑龙江阿城建立了宫殿。今中都平面近方形，皇城位于都城中部偏西，宫正中有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中轴线上布置主要殿堂。山西繁峙县盐山寺南殿西壁有一幅金代壁画，可以作为了解金代宫殿形制的一个参考。我们再来看看元佑。元佑呢是皇家园林的另外一个词，两宋皇家元佑。先来看看北宋汴梁的元佑。首先我们看出了变化，
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的帝王呢非常重视院囿的建设，从唐代的上林苑、汉代沿用，到这个隋唐时期的晋苑、长安晋苑、洛阳神都苑，都是极大的园林。但是到了北宋，到了汴梁，这个条件没有了。中原地区寸土寸金，土地本身就资源很匮乏，你宫殿和城市占了大面积的土地，如果你在大面积的去围成院囿，作为你去皇帝享乐围猎，是不大可能了。而且那会儿人口也多了，所以它不大可能建成那样大规模的院囿。但是它仍然重视造园。北宋东京皇园林，它包括了大内的御苑、行宫的御苑。大内御苑里有后院，有延福宫，有艮岳。艮岳大家很熟悉，是吧？行宫御苑里头有谢芳园、景华园，这在城里。城外还有琼林苑、宜春园、玉京园、金明池、宜春苑。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大致的园林分布，分布的很多，但是规模不是很大，因为它土地限制。宋史上记载说，宋代皇家院囿有4处：圆苑寺、玉京、瑞圣、宜春、琼林苑，长种之熟识，以待共进，修上庭宇，以备游心宴社。这里给出2个功能，这个园林里头带有一点种植蔬菜，作为皇帝特供的，是吧？蔬食就是皇家的后花园、后菜园。同时呢，里头有亭榭、楼阁，皇帝还要去游玩，相当于皇帝的后花园。那么城西的金明池呢，后来就是扩展的一个新的原则，也纳入到群林苑管，算群林苑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园林呢，非常的开放，是吧？我们想象不到这个皇家园林，但是它通常是可以跟百姓开放的。我们在《东京梦华录》里头看到这个游人游览金明池和群林苑的这个过程，他这么描写的：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9里30步，又用了这个数。说明这个数可能比金中都还要早，金中都工程还要早，用了9里30步，所以这个数很吉祥。那后来大家也用，周围约9里30步，池西直径7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100余步，有西北临水殿，还有很多描述了。武殿正在池之中心，池的中心有一个武殿，不进游人，特别重要，不进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官铺前务饮食技艺人坐场，各种杂耍啊、小卖啊，在这里坐场摆摊练摊。勾四罗列左右，勾四就是娱乐场所，勾栏瓦肆。门相对街南有砖石驼砌高台，上有楼冠，广100丈序，曰宝经楼。车驾灵信，观骑射百序于此池之东岸。在东岸有一个楼阁，皇帝来坐在上面，下面老百姓游玩杂耍娱乐，他就看热闹，是吧？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环境。我们知道这个唐代的禁苑是绝对进不去的，上阳宫也是个花园，神都院是吧？禁苑、西苑都是这样的。后来的明清3山5园也完全禁止了，圆明园、颐和园，在那个时候谁能进得去？在宋的12世纪这么开放，是吧？反映了宋代社会的开放程度。宋代社会大概是历史上封建王朝里最为开放也最有文化程度高的一个时代。金明图标图是有一张宋画大致的再现了宋代金明池的这个空间感觉。我们看中间有武殿，外面有宝经阁，沿途临岸里头还有龙船、龙舟，还有赛舟的这种形象。这个沿湖满是熙熙攘攘的人，这就可以看出来。除了这些园林以外呢，汴梁城还有一座重要的园林叫艮岳。艮岳这个是因为风水的原因建造的，因为这个宋代的皇帝大概好像在这个子嗣的绵延上有点问题。宋徽宗的时候，
然后这个风水师说你这个在你的东北方向，按照五运信历的关系，按赵姓的发音，你在风水位置上应该在东北位置上要盖一座高山，那干脆你就盖个园子而已，他就盖了一个艮岳，艮就是在东北方向，岳就是山的意思，实际上是个以山势为主的园林。那么艮岳呢，很多记载了，我看明代是这么说的，说山周10余里，其最高峰一峰90步，上有亭曰界，分东西2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鄂花堂，有书馆、八仙馆、紫石岩、七珍凳、揽秀轩、龙音堂。山之南则寿山2峰并峙，有雁池、雍雍亭，北之降霄楼。山之西有药寮，有西庄，有超云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艮岳是以山景为主，鸡鸣池是以水景为主，是吧？北宋东京皇家园林包括大内御苑与行宫御苑。汴京4园指位于汴京4郊的宜春、玉金、琼林、瑞盛4座园池。我们再来看南宋的临安御苑。关于这个临安有2本书，一本叫《孟良录》，一本叫《武林旧事》，是对临安城的详细的描述。这2本书对我们了解这2座中古时代的城市非常有帮助。孟良录记载呢，临安城里还有聚景园，有东园，这主要是太上皇和太后们的光顾的地方。那么聚景园在这个临城郭的北桥清波门外，这里头旁边有聚景桥，所以旧名西园。宋孝宗奉上皇邮信，敕浮屠之庐久，以复议之。旁边盖了一些寺院，规模不是很大。后来呢，这个聚景园变成一个商业交易场所了，奇珍异果和各种美味特别集中的地方，说明它是开放的。那么可以在这摆摊儿。聚景园之秀莲新藕、蜜筒甜瓜、椒和枇杷、紫椒、碧芡、林锦、金桃、蜜荠、昌元梅、木瓜豆、水利之膏、金桔水团、麻饮芥辣、白椒凉水、冰雪爽口之物很多，可以各种东西都买到。然后这有时候文献记载太后游幸的时候，还有很多游人在旁边。院中有山有湖，有亭有堂，有幽奥非常曲奥的地方，也有非常平朗的地方。虽然蜿蜒曲折，但不雄大，不乏精雕细刻、委婉逾曲的感觉。所以说，它已经开始为后来的园林那种江南园林那种曲径通幽、迂曲折那种奠定了很多艺术上的基础。所以园林也是个逐渐的发展的过程。我们从这个钱塘观湖图可以看出当时的园林的情况，和当时南宋临安城的一些大山水情况。焚香祝圣图也可以看出来园林景观。还有西湖，南宋临安最大的园林其实是个公共园林，就是西湖。西湖当然经过很多代的，唐代就有了，我们叫所谓白堤、苏堤。白堤跟白居易有关系，苏堤跟苏东坡有关系，是吧？这个西湖是历代经营，当然中间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在唐代、在宋代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来说，土地这么紧张，西湖干嘛欣赏，干脆把它变成稻田算了。曾经就有人提出这个倡议给皇帝，皇帝让大家议论，文人们都很多人还是反对，说你这个变成稻田就不行。这个他反对理由说，西湖有蓄水、调节水的功能，它还不是从景观上，但确实给我们保存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景观。武林旧事描写西湖，他说：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以乌石而不游，而春游特胜焉。杭州人喜欢游西湖，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所以西湖是代表了一个中国园林的一个经典的。这里还有南宋的西湖春晓图。那么西湖应该是中古时代中国人所创造的一座大型的城市山水园，而且带有公共园色彩。中国公共园最早是从唐代长安城就有了，长安的曲江芙蓉院其实就是公共园，是吧？那是7世纪的事情。中国园林不同于
日本园、不同于欧洲园的特点是建筑大量的介入园林，是吧？而这个也是在宋代造园这个摸索的一些艺术的这种路径。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赤次天竺名山胜境预览铜板航程西湖48景全图，这个好像不同朝代都有一些版本，现在据说还有一些市面上卖的那个所谓的古图。苏堤春晓图，苏堤是吧？这是这个西湖的重要一堤。六桥烟柳图，什么断桥，这个按照堤上的很多桥，它六桥烟雨图都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完了南方，看完了两宋的园林，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我们再看看北方。北方主要是辽金了，但是辽代园林营造不多，因为辽代呢，相对他的精力放在了奉佛上了，他对佛教化的精力很大，所以他在这个自己的自我，因为佛教相对比较禁欲嘛，对自我的这种娱乐上、造园上花的精力不是很大，只有一个皇家御苑而已。金人灭北宋以后呢，一方面他学习北宋，看着北宋那个汴梁城那么多的园林，他就很艳羡，就把那个北宋园林的好多石头运到了北方。我们看北海的很多奇石，很多很可能是从太湖石，很可能是从这个汴梁运来的。然后呢，他把这个首先把这些拿来装点中都城，然后营造了一个新的离宫，叫大宁宫，就是现在的北京北海公园的前身。那么大宁宫有人工开凿的太液池，池中有岛叫琼华岛，后来成了燕京8景之一。整个大宁宫里当时有殿宇90多座，比现在的要多，是吧？然后这燕京8景里头有2景都在大宁宫，一座叫琼岛纯阴，现在这个碑还有琼岛纯阴。大家如果在琼华岛的东边有一个碑叫琼岛纯阴，还有太液秋波，这2个是金代的燕京8景。我们看这是这个辽南京城的平面和它的宫苑的情况，以及金中都的宫苑情况。这主要是城里的。那么除了这个大宁宫，就是北海公园的前身以外，金人还在燕京西北的玉泉山修建了玉泉山行宫，这里就所谓燕京8景之一的玉泉垂虹啊。现在这个宫，这个玉泉山是一个军事禁地，但是远远的可以看到它的轮廓，它曾经是个宫，一个园林。另外呢，金代有所谓西山8院，那么就在位于西山有8座那个小的离宫别馆，是金代皇帝来夏天避暑的地方，游憩之所。那么玉泉行宫是8院之一，宫苑水系呢，比较发达。这个前面我们就谈到了豪泽水系，所以它也适合于造园。我们叫海淀，我们这个地方海淀。什么叫海淀？因为它水很多，淀就是水泡子，就是小湖泊，它适合于造园。有辽一带在园苑上无多营造。金人灭北宋，一方面从汴京掳掠了一些花石来装点中都，营造了今北海公园的前身大宁宫。另外，金人还在燕京西北的玉泉山修建了玉泉山行宫。洛阳就有很多名园，是吧？所以到宋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李格非，李格非是李清照的父亲啊，李格非，这个他写了一本叫《洛阳名园记》，记述了洛阳的19座园，园子很大，是吧？像富正公园啦、环西了很多小园。洛阳当时园林很多，我们可以从这个，那么到汴梁，汴梁也有私家园林，因为这个风气已经互相影响嘛。宋人笔记里可以看到汴梁的园林，这个这么写的，说汴中园圃亦以名胜当时，辽记于此。周南则玉京园，这是皇家园林；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景初园，这3个肯定都是私家园林。王太尉是个官，那么就官当然有钱有地位才有可能造园，他当时的历史条件。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艮园，其他不以名著
约100石，不能西济也。就是在汴京城里有上百个小园，还有除了这个地方，南方很多城市也兴园林，在北宋，在宋代。宋代有个周密写了一本书叫《吴兴园林记》，记载了吴兴地区的一些私家园林。这里有哪些呢？南沈尚书园、北沈尚书园，这2个园子。张参政嘉林园、穆端明园、赵府北园、丁氏园、赵氏菊坡园、陈氏园、叶氏园、赵氏清华园，跟我们这个名字一样，清华园、赵氏小隐园、倪氏玉湖园、叶氏石林、玲珑山、黄龙洞，很多很多。吴兴这个地方，因为专门写园林记，说明这儿园林很多。我们从这个松花上可以看出当时园林的盛景。你像南宋的《秉烛夜游图》，肯定是描写的园林景观。这些园池的规模大小不一，各有特色。比如南沈尚书园这么写的：近100余亩，果树甚多，林寝幽甚，内有聚之堂、藏书堂，前凿大池几十亩，中有小山，谓之蓬莱池。南树3大石，各高数丈，秀见奇峭，有名于世。有蓬莱石，蓬莱池有三大石，一池3山，是吧？这个中国造园的一些基本说法差不多。但是一个私家园林有100亩，说明还是规模很大的。现在的越往明清人口越多，它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私家园。还有在水中开始设一些后来的手法，比如说石舫。我们说私家园林特别爱用石舫，皇家园林也学。我们知道这个颐和园有石舫，它都学的。那么这个石舫的做法在宋代就有了，穆端明园就有。这中国园林的造型手法，应该说在宋代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萌芽的东西。这是南宋的水阁纳凉图，可以看出当时南宋的园林景观。南宋的草堂刻画图，南宋的深堂琴趣图，是吧？这个园林中恰恰是高雅的地方，琴棋书画。另外，这个我们看出来，吴兴的私家园林呢，除了山水花木奇石景观啊，也开始重视建筑。像孟氏园内，极高明楼亭宇，凡10余所。一座私家园里有10余所建筑物，所以中国建筑不同于，特别是私家园林，基本是建筑环绕景观。你要到现在苏州园林去，廊榭亭了，把园子围得严严的，中间是水是山。这是瑶台步月图。那么造园技术上有很多新的探索，是吧？比如说宋徽宗他十分着迷于收奇石啊，为了奇石花石纲嘛，为了奇石，谁家有个奇石，把人家院墙拆了也给弄走，是吧？然后呢，有些石头它运输很麻烦吧？你像一个石头很漂亮，带棱带角，带很多洞，万一运着摔坏了怎么办？他都有办法。比如说运输过程中，他这样说：其大而穿透者，至远必有损泽之虑。近闻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胶泥石田重溃，其外复以麻筋杂泥固记之，令圆浑，日晒，极坚实，使用大木为车，置放舟中，直溢底经，然后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则省人力而无他虑。此法其甚，前所未闻也。南方那个石头运到这个汴梁，那要过程，干脆给它拿胶泥裹起来，拿那个麻绳捆起来，然后晒干运过来，运到再一泡就都开了。这是运输的技巧。还有呢，创造氛围。比如说你要想创造这种，另外还有这个园林里有很多蛇，有很多这种有害的东西，也容易伤人。好了，他用什么雄黄和芦甘石。雄黄呢匹蛇虫，有了雄黄有蛇虫不敢来了。芦甘石呢则天阴能治云雾，翁郁如深山群谷。我们的这个城市山林它没有多大地方，你想造成深山群谷的雾气造不起来，他拿芦甘石一有潮气它就雾雾腾腾，感觉非常像深山。这也是一种造园手法，是吧？说明在宋代人们在造园上花了很多的功夫。这是南宋的折剑图，也是一个园林景观。那么南宋人还就喜欢叠造假山，因为假山是因为园林面积小了，真山不可能了，
那么就叠到假山。所以私家园林特别爱叠假山。叠山匠人多出自吴兴，谓之山匠，是吧？山匠一直延续到明清，是吧？盖吴兴北连洞庭多产花石，而边山所出，类异奇秀，故四方之为山者，皆于此中取之。折又假山最大者，莫如卫青书吴中之源，一山连亘20亩，绘之40余亭，其大可矣。所以就拿叠山做很多很多的山，假山的叠造是这个江南园林的一个特色。五代两宋时期呢，当然建造量是很大的了，因为它有不同的王朝，每个王朝都有大规模的建造活动，而且主要的建筑当然还是宫殿、院囿以及大量的住宅，但是这些建筑都已经不存在了，特别是宫殿，它带有政治色彩，一般新的朝代往往都不会保存它。所以五代两宋辽金时期宗教建筑遗存比较多，而且特别是佛教建筑保存了很多。中国社会呢，佛教的传入是从公元1世纪，号称公元67年汉明帝孟金人开始传入，到公元3世纪开始比较大规模的传播，4世纪就开始进入一个佛教的比较鼎盛的状态了，南北朝时期。那么4世纪是16国时期，东晋到5世纪南北朝时期，一直到10世纪唐代，南北朝和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最鼎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应该说是个佛教社会，那时候的帝王都希望把自己变成转轮王，是吧？佛教的王，而且大规模的营造各种寺院、殿阁，这个石窟寺、塔，历史上最高大的塔、最大的寺院几乎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宋以后只有主要的几个宗派，禅宗、净土宗、律宗，这个还存在，其他的像仪式比较繁杂的、比较神秘的，像密宗、法相宗这些比较义理比较复杂的宗派，逐渐的都淡出了佛教的领域。那么这对这个佛教建筑的发展也是有影响的。唐代佛教13宗这样一个盛景呢，到了宋代已经看不到了，而且唐代那种动辄有数十个院落甚至上百个院落的大寺院，寺院规模有好几百亩，寺塔有上百米、70-80米高的塔，5000平米这样大的殿堂，这样的格局已经见不到了。这个在宋代呢，寺院的规模明显的变小。那么佛教呢，也慢慢的集中在了律宗、禅宗、净土宗、华严宗这样几个主要宗派上了。我们就进入到正式的关于建筑讨论。那么我们谈一下五代两宋辽金时期的单檐木构殿堂。我们为什么这么来分呢？因为中国建筑它主要是殿堂和塔状。那么殿堂呢，我们如果按照时代去划分比较杂乱，我们按照类型、按照格局去划分，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我们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保存了什么建筑。首先我们来看，从规模上讲，规格最高的、规模最大的有2座9开间的大型殿堂，木构殿堂。这2座大殿堂呢，都是辽代建筑，一座是大同华严寺上寺大殿，另外一座是辽宁的义县奉国寺大殿。那么大同上华严寺呢，它的创建年代是辽清宁8年，公元1062年，离现在大概接近1000年了，有950多年。这座殿堂应该是我们所知道的唐宋辽金时期规模最大的殿堂。它有9开间，通面阔 53.70 米，将近54米，进深有5间，通进深 27.44 米，进深相当于面阔的大约1/2，这是古代大型殿堂的一个基本的比例。我们看这座殿堂，感觉它非常的古拙。北方殿堂有很厚的墙，
屋脊呢比较平缓，比唐代的稍微高一点，但是比明清的屋脊显得平缓。那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建筑，有一些术语可能大家会涉及到，我会简单的做一些解释，但是详细的大家去看一些图。这座殿堂叫进深10架船，所谓10架船就是有10个船架，一个船架大概是现在的尺大概2米多，那么10个船架20多米。这个10个船架是以2个檐柱相离，如果再加上往外，那个还要宽一些。平面是类似身内双柱的做法，所谓身内双柱是营造法师的说法，建筑物内有2排柱子，叫身内双柱。但是呢，它的柱子怎么摆布呢？他用了一个营造法师的术语，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描述，叫10架船屋，前后3船幅，用4柱的构架形式。它的进深有10架船，前边和后面各用了3架船的梁，这已经是6架了，中间是一个4船幅，是吧？这样是10架船，然后一共是4个柱子，前后3船，中间4船，这不是4个，加上前后檐柱4柱。那么殿堂很大，按柱中心线来推算，它的室内面积是多大呢？1473.53平米，将近1500平方米了。这是它的剖面，我们看出来所谓的10架船是什么概念？这是个屋殿顶，我们叫五脊殿。屋殿是清代的叫法，那么宋辽时代叫五脊，5条脊，这是它的基本形式。单檐五脊殿，单檐就只有1层檐子，而不是2层檐。一般有2层檐，外面就有一圈廊子了，叫周匝复阶，但是这个没有廊子，就没有周匝复阶的做法。但是它有一个特点，这是辽宋时间常有的，有升起，有侧角。什么叫升起？柱子从中间的2间开始向外逐渐的升高，角柱最高，次间柱比当心间柱高一点，一点一点越来越高。比如它当心间平柱高7米，到了角柱就是 7.32米，升高了32公分，一边才有几间，4间升了30多公分，这就说明它升起的幅度很大。升起带来什么结果呢？整个这个檐部还有它那个额部那个柱头部分是一个曲线，造成一种结构向内挤压力，这对结构的稳定性很好，说明建筑技术上的一个进步。另外有侧角，所谓侧角呢，就是它的柱子微微的往中间斜，空间上往中间斜，不只是平面上说顺着平，而是往正中心斜。这个侧角和升起的做法呢，是整个大殿有一个向内的一个挤压的力量，实际上有利于殿堂的稳定和抵抗水平荷载。这个图可以看出来，殿堂空间很大，很隆重，它的彩绘、它的佛像都很高大，这样就显得殿堂非常的隆重。屋顶呢，我刚才说叫五脊殿，五脊殿用的屋顶叫五脊或者4阿，4阿就是4柱坡，4个方向的坡，这个就相当于清代的屋殿顶。清代屋殿顶是最高等级的，只有皇家的宫殿和寺院才能用，别的地方是不能用这样的规格的。檐下有斗拱，斗拱用的很有意思，它这么大的殿堂只用了5铺座出双邈的做法。什么叫5铺座？这里简单解释一下。斗拱呢，在宋的都叫铺座，它是一个名称，同时也是个计量的。比如说它出1跳是4铺座，出2跳就是5铺座，所以一说5铺座就是出了2跳斗拱，6铺座3跳，7铺座4跳，8铺座5跳，最高等级是8铺座出5跳，5跳就已经很高了。4铺座是比较低等级的，更低的就是斗口跳，就是原则上不出跳了，斗口跳，再就是不出跳的，这就是低等级的。那么我们稍微了解5铺座出双邈，它等级并不高，1邈就是1跳斗拱，华拱向外跳了1跳。什么叫重拱？它叫重拱记心造。什么叫同拱记心造？凡是出跳的跳头上加了横拱，就叫记心，没有横拱叫偷心。偷心的做法比较早，比较古老，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可以判断它的年代，越是晚的越有记心。而且记心有2种，一种是单拱记心，一种是重拱记心。单拱记心就是我跳层只加了1层斗拱，这个时候是相对比较早的，虽然它比那个
偷心的要晚一点。重拱基心就是在跳头上加了2层横拱，它的更晚，说明它稳定性更好。加上横拱就好像斗拱2侧加了一个拉接的扶持的构件，它就很稳定。所以斗拱越往晚越有基心，越有重拱，每跳都有基心，这是一种特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已经有了从拱基心，说明它已经有了一些稍微晚的一些特征了，而且有补间铺座。什么叫补间铺座？铺座就是斗拱，柱头有斗拱，转角有斗拱，这都是在柱子上面。在2个柱之间，下面没有柱子那个位置上，我们叫补间斗拱，也叫补间铺座。补间铺座有没有，多与少都代表这个建筑的年代。越早的建筑是没有的，没有补间。慢慢出现了补间，但是不出跳，简单的补间，像唐代有了补间，人字拱不出跳，或者斗子数柱不出跳。慢慢开始出现出跳的斗拱了，比如说佛光寺大殿有了出跳的补间，但是它有数量限制，比如说只有1补间，或者是只有正面有，侧面没有，后面没有，因为毕竟要做这个斗拱要花料花工，所以它越是晚的越复杂，越是早的越简单。室内用了侧上明造的做法，现在供的是五方佛，侧上明造就是顶上没有吊顶，那么如果是有吊顶，它是后加的了。这是华严寺上寺大殿，一座9开间大殿。那么另外还有一间9开间大殿，规模也很大，在什么地方呢？也是辽代的，在辽宁的义县奉国寺大殿。这个建的时间更早，辽开泰9年，公元1020年，大概还有7、8年，它就已经是1000年，而且它是现存奉国寺里唯一的一个初建的原构。那么大殿本身跟华严寺大殿一样，还是显得很古拙，很隆重。它的面广也是9间，稍微短一点。华严寺大殿接近54米，它是48.2米。然后山面的进深也是5间，进深有25.13米，大约也是1/2。殿基的高度是3米，前面有一个月台，月台就是在大殿台基前面再伸出一个稍微矮的台基，便于礼仪。那么它的高度呢，大殿外檐平柱的高度呢要比华严寺要稍微低一点，华严寺7米左右，它是将近6米，5.95米。然后我们看它当心间的间广跟高度很接近，跟柱子高度很接近，5.90米，也就是它刻意设计当心间就中间这一间呢，柱高和开间几乎是一样的，是个方形。然后我们再看它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它的辽风团的上皮，辽风团是控制檐的高度的，但它不是檐子的真实高度，因为真实高度船子往下走了。辽风团是控制性高度，也叫辽檐方。如果是方就是辽檐方，如果是团叫辽风团。那么辽风团上皮距离地面的台基面的高度是8.43米，这样它一算这个柱子高度刚好是1.417倍。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数啊？ 1.414是根号2，说明古人是刻意按照一个比例来算的。根号2什么意思？方形的对角线嘛，就是一个方的外切圆的直径，说明这个柱子高度是按方的概念去画的，方的，檐的高度是按圆的概念去画的。也就是说，相当于用当心间的柱高和间广构成的正方形的外切圆的直径来做它的辽风团的上皮的高度，来控制檐子的高度，这样檐子才达到最好的状态，而且象征了圆方的概念，天和地的概念。这张图可以看出它的比例。这种殿堂很多，特别是辽宋时期很多，说明古人在设计上是很用心的，而且有很多既是有很多方法，有很多象征性。那么整个这个殿堂看起来比例还是很好的。我们知道下面有了这个斗拱以后啊，它有一种不即不离的感觉，所以屋顶那种厚重感呢就没有了，它漂浮感出来了，然后比例又很好。开间宽度跟这个上华严寺一样，是从当心间向两侧逐渐的递减的。这是大殿的纵剖面，我看里面有7座佛像，还有很多壁画，非常珍贵。大殿我们看出来，前面是四川符，后面是乳符，中间呢用一个四川符，上面再做四川符，加平梁
到了屋脊。这个梁架非常灵活，把四川幅跨度加大以后后来补的柱子，梁的感觉有点不保险，又加了柱子。这是它的大的梁架情况，10架船坞，所以它进深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看来斗拱，它的斗拱就要比华严寺大殿斗拱显得复杂，它用了7铺座双邈双昂隔跳头心的做法。7铺座就是出了几跳呢？出了4跳，因为出1跳为4铺座，2跳5铺座，3跳6铺座，4跳7铺座。7铺座里头，其中2跳是拱，叫双邈，在最下边；2跳是昂，在上面，叫双邈双昂的做法。隔跳头心就是说，它不是每一跳都有记心，第1跳可能是记心，第2跳头心，第3跳记心，第4跳头心，这样的做法。这个斗拱的等级比较高。斗拱用材，它的用材呢，应该说是比较高等级的，29厘米，相当于北宋时代的1等材，营造法式规定的1等材。另外，它还有一些跟华严寺大殿相似的做法，比如有升旗，有侧角。屋顶呢，也是单檐4阿无脊殿4柱坡，相当于屋殿顶的规格，是最高等级的。再上就是从檐这个屋殿了，但是它没有到那个水平。室内是侧上明灶，侧上明灶是一个室内的专用术语，凡是不加吊顶的都叫侧上明灶。殿内呢供奉了7佛，内檐斗拱上还保留了一些辽代的彩绘。我们看它的斗拱非常的规整严谨，因为这时候斗拱已经非常成熟了，它距离营造法式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所以说明这个时候整个建筑已经走向成熟。室内的空间也是这样，前面应该是4船，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柱子，这是相当于2船的位置上加了个柱子，在4船幅下加的，考虑到这个殿堂上面的重量太大，后是加的，否则前面空间很空畅。7佛是佛教里的佛前世的7座佛，古佛，这是一个信仰。里面这是内檐斗拱，我们看内檐我们叫里转多少多少，下面就是这叫出双邈，上面用了个从拱记心，第1跳是头心，第2跳重拱记心，这就是所谓头心和记心的关系。横拱上不加斗拱都叫头心，加了斗拱就叫记心，加1跳叫单拱记心，加2跳就叫重拱记心。这个上面实际上相当于令拱的部分加了重拱记心的做法。这是它的大带剖面，可以看这个殿堂很大，是吧？前面空间很深，便于进行礼佛活动。华严寺斗拱为5铺座出双邈重拱记心，而奉国寺则采用7铺座双邈双昂隔跳头心。华严寺为双补间，奉国寺为单补间。2座建筑都采用了4阿顶、侧上明灶和升起、侧角的设计，而不同的是，华严寺殿内供奉5佛，而奉国寺则供奉7佛。在斗拱用材的高度上，华严寺为30厘米，比营造法式1等材稍大一点，而奉国寺则为29厘米，接近营造法式的1等材。我们再来看看7开间的殿堂，那么它的等级、它的制度应该比9开间稍微小了一点。大同善化寺应该说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辽金时代最为完整的寺院。那么这个寺院的主殿就是7开间，这个屏幕是当时梁思成他们测绘的，这是它大殿情况。我们看形制上呢跟华严寺大殿很接近，但是开间小了一点。大殿面阔7间，因为它小了就短了，通面广是41米，进深5间，10架船，通进深25米。这时候就不是2比1了，因为它短了，但是它进深不能太短吧，它还有空间嘛，它的面广短了，所以它进深25米，跟华严寺的上寺大殿比较接近，跟那个奉国寺大殿也差不多，但是它的面广短了。中国唐宋时代、宋辽时代结构分殿堂和厅堂，殿堂规格比较高，它的特点呢，内外柱同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斗拱层，往往有吊顶。厅堂呢，内外柱不同高，内柱高，外柱低，它就没有吊顶，基本上没吊顶，而且它是多数是侧上明灶了，
善化寺大殿呢，它兼有殿堂和厅堂的一种组合。斗拱用材那比这个奉国寺要小一点了，用材高是26厘米，厚是17厘米，相当于营造法师的2等材还要稍微小一点。营造法师分成多少等？这个营造法师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可能这种制度在民间工匠里已经有了，但是不那么严格，所以它相当于2等材。外檐铺座呢，也是有点像这个华严寺，是用5铺座出双铙的做法，但是重拱髻心，比较晚的做法，每一条都有髻心，然后有重拱。那么而且在当心间的补间用了斜拱，这是我们知道比较早的斜拱的出现。屋顶形式还是单檐4阿，就是无脊殿，比较高规格的像屋殿的做法。室内呢，它用了很精致的藻井放在这个佛像的下面，它就是没有用吊顶，但是在佛镜下面单独做了藻井，就显得这个殿堂很隆重。殿内放的是5方佛，5方佛带有密宗色彩。那么另外一座七开间的木构殿堂，辽金时期的朔州的崇福寺弥陀殿。崇福寺弥陀殿建在什么时候呢？金代的皇统3年，1143年，这个比那2座都晚了，比以前奉国寺大殿晚了120年，比营造法师还晚了40年。营造法师是1103年，40年以后才建的它，但是它因为建在北方，所以它并没有跟营造法师有太多契合，我们只能说它还是保留了辽金建筑的一些基本特点。弥陀殿的面广也是7间，我们说七开间的大殿，我们要了解它。通面阔是41.32米，进深是4间，比这个善化寺大殿稍微小了一点。8架船，少了2架船，通进深22.7米，单檐9脊顶。什么叫9脊？9脊相对于5脊而言，各加了2根垂脊，相当于清代的歇山顶，我们叫9脊顶。这是它的平面，中间的5间是隔扇，两侧2间就已经是后墙。这北方建筑必须要有很厚的墙，前面有月台。建筑物的形象因为是金代建筑，明显的比辽代显得丰富一点，玲珑一点，而且它是加了9脊，加了2个垂脊歇山造型，更加秀美一点。它的斗拱呢也用了7铺座，7铺座双铙双下昂，这是辽宋建筑常见的7铺座做法，2条斗拱加2条昂。然后它的竹间都用了单补间，那么柱头铺座和补间铺座内碗檐都用了斜拱，斜拱大量使用。这是金代建筑特别典型的一个特点。它斗拱材高是26厘米，跟善化寺差不多，相当于2等材。我们再看第3个七开间木构殿堂，五台山佛光寺的文殊殿。它的殿也是面阔7间，通面阔才有31.56米，比较短。进深是4间8架船，通进深17.60米，进深比较浅的一个殿堂。它是悬山式屋顶，也是我们石列中尚存的最早的悬山式屋顶的木构建筑。石列中间的石头的这种造型的悬山结构隋代就有，但是木构建筑遗存。原来有个辽代的海会殿已经没了，只有这座了，所以它是现存最老最早的。我们知道中国屋顶的建筑从屋殿就是4阿到这个歇山就是9脊，然后到悬山第3个等级。这时候还没有硬山，硬山是比较晚的一种做法。硬山什么时候呢？明代以后，因为明代造砖的技术发达了，砖比较便宜了，才可能大量用又不用在高等级建筑，而用在平民的建筑，所以出现硬山屋顶。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历史。这是文殊殿的位置，它在佛光寺的一个配殿，这是佛光寺的形象，这是文殊殿的平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平面非常的空旷，它用了什么办法呢？减柱造移柱造。它本来里面应该至少有1排到2排柱子，没有，前檐用了2根柱子，后檐也用了2根柱子。后檐2根柱子是为了摆佛座用的，前檐2根柱子形成一个很空阔的一个礼佛空间。它那个室内空间显得很大，我们看它的梁架非常大胆。七开间，当然它也是厅堂式的，内外柱不同高，内柱高一些。平梁上脊团下用的是插手属柱，跟这个其他做法一样。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团下用了攀尖，攀尖是那个在团下面用的一个横长的木头，这个都表示了一个时代的特征。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另外最典型的就是简柱，文殊殿平面简柱是最经典的简柱，
这是它的剖面。文殊殿的柱头斗拱用的是五铺座单邈单昂，用了昂，但是它单邈单昂，一邈就是一个斗拱一个昂，用五铺座出2跳嘛。里转五铺座出双邈，前后沿用单补肩，五铺座出双邈，补肩用了斜拱，这是辽金习惯的做法。斗拱高度是23.5厘米，厚是15厘米，接近了营造法师的3等裁，因为它尺度也小了，接近3等裁。大同善化寺大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与佛光寺文殊殿同是7开间单檐木构大殿，但3个大殿采取了不同的屋顶形式，独特的艺术风格、精美的设计建造，使它们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颗明珠。那么我们再看5开间殿堂，我们前面介绍了9开间殿堂、7开间殿堂，这都是我们现存所知道的接近上千年的木构殿堂里头比较大的。木构殿堂比较小的就更多了，5间的、3间的很多。这里我们稍微举几个例子。辽金时期的5开间殿堂，首先最重要的一座，也是梁思成曾经测量过的大同华严下寺的博家教藏殿。这座殿呢，它是一个藏经殿，正因为是藏经殿，它在殿堂里有非常精美的壁藏，就是壁橱藏经的，有极其精美的辽代小木做的这样一个案例，而且还有很精美的辽代雕塑。它的面广是5间，通面阔 25.65 米，进深是4间8架船，这个进深跟文殊殿是一样的 18.47 米。平面柱网呈环状布置，为什么呈环状？因为它要摆那些壁柜、藏经柜。正面中间3间是通透的门窗格扇，两侧都是后墙，因为它门壁柜向前延伸过来。然后后面有个窗子，因为它后面带有采光，窗子那儿也有壁柜延伸，它加了一个天宫楼阁的造型，非常精美。斗拱用材是23到24厘米，它不一样，有点变化，厚是17厘米，已经比较低等级的用材了。它的殿内沿正面和2梢间2扇是布满了壁藏，壁藏下是砖基，上面是2层的楼阁，楼阁下面是壁橱，壁橱上面也有斗拱，上面是佛龛，佛龛的造型像小殿，小的佛殿，所以它保留了相当一批辽代的木构殿堂的造型，还有殿斜屋的形式。殿斜屋就大殿旁边加小殿，好像一个大人连着2个小孩的感觉。那么后墙有4座小殿，中央用飞桥，上面悬了一个殿斜屋的一个天宫楼阁，造型非常精巧，本身就是个极精美的艺术品。第2座5开间的木构大堂叫大同善化寺的3圣殿。刚才我们说善化寺有一座大殿是7开间，那么在它的前面有一座3圣殿，这里供奉的是华严3圣。殿内也是用了移柱和简柱的处理，通面阔是 32.68 米，通进深是 20.5 米。当心间的架构呢是8架船坞6船幅对乳幅用3柱，它只用了3根柱子，前面是6船幅，后面是乳幅，这样呢显得前面空间很大，中间没有再有柱子了，只有1排柱子。6船幅上用了蜀柱、4船幅和平梁，完全是一个典型的辽代做法。然后用了插手蜀柱，由于用了简柱和移柱呢，梁架的形式就很灵活，这是金代建筑的做法。金代建筑不拘一格，非常的随意，因为它可能因为木料少，来源少，那么工匠必须要动用大量的精力，怎么样节约木料，怎么样梁架更节省、更大胆、更好。但是它举高比较高，它按道理讲它应该是厅堂式的这种格局，应该1/4举，它用到了1/3举，所以显得屋顶很高峻。斗拱用材是26厘米，厚16到17厘米，大概是2等材。柱头是6铺座单邈双下昂，出了3跳，第1跳是拱，下面2跳昂。里转4铺座出1邈，里转出1跳，里面可能就斗拱就省掉了。前后当心间用的是双补间，那么其余都是单补间。2个次间呢，它用的是斜拱，而且这个斜拱是目前我们所知道最硕大的一组斜拱，它的斜拱显得非常的瞩目。我们再看，还有一座3开间殿堂，河北新城的开善寺大殿，在河北高碑店的新城镇。
这是一座辽金时代的单檐木构殿堂。创建的时代呢没有详细的记载和碑刻，但是呢，我们一位老先生叫齐英涛先生，他修复这座大殿，经过严格的考证，认为它建于辽代，时间段是1004到1123，辽代灭亡之前。殿内用了移柱和简柱的做法，通面阔是5间，25.80米长，进深只有3间，有6架船，通进深才14.43米，但是它用了单檐4阿顶、乌殿顶，等级比较高。台基是1.11米，前面有月台。殿内也是用了简柱和移柱的做法，它也是有一个很巧妙的比例，比如说它的外檐平柱的高度呢是4.82，而它那个辽檐方上皮距离台基面的高度是6.73，刚好这两个比是1.4，也就是根号2。因为我们这尺寸肯定是有误差，建造也有误差，就是说当时是按照根号2，按照圆方的关系来设计的。那么现在的数据可以看出它这个痕迹。斗拱用材是25.5厘米，厚18.5，比那个2等材稍微低一点。我们再看2座3开间的殿堂，是吧？我们看完9开间的华严寺、奉国寺，看见7开间的，看完5开间的，那么还有3开间的。3开间殿堂应该说比较多。我们这里重点先介绍2座5代时期的3开间。为什么要往前倒呢？因为我们从高等级往下走，大开间往下走，那么5代时候保存的殿堂相对比较小。5代时期唯一的2座木构殿堂，一座是建于北汉天会7年的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那么另外一座是吴越钱弘树18年建造的福州华灵寺大殿。这2座殿堂相差1年，天会7年是963年，钱弘树18年是964年，都是进入北宋时期了，但是这2个地方还被5代的割据政权所管，所以我们叫5代建筑。先看平遥寺镇国寺大殿，它面阔3间，11.57米，进深3间10.77米，大概是方形，单檐9脊，是个歇山顶，殿内是侧上明造，它用的是6架船，通檐用2柱，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殿堂比较小，用1根大梁，中间不用柱子，通檐6架船，直接就前后檐上搭柱子，大梁的跨度呢达到了10米。当然，同样檐柱有升起，有侧角，梁幅上还是用插手托角，这些做法跟辽金都一样。檐下的斗拱呢，外檐用的是7铺座双邈双昂，这么小一座殿用这么高等级的斗拱，这个令人吃惊。出了4跳，2跳拱，2跳昂，而且每间都用补间铺座，补间铺座离转是5秒，5秒就相当于接近8铺座的做法，一直伸上去，因为它里面可能要伸到梁下。另外一座3开间殿堂，福州华灵寺大殿。华灵寺呢，原名叫岳山吉祥禅院，它是5代吴越王时候的一个大臣叫鲍修让他建造的。原来寺里头按照记载呢，有山门，有大殿，有讲堂，有经藏，有回廊，现在仅存了大殿。大殿呢叫所谓单檐9脊顶，还是一个歇山屋顶，面广比较长，15.64米，比镇国寺大殿要长将近4-5米，进深也就大了，8架船通进深14.58米，那个是6架船，是8架船，进深那个是10米，这个是14米，多了将近4.5米，所以它虽然是3间殿，但是尺度比较大，因而它里头梁架就比较的复杂。它是8架船屋，前后乳幅对4船幅，用4柱，前后都用乳幅2架，中间一个4船幅，一共是8架船屋。它的斗拱跟镇国寺大殿完全一样，7铺座双邈双昂，等级很高，这是令人很奇怪的一件现象。但是它又保存了很早的做法，比如说它只在正立面上用了补间铺座，2山和背立面都没有补间，说明它是个过渡。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说每间都做补间的这种做法。那为了好看，我在前面加补间。但是它大殿用材非常的大，标准的用材高度是32厘米，其实里面还出现过34厘米高的斗拱，这个比佛光寺大殿还要大，超过了宋代的1等材。内部的场景，屋顶室内是侧上露明造，不加任何平漆平案，没有天花，
但是它前廊是有的。这是它的梁，我们看出这个梁很有意思，非常的圆润饱满。韩国和日本的建筑有跟它相似。韩国有位福石寺，也用的这个月梁的做法也是这样饱满圆润的，而且爱用插拱，插拱就直接从柱子上出拱。这个日本的天竺样和大佛样建筑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最后我们再看宋辽金时期还有几座三开间大殿。三开间大殿呢，宋辽金时期覆盖的更广了，我们简单的过一下。一个是保国寺大殿，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座殿堂，它在宁波，是今年刚好1000年，刚刚给它开过1000年的庆典。它是建于1013年，今年是2013年，成了1000年。那么寺内呢，还有天王殿、钟鼓楼、法堂、藏经楼，这都是清代的。只有这座大殿是宋代的，但是它加了清代的檐子，好像是重檐。宋代原构是面广3间，通面阔11.9，进深3间，通进深13.36，说明它进深比面广还要大。平面是深内双槽，里面有2排柱子，内外柱不同高，厅堂式结构。然后是8架船屋，前3船服，后乳服对3船服，这跟那个华林寺大殿不一样。华林寺大殿前后乳服对4船服，前后都是乳服2船，这个前面它进深加大了，用了3船服。3船服那个前廊特别的大，前廊里用了非常精美的藻井，这是它的特点。我们从剖面看出来，因为它前面用了3船服，进深大，加了3组藻井，是所有我们知道的宋代藻井最精美的。看出藻井很气派，藻井的仰视，斗八藻井，前廊是有藻井的，到了殿内就是侧上明造，这个跟华林寺也相似。然后呢，用材呢大概是高21.75厘米，用材比较小了，不像这个华林寺30多厘米，它已经相当于4等材。再看一个小殿，少林寺的出祖庵大殿。河南是我们宋代建筑最为集中的地方，但是遗存最少，因为这个地方战争的原因扫荡一平。出祖庵肯定是供奉出祖达摩的，他在这个少林寺的西北13公里处。原来庵里头还有山门正殿、千佛阁等等，现在都没了。那么现在留的这个出祖庵呢，是单檐9脊殿，斜山顶，室内是侧上明造，但是呢用了内外柱同高的做法，前后柱对3船服，所以它进深比较浅。这个室内你看那个偷心，很多跳的偷心斗拱，说明这个斗拱比较古拙。室内平面也很规整，这是它的外观的立面，它前面用了4根石柱，八角形石柱。外檐铺座呢是5铺座出单铆单昂2跳，1跳拱1跳昂，但是昂又用了插昂的形式。插昂是用在法式中特别有趣的一种，它就不是真昂，它为后来变成假昂做一个过渡。里转是4铺座出单铆偷心的做法，而且它在下平团下面用了挑卧和削屑，这也是特殊的做法。凡是宋代在下昂结束的地方跟平团接触的地方，往往用挑卧，挑卧地方再加上削屑，这个很精致的一个处理。这个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它的斗拱的外观。另外它的8颗石柱上有很精美的宋代石刻的纹样。我们知道宋代的石工法式上有很多记录，大量的这种纹样，化生纹、草纹、花纹很多。第3座独乐寺山门，它建于辽统和2年，公元984年。它里面有一座大的楼阁，同时有一座山门，是3开间的。这座山门的面广是16.56米，进深2间8.67米，进深比较浅，因为它是门嘛，所以它平面叫分心斗底槽，中间有一台柱子，这样可以分出前后来。这样构架就变成了4架船屋，前后乳服用3柱的做法，很浅，一共4架船。殿基高是45厘米，它的比例也很好，当心间的柱高是4.33米，相当于当心间面阔的0.71，什么意思呢？根号2:1的关系。也就是说，它的当心间的这个方呢，长是圆的那个比例，高是那个方的比例，相当于一个以这个柱高为一个方的外接圆，就是它那个开间的宽度。然后呢，接着上面是斗拱，斗拱的最高处呢刚好跟当心间宽度一样，
又形成个正方，这样呢，使它的檐口跟它的柱高又形成一个圆和方的关系，所以它在比例上是非常精致的。两山也是一样，两山柱高和开间完全一样，形成两个方形，梁架很简洁，它的斗拱用材是24厘米，比二等材要小。那么还有2座小殿，也是3开间，一座是来源葛渊寺大殿。葛渊寺大殿呢是比较晚才发现的，那么它也是3开间方形，面广是16里，进深也是将近16米，15.67，也是方形，单檐9脊，大殿的形制非常的古朴。这院子里还有其他一些建筑都是晚近的，只有这座殿堂是辽代原构，中间4颗柱子很像这个法林寺大殿和保国寺大殿的平面，外观也很古拙。那么大殿形式是厅堂式结构，用的是6架船屋，乳副对4船夫用3柱，然后呢外檐斗拱用的是5副座出双邈的做法，斗拱用材是26厘米，相当于2等材。最后一座非常珍贵的南方的肇庆梅安大雄殿，这个建筑创建于宋至道2年。从平面上看呢，它也有很有趣的比例，一方面它基本平面接近方形，然后从斗拱上看，檐柱高相当于辽檐方高的 0.72， 还是接近根号檐比1的关系。这说明分布这么广，从北到了这个义县奉国寺，到了独乐寺山门，一直到南方到了肇庆，在宋辽时代居然这么习惯用这种圆方的关系，说明这是设计上的一个刻意的手法，不是一个这种偶然的原因。那么它用的斗拱材就比较低了，用18到18.6，相当于6等材甚至7等材的之间的，这个材分比较小。它斗拱虽然这个等级用的并不小，用了7副座，单邈3下昂，但是材分用的比较小，这一点也反映了南方建筑可能他想一个是省料吧，一个是还是为了轻巧一点。五代、两宋、辽、金时期木构殿堂分为9开间、7开间、5开间和3开间。由于相对比较容易保存，3开间的木构建筑的遗存覆盖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是最大的。由于气候的影响，大部分9开间和7开间木构建筑的遗存分布在北方。那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下辽宋金时代的这个木构建筑的重檐和楼阁以及木塔。我们先看看重檐，单层重檐殿堂。我们知道檐是代表一个等级，那么重檐一般建筑等级比较高。这里有3座建筑，一座是太原晋祠圣母殿，这是一座祭祀性建筑，单层重檐。还有一座是正定隆兴寺的摩尼殿，也是单层重檐，而且造型很丰富。还有一座是苏州玄妙观的三清殿，这3座基本上是宋代的重檐大殿。我们先来看圣母殿。圣母殿是晋祠的主殿，是宋代的遗构。那么建造年代是宋崇宁2年，1102年，比营造法式呢要早了1年。但是实际上呢，从题记上看，可能在更早就有元佑2年的题记。元佑2年是1087年，应该还早个20多年。这个建筑是重檐，一般重檐是有周匝复接的，然后殿身部分上檐。那么它是9级顶，也就是歇山顶，包括复接的这部分呢，就是下层檐呢是7开间，进深是6间，殿身是5间，因为它收进一层檐子。那么平面大致接近一个方形，周围有一圈廊。它的总平面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园林化的一个祠，就是祭祀建筑。这是它圣母像座后的题记，反映出元佑的一个题记，说明它更早。我们看它的外观，这是这座大殿的正面。这大殿呢是有盘龙柱、重檐，前面还有一个十字形的石桥。那么形式是个殿堂式结构，内外柱是同高的。构架用的是乳副对6船夫用3柱的做法，这样它比较大胆，前面省了一个柱子。而前面有一个短柱，就上檐柱呢，直接落在了前面的3船夫上，它造成的效果就是前廊特别的大。所以如果去过那个地方，都感觉前廊很空敞，便于礼祀。
外观很精美，重檐九脊，因为是宋代建筑，装饰非常的华丽华美，加上它的盘龙柱，加上它的石栏杆，非常的精巧、玲珑和庄重的一个建筑物。斗拱用的并不太高，上檐用是6铺座双铆单下昂，除了3跳，下檐一般要减上檐1铺，用的是5铺座，这是习惯，一般上檐要高一点。那么盘龙柱应该是最早的了，现存最早的。现在我们知道的曲阜的孔庙大圣殿也用了盘龙柱。殿内另外还有圣母像和座椅，这个座椅应该是目前所知道最早的一个家具，元佑2年的，应该公元1087年，离现在已经是1000多年了。那么它的琉璃瓦顶也很精美，它用了琉璃剪边，用了很丰富的雕饰，但这些几部呢很可能是明代的东西了，因为它后来有修。这是第一座崇岩殿。我们看第二座，第二座呢也很重要，它的造型和空间极其独特，它就是我们说的河北省正定的隆兴寺摩尼殿。隆兴寺这个寺院呢在唐代就有，原来是龙长寺，后改成隆兴寺，因为唐代中宗年间全国普遍的改隆兴寺，后来到清代改成就是兴隆的隆兴寺。这个寺院呢保持的比较完整，从前面的影壁、牌坊、石桥、天王殿、大觉六师殿、摩尼殿，一直到戒坛、大悲阁、弥陀殿、净业殿、药师殿，整个这个纵深很长，图形完整的记录了当时的空间。特别是大悲阁两侧还有2个配楼，非常隆重。我们来看这个摩尼殿，摩尼殿是现存寺内比较早的一座殿堂，建于北宋皇佑4年，公元1052年，那应该说是已经900多年了，是吧？接近1000年。有趣的是它的造型和平面，它平面是十字形，每面的面阔7间，进深也是7间，平面基本上在方形，然后方形每面出一个抱厦，这个头的抱厦叫龟头殿式的，就是说把山面朝前，这是宋代的一个叫法。这个山面朝前好像山花一样，4个面都出山花，形成4个入口。这种格局呢非常像一个西方的著名建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巴拉第奥的维琴察别墅也是4面出山花的，而且也是个比较规整的方形平面，所以这2个在构图上空间上很接近，只是那个是个穹顶，这是个从檐屋顶。它的通面阔是33.29米，通进深是27.12米，进深方面稍微小一点点，下面有一个1.2米的台基。这是它的外观。这种在前面出这种山花式的抱厦的做法，宋代常见的，到明清基本上见不到了。我们看出它解剖的这个感觉，里面的中心空间是一个3面围合的一个佛座，周围都有壁画，后面还有悬塑。但它的殿身部分呢是个殿堂式结构，用了8架船屋，前后乳腹对4船腹用4柱的做法，非常标准的一个殿堂。8架船并不太进深不很大。那么抱厦呢也4个面并不完全一样，这个跟维琴察不一样，南立面比较宽，用了6架的进深，西庙3面只有4架。斗拱用材也是上檐是21厘米，下檐是21厘米，都是5等材的等级，就是说它用材等级并不是宋代很高的5等材。但是殿堂是一个重檐，4面抱厦，应该说非常奇特，也非常高规格的。第3座从檐大殿也很著名，苏州玄妙观的三清殿。大家如果去苏州有个观前街，就指的这座殿。这座玄妙观的道教建筑，也是宗教建筑了。它始创于西晋的咸宁2年，公元276年，很早。唐代改名开元宫。北宋的时候改成天庆观，北宋末年呢，因为战争，金兵打过来了，被毁了。然后南宋是重修，说这座殿堂是南宋的建筑，它的面阔是9间，是南方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座9开间的大殿，通面阔43米，进深是6间，通进深25米，前面有个月台，周围有石栏杆。有一点很有趣，它的平面呢不像我们营造法师所说的什么身内双柱、身内单柱、什么金镶斗底槽，不是，它用的是满堂柱子，几乎每一个柱位都有柱子，这个在早期建筑很少见。那表现出一种结构上的规整化，在晚期倒比较多见了。这个在明清建筑中偶然有发现，既没有简柱，也没有移柱，甚至根本就没有所谓双槽柱的那种做法。同时它是从檐复阶。
那么周圈有一圈复阶，但是他现在把这个复阶呢完全用墙包进来了，所以室内外呢显得室内空间比较大，因为他把复阶给围进去了。上面呢，因为它柱子特别密，上面的梁架有些地方用短梁，这样直接伸到每一个领子下面，很像那个穿透式的建筑。南方爱用穿透式，它下面柱子虽然多，它还是有空间的，到上面完全用穿透式的那种感觉，有短柱，所以它很可能是组合了一些南方的木构建筑的手法。斗拱用材呢，材高用到22到24厘米，也是比较低的。上沿和下沿还不一样，下沿斗拱用材更低，只有19厘米高。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因为是在南方，在南宋重建，南宋时候的建筑呢，可能有一点南方的这种地方的味道已经出来了，所以它的翼角有明显的南方那种发呛的做法。我们知道南方翘角跟北方来说，它翘的明显高，发呛。那么除了重檐大殿，除了单檐大殿，我们还有一批木楼阁和木塔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我们来看楼阁。目前我们知道最早的木楼阁是唐代的晚唐，在河北省正定的开元寺的钟楼。那么这座钟楼里头呢，保留了很多晚唐式的做法和风格。此外呢，我们两宋辽金时期也有一些楼阁，也需要我们了解。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先看这个最重要的楼阁，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在这个没有确认开元寺钟楼之前，它是最早的楼阁，外观2层，实际内部是3层，始建于辽统和2年，公元984年。它的平面很精致，它平面就是典型的宋景德法师所说的金镶斗底。金镶斗底它就是2圈木柱形成一个筒，这样的它那个结构内部的空间就比较空自如，外部结构比较严密。面广是5间，进深4间，8架船，是个殿堂式的结构。中间有一个暗层，暗层上面有个平座，平座人们理论上是可以出来的，可以平楼远望的地方。上层呢是一个单檐的9级屋顶，也就是一个歇山。所以它的首层呢，通面广才20米，通进深14.2米，这样一个关系。上层呢是稍微收了一点，通面阔是19.19米，通进深是13.36米。但是它有一个有趣的比例，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的长和宽，无论是首层和2层，大概都在长宽比是1.41到1.42之间，根号2和1的关系，说明古人很喜欢用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很简单，方和圆的关系嘛，找出一个数为方，它的对角线一拉就是它的长，显然这是一个经过设计的比例。这是它剖面，剖面我们看出来中间有一个15.4米的观音像。那么因为它平面用了金镶斗底槽嘛，中间是空的，它就可以完全再把中间空间利用起来，上下空间3层贯通，所以它的空间非常的精美。我们从视觉上看，进到这个室内以后，它那个中间那部分是暗的，这样你仰望的时候脸部又是亮的，非常神秘，也非常慈祥。那么中间用了一个6角形的一个吹拔的空间，上面还有藻井。这是这个室内，我们看这座雕像，是一个木刻，辽代的木刻，非常精美的一个木雕造像。建筑和雕像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同样，它保留了一些辽金时代的特点，有明显的侧角和升起。辽金时代建筑有侧角有升起，这是我们熟悉的，包括宋代也有升起。升起造成了一种向内的挤压力，所以它也是这样。在蓟县，历史上多次大地震，在北京周围，包括乾隆年间，包括元代，包括唐山大地震，都没有对它造成根本性的损坏，说明了它这些结构上的合理性。它屋顶梁架用的是8架船屋，前后乳幅对4船幅，进深并不是很大，才8架船，中间也加了一个藻井。屋顶还是典型的辽代做法，插手、属柱、托角，有个楼梯导到3层。然后呢，首层用的是7铺座出4秒的做法，没有昂，直接出了4跳，显得下沿就比较的舒展翘起来了。这是它的下沿斗拱。平座也有斗拱，因为中国特别辽宋时期的平座它是很复杂的，像明清的平座比较简单，它可能根本就没有斗拱。这辽金时期都有斗拱，平座斗拱用了6铺座出3秒。上沿呢是7铺座，但是双秒双下昂，因为上沿人们视觉上要仰着头看的话，双下昂显得更漂亮。斗拱用材
它足材高度是一样的，都是38.5厘米，但是它那个单材高上下沿不太一样，下沿是27厘米，上沿是26厘米，它厚度呢18厘米，大概相当于宁泽法式的2等材。到了平座又小，平座高才23.5厘米，相当于3等材，说明在一个建筑物它的斗拱用材不是统一的，上下沿有区别，平座跟沿还是有区别。这它的梁架，我们可以有一个短片可以完整的把它打造起来。这是一个楼阁，这个楼阁可能是我们最需要记住的，因为它非常的完整，也非常的宏大，基显杜勒斯观音阁。下面还有一个也是辽金时代的善化寺的普贤阁，它也是2层加一个平座，基座下面是一个1.12米的一个台基，外观2层，实为3层，平面是个方形，后面有一个楼梯上去，阁内没有内柱，完全靠周围的柱子。正面每面是有4颗柱子，前面和背面，山面只有3颗柱子，形成一个方形的一个小楼阁。楼阁的造型很精美，屋顶是4穿通幅，因为它中间没有柱子，用一个大梁，上面用平梁插手，数柱几团就可以解决了。面阔和进深都是10.40米，一个方形的。下沿斗拱用的是5铺座，我们都了解一下，它的斗拱用材也不太大，才22到23厘米，是个3等材的格局。这第2座楼阁。第3座楼阁是个宋代楼阁。我们知道宋辽金时代还是出现一些楼阁，金代有一个楼阁我们这里不介绍了，西溪二仙庙一座楼阁也非常漂亮。这个是宋代楼阁，隆兴寺转轮藏，因为它特殊。我们知道从唐代开始，在佛寺的正殿前面要加经藏殿，而且慢慢的据说从南北朝开始就有出了转轮藏殿。转轮藏就是号称在南朝梁的时候有一个大士叫善慧禅师复西，他创造了一个形式，就是把经放在一个柜橱里，这个柜橱能够转动，你如果转动了就相当于你在念经了，因为你念不过来那么多经，那你还不如转着它，表现一种宗教礼仪。这样一个形式呢，据说在南北朝就有了，一柱8面，是一个叫复西的一个高僧建造的。那么明代人专的这个《西湖游览志语》里也提到这件事了。他说，高丽寺伦藏甚伟，高丽寺是个寺名，很可能是由朝鲜半岛来的僧人建的。宋时高丽国进金字藏经1部，处其中，因为它里头有高丽国宋的金字的藏经，所以叫高丽寺。到今犹有存者，缘起于傅大士，就是刚才说的傅西，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辨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龛，一柱8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就在里面8个面都藏满了经，这个高丽金字藏经，然后嘛就运转起来很方便。人有发菩提心者，推转世轮，既与持诵诸经无异，故今天下轮藏皆设大士像。就本来在转轮藏里应该有傅大士的像，但现在没有，找不到这个痕迹，很可能在明清以后他的宗教地位没那么高了。但是2个资料都认为这个转轮藏出自梁代的南朝梁的傅西，但是傅西的详细资料没有。隆兴寺转轮藏是一个2层楼阁，形制上看它是宋代的，面广3间，进深也是3间，接近一个方形，但是在前面有一个将近4米的报上，形式轮廓就比较丰富。2层檐楼阁加平座，前面加个报上。那么有了报上，就有个前面的前导空间，进了楼阁里就是一个大的转轮，下层4个柱子包围着一个转轮，上层呢它就是个空间，后面有个楼梯倒上去，上面摆一尊佛像，从剖面上可以看出它的结构。那么它中间没有暗层，宋代的楼阁不设暗层，这个说明宋代工匠在技术上更成熟。为什么要设暗层？他是担心这个楼阁不稳，他加暗层以后加斜撑，让楼阁稳定。但如果没用暗层，它楼结构的稳定性要差，它就说明它技术上更成熟才敢做。他用了弯乳幅，乳幅一般是直的一个两架的梁，他用了弯的梁，使它室内空间的转轮可以放得下，所以这些都是很大胆的做法。那么特别是这个转轮，这个转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木结构，也是目前所知道最早的转轮。它是重檐8角亭，底下有个转轴，转轮高是2.5丈，有8米，每边边长是8尺，2.6米。
由葬座、葬身、葬顶组成，是个上圆下八角的一个从檐屋顶造型的一个亭子，已经很精美了，它是一个八角亭。同时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斗拱，它用了八铺座，上檐和下檐都是八铺座斗拱，这可以说是营造法式里记载的八铺座斗拱的唯一实例。因为八铺座斗拱是用在最高等级的建筑里，很可能是皇宫的正殿，但是辽宋金时的皇宫早都没有了，荡然无存。这个佛寺它规格没那么高，它只能用到七铺座，但是在这个地方是给佛经做的，佛经的地位很高，它就做了八铺座，所以是八铺座的唯一的实例。还有一个楼阁跟隆兴寺这个转轮藏正好对面，是哪座呢？隆兴寺的慈氏阁。一般的在唐宋建筑中，在大殿前往往有两座对称的阁，那么往往是什么呢？转轮藏和中台是对应的，钟楼、转轮藏，是吧？有时候呢也会钟楼和观音阁，这个地方用了慈氏阁，也是大概吻合那时候的规矩的。什么叫慈氏阁？慈氏阁就是供弥勒佛的，弥勒他的别称叫慈氏。弥勒信仰在唐代很盛，因为弥勒是未来佛，所以呢这个人们很信他，觉得将来他来救大家。这个建筑呢也是很独特，二层楼阁，室内有一尊很高的立像，所以它尽管是楼阁，它也不能设暗层，因为设暗层没法造立像了。它除了像那个观音阁一样把周围圈起来，那么它用的结构手法很好，它就是底层的柱子少一点，上层柱子架在底层的梁上，这样二层就形成了，室内空间很大胆。另外它那个为了稳固，在后面直接用永定柱落在台基上，石阶上面拖着那个平座，这样就檐柱和平柱、永定柱两个紧挨着来把这个后檐来稳定住，所以结构上又采取了很多很大胆的手法。同样前面有个抱厦，所以它是感觉跟这个转轮藏殿是对称的，都是一个方形的，就两层檐对面加一个抱厦，但是它呢二层是重檐，有一点小的差别。它内部是一个瓷式立像，所以空间显得很高敞。里面看那个结构很简单很洗练，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它后面有些做法，像这个它斗拱呢用了单邈当昂的还有昂形耍头等等假昂，它可能后来修过。就是我们对慈氏阁呢不完全是宋构，因为一座木构是经常会反复修的。这样我们大概梳理了有那么多座楼阁，是吧？有两座从檐、三座从檐大殿，还有几座楼阁。在古代木构建筑中，单层重檐殿堂在等级上要比单檐殿堂高。虽然现存两宋、辽金时代的重檐殿堂实例已经不多，但建筑风格和艺术样式上大都是独具特色，代表了集中不同的造型形式。
下面我们再看佛塔。佛塔是什么呢？楼阁佛塔有多种形式，有楼阁式，有密檐式。但木构佛塔一般来说是楼阁式的多，当然也有密檐式的，是吧？也有那上面上不去的。这个我们现存的佛塔木构佛塔其实只有一座了，纯木构的，就是山西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我们叫山西应县木塔。其实历史上建造的佛木塔是很多的，可惜因为它又高又大，很难建造，同时很难保存。那么我们能保存一座辽代的应县木塔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这是一张梁思成先生画的塔的演变图。我们先看塔的总体情况做一个梳理。佛塔从这个南北朝佛教兴盛起来以后就开始大量建造。那么唐代佛塔就很多，到辽宋金时代佛塔遗存是非常多的。仅仅从辽宋金300年的时间呢，著名的佛塔就有80多座。我们大概可以分类，从材料上来分呢，它有木塔，当然木塔现在仅存的是应县木塔了，在当时是很多的，有石塔，有砖塔，还有砖心木檐塔，南方比较多见，甚至还有一些特殊材料造的塔，铁塔、陶塔，这是一种分法材料。还有从造型上分，有楼阁式塔。楼阁式塔特别是在汉地的南方的宋朝地方，汉族人比较这种实用理性概念，他说盖个塔不能上不行，他就要盖起来要登临，所以多数是楼阁式塔。还有密檐塔，密檐塔比较多在北方辽金地区，更带有宗教的祭祀色彩，它没有内部空间，它里面只是一个地宫，藏着这个舍利什么的，外观完全看不能进去。另外还有一个造型很奇特的塔叫华塔，华塔就是花塔，非常奇特，所以大致有3种，这是从造型楼阁式、密檐式、华塔。更早的还有单檐塔，但是到宋辽时期单檐塔比较少，隋唐时期单檐塔多。另外平面上还有2种，一种叫八角塔，一种叫方形塔。八角塔呢是宋代大量的，几乎很少有方形的了。方形塔是唐代比较多，但是从5代到宋有个过渡期，所以它还有若干个方形的。那么八角塔这个词儿好记，我们知道英佛塔就叫 Bhagavata， 实际上很可能是从八角塔的谐音过去的 Bhagavata。木构佛塔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建造的量很大，我这里给了大家一个形象，是北魏洛阳永宁寺塔，这个塔的高度有140多米，木结构，说明中国古代木结构达到的水平。另外在历史上有很多高塔，像隋唐长安城有过2座高塔，禅定寺塔80多米，存在了260多年，直到唐末才毁掉。在北宋有一个开宝寺塔，也是80多米，所以这个塔还是很多的，而且造塔这个技术也很高。像东京汴梁这个开宝寺塔，当时是向西北倾斜，后来别人问你为什么要向西北倾斜啊？这造塔匠于浩他说，这个经师多西北风，说吹之100年则正矣，是吧？我有意识的预先往西北斜一点，风吹慢慢就正过来了。可惜没有待够100年，因为它是木塔，结果被火烧了。现存的塔木塔，我们只能说很遗憾只有1座，好在还有1座，就是我们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我们叫应县木塔。它是中古时期最高也最古老的高层木塔，它的塔保存得非常完美，外观是5层，内部结构是9层，底层是重檐，有6层檐子，八角形平面的一个塔。塔创建于辽清宁2年，1056年，大概还有40年就是它的1000年忌日了，所以我想在1000年的时候一定会给它有一个大殿。它的格局呢是典型的隋唐时代的殿前塔的格局。殿前塔格局南北朝到隋唐很多见，我们现在如果去韩国，有些古老寺院也保持这种格局，在殿前有一座塔，它是典型的殿前塔，它后面是一个9开间的大殿，但是现在只剩遗址了。这个寺里头遗址上还有山门、钟楼、佛塔、佛殿的这样一些东西。那现在当然有一些清代的遗构摆在那儿。那个9开间大殿是台阶上摆了一些晚近的建筑，平面是8角，底层的直径是30.27米，很大了。外观5层，实为9层。
中间有4个结构性的暗层，暗层里加了斜撑，所以它结构很稳固。那么塔身是6层，首层是个重檐带复阶，有一圈回廊。那么柱子呢相称双套筒式，就很像我们所说的金镶斗底槽，这样呢它就中空，可以打空。我曾经测绘过这个殿堂，整个村下面完全把那个中间的楼板打开，可以一直把尺子读到最高处，读到5层，说明它中间是空的，这就便于中间摆佛像，本身是佛的象征，一方面也是个佛的殿移到这儿来了，每层都是一个佛殿，在里面可以礼拜。那么木塔整体上可以算是一个殿堂式结构，殿堂式结构也叫殿阁式结构，就是它内外柱同高，中间有个斗拱层，斗拱层加柱，柱加铺座层，铺座层再加平座，平座再加柱，它每层都是平着可以走，这样的结构就非常的整齐。同时呢，这个结构的彼此各层拉接很紧密，我们叫殿堂式结构。首层是从檐复阶，所以结构很紧凑。第一层特别高，10几米，中间有个大佛像，首层还有个藻井，而且附近在首层的四壁上还有一些壁画，保存得非常好。2、3、4、5层呢，因为中心中空的，它就有了佛座。那么各层之间用楼梯，木楼梯来连接，它楼梯的布置也很巧妙，八角形，它4个正面不摆楼梯，沿着4个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样一个位置上斜着摆，这样它就均匀的分布在4个方向，这样楼梯对整个塔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损害，而且很均匀的分布，也便于人上下。另外塔身也是经过仔细设计的，这方面研究很多，大家可以去关注。比如说这是建筑史学家傅熹年先生研究的结果，整个大塔控制在7个首层塔身柱柱高的比例，把首层塔身柱高做一个模数，整个塔是它的7倍。另外首层的檐柱复阶柱子高也是个辅助模数，跟各层塔身都有关系。这种高度比例控制方法在中国古代木构中用的很多，因为木结构本身它是一个预制的过程，它必须要有大控制，没有大控制的边盖边走，它那会儿又没图纸，所以这种比例控制很重要。那么我们傅先生在这方面研究非常的深入，我们把木结构介绍到这里了。我们知道木结构有大量的单层木楼、木殿堂、从檐木殿堂、楼阁和木塔，这应该是我们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一部分遗存，因为木结构很难保存，特别是辽代的木塔、木楼阁，真是我们中国古建中国宝中的国宝，是吧？最重要的，也是应该我们去熟悉的。而且它中间很多设计理念，它方圆的关系，它以这个首层柱子为基本模数的这种比例控制关系，都是值得我们去玩味的。还有一个巧妙的地方，宋代建筑柱高不逾间之广，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很多人把握不住，柱子特别的高，它就不是中国建筑的感觉。柱子比较低，开间比柱子高接近或者是略长一点，这样使整个这个建筑显得平。中国建筑有一种平稳的匍匐在大地上的感觉，而不是那种腾飞的感觉，不像哥特式，这都是要点。我们再看砖石建筑，中国建筑有木结构，这是它的主流，但是还有大量的砖石建筑。这里我们介绍2座砖石塔，是5代时期的，后面还有一批砖石的塔是宋辽时期的。我们先介绍几座五代砖石塔。5代时期呢，应该是从唐到宋的一个过渡时期，说这个塔的形象也代表了这种过渡性。首先我们看南京栖霞寺舍利塔，这座塔是隋代建的舍利塔的基础上，在5代时候重建的。因为有些塔年久了一定要重修，它就重新用石头做了一座。我们先看这座栖霞寺，栖霞寺是中国4绝之一。唐代的佛教有所谓中国4绝，一个就是健康栖霞寺，现在南京；一个就是山东长清灵岩寺；一个湖北当阳玉泉寺；一个是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当时是汉地寺院的中国4绝，因为它曾经高僧辈出，而且存留的东西也很珍贵。那么栖霞寺呢，在隋代的时候最早建了舍利塔。当时隋代在隋仁寿年间，隋文帝在全国造塔，造了110多座，而栖霞寺是几乎是第一座，
诏书上把它提出来了，先往蒋州西峡寺自30州至53州等寺砌塔，先从蒋州开始，蒋州就是现在的南京附近，有蒋山。西峡寺舍利塔建于5代南唐，是一个八角形平面的密檐塔，高5层，高18米，相当于6层楼高。下面是个八角形须弥座，须弥座下还有塔基。那么塔的形象已经有点残损，但是仍然很秀丽。上面塔刹是后世修的，好像一些宝珠似的。塔基座的8面是有雕刻有释迦牟尼的8相成道图，塔身的各层8角都有依柱，雕有文殊啊、普贤呀、4大天王的浮雕，还有很多这种佛像、飞天祭月这种雕刻。它的檐子呢，石头造的，但是仿木，砖石结构的一个大特点，砖石仿木，它完全像木楼阁来做的，但是它已经残破了，因为毕竟经过了1000年，但是它雕刻还很精美。这是南京西峡寺舍利塔，还有3座石塔，也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个是杭州的闸口白塔，在钱塘江边，这座塔是梁思成在很早发现的。塔本身的比例是非常修长、挺拔、高峻的，但是现在因为是石塔，风雨雷电的，已经很残破了。楼阁石塔平面是八角形，外观是9层，高14.2米，高度并不大，才有5层楼高。下面有须弥座，有平座栏杆，有门，有雕刻，非常精美。在枢腰的部分，须弥座上枢腰就最细那部分有陀罗尼经，所以它本身是个塔，同时也是陀罗尼经状。因为陀罗尼经状是密宗，随着密宗传入的时候，唐代特别盛行，很多人他建不起塔就建一个经状，经状上刻满了陀罗尼经，然后就可以有救护的力量，有神秘的力量。当然这个塔带有经状的概念。那么上面就是木楼阁，木楼阁我们看出很多5代的建筑的形态，比如说用了梭柱状的转角移柱。我们知道宋代的梭柱只有上面收，下面是直的，它还上下收，表明了唐5代地方的木构建筑很可能是上下都收的，因为它这是一个证明。另外栏萼上用了7朱8白的这种彩绘式样的小方格。我们知道唐代的彩绘我们了解不多，但是据记载是7朱8白，就是红白相间的那种格，显得很简朴又很大方，有一点点装饰。它这上就有，说明它是5代的，代表了唐的一些做法。而且它每间开始有补间铺座2朵了，说明它已经开始向晚近过渡了。斗拱是用的5副座，斗拱也很清晰，门雕像都很清晰。这是一座塔。跟它时代非常接近的另外2座塔是杭州灵隐寺双石塔，是谁建的呢？吴越王钱弘树，他是在钱弘树14年，也就是宋建隆元年，宋代立国那一年960年开始建。4岁王重创灵隐寺，立石塔寺，当时立了4座石塔，那么现在2座保存得非常好。那虽然好，就是说它石塔还在，但是檐口都残破了。这个残破可能有天灾，也可能有人祸，但是它是楼阁石塔，里面有门，有雕像，有仿木斗拱，非常精美。所以说这3座塔，闸口白塔、灵隐寺双石塔，很多做法如出一辙，应该是一批工匠做的。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归在5代，因为那个灵隐寺双石塔肯定是这个5代的盖的，那么那个双石塔跟它时间，闸口白塔跟它形制很接近，应该是同时代的。好，我们看了3座石塔，都是5代的。5代还有2座砖塔值得我们了解一下，一个是苏州的虎丘云岩寺塔，还有一个是河南的武陟县的妙乐寺塔。那么这2个塔代表2种风格。虎丘云岩寺塔它是一个比较高的塔，高度有47.5米，八角形7级，完全是楼阁式。云岩寺的名字是比较晚起的，是北宋时候，在更早它叫武丘报恩寺，原来叫虎丘，后来为了避讳这个唐太祖李虎的这个讳，就叫武丘，后来又改成虎丘。这个塔我们看完全是砖砌的，砖上面叠色出檐，出檐上面本来是有木船子，木船子再加上檐口，后来那些木船子完全没了，因为它久而久之都糟朽了，所以就完全像一个砖砌的塔。斗拱也是砖做的，有的有真门有假门4个方向，它就是所谓人们说的中国的比萨斜塔，已经倾斜了很明显了。它建造年代是钱弘树13年，后周显德6年，公元959年。
它平面呢是双套筒，中间十字砖砌的这个形式。那么用了很多方法去加固它，因为它山体的滑动已经开始倾斜了。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座砖石塔，河南武陟的妙乐寺塔。妙乐这个词呢，本身是来自佛经《妙法莲华经》的，代表一个极乐妙乐的一个环境。这个寺院是在《妙法莲华经》形成以后。那么现在推断它建寺的时间呢，大概是北魏时期。它曾经有过一个5层的石塔，现在这座塔是5代后周显德2年建的，公元955年左右。那么是一个13层的方形密檐塔，所以它带有明显的唐塔的痕迹。所以我们说5代塔具有唐到宋的转折，但是它又不像唐塔，它比唐塔显得精致。比如说它在首层叠色檐上用了山花乔叶的雕饰，非常精美。另外呢，它的塔刹4角各做了一个石狮子，那个石狮子非常的精致，现在仍然很光亮。然后塔刹呢几乎没有缝隙，塔刹也很精美。那么它当然以前曾经有过一个5层的石塔，石塔可能尺度比现在这还要大。那么现在这个塔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遗存的是一个后周显德2年的一个95年的塔。那么可以让我们了解它的曲线跟那个唐代的密檐塔也不一样，有一些弯曲，显得很柔和。塔刹也比较的明显，不像唐代塔刹那个密檐塔塔刹比较简单，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由唐到宋的一个过渡，工艺水平也高了，所以它就显得很精美。现在这个塔有半层是埋在土里了，因为在这个抗战的时候，2战的时候，这个因为黄河水这冲垮了以后呢，它就带来很多淤泥，下面起码还埋了1米多深。那么整体上干的比唐塔要多几分精致，尤其它的塔刹又非常精美，所以也是很难得的一座5代时的塔。它的山花乔叶又比唐塔多了几分细致的地方。这个叠色出檐，不加木檐。唐代建筑因为比较质朴，不用木檐。到了宋代以后，叠色出檐往往再加上木檐，变成砖心木檐的感觉。这样我们基本上就把5代2宋辽金时期的大木结构基本上梳理完了。然后佛塔我们把木塔梳理完了，然后把5代塔介绍完了。那么我们从下一讲开始，我们要重点介绍一批宋辽金时代的塔，因为佛塔建造是遗存是最多，形式最多样，所以呢我们这个下一讲去讲佛塔。那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讲第8讲，5代2宋辽金宗教建筑的下部分，主要是讲辽金时期的佛塔，同时要讲一下宋营造法式，所以有2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先看辽金时的砖石塔。在上一讲里呢，我们对2宋辽金时期的木塔以及5代的2座塔，石塔和砖塔做了一些了解。那么辽金时期还有大量的砖石塔，但是辽金时期这个砖石塔的特点呢，它造型上可以分为楼阁石塔，还有密檐石塔，另外还有一种华塔。那么它的平面形式主要是八角形，在辽金时期非常少量的有方形的。天津寺塔原来叫天王寺塔，明代改成天津寺，塔的平面是八角形，实心密檐，这是辽金建筑塔的经常做法。因为它不太重视塔内的空间，所以它只是一个被佛教徒礼拜的对象。那么这个塔呢，包括了塔基、首层的塔身，还有上面13层的密排塔檐和塔刹4个部分。塔的高度，天津寺塔 55.38 米，塔身每面的宽度是 6.14 米，八角形。外观呢很像一个密檐楼阁，但是它上部檐子完全用仿木的，斗拱也是仿木的。只有第1层做了一些像木门窗啊、雕像啊这样一些楼阁式的处理，底下是须弥座。须弥座上呢，在枢腰和平座上雕刻有坤门、
佛像、狮子。昆门就是一些曲线的雕刻的纹样，上面有佛像，里面有狮子。平座下用了砖刻的斗拱，还有菩萨、力士等造型。所以整个这个密檐塔就是一个雕塑艺术品，它有大量的仰帘，有勾栏，有须弥座，须弥座上有昆门，昆门里有狮子造像，然后在首层塔身有门，有力士，还有窗，非常精美。首层塔身以上是密檐，那么从第3层开始呢，塔檐开始出现了收分，形成一种非常优雅的曲线。所以梁思成先生说，天津四塔有一种音乐的旋律在里头，这需要我们去琢磨的。斗拱等级并不高，5铺座，而且首层用了补间铺座1朵，以上各层呢，它斗拱小了，用了2朵。塔檐呢，完全是砖刻的，像真的屋檐一样瓦拢。这是一座非常经典的密檐式塔。我们还要介绍几座密檐式塔，一个是河北昌黎的圆影塔，还有山西灵丘的绝山寺塔。这2个塔都是辽代密檐塔的造型。绝山寺塔呢，高43.54米，它是在首层塔身之上用了13重重檐，因为13在佛教里是个吉利的数字。这是灵丘绝山寺。昌黎圆影寺造型跟它很接近，也是13层密檐，下面一层比较高。它在这个下面一层和密檐之间呢，加了一个小的层，这个层里头加上城门，每个方向都有城门，城门2侧加了阙楼，好像把一个城市给浓缩在里头了，城墙、城池轮廓在里头，也实际上是个大的雕刻艺术品。那么檐下斗拱用了斜拱，每面除了柱头、转角铺座，还有补间铺座，也很精致。这是第2，这是3座密檐塔了。还有一座密檐塔，我们习惯上叫它青塔。这个塔在哪儿呢？河北正定的灵济寺。河北正定灵济寺是禅宗灵济宗的祖庭。这座塔呢，应该是一座禅宗高僧的木塔。那么还有一个山西浑源的圆觉寺。这2座塔都是金代的2座密檐塔，前面我们说的3座是辽代的。那么金代塔呢，显得更为精细瘦翘，显得细致精美。灵济寺的这个青塔呢，就是这样的，它显得很细巧，下面首层很高挑，上面也是刻了有拱门、窗，然后在须弥座上也有斗拱、昆门等等的这种雕刻，有仰帘托着上面的整个塔身，塔刹也很精美。这座塔建于金大定25年，公元1185年。那么另外一个密檐塔，金代的山西浑源圆觉寺塔，我们有2座金代的密檐塔，这个是1158年建的，塔平面是8角，有9重密檐，檐下用斗拱，也是实心密檐。塔有基座，有首层塔身，各层的塔檐，还有塔顶，一般都是4个部分。基座呢，往往是须弥座，刻满了这些雕刻，有那些五岳人，还有那个花鸟禽兽。这是山西浑源圆觉寺塔，这个造型跟这个其他的跟青塔不一样，显得这个尤其塔刹部分、塔顶部分显得更有特点，非常独特。所以在塔的造型上，辽金时代的工匠呢，发挥了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此外呢，还有2座就是双塔形式的密檐式塔，这个是辽宁北郑的崇兴寺双塔。那么这也是辽代塔，因为它是双塔，我们单独拿出来看一看。它建于辽道宗天祚年间，大概在公元935到937年，就是还比宋还要早一点，是由道宗皇后出资建的。里面共有多百如来佛和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场面，这是《妙法莲华经》里的一个佛经的故事，他把它建起来。而且这个塔很有意思，2个塔的高度和塔跟塔的距离是完全相等的，2塔距离43米，东塔和西塔高都在43米左右。因为它这个差别可能是因为施工的误差，一个是43.85，一个是42.63，非常接近。8角形13重密檐，反映了古代在空间设计上也有一些刻意的一些处理。比如他想建大概多少尺的塔高，他就2个间距就做了多少尺。双塔的形制也很接近，也是基座、首层塔身、密檐、塔刹4个部分。首层塔身上也有佛龛雕刻，平座下和首层檐下都有斗拱，各层密檐下都有这种叠色的出檐，显得2个塔这种呼应下显得很雄壮。楼阁式塔一般在汉地往往是用木楼阁，便于登临。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有一批砖石楼阁塔，
首先我们注意，内蒙古呼和浩特保存了一座辽代的万步华严经塔，它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8角7层。楼阁式塔的层檐数就不可能那么多了，13层啊什么的不太容易了，因为它毕竟是每一层都能上得去的。这座塔建于辽圣宗时期，外观完全是一个木楼阁，塔用了厚壁筒体式结构，中心部位设有2部楼梯，可以提供上和下。塔的现存高度是43米，当然塔顶经过后世的重修，所以我们很难了解它原来的样子。塔的下部呢是一个8角形的须弥座，座下面还有一个方形的台基，须弥座上有覆帘，就是那种覆盖的莲花，束腰就是须弥座的细的部分，斗拱、平座栏杆。平座之上呢是3层仰帘砖雕，仰帘一般是用在密檐塔里，但是这座楼阁式塔也用了仰帘，说明它辽代工匠他把一些手法通用了。仰帘之上是塔身，塔身上有很多雕刻，门窗的雕刻，檐下斗拱的雕刻，檐子的雕刻。门窗分真假门窗，它的这个塔的基数层呢是开有真门的，基数层南北两面1、3、5、7这7层南北面是真门，偶数层的2、4、6层的东西两面是真门，其他面都是假门，用拱券门，说明拱券技术当时已经开始。然后呢，出现了补间铺座、斜拱这种做法，大量的雕像，所以虽然是楼阁式塔，仍然是一个完美的雕塑艺术品。那么还有一座楼阁式塔也在内蒙古，内蒙古806旗的辽庆州释迦舍利塔，我们俗称叫庆州白塔。那么是庆州遗址上的西北隅的仅存的一座辽代建筑，它建于1046年，辽兴宗重煦15年。这座塔呢更像一个楼阁塔，因为它收分比较明显，前部那个万步华严经塔呢收分不太明显，这个收分很明显。塔是8角7层，因为中国人讲7级浮屠嘛，7层是，所以楼阁式塔比较适中。后壁空心楼阁式塔，塔的中心有楼梯，原来是可以登塔的。那么现在因为久了楼梯已经坏了，楼梯一般都是木头的，有的塔砖塔也可以用砖做楼梯。第一层现在改成经堂，然后各层塔呢是有空间的，而且每层都用了一个穹隆顶，用砖做穹隆，穹隆技术在辽代也很成熟了。这是它的立面和平面。塔下面是个4方的台基，台基上有8角形的须弥座，矗立着7层的塔身，上面有塔顶塔刹。整个塔的高度比较高，73.27米，比应县木塔还要高。应县木塔是67.43米，这是73.27米。台基的高度是3.8米，塔基以上的塔身高度就是69.47米。那个应县木塔包括台基才67米，是吧？这是我们知道，应该说是辽宋塔中比较高的一座，通体白色。一些游牧民族特别喜欢白色，辽是契丹人，蒙古人喜欢白色，白是个高贵的颜色。所以在过去的我们北京城元大都的宫殿里头有白琉璃瓦顶，大家一想，如果用白琉璃瓦做屋顶，也还很独特，我们很难见到的。汉族人对白色比较忌讳，白色代表西方，是吧？代表一种没落，代表一种丧葬的氛围。穿白，穿衣戴孝是白色，所以这个民族还有一些小的差异。一般隋唐时代的塔多数是方形，那么到辽金时代呢，多数是8角形。但是有一个特例，就是辽宁的曹阳北塔。辽宁曹阳市北部的曹阳北塔呢是方形密檐塔，方形密檐塔在唐代很多，都是一些这个像什么法王寺塔呀，包括长安城里还有几座。那么这座塔其实它的前身也是一座唐塔，它在唐塔的时候是15层檐子，那但是因为到了辽代以后，可能塔已经开始有些残破了，它就在下面的4层檐子加了一个方座，变成了首层。那么像韩城11层了，11层他觉得这个数不太吉利，后面又加了2层檐，就变成一个底下有个大方座，上面有13层檐子的这样一个方形的密檐塔，总高是42.6米，它外观很奇特，下面那个大基座完全成一个大雕刻，四面都是浮雕，上面再加上密檐，整个像是一座精美的大雕刻。塔为砖筑的筒体结构，说明它的中心还是空的，但是它不是上不去人的。塔的下层呢，夯土曾经有一些排列整齐的石柱处，说明在唐塔之前很可能有过塔，也可能是个木塔，但是呢已经毁了。后来唐塔盖了一个15层的方形密檐塔，
后来又被辽人给包了它的几座，上面加了2层，外观还是很精美的。同时塔内还有地宫和天宫。我们知道塔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藏舍利或者佛经的，那么它往往是有地宫的。但是呢，这座塔有天宫，它的天宫呢现在已经发现了，在12层塔的檐内，它用那个石板做了个6面体，里面藏的是佛舍利，还有金塔、鎏金的银塔、菩提树、宝盖、金塔等文物。这个天宫呢已经有点损坏了，那么后来经过修理，可能我们了解了一下辽金时期的一批密檐塔、楼阁塔以及方塔。我们还可以见到一种特殊的辽金塔，叫花塔，也叫华塔。古人华和花是相通的。那么现存辽代佛塔有2座，一座呢是北京房山的托里华塔，建于辽咸雍6年1070年，另外一座在河北丰运车轴山的寿丰寺药师塔。这2座塔在造型上很接近，都是在一个须弥座的8角形首层塔身之上呢，用了一个满布雕刻的近似圆形的这样一个上部塔。另外还有一座华塔在河北的曲阳修德寺塔。那么这座塔很可能是宋代建的，所以说宋没有华塔恐怕也不准确，就是因为它是北方靠近辽金，那么工匠会来回走，因为走河北嘛，离辽很近。更重要的一座华塔，这我们要特别提到，就是金代所建的正定广惠寺华塔。这座塔造型非常奇特，正定广惠寺华塔保存有唐宋时期的遗迹，说明它此前有塔，甚至还有人认为有宋代的题刻。所以这座塔到底准确建造年代是什么时候说不清，碑刻上说是金代，可能是金代重修过的，但是里面的塔内有题记是北宋的，也可能是在原塔的基础上加以扩展的。它塔的平面很怪，有中央塔，四角有4座小塔回绕，很像一个金刚宝座塔的前身。金刚宝座塔是4个塔中间一个大塔，但是它中间这个塔上面加了一个华塔。那么中央大塔分上下4层，残高是31.27米，其中1、2、3层呢是8角形，到了4层是一个很高的圆形的高筒覆钵。那么1、2层是双套筒，中间有塔心石，周围有回廊。1层被4个小塔遮挡，每个小塔是6角形，而那4层的那个华塔上雕满了雕刻，所以非常的奇特，这个塔造型。我们再看看宋代砖石塔。我们说宋代建筑很伟大很华丽，但是它的遗存不是那么丰富，它至少没有木楼阁塔，尽管它记载有很多，现在没有实物。那么它却只有塔状还保留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比较一下，辽代的砖塔呢，兼有楼阁式和密檐式2种。到了金代，我们现存所知道的金代砖石塔，除了华塔以外，几乎全是密檐塔。因为少数民族文化，它更容易接受那种宗教的那种神秘的东西，所以它不像汉族有一种实用理性，我盖了一座塔我不能上，觉得有点遗憾。但是到了宋代，汉区几乎所有的塔都是楼阁式塔，它能够上，能够登临。那么在材料选择上呢，宋塔有砖筑楼阁式，有石筑楼阁式，以及琉璃饰面的楼阁式塔，有多种砖石楼阁。这是乐山灵宝寺，这是个密檐塔，唯一的，应该说宜宾的旧州白塔和乐山灵宝塔有那么2座还算是汉地的密檐式，已经进入宋代了，但是大量的都是砖筑楼阁式。砖筑楼阁式跟那个辽人的砖筑楼阁式在形式上很接近。我们来看几座例子，一个是四川大足的北山多宝塔，这是个楼阁式塔，很简单，非常像辽塔，檐口也很简单，也没有那种假的，没有那种木檐，完全是砖叠色檐，也没有平座。最重要的楼阁式塔是哪一座呢？定州开元寺的料底塔，它是目前所存中国佛塔中最高的，高度有84米。那么它同时兼有一个功能，我估计那些什么藏佛经啊什么，可能都是个障眼法，它主要还是为了建造一个能够观望辽兵动向的料底塔，所以带有军事瞭望性质，因为它在定州离辽兵边界很近，那么那个地方有地处平原，它盖一座高塔，在塔的顶层
大概70多米距离地面的时候，瞭望这边北边的任何大的动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廖底塔。不管怎么样，它是我们现存中国佛塔中最高的一座砖塔。塔的造型八角形平面，它在这个首层呢，它用了这个周围的用了一个回廊，然后再往上走呢，它就出现一些穿过中心线的斜梯。一共塔有11层，4个正面呢都有拱券洞门，其余4个面东南西南东北西北4个斜面呢是砖砌的假窗。那4个洞门很重要，它用来观察周围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塔顶呢用了8面坡，上面有8条呛脊，这个塔脊跟一般做法不一样，很像个木屋顶。然后塔刹的基座上有上养的忍冬花叶，不像那个养莲，而是用忍冬花叶来养的。这塔刹上面塔刹基座上面还有相轮，它的首层也有一些奇特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它用了尖拱穹隆的塔心石。穹隆是8条拱类，这种尖拱的做法我们知道在欧洲哥特建筑用的很多，而用拱类做穹隆的做法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经典建筑佛罗伦萨大教堂用的。但是我们这座建筑虽然它空间小，但结构理念是一样的，有点像尖拱，但是用了拱类形成一个拱券。因为它上面要压很重的塔，它必须要有这种比较复杂的结构。那也说明在结构上中国人很早也意识到了这种拱类和穹隆的做法，它比佛罗伦萨大教堂起码早400多年。那么它内部为了考虑到这个塔的稳定性，它尽量的是用了十字交叉的楼梯布置，这样对塔身造成最小的危害。但即使这样呢，在一次地震中间曾经在西北面坍塌了，我们看坍塌的照片都可以看得出来。还有一座安徽蒙城的万佛塔，处于一个湖心岛上，它这个塔名本来叫兴化寺塔，曾经又叫过慈氏寺，慈氏寺就是祭祀弥勒的吧，慈氏寺，那么叫慈氏塔。那么后来寺院没了，只有塔。那么这个塔呢，上面有琉璃砖面的雕像近万尊，有8000多尊，所以当地人叫它万佛塔。这个塔的造型完全是一个楼阁的造型，砖筑，但是砖的这个墙面上镶嵌了很多琉璃的瓦饰雕饰，平面是8角，高13层，底层每面长是3.1米，总高42.5米，各层空间有带回廊，有带方形和八角形塔心室。因为越往上形体越小，做不了回廊，就做一个方形小室或者八角形小室，所以塔的在设计和处理上还是很精致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辽代有一个在大殿前做了双密檐塔。那么在大殿前建双塔的做法呢，在唐代寺院就有，宋辽寺院也慢慢多起来了。罗汉院双塔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塔建于太平兴国7年，公元982年，基本是宋代的风格，非常的这种玲珑透剔的这样一个双塔形式。它之间没有那个间距刚好是塔高，因为它本身很瘦翘很高，所以塔的间距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的间距刚好可以透过塔的2个间距看见佛殿。那么这2个塔各有名称，一个叫功德塔，一个叫舍利塔。舍利塔肯定是藏舍利的，功德塔可能是某个人为了表现这个做佛的功德建的塔，但是它形制完全相同，8角7级，空筒楼阁式，高度大概在30米左右。那么各层呢用个方形，这个方形按45度交错布置，这样使得那个受力比较均匀。这是它的塔的立面和剖面。外观呢，塔是砖筑形式，但是外观是木结构，它那个砖岩是叠色出檐，然后呢檐上再加上瓦，然后再加石砌平台，这样就感觉很像个木楼阁。各层塔檐都用了瓦，用了翘角，翘角翘得又很高，很像南方那种起翘的那种感觉。塔身用了衣柱、门洞、直棱假窗、栏额、斗拱，非常像个木楼阁塔，所以现在看起来仍然很精美。同时我们注意到，宋代还有一座非常特殊的塔，专筑琉璃饰面塔，我们叫它铁塔。开封佑国寺铁塔就是一个琉璃饰面塔。为什么叫铁塔？因为它用的琉璃饰面完全是铁红色，因为是琉璃又是像铁红色，所以完全像一个铁铸的塔，所以习惯上叫铁塔。它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座木塔，叫开宝寺塔，我就曾经说的有80多米高，曾经像
西北倾斜的这座塔，但是它是木塔，不耐久。后来呢，开普斯塔毁了以后，就盖了一座琉璃塔。这座塔建于公元1041到1048年，那么它一高13层，楼阁式塔做13层，这就很不容易了。一般楼阁式塔大概做到7层，很高了，它做到13层，高54.66米。那当然每层的层高并不是很高。平面是八角形，塔身比较细挺，所以只有在第一层和顶层有可以停留的塔心室，其他部分就是楼梯而已。然后各面加甲窗，甲窗里安佛龛，楼梯是随着这个旋转上去的，在里面塔心里旋转。塔身和塔檐呢都是琉璃砖包砌，颜色是铁红色。塔的表面是雕饰有佛像、菩萨、飞天、麒麟、龙、宝相花。塔檐用的是琉璃瓦，檐下用的琉璃斗拱，所以是完全是琉璃塔。斗拱的形式非常细密，塔顶是一个八角形的屋顶，上面加了个宝珠。那么要做到整体镶嵌呢，塔身的建筑构件必须要标准化、定型化，所以它外立面镶嵌的这些仿木构的门窗、衣柱、斗拱、栏额、塔檐、平座，大概有28种不同的标准构件拼砌而成，它要烧制好，在这安装。所以古代的这种建筑的标准化和定型化水平已经很高了，可以拆装。如果我们的塔完整的卸下来，在别的地方还可以拼起来，工艺水平很高。琉璃烧制技术呢也还蛮高，至今仍然保存很好。宋代有一些石塔，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值得去注意的是泉州开元寺双石塔。泉州开元寺本来是唐代的寺院，唐代这个寺院规模很大，所以它是一个大寺院的一个格局。那么后来在后梁的时代呢，闵王王审知在这儿建了2座木塔，这是这2座塔的前身。但是南宋的时候，这2座木塔因火焚毁了，后来南宋重新改作砖塔，所以是2座石塔。改作砖塔，后来又改作石塔。这是泉州开元寺双石塔的感觉。这2个塔一看就像一个大寺院的前部空间，非常的气派，很震撼。但是塔的形式完全是仿木楼阁。2塔呢分别立于大殿2侧，2塔之间的距离有200米，非常的开阔，显然是个大寺院的前部空间。西边是仁寿塔，东边是镇国塔。2座塔的平面都是八角形，筒体带塔心柱，外观是仿木构，它中间有个10的塔心柱。那么2个塔的高度有些微差，仁寿塔西塔 45.066 米，须弥座是 1.2 米，八角形，每边长是 7.6 米，对角线的长度是22米。东塔呢是 48.27 米，略高于西塔，八角形，每边边长 7.5 米，对角斜对角线18米，比这个西塔略粗一点，也略高一点。还有一座石塔，四川邛崃的石塔寺的石塔，这也是南宋时代的，它叫释迦如来真身宝塔，位于四川邛崃高兴乡石塔寺。寺的原名叫大悲寺，是南宋乾道5年1169年建的，那塔也是同时建的。寺内还有其他殿堂，因为是木构已经都改造过了，只有塔还是南宋的。有趣的是它是方形塔，下面有一层复阶，然后上面呢实际上是个密檐的做法，13级密檐，高17米，下面有个复阶廊，所以造型很怪。那么就说它很可能保存了一些唐代塔的这种做法。这种塔呢就是南方地区很少见，北方也见不到。当然它的这上面的宝珠可能是后来重修过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宋代还有一种塔特别的怪，它代表了汉地的这种思维，叫砖心木檐塔。我一再说了，汉地这样一个文化，它崇尚的是实用理性。那么它建木塔，当然它也建，后来发现木塔经常会毁，他干脆就用砖来建，砖建完以后外面做上木檐，那感觉跟木塔是一样的，既可以登临也可以观赏。首先我们看苏州有2座砖心木檐塔，苏州是一个文化很发达，平江嘛。苏州报恩寺塔和苏州瑞光塔这2座塔都是宋代的遗构，当然后世有维修，外观已经是清式做法了。这是苏州报恩寺塔，我们外面一看很像青塔，其实它的塔心完全是宋代的，外面的塔檐平座是木结构，是宋代从加的，角鞘非常的高，完全是一个清代的晚期塔的造型。那么这是苏州的，
还有杭州的六合塔，大家很熟悉。六合塔大家都很多人可能去过，就在钱塘江边上。这个塔是一个风水塔，为了镇钱塘江潮的。但是它原来也是个砖心木岩塔，是个宋塔。内部那个砖做的斗拱啊，还有砖的一些画的一些痕迹都很清晰，彩画的痕迹都很清晰。但是清代重修，加了很大的那个屋檐，显得很臃肿，所以六合塔现在六合塔感觉并不太好。那么梁思成先生把他那个塔心量下来，然后做过一个复原，那个复原很漂亮，应该是原来塔的造型，后来清代加的就比较拙。这个我们了解它本来是一座宋塔，但是现在实际上被改造过了。那么还有一座比较好的就是苏州的瑞光塔，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含有宋代遗韵的这样一个砖心木岩塔。塔心室内刻的这种北宋佛像题记和文物这些东西都知道呢，这个塔是宋大中祥符2年1009年建的，那么现在1000多年了。那么当然一直建成到1030年，就是说1009到1030年建的。塔的平面是8角，外观是7层楼阁，首层檐下呢有复阶，但是没有重檐，这是北宋的做法。你看我们看应县木塔，首层是重檐带复阶，它是带复阶没有重檐，就更节约木料，我又达到了外廊的效果，我又不用重檐，我还可以节约木料，造型也挺好看，说明这汉族里这种比较实用理性。那么关于宋代砖石塔，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也是砖心木岩塔，它叫浙江湖州的飞鹰塔。这座塔很奇特，它是一个塔中塔，塔外有塔，塔内有塔这样一个东西，内外2座塔，外面是一个砖心木岩的楼阁式塔，塔内呢有一座石雕的小型舍利塔。这个舍利塔很可能唐代就有了，唐咸通5年，然后呢又在外面重新建了木塔，唐代就建了。到南宋绍兴12年呢，因为雷击，外面的木塔毁了，再重新建一个砖心木岩塔。既然你木塔不安全，我就用砖来做，然后加个木岩。那么题记看，它是南宋绍兴到嘉泰建的，它是宋建，但是明清有过维修。当地人把它看作风水塔，认为它是这个主文运的这种功能，就好像文昌阁、魁星楼。这飞鹰塔的立面和它外观，外观是7层塔檐，6层塔身的平座，塔檐和平座都是木结构做法，4个正面有门洞。那么里面是一个5层8边的残塔，是一个石塔，残高是14.55米，也是个8边形的塔。塔内有佛涅盘一佛二弟子啊，西方三圣等等雕刻，是一个雕刻艺术品。最后我再给大家介绍2个特殊材料造的塔。大家一想佛塔，那肯定不是木塔就是石塔就是砖塔。但是我们感到有趣的是呢，我们中国古代人呢，他们在建造佛塔这方面的创造力可以说发挥到极致。有一些完全是特殊材料建的塔，我们都想象不到。首先我们看金属铸造的佛塔，本来在中国就有，这个5代时候的广州光孝寺就有，明代的山东聊城也有铁塔。当阳玉泉寺塔是个楼阁式的很高的塔，它塔名叫佛牙舍利宝塔，立在玉泉寺的山门前面，非常秀美高挺。它上面有宋代嘉佑6年的铭记，应该是建于嘉佑6年1061年，北宋1061年。塔身的铭记还记录它用铁量，用了76600斤铁，折合现在是53.3吨。这座塔的佛塔呢，平面是8角13级仿木楼阁，高17.9米，将近6层楼高，17.9米。由塔座、13级塔身和塔刹组成。塔座是双层须弥座，每角呢各有金刚力士像一尊。塔身4面有昆门状的那种塔门，4面有佛像、菩萨，还有各种花纹纹饰。然后塔门按45度方向交错布置，这样呢它铸造起来稳定性都比较好，因为它很瘦高啊。外观呢完全是仿木楼阁，除了首层塔身用了一圈复阶柱，然后直接就平坐上去，就是上了这个上层塔。塔檐下每层呢还都用了补间铺座，斗拱还是很标准的6铺座单秒双下昂偷心的做法，早期佛教这个斗拱的做法。
而且铁塔的檐拢、瓦拢都非常模仿真实的木塔。那塔身上有衣柱、有门窗，还有佛像雕刻，是一个铁雕，各层塔的那个斗拱也是完整的，非常精美。可以说想象不出，它那个基座呢，须弥座还有立式，有山海纹雕像，而且塔可能稍稍有点往西北倾斜，很可能也是这种故意考虑它很高、很细挺，那么风久吹了以后会不会吹斜？那干脆我西北风多，我预先往西北斜一点，你慢慢吹吧。那塔刹比较简单，3层保护了，因为铸铁嘛。这是一座铁塔，铁塔木楼阁，仿木楼阁将近18米，这应该也是建造史上的一个奇迹，铸造史上的奇迹，反映了中国古代铸造水平和建筑的衔接，而且它装配水平很高，它肯定不是一次铸造，18米怎么铸啊？烧都没法烧，它肯定是拼装的。那拼装它做这个模，咬这个扣，它要经得起千年风雨，这个工艺水平是很高的。我们再来看福州千佛塔。福州涌泉寺呢，天王殿前面有2座双塔塔。这个塔塔原来并不在涌泉寺，是在福州南台岛的龙瑞寺，后来迁到这里。那么一边一座，正好在山门前面。塔的2座塔完全是一座玲珑透剔的楼阁式塔，北宋元丰5年烧制的，1082年，跟那个铁塔几乎同时，那个是107几年，很接近。8角9级仿木楼阁，9层8角。塔高呢，因为塔并不是太高，6.83米，因为是很细，像是一个很多层的楼阁，有9层，底座直径1.2米，塔下有8角的这种石质台基，各角有立式造像，昆门内有舞狮的造像，3层呢是一个仰帘的托着的平座，然后每层呢都用了衣柱、栏萼、地符、斗拱等等承托，完全像一个木楼阁，非常精美。塔檐呢有用泥塑烧出来的那种瓦垄、瓦当、船子、妃子，跟木楼阁非常接近。而且塔身4面都有佛龛，佛龛内有佛造像，其余4面呢也有均匀分布的佛像，每座塔的佛像总数达到了1000多尊，至少是千佛塔，是吧？那么当然它的这个烧造水平很高，必须它要先拿泥做出来，烧出来，然后再拼装上。要拼装的时候还是很难的，是吧？说明古代这个古人在这个陶的烧制技术和这个建筑的预制构建、预制化、标准化和这个拼装化的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好，今天我们把这个佛塔、佛殿这2大部分呢，我们这讲主要是讲到佛塔。那个佛塔呢，存辽塔、金塔、宋塔，存这个楼阁式塔、密檐塔，存木塔到砖石塔到铁塔、陶塔，各种形式都做了一遍这个梳理。我们知道中国建筑在塔的造型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可以对中古时期的建筑的历史发展呢，在这方面留下一个比较深的印象。下面呢，我们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宋代的一本重要的书，叫《宋营造法式》。同时呢，我们要对两宋辽金的建筑它的发展的情况做一个总结性的讨论。我们先看《宋营造法式》。那么中国建筑自汉代以来呢，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确定的木构建筑体系，已经经历了到宋代时候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到北宋初年呢，这个体系应该趋于成熟了。所以宋代应该是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著作就开始出现。最早出现的一本呢叫做《木经》，《木经》是由建筑工匠自己编纂的技术书籍。那么可惜这本书已经失传了。宋代有一个沈括写过《梦溪笔谈》，提到这本书，他这么说的，他说：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余号所专，凡屋有3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皆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崔等。如梁长8尺，配极3尺5寸，则厅堂法也。此谓之上分。营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崔等。若营1丈1尺，
则阶基4尺5寸之内，以至成拱、摧角皆有定法，谓之中分。他这里实际上透过介绍木经呢，把木经的一些思想做了一个提示，就是木经反映了当时对建筑的这种尺寸的推算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规则。首先，建筑分成上中下3份，屋顶、屋身、台基，然后呢各自根据互相来推，比如梁有多少，它起的举就是按照大概，比如8尺长的梁大概取3尺5寸的举，大概是按照这样一个格局。还有柱有多高，堂基是多少，它都有一些规则。但是呢，这是同样是省测，他说晋岁土木之工，一为严善，就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就因为到了宋代，建筑发展更快了，是吧？这个技术在发展，经济在发展，人们建造量大了，那么旧的木经已经不复使用了，所以慢慢人们都不再用，反映了宋代建筑技术发展的快。那么同时呢，官方主持修缮的营造书就开始出现了。那么最早出现这部营造法式是什么时候呢？北宋元佑年间，我们俗称叫元佑法式，它是北宋元佑6年，但是没有流行开，因为它的一些东西制度比较死，没有变通之法，所以后来到了崇宁年间，元佑是在1091年，从佑又过了20年，1103年颁行了一部新的营造法式，就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礼戒编纂的崇宁本营造法式。那么元佑本已经没有了，失传了，因为它没有流行开，反倒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李明仲多少提到了一点，这本书说它官方无数，在管理上很难把握，因为它用料用算都不准确，别无变通之法，说明它在设计上比较死板，这是它的一个唯一提到的元佑法式的情况。那么崇宁法式是公元1103年政府刊行的，全国印行。那么1103年距离北宋灭亡还有20来年，所以它虽然刊行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大量的应用，因为很快北宋就灭亡了嘛。但是这个书的重要性我们不可小觑，这是一本集宫廷及官署等建筑各部分的设计、结构、施工用料、劳动定额，包括不同工种、各种座、竹座、锯座等等操作规程、用料、用工计算等方面的技术专著。所以梁思成先生说它是2部文法书之一，一部文法书就是宋营造法式，还有一部文法书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理解清代建筑的一部文法书。所以梁思成在一生对这2部书下的功力非常的大。这本书呢一共分34卷，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释名，包括它是1到2卷，总是总例。第二，最重要，各作制度，从3卷到15卷，包括了13个工种。最重要的是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分2部分，梁架、斗拱；小木作门窗啊、格栅啊、这个佛道帐啊等等，还有石作，这都是很重要的。各作制度是营造法式的最核心的部分，还有工线，相当于劳动定额的计算；料力相当于用料计算；图样也非常重要。可惜图样后来传本有一些变化，但早的版本还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了当时的形式。那么34卷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卷的1至2是建筑名词的考证，常用的几何形计算的数据，劳动日定的标准。卷3呢是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豪宅制度，施工的工作规则。豪宅就是沟啊、墙啊这些东西，城墙啊、壕沟啊、排水啊、上水啊等等。第4和第5卷最重要，大木作分为梁柱和斗拱2卷。第4卷是大木作、梁柱，第5卷是大木作、斗拱、铺作。6和11卷是小木作，包括门窗、装修、格栅。12卷是雕刻、锯作、竹作、炫作。第13卷瓦作、粉刷。14卷彩绘，宋代的彩绘很详细的规则，我们从法式上都看得很清楚。15卷筑墙、阶基、路面、涵洞、井壁、砖工、烧制砖瓦的技术、琉璃瓦的方法。16卷筑成豪宅施工、搬运工的劳动定额。17到19卷
木构架的劳动定额，木构架怎么算，多少个工，24到25其他工种的劳动定额，26到28用料定额和工作质量的级别，29到34是图样，图样有5卷，那么非常真实的保存了当时的一批建筑的图，所以它很珍贵。对这样一本书我们怎么认识它呢？我们知道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公开发行的一本建筑书。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约特罗的书写得早，公元1世纪，但是它一直是手抄本，直到15世纪以后才慢慢的才有刊行本，这个是在12世纪。那么它有几个特点我们要了解。第一，以材为组的模数制度，明确提出以材为组，构屋之制以材为组，材就是斗拱的高度，是整个这个建筑物的基本的模数，明物之短长，这些所有量长粗细都靠那个材分来确定，它有一个模数制度。模数制度是很现代的概念，但是我们在中国在12世纪已经很成熟了。第二，反映了当时技术的水平和精密程度。第三，反映了宋代建筑的高度的艺术水平。第四，反映出建筑生产管理的严密性，因为我们知道有工力有工线料力非常严谨，一个是那个用工用料的管理，一个是生产的管理。我们看它的特点之一是以材为组的模数制度，这个法式上有明文规定，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组，材有8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15份，以10份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明物之短长，取直举折之势，规矩绳模之宜，皆以所用之材以为制度焉。就是所有的这些高短长深的这个建筑物的尺寸，它的明物就是构件的长短，它的取直举折的这些曲线，规矩绳模之宜就是下料，都是靠用材的份来决定的，这是材分制度。所以材有8等，1等材是9乘6，那么8等材是4.5乘3，刚好折半，这样它有个递减的过程。每等材分成15份是单材，再加上6分制是足材，21份是足材。一般的情况下，材的断面是高和宽是3:2，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断面。图上可以看出8等材的关系。那么1等材用在最高等级的建筑，往往是宫殿的主殿、寺院的大殿，是吧？2等材、3等材足见地。到了5等材以后，都是小木作，用在小的亭榭呀。7、8等材用在藻井里头，它都有规定，这是模数。第二点，我们看当时技术水平和精密程度可以看出来，比如定水平、定垂直。我们现在有经纬仪、有水平仪，但古人他也得有一套仪器。营造法是有很明确的规定，比如他定平的时候用了小的那种水浮子，跟水平仪的概念完全是一样的。然后呢，在地面上挖沟，这个加上水，然后加标尺，再加水浮子来观察，就很像水平仪，这叫定平。还有取正，取正呢是靠太阳光有一个望筒，是吧？在夏至日的那一天，太阳光下来，落下了一个点垂线，晚上再去看北极星，太阳光是代表正南，夏至的正午的那个点，还有正北的北极星那个点，这2个点确定下来，一个方位就确定下来了，根据这个方位再去找其他方位。升起侧角，这都代表了一个技术水平。因为升起侧角是很微妙的一种技术处理，它有了升起侧角以后，建筑有一个预应力向内加了，它就对抵抗水平力非常有效果。所以宋代升起侧角的宋代建筑也有，当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是一些工具，豪宅的工具。另外升起我们看出宋代有明确的规定怎么升，升起的过程其实反映了一种古代人在计算中间去怎么样巧妙的应用力学的原理。虽然它没有计算，它是一个经验的做法，但是它本身是成熟的。另外侧角它是下侧角末的做法，就把柱子按一个斜面下成一个斜向，把放平了的时候它本身就向中心倾斜，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一个倾斜。另外书中还有琉璃件的用釉配方、窑制的方法、彩画的矿物颜料的配合比、木料的合理裁割，是吧？这个
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木料，不被它因为裁割减少它的浪费，造成浪费。这个在法式上都有详细的规定，反映了技术管理非常精细了。另外还有小木作结构、小木作装修、这个彩绘等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这第二点，技术水平很高了。第三点，反映了宋代建筑高度的艺术水平。宋代建筑在整体造型上，比如说翘曲的屋面、屋脊线、伸展的屋檐翼角、比例稳定的木构件，这些东西呢，都通过一种木结构的处理，比如侧角啊、升起啊等等呢，以及它檐角的角件处理，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一个感觉。我们知道唐代的这个屋顶屋檐都是比较平直的，到了清代也是平直的，只有宋代它是弯曲的。不只是它的屋顶大造型是弯曲的，它的内部的梁、月梁、梭柱、斗拱、卷哨大量都是用曲线，它特别爱用曲线，月梁曲线非常精美，卷哨的那个曲线也是非常的这个经过仔细推算的，恰到好处，充分表达一个什么思想呢？梁思成说的寓装饰于结构的思想。特别是他侧上鹿鸣灶的时候，整个这个屋里头没有吊顶，但上面通过斗拱、月梁、驼峰，使整个室内像一个大雕刻品，非常精美。这就是达到艺术上的很高的水平。比如在天花、格扇、照壁、屏风的处理，还有雕刻线角大量的纹样、画生、那个草纹、狮子、山水纹等等，彩画的图案用色的方法都很讲究，有大量的纹样。包括一些具体做法，你比如说地面斗八，地面的一个装饰纹样，它有很详细的图案。柱子上的雕刻，我们看明清的建筑当然也有些雕龙纹什么的，但是宋代的柱子非常的丰富，柱础的形式也非常多样。我们看清代柱础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古镜的做法，当然南方有一些地方做法，但是在宋代官式做法都有很多样，门窗的窗格扇花样也很多，就造型上很丰富，纹样、窗格纹样、装饰纹样，还有就是那些佛道帐的小木作的纹样极其丰富，彩绘的纹样也很多。我们知道清式彩绘主要有3种，这个荷喜、炫子、苏式，就这3种。宋代的彩绘有9个等级，最高等级是什么呢？五彩变装，非常的华丽，斗拱上、柱子上全绘满了纹样，石雕水平也很高。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它生产管理的严密性，比如说它定额、用工用料，它都是有严密的计算，而且是按照时间。夏天要用长工，它的工要长，因为它每天白天时间长，它给人一天辛苦下来，你不能算得太少。冬天时间短就按短工算，平常春秋按中工算，它算工按工付费，说明宋代的社会发展，这个已经出现了这种雇佣的这种劳动了。这个过去我们叫所谓假资本主义现象，雇佣劳动。那个我们看《东京梦华录》里头，很多人在那个周桥那等着，然后人过来说：“哎，我们家要修房子，你来吧。”谈好价钱他就干去了，是吧？这种都是宋代，说明它经济比较发展。正因为这样，需要对劳动定额，需要对用料做详细和科学的这种确定，才好便于这种社会的交往，否则会造成这种纠纷。包括运输、河流的逆流和顺流，包括这个锯工、木质的软和硬都不一样，它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好算工，反映了生产中的细致的分工，劳动的生产的细致的管理。所以《营造法式》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书，应该说是宋代或者宋辽金时代的一个建筑的百科全书。可惜它颁行不久，北宋就灭亡了，所以说它的实际的影响，它应该是总结，它实际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直接跟营造法式完全印证的建筑几乎没有，找不到。那么南宋又有它自己的一些制度，是吧？它又变。另外后世呢，这种大规模的建筑著作就少了。据说在明代修编过一本营造法式，名称跟它都一样，因为明代是什么都想复旧、恢复到唐宋，所以他也修了一本营造法式。这本营造法式呢，没有传草本，但是《永乐大典》里有，
可惜的可惜，就永乐大典也被八国联军烧了，否则我们还能够了解一个明代的营造法式，那样我们就会有明代的、有清代的工部做法，还有宋代的，我们的建筑的著作就更丰富了。清代呢，则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个还是保存比较好的。它虽然也继承了宋法式和明法式的一些做法，但是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严密性上都不如宋代法式。为什么？它是专门为宫廷内部的管理用的，比较死板，没有变通的办法，所以相对来说很细致，怎么做怎么做，只有一种做法，你想变通都很难。那么《营造法式》这本书刊行以后呢，在各地引起了一些反响，人们有很多传抄本。那么后来这个随着北宋灭亡，典籍散失，那么人们到了南宋的时候，南宋在临安呢做了一些搜寻王毅的这些典籍的工作，那么他就被收藏，然后加以传抄，一直到明代，到清代，到民国时候才正式发现，才给他重新去印刷，是吧？那么南宋时间也重刊过这本书，那么到明清的时候，已经都对这本书已经有一些了解了。这个元代也重印过，这个明代的很多藏书家都藏这本书。明清诗人在这本书的跋中就说自来正书考工之属，能罗括众说，博洽详明深习，夫上才辨其之意者，无欲此书。自古到今的所有关于建筑的书里，这本是最好的，这是明清的人的结论。北宋崇宁2年，北宋政府颁行了《营造法式》一书，这是一部集宫廷及官署等建筑各部分的设计结构以及施工用料、劳动定额及不同工种的操作规程、用料、用工计算等方面的技术专著。宋营造法式共分为34卷，5个部分，5个部分分别是市名、各作制度、工线、料力、图样。营造法式一书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一、以材为主的模数制度；二、反映了当时技术的水平与精密程度；三、反映了宋代建筑的高度艺术水平；四、反映出建筑生产管理的严密性。
那么我们对这本书有了一个了解，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对宋辽金建筑的一个总结，特别是宋代建筑的总结。好，那我们现在就再花一点时间，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对两宋辽金建筑做一点总结，归纳一下。我们前面对两宋辽金建筑的案例、它的背景、它的城市宫殿都做了梳理，我们看看它的建筑达到什么样一个水平。首先，两宋辽金时期呢，经过了上千年的发展，它的设计和施工变得分工细致，组织严密。因为两宋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一个总结期，那么技术上基本上趋于成熟，而且开始出现多样化和标准化，是吧？我们从这个清代人写的这个《扬州画舫录工段营造录》里头就可以看出这个特点。他说：“自于浩、赵木经、丁缓、李菊虽为殿中无双，这两个工匠，但是我们没有他的更多的资料。后世得其法，揣长楔大，李木有残，胶木有金，平木有铲，西木有锯，并胶有鲁，丁木有剑，引扩征胶，以治其居。凡不得入者，立其栓；不得合者，立其损。造千屋万厦于斗达道中，不亦河芒蛛网于层楼之上。”这是根据木经这句开始引子说明在宋代的时候达到的水平。他认为宋代木构技术到这个时候进入一个高水平了，然后才有后来的元明清的建筑。这是李斗的一个描述，说明这个时候的分工极其明细，工具非常周全，技术非常成熟，而且施工很文明。做完了楼，楼上连一个蛛丝网都没有。李斗还说到了建筑过程的几个方面的分工。他说：“孤技最尊，谓之料孤先，次之大木匠，而锯工、雕工、斗刻工、安装菱花匠随之，皆工部著作故迷之辈。”什么叫孤技？相当于现在我们的孤工算料，带有设计色彩。前面先设计量多少铸多少，所以它带有设计的是最高的，但它叫孤技，因为这个古代设计连料都要给算出来。次之大木匠，相当于施工里的主力大木匠，然后锯雕木、斗刻、安装菱花匠是装修，都逐渐的展开。所以这是一个说明当时的宋以来建筑的分工非常精细，而且锯工、雕工对于各种不同的工种反映了大木作的结构，还有大木作的装饰。雕工像锁柱、驼峰、月梁、门窗雕刻都靠雕工，斗刻工主要是斗拱，安装菱花匠主要是格栅、木的小木作装修，分工极其细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建筑的平面化和规则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在宋以前不了解，但是到了营造法式中有殿阁地盘分槽这样一个节，那么它对不同开间不同进深的建筑，它确定了几种很规则的平面：分亲斗底槽、复接周匝深内金镶斗底槽、复接周匝深内单槽、复接周匝深内双槽，各种可能的平面大殿阁的平面形式都给你列出来，你就照这个形式，无非是开间多一点，进深多一点，但是它那个大致格局都有了，所以形成建筑的标准化。这4种殿堂式结构的基本平面，可以说是对于高等级建筑的平面模式规定了一些基本的标准，你只要照这个标准来做，都不会有多大的问题，也帮助我们理解了宋辽金时代的殿堂的建筑平面。所以它是个标准化和规则化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呢，随着北宋灭亡很可能就终止了。到了金呢就开始变通，至少它没有那么多的木料，它就开始有简注很多做法，就不按这个标准走了。另外它在大木作上，宋辽金都有很多变迁。首先它建筑结构趋于成熟，比如它对结构进行分类，分成殿堂式和厅堂式，这个就说明它结构成熟了。殿堂式内外柱同高，平面比较确定，然后呢在柱子和梁架之间有个斗拱层。厅堂式内外柱不同高，就是建筑物平面比较灵活，然后柱子和梁架之间没有斗拱铺座，所以它可以很大的变通，柱子移动都很自如，就适合那种比较
等级低的建筑，你可以自由变通，像厅堂等10架船屋，身内用梁柱侧样，各种各样的厅堂剖面。所谓厅堂草架侧样，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前面已经提到了，什么10架船屋分心前后乳幅用5柱，8架船屋乳幅对6船幅用3柱，8架船屋前后扎嵌用6柱，那么6架船屋前后乳幅扎嵌用4柱等等，这些很简单的一句话，把一个梁架的形式完全告诉你了。你就照这句话，工匠一说，你就可以照着它去做，而且做出来这个建筑非常规整，非常灵活。所以这是这些图，不同的这种梁架侧面图，相当于我们现在做一个建筑物的排架，这个排架一有，沿着排架就扩展，延伸多少间自然就出来了，已经非常程式化了。还有一些变化，特别在辽金建筑上出现了一些灵活变通的手法，像简铸造、移铸造，我们都反复说过了，显得很大胆，手法很奇特，室内空间非常空阔，这在空间上和结构上都有很多大胆的创造。简铸造首先是节约木料，是吧？你看文殊殿这么大的空间，只有2颗柱子在前面，后面有一个佛座，这个在过去不可想象，那么他做到了。移铸造也是，有时候为了便于佛像的礼佛空间更空敞，他把柱子有意的移动，显得礼佛空间更加开敞，这个对殿堂空间的这种艺术氛围的创造，对于木料的节约都是非常有利的。还有一条，在技术上我们更觉得可以一提的，就是消除大梁的尝试。所以我们前面说了，它有了简铸、移铸。简铸和移铸呢，它当然是为了节约木料，特别是简铸，但是一般梁是不敢轻易去动的，是吧？屋顶那么重的屋顶靠梁来解决，但是我们从金代建筑中居然找到一个例子，他们为了节约木料，居然把大梁省去。我们在山西万荣县的赵村有一个金代所建的济王庙，后济，中国人的祖先，农业神，济王庙大殿，这个大殿完全不用大梁，只有平梁。然后它在脊团下的平梁的下面呢，用了很多斜撑的构件，都是些杆件，比较细，来支撑这个屋顶，居然盖成了一座面阔5间、进深6架船的中型的厅堂式结构。所以当地老百姓叫它无梁殿。我们看这座建筑，5开间，也很大气，也很雄伟，外观很气派，平梁也很细，上面平梁并不大，用了很多斜撑，很巧妙，反映了什么呢？第一，金代的建筑它在木料来源上肯定受一定制约。第二，金代工匠非常的有创造性，他们确实在木料缺少的情况下做了简铸、移铸，甚至取消大梁这一些尝试，而且都做出来了，而且也保存了近1000年之久。两宋、辽、金时期的建筑总结，设计与施工，分工细致，组织严密，建筑平面的标准化与规则化，宋代建筑在大木座上的变迁，结构趋于成熟，辽金建筑的一些特殊变化。我们从技术上，从营造法师达到的技术水准上做了一个梳理，我们再从艺术上做一点比较简单的梳理。我们说宋辽金时代跟隋唐时代应该截然发生了变化。
宋辽金本身也有一些变化，是吧？隋唐时代呢，代表了中国中古时期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建筑呢，因为唐代的这个国力很强盛，但是当时的技术水准还不那么高，所以它的建筑显得很质朴，但是又很雄大，很壮美，很洗练，很庄重。唐代建筑没有多少色彩，尺度极其大。乾元殿有5000多平米，它的楼阁像这个武则天的明堂，将近300尺高，3层楼阁，非常的雄伟。但是建筑呢没有太多装饰，几乎没有彩绘，也不用琉璃瓦，很晚才用琉璃瓦，它基本上都是灰布瓦、铜瓦，那么显得非常质朴和雄大。但是从10世纪开始，两宋辽金出现一个完全新的趋势。木构建筑无论在整体的艺术风格上，还是在细部的装饰处理上，都渐渐的失去了隋唐时期那种简洁、质朴、雄壮和飘逸的气质。屋顶显得更弯曲，屋顶的举折更高峻，都不一样。唐代很低矮，但是很飘逸。它的屋顶呢，显得柔和、曲美，造型显得繁缛。唐代就是一个大屋顶，它那个宋代屋顶可以错错落落的叠出很多爆煞来，斗拱多了，细腻，甚至加上彩画，显得很华丽，所以它的风格完全变了。我们从这个几方面来看，我们主要说宋金，因为辽接近唐，唐辽古风，辽代是它建国也比较早，唐灭亡不久它就建国了，所以它很可能网罗了一批唐代的工匠。而宋代的工匠主要从南方来的，宋代北宋一立国，很多都是杭州来的工匠，像于浩这样的，所以呢，他带来南方的那种审美趣味。我们知道唐人就说过嘛，叫江左人文，关中人雄，代北人武，山东人智。山东人就是河北、山东这一带的，这个山指的这个潼关以东，河南、河北都叫山东人，这些人很质朴。关中人就是现在陕西人，非常雄大，因为隋唐两代都在关中。代北人指的蒙古那一带的尚武，江左人文就指的江浙一带。现在我们看到的南禅寺大殿按照那个风格修复的，当然有人批评它，但是我觉得它唐代的艺术风范还是表达出来，因为它屋顶的举折就这么缓，然后加上它那个唐代的屋檐屋脊，就显得非常大气。佛光寺大殿稍稍有点弯曲了，因为它进入晚唐了，但是还基本上是古朴的。辽代呢模仿了一点唐代的东西，但是到了宋代、金代，金是学的宋，整个屋顶都弯曲了，檐口弯曲了，额方弯曲了，正脊弯曲了，然后呢推山推出来了，显得那四面屋山的那个曲线更加的弯曲。原来推山小，斜向的45度，突然推出来推山以后，那曲线就变得比较的柔美了，整个屋顶显得非常柔和。加上它的瓦式，唐代的那个螭尾非常的简单和古朴，而且它一角没有仙人走兽，所以很简单的、很帅气的那么一个线条，平直很简率，很有弹性的这个感觉。可是到了宋代，那个吻兽就变得很复杂了，下面呛兽、角兽都很丰富，空间都是完整的曲线，然后檐下斗拱全是彩绘，柱子全是彩绘。这个门窗呢，唐代的门窗是直棱窗，非常简单古朴，而宋代门窗各种各样的雕刻纹样，菱纹格子扇，非常的丰富。金代更是这样，金代人特别喜欢在一个殿堂里有不同的门窗来布置，他喜欢这种雕刻，所以完全造型不一样了。再加上造型上，在前面出爆煞、出龟头殿，是吧？显得更为丰富。或者在柱子上加盘龙柱、加琉璃瓦，整个的造型完全不同于唐代。这就是说，唐代艺术那种简朴、简率、质朴的感觉，完全被宋代那种柔美、柔和、细腻的这种效果所取代了。另外，它亭台楼榭，我们从宋画上看出来，非常的丰富，错综复杂的屋顶，这个在唐代见不到。宋画的明皇避暑通，简直这个建筑群就是一群仙山群阁。我们唐代的文献看出来很简单，一座座殿堂、大回廊，完了，没有那么复杂的楼阁。它的楼阁也多，连廊也多，角楼、爆煞非常复杂。
造型变得更为柔美。另外，斗拱是我们判断一个建筑物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宋金时代檐下斗拱趋于成熟和繁缛。唐代的斗拱非常简单，它只有柱头斗拱，补间是只有人字拱，非常简单。到晚期有肘子属柱，原则上不出跳，少量在补间出一点跳，加一个补间，非常的简率、疏朗。斗拱的尺度大，非常大气。但是到了晚晋，到了宋辽，这个斗拱越来越复杂，出跳多了，出跳上面加了横拱，斗拱的尺度变小了，补间就多了，斗拱变得细密了，是吧？就补间也多，逐渐的有个过程，从偷心到计心，从这个没补间到有补间，从比较少的补间到比较多的补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感觉。你看敦煌壁画上很多这种斗拱檐下都很简率，比较晚的佛光寺大殿已经开始出现补间了，但仍然比较的大气。这个五代的时候，南禅寺很简单，但是呢后檐两山还可以不用，也还有一点古拙感。慢慢到宋金时代，每一个间都加了补间铺座，斗拱变小，斗拱出跳变多，斗拱的计心猴斗拱加多，然后呢加上琥珀方，就是那个横的在斗拱下面的方子，越来越细密，越来越精细。整体上在檐下那个斗拱的数量是在增加，在细密化，这个在造型上就改变了。原来那个屋顶很大的，很雄大，下面很疏朗，它是一种质朴的感觉。现在这么细密的斗拱，它变成那个斗拱托这个屋顶，显得非常的这种繁缛和精细。这都是清代的做法，我们可以从这个斗拱的动画上可以看到一些资料。斗拱慢慢的就消失掉了它的结构的悬挑和支撑的功能，它变成一种装饰性的、点缀性的、附加性的东西，是吧？原来我们说更早唐宋早期还有一个寓装饰于结构，那些斗拱既是装饰构件也是结构构件，但是到了元明以后，它随着这个转折，宋代是个转折，宋和金，它慢慢变成装饰性的了。它其实装饰和建筑开始分离了，所以这个转折点就是宋和金。前面说的是斗拱，说的是大造型，再看它的装饰，装饰本身也出现了变化。隋唐时代的装饰比较简率朴质，这个没有什么彩绘，这个瓦饰也很简单，持尾基本上尾没有吻，也没有剑把这些东西，中间也没有雕饰，然后两侧呢加一些这个墙脊上没有兽，就是一些折檐就完了，非常简率。我们现日本的一些古建筑屋顶还保持这个风格，显得非常的大气质朴。但是呢这个门窗也是一样，唐代的门窗大部分是直棱窗，辽代也是这样。直棱窗呢很古朴，但是呢它对采光上可能造型上显得古朴，但是不那么精细，采光上呢也未必那么好，因为直棱它有个棱，它只有个缝隙能透光，显得有点简单和粗率。这是直棱窗的一些形象。那么平清和平安在早期也比较简单，唐代比较简单，但是那个时候至少已经有藻井了。但是到了宋代开始逐渐的完善，比如宋代的宁波保国寺藻井已经是斗八藻井的典型了，但是仍然还比较大气，不是那么琐碎，很干练的用那些斗和方组成一个藻井。所以你看，我们看山西应县净土寺的藻井是金代的建筑，非常的细密，它比那个北宋的保国寺大殿要细致的多了，完全是另外一个风格啊。净土寺大殿那个斗拱的数量之细密，那个上面造型之丰富，天宫楼阁雕的龙纹花样非常丰富，说明它用工极其多，
也可能那时候工匠的技术水平也高。我们知道辽代的这个博家教藏殿的经堂柱和天宫楼阁，我们已经说了，那个是不错的，但是它没有金代那么精细。到山西晋城的北宋二仙庙的佛道帐也非常精细，还有四川江油的北宋云岩寺的飞天藏，这些都是小木作的典型，说明宋代小木作达到一个非常繁缛精细。这个是山西晋城二仙庙的佛道帐，但那里面整个是个大木雕啊，雕刻非常精细，天宫楼阁穹隆都在里头，而且门窗也是一样。我们看这个崇福寺弥陀殿，同样一座殿，不同的门窗，它的雕刻纹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就可能它是金代建筑，就是可能有点像工匠各显其能似的，你做一个门窗，我做一个门窗。另外第4点，建筑的彩绘趋于华丽与繁细。首先我们说中国古代建筑在外部装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汉代建筑似乎没有彩绘的做法，那么只是在关键部位加了一些钢，就是那个转角啊、腰部线、中纹拿着铜做的装饰，带有点点缀性的装饰。南北朝是不是有装饰我们并不知道，当然他那时候用了一些曲线性的构件。隋唐时期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它瓦主要是灰黑的铜瓦，很少用琉璃瓦，因为当时琉璃烧制技术还比较难，而且建筑物上没有明显的彩色装饰。从那个含元殿我们找到的有些白粉皮墙，有些红的线条，可能就是有一些红的线条而已。那么知道的就是说他曾经可能在栏颚上用过七朱八白的做法，这是唐代在晚期可能用，朱是朱红色，在敦煌壁画上也可以看到一点这种痕迹，用了七朱八白。现在保国寺大殿的这个栏颚上也用了七朱八白，很可能受唐代的影响。宋金时代呢，整个这个装饰变得非常的造诣了。我们看营造法师规定的这个彩绘有9种等级，最高等级是五彩变装，接着是碾玉装、青绿叠韵绫间装、三韵带红绫间装、蟹绿装、蟹绿结花装、单粉刷饰、黄土刷饰、杂间装。最低等级的是杂间装，最高等级的是五彩变装，9个等级。那么五彩变装只能用在宫殿了，是吧？宫殿我们想象一下，明清见不到这种场景，清代的明建都是红柱子，斗拱都是单色的，只有在坊上用彩绘，然后吊顶用彩绘，别处没有彩绘。当然有时候梁上也用。五彩变装是柱子、斗拱、拱眼壁，然后梁额全部用彩绘，而且它大量的用暖色调。就是这个宋代这种彩绘，它用了赤和紫这种颜色，所以当时的文献描述这个宫殿叫什么呢？叫雕幻之下朱紫冉冉，非常华丽，有一种富贵奢华和繁缛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只是在我们这张图可以看出来。如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建筑是这样的感觉，那我们也会觉得哎呦太华丽了，满是雕梁画栋。现在我们所说的雕梁画栋只是在梁上有、额上有、柱子上没有、斗拱上没有，是吧？但是宋代全有，金代可能也沿袭这种做法。我们从辽代一些彩绘中也可以看出，当时辽代已经有这个趋势了。辽代的很多方子柱子上也有彩绘啊，奉国寺还有一些彩绘，大概了解一下。那么当然到明清又一变，那么这一变呢，我觉得有一点想恢复到唐的古味儿，所以它显得端庄了。明代建筑也线条也直挺了，装饰也简练了，但是呢它没有宋代建筑那么样的华美，又没有唐代建筑那么样的大气，所以说显得城市化了。所以我们知道中国建筑它在不同的时代它的艺术风韵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了解了它，我们才能感觉出它，我们才能对每一个时代的建筑有更深切的体会。两宋辽金时期的建筑讨论：一、建筑造型趋于柔和与曲美；二、檐下斗拱趋于成熟与繁缛；三、建筑装饰趋于精细与繁密；四、建筑彩绘趋于华丽与繁细。